楚阳，你无耻！女人眸中含泪，咬牙切齿，手中黑洞洞的枪口顶住楚阳的脑袋，可脸上还残存着尚未褪去的红晕。楚阳古铜色的皮肤被汗水浸透，呼吸略显粗重，淡定的倒了杯水，语气悠悠的说道：“大姐，是你来求我帮你化解阴煞之气，刚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翻脸就不认人了。”发丝略显凌乱的萧月宁娇羞愤难当，恨不得一枪崩了这个男人。她是堂堂大夏第一女战神，有阴煞之体，故而武道进步一日千里，但蓄积的阴煞之气也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甚至时日无多。不久前，爷爷帮她定下一门亲事，让她到龙渊监狱找未婚夫化解阴煞。她本以为是爷爷看中了这个男人的医术，可没想到在针灸之后就稀里糊涂，又好像是水到渠成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最令她难以接受的，偏偏她当时就像中了邪一样，不能说是主动迎合，只能说是反客为主。此刻她冷静下来，将配枪收回，负手而立，英姿飒爽。我是堂堂东海战区少将指挥官，而你现在是囚徒，以后也只是个连工作都不一定能找到的刑满释放人员，你这是在羞辱我。楚阳表示不满。萧月宁神色傲然，扬起雪白尖翘的下颚，我只是让你认清现实，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蛊惑我爷爷，但我萧月宁的男人必须是盖世英豪，你不配，这门婚事作废。啪，一张名片拍在桌上，刚才的事你敢说出去，我保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我可以承诺帮你3次，算是补偿。说罢，他傲然转身，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女战神的气场全开，在一众女军官的簇拥下扬长离去。楚阳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吐出2个字：有病。名片在他手中砰的一声化为齑粉。他拿出一块古朴的玉佩，沉吟道：天下女人何其多，有阴体的人又不止他一个。楚阳是极阳之体，师父出去之前让他出狱一定要带着玉佩去东海，还说如今东海的气运阴盛阳衰，有助于克制他体内极阳之气的爆发。10年前他父母惨死，他被送进这所龙渊监狱，是师父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传授他本领，而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人，偏偏还是他的至亲。等我在东海解决了极阳之体的问题，就去一个个清算。当楚阳的身影出现在离开龙渊监狱的路上之时，两边那些在外界恶名昭著的恶徒一个个抹着眼泪，满脸的真诚与不舍。楚阳微微叹息，算了，不走了，我也舍不得你们。那些家伙吓得身子一颤，扑通通跪倒一大片。我等不敢耽误阎罗爷的大事。楚阳翻了个白眼，他的身影刚刚消失，监区内传来一片沸腾的欢呼，真的走了，阎罗爷走了啊！上了飞机，楚阳心里对师傅的佩服更深了几分。我说这老头临走前为什么给我2000块，机票就1980块，吃了碗泡面18块，他这是算到骨头里了呀。他是龙渊监狱令无数穷凶极恶之徒闻风丧胆的阎罗爷，但在老头子面前却总是差一手。哎，身体的问题不解决，别说干趴下老头子，就连小命都不知道剩下几天。说起来，他还得感谢那位提上裤子就翻脸的女战神，让他化解了一些极阳之气，算是续了些时日的命。呵呵，他还真以为自己的阴煞之气全都化解了。楚阳翘着嘴角来到卫生间门外，用手一推，卧槽！啊呀呀！流氓！一名气质绝伦、眉眼如画、西装裙推至膝盖，坐在马桶上，可见大片雪白风光的美女惊声尖叫。楚阳也不顾上再多看几眼，立马关门就走。想想刚才的景色，他不禁地赞了一声，赚到了，就是有点仓促。还没走几步，他发现前方过道一个戴口罩的男人正背对着他，将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悄无声息地打晕在座椅上。紧接着，他拇指和食指形成前状，抓向壮汉身旁正闭目养神的光头老者的喉咙。楚阳看得清楚，这人是个暗劲高手，一击之下，老光头肯定凉凉。就在口罩男的指尖触碰并划破老光头咽喉皮肤之时，楚阳轻松一脚将口罩男踹飞。他控制了力道，否则口罩男必死，但飞机可能也要破个洞。这时旅客们才发现异常，全都伸长了脖子打算看热闹。重新站起来的口罩男整个人都懵了，凭自己的实力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偷袭？不对，肯定是我刚才大意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楚阳，小子居然偷袭，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楚阳嘴角挂出一抹嘲弄的弧度，很不理解是谁给了面前这个自以为是的菜逼如此大的勇气。就在他打算速战速决之时，一个穿运动装的男人猛地起身，持枪将他护在身后。不许动，我是执法队长肖智。毒骷髅，你被捕了。听到毒骷髅这个名字，好多人面露惊骇之色。我天，这就是那个全球通缉榜上的杀手毒骷髅。听说去年魔都3大豪门的当家人都是被他杀的。毒骷髅听到这些似乎很得意，索性摘掉口罩，露出枯槁干瘪的脸，还真就是很像骷髅。嘿嘿，一个明镜舞者就敢说抓我，你开枪试试，我只要躲开，这飞机上的人都得死。肖智知道对方实力比他高太多，即便有枪在手，他心里也没有多少把握。若不是刚才看到情况危急，他也不会现在出手。眼看着双方有些僵持，楚阳想叫肖智让开，却听到身后噔噔噔急促的脚步声。色狼，抓色狼！美女揪住楚阳的衣服，拼命晃动，显然没搞清楚状况。楚阳指了指手中持枪的肖智，你好好看看情况啊，
美女气得花容失色，只认为萧志是楚阳的帮手。你不要那么嚣张，我也是带了保镖的。她故意提高声音，用力拉扯楚阳的衣服，可还是不见自己的保镖过来帮忙。两人拉扯之时，不小心碰了一下萧志。独骷髅趁机跃起，一脚踢飞手枪，回身一拳正中萧志胸口，一口鲜血喷出。萧志脸色煞白，若不是楚阳在后面推出一道真气，他已经被这一击震断心脉。饶是如此，萧志也是身子一软，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周围的乘客吓得失声尖叫。美女这才看到前面都打吐血了，不禁吓得哆嗦了一下，松开楚阳，快速回到座位，却发现保镖居然已经晕了。独骷髅露出狞笑：“小子，我现在就送你归。”他惜字还没说出口，楚阳动了，看似平平无奇，软绵绵的一掌，独骷髅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召唤，眼前的男人脸上露出的笑容，在这一刻竟然比死神还要恐怖。不可能，这一定是错觉，他怎么可能这么强？独骷髅咆哮着，拼尽全力，强大的暗劲随着他双拳轰出，就连空气都仿佛被撕裂。就在大家认为楚阳肯定会死得很惨，心中开始默哀之时，咔嚓的骨裂声传出，独骷髅干枯的脸上表情变得扭曲，两条手臂反关节方向弯出不可思议的弧度，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惨叫出声：“啊！”就在他倒地瞬间，楚阳一个箭步跟上，将他两条膝盖踩碎，独骷髅直接疼晕过去。所有人再次听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全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们不是武者，自然看不出门道，只觉得这独骷髅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被一个年轻人软绵绵几下就打废了。这独骷髅也太菜了吧！我觉得我都能把他打趴下，呵呵，我看全球通缉榜也就那么回事儿，都是些徒有虚名的家伙。楚阳拍了拍满脸震惊之色的萧志肩膀：“起来吧，你没事儿。”“哎，我揍他不会被你抓吧？”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楚阳神色变得古怪。萧志看楚阳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别的乘客看不懂，但身为武者，他很清楚刚才楚阳轻松打残了一个恶名远播的暗境强者。不会，您这是见义勇为？您是化境高手吗？楚阳耸了耸肩：“赶紧抓人吧！”就在楚阳想问见义勇为会不会给点奖金，解决一下他目前经济困境之时，刚才那位光头老者激动地站了起来，抬手指着楚阳：“你！”楚阳心中一喜，这老头一看穿一是有钱人，该不会是想要报恩吧？这个可以有啊！可老头还没说完，突然捂着心口抽搐几下，便倒在座椅上。卧槽，这老头怎么还碰瓷啊？楚阳感觉自己嗅到阴谋的味道。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美女急出了眼泪，顾不上继续跟楚阳问责，转而大声求救：“有医生吗？只要能救我爷爷，多少钱我东海苏家都给。”一众乘客听说是东海苏家，全都来了精神，怪不得独骷髅出手呢，原来是富豪啊！苏家看来是得罪人了呀，谁要是能救这老爷子，肯定发笔横财。楚阳顿时发现了商机，只要没死透，包救活的。这次生活费的事儿稳了。可还没等他开口，一名须发花白的男人已经走过去：“我来看看吧。”他语气淡然，却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乘客中突然有人惊呼：“这是神医李德林！”今天早上新闻说，李神医在海天城连夜救治了36名食物中毒的学生，有李神医在，苏家老爷子算是有救了。楚阳嘴角一抽，没想到这还有人截胡。李神医，我叫苏婉宁，这是我爷爷苏长海，我一定不会让您白出手。苏婉宁言辞恳切，美眸含泪。李德林诊断后，神态自若地捋着花白的胡须，他方才情绪激动，心脉受阻，我需要给他施针治疗。苏婉宁自然是喜出望外，连连道谢，解开患者衬衫，露出心口位置。李德林就要施针，楚阳摩挲着下巴，看出端倪，当即喊了一声：“喂，你这样会害死他！”众人刚一愣神的功夫，苏婉宁一把推开阻碍治疗的楚阳：“色狼，你滚开！我爷爷就是被你气成这样的。”李德林也颇为不满：“小伙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楚阳指着苏长海破皮的脖子：“刚才那人指甲藏毒，这老头唇舌颜色发紫，鼻翼和眼睑发暗，你用银针在心脉刺激扩张血管，毒素攻心，神仙难治。”李德林也看到这些症状，但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那是血气凝滞所导致的表象。苏小姐，李德林嘴角泛起一抹嘲弄之色，瞥了一眼楚阳：“这里有位大神，你看还需要我出手吗？”李神医，苏婉宁的语气毕恭毕敬：“您别听那家伙胡说八道，我只相信您。”语落，他用自认为平生最恶毒的目光瞪了楚阳一眼：“要是耽误了治疗，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楚阳双手一摊：“我还懒得管呢，等老头翘辫子了，你别哭就行。”苏婉宁被气得心中抓狂，想要吐血，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他终究还是忍住了。周围的旅客对楚阳也是嗤之以鼻：“呵呵，在关公面前舞大刀，真是想出名想疯了，可不是吗？刚才他打败一个徒有虚名的弱鸡，就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了，哈哈，他要是会治病，那我也行。”听着众人对楚阳的嘲讽，李德林嘴角挂着浅笑，娴熟的针法如行云流水，引得周围的旅客叹为观止，而这也让他颇为受用。到了他现在这个高度，钱是小事，关键的是名声。从苏长海脸上已经平和些许的表情，
大家都看出针灸起了效果。李德林起身擦了擦汗，你爷爷没有生命危险了，太感谢您了。飞机落地，我马上给您转100万诊金。周围旅客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称赞之声不绝于耳，更多的则是羡慕那巨额治疗费，后悔自己当初应该学医。李德林却笑而不语，享受着周围人艳羡的目光，同时捋了捋胡子，余光瞥了一眼楚阳，仿佛在说：小子，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医术了吗？而楚阳却根本无视李德林的挑衅，心里正暗自腹诽：这女人没见过世面，太抠门。他用手指了指脸色已经发黑的苏长海。众人疑惑的同时，苏长海全身抽搐，七窍渗出黑血。李神医，我爷爷怎么了？苏婉宁彻底慌了神。这不可能啊！李德林全身冷汗湿透衣衫，一副见鬼的模样。突然，苏长海似乎用出全身力气，眼睛瞪得滚圆，颤颤巍巍地抬起右手，指向楚阳：阎罗，求你救我！已经不打算管闲事的楚阳心中微动，这老头居然认识我。行吧，不管他怎么认识的，算是听老头子的话，事事皆是缘。楚阳歪着脑袋冲面前的苏婉宁努了努嘴，闪开！你！虽然苏婉宁也听到爷爷好像是让这个色狼出手，但一看到楚阳那吊儿郎当、粗鄙不堪的样子，他就没由来的生气。但他看了一副苦瓜脸的李德林之后，把心一横，那你就试试吧。楚阳一边拿出自己的银针，一边冲苏婉宁笑着扬了扬眉毛，治好之后别忘了给钱哈。苏婉宁心里的鄙夷顿时更深了几分。楚阳手脚麻利，银针一根根落下，针尾出现一道道真气外放的轨迹，如同9天银河坠入凡尘。苏长海周身13处大穴上，针尾不断震动，发出金属嗡鸣声。李德林2只眼珠子几乎瞪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传说中的以气御针，不可能啊！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有这种造诣？银针所落穴位不断渗出黑色且有腥臭味的血液。苏长海脸上的铁青色逐渐褪去，身体停止抽搐，表情舒缓下来，呼吸都变得匀称，样子很安详。楚阳将银针收回，冲苏婉宁笑得很灿烂。在他眼中，苏婉宁已经是提款机了。美女，她现在没事了，睡一觉就行，给钱吧。他以前在监狱的时候，每次诊金至少3000万，治疗费用另算，只不过那些钱都进了师傅的账户而已。虽然这次只有100万，但也算是他人生第一桶金，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发出质疑，应该是李神医刚才的治疗起效果了吧？这句话似乎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很多人都在下面窃窃私语，大部分人都开始认同这个观点，毕竟那可是公认的神医。李德林很清楚那不是自己的功劳，但当众承认自己误诊，名声怎么办？他干脆默不作声。苏婉宁本就不愿意相信是楚阳治好了爷爷，一个痞里痞气的色狼和一个成名多年的神医，不用想都知道选哪边。但刚才楚阳确实也比划了几下，不给钱也说不过去。苏婉宁打开钱包，将一张红色钞票拍在楚阳手中，拿着吧。看着手里的100块，楚阳整个人都不好了。100万他都觉得是在扶贫，现在居然还把那个万字给去了。不是，你这也有点太抠门了吧？刚才还说100万呢。他想据理力争。苏婉宁冷哼道：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明明是李神医的治疗起了效果，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刚才瞎比划了5分钟，就算正规诊所一次针灸也就100块，人家还至少半个小时呢。楚阳气鼓鼓地将100块往兜里一塞，嘟囔了一句：靠，穷逼装富。你！苏婉宁气得酥胸起伏，终于憋出一句：你好色又粗鄙。楚阳也不再争论，回了自己的座位。他这次真气消耗很大，心里更是愤愤不平。以前那些顶级大佬为了拉近关系，都是拼了命想多塞些钱，那才叫格局。这也导致他经验不足，没先谈价格，只能当是买了个教训。飞机落地，他第一个走出去，就因为觉得这趟航班太晦气。苏长海被叫醒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阎罗爷呢？”苏婉宁吓了一跳：“爷爷，李神医救了您，您怎么会见到阎罗爷呢？您一定会长寿100岁的。”苏长海急得一跺脚：“快，马上去追那个小伙子！”此刻，楚阳已经走到机场出口。楚阳，一道尖锐并带着诧异的声音刺得楚阳眉头一挑，回头看见被几个女军官簇拥而来的萧月宁，他当时就郁闷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今天这么倒霉。你有事？楚阳，我生平最看不起你这种处心积虑、死缠烂打的男人。你给我听清楚，我已经休了你。死缠烂打、处心积虑，大姐，你更年期提前了吗？楚阳提高了声音。东海姓萧，我不能来。你说谁大姐呢？萧月宁俏脸凝出冰霜，眼神似乎要杀人，一路追我，刚才还故意走那么快，超过我，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楚阳懒得解释，你有病得赶紧治。萧月宁坚信自己刺破了真相，冷笑道：被戳穿之后就口不择言，你这种男人注定是个悲剧，我也注定是你永远需要仰望却无法触碰的。话没说完，萧月宁突然想起那段令人脸红心跳的回忆，飒爽的俏脸顿时泛起嫣红。楚阳眼神玩味，扬了扬下巴，说啊，怎么不说了？还想让我怎么样触碰？你无耻！萧月宁俏脸含怒，贴近楚阳低声道：你再敢提起这件事，我发誓让你永远消失。看着萧月宁坐上军车扬长而去，楚阳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说了你有病，你还不信？算了，等你受不了的时候再说。突然，一辆劳斯莱斯后面跟着3台越野车，在他面前来了个急刹。10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将他团团围住，冷厉的目光似乎要将他洞穿。你们是？楚阳对此表示疑惑。一名身穿绿色小西装的年轻人从劳斯莱斯幻影下来，这人差不多20出头的年纪，典型泡菜娘娘腔的味道，耳环就戴了7、8个。年轻人低头看了看手机，又抬头看了看楚阳，就是这小子。他随意挥了挥手，眼神带着几分嘲弄。可不知为什么，楚阳总觉得对面这个年轻人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黑西装得令之后拳脚齐出，面对围攻，楚阳叹了口气，感觉一点都没有挑战性。他轻轻松松闪电般出拳，留下道道残影。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接连响起。那些壮汉连楚阳的衣角都没碰到，便如同被火车撞上，闷哼着倒飞出去。年轻人看得目瞪口呆，手里昂贵的手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脸上的戏谑瞬间被惊悚取代。楚阳今天憋了一肚子火，正好找人出气。年轻人吓得连连后退。你别乱来啊！你要是敢碰我一根手指头，我啪！威胁我是吧？啪！装逼是吧？啪！想围殴我是吧？啪！还想抢我100块钱是吧？停！年轻人捂着肿成猪头的脸蹲在地上，心里憋屈的要命。我不服！我什么时候说要抢你100块钱了？我吃饭给小费都不止100块好吧？啪！楚阳对着他头顶就是一巴掌，还敢犟嘴是吧？别打了，我不敢了。年轻人眼中含泪，可怜巴巴，想要找妈妈。就在这时，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住手！听着高跟鞋撞击地面的节奏，楚阳眉头皱了皱，这节奏好像跟飞机上那女人很像。苏婉宁来到近前，将耷拉着脑袋缩成一团的年轻人抱在怀里。天宇，你哪里受伤了？别吓姐姐！楚阳嘴角一抽，就说刚才看这小子眼熟，原来是跟这穷逼装富的女人长得太像了呀。跟这种脑残家庭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当即转身就走，可还没走出几步，苏长海踉踉跄跄从旁边杀出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体力耗尽站不住了，一个踉跄，扑通一声跪在楚阳面前。楚阳赶忙向后退了2步，眼神充满警惕。不是，你们要是这么讹人就没意思了呀。苏婉宁小跑着过来，一边扶爷爷，一边怒斥道：你居然让一位老人给你下跪，你简直不是人！楚阳单手搓着额头，嘴里喘着粗气。我今天救了这老头2条命，你给100块钱也就算了，还要派你弟弟来堵我。你弟弟不行，你就派老头过来碰瓷儿。现在倒是成了我不是人了。你胡说，明明是人家李神医治好我爷爷的，你现在住嘴！苏长海大喊一声。苏婉宁还没见过爷爷对他大喊大叫，整个人都愣住了。苏长海整理了一下衣服，恭恭敬敬对楚阳鞠了一躬。对不起，他指了指那个年轻人，那是我孙子苏天宇，应该是刚才我说要把您拦下来，这小子误会了，我再次给您道歉。这么一搞，楚阳的气也消了。他本身也是个快意恩仇的性格，此时突然想起苏长海在飞机上差点道破他身份的事情，刚才因为生气也懒得问。他勾勾手指，让苏长海跟着来到旁边无人之处。从刚才苏婉宁豪气地说出100万整金之时，楚阳就知道这个苏家肯定不是他以前接触的那种顶级豪门，应该不会知道他的事情才对。你为什么知道阎罗爷？苏长海顿时激动得老泪纵横。你父亲楚天战神是我的救命恩人，能否屈尊跟我到家中一叙？楚阳略微沉吟，将飞机和刚才的事情又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阴谋的痕迹。可以，不过既然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想必你也知道应该怎么做。放心，我发誓一个字都不会对外透露。苏家别墅书房内，二人聊了很久。苏长海轻轻放下茶盏，深深叹息一声，要不是我5年前陪一位大人物去龙渊监狱求医，也不会见过你。当时一方面是想要见识一下那位大人物口中的神医阎罗王，另一方面是知道恩人楚天战神的儿子在龙渊，想要去探望。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确定你是楚天战神的儿子，但当时我只是一个陪同人的身份，不能随便说话。前前后后也聊了1个多小时，楚阳也听明白了来龙去脉。他喝了口茶，笑着起身：老爷子，你人不错，还知道念旧，不枉我爸当年跟你相识一场。他拿起刚才苏长海递过来的银行卡晃了晃，不管这里有多少钱，算我跟你借的，过2天双倍奉还。眼瞅着兜里就剩102块钱了，今天住宿和吃饭都不一定够，他可不会傻了吧唧上演那些视钱财如粪土的豪情戏。苏长海笑着摇头：不用还，你先拿着花，不够了尽管跟我说。另外我还有个小小的想法，我想放下。房门突然被推开，苏婉宁俏脸愠怒，一把将银行卡抢走。好一个双倍奉还，这张卡有500万，你拿什么还？楚阳郁闷地叹了口气：你别看不起人，赚钱对我来说并不难，说不定我今天就能赚2个500万呢。苏婉宁嗤笑一声：想钱想疯了吧，你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没等楚阳说话，苏长海眼睛一亮，赶忙开口：婉宁，话可不能这么说，一旦人家今天能赚1000万呢？苏长海苍老的眸子中闪过一丝狡黠：呵，他要是今天能赚1000万，让我做什么都行。楚阳刚要说句话，却被苏长海抢先开口：
口无遮拦。要是让你嫁给人家呢？楚阳愣了一下，感觉这老头是思维跳跃性也太大了。苏婉宁面带讥诮，喝了一声：“他要是今天赚1000万，我马上嫁给他。”苏长海当时就激动的身子有些发颤，咱们苏家可是以诚信为本，你想好了再说。楚阳觉得自己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就不明白这老头到底要干什么。苏婉宁也觉得爷爷今天有点怪，不过话都说到这儿了，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退缩。好，我现在就郑重承诺，只要他今天能赚1000万，我就嫁给他。楚阳嘴角一抽，这都干啥呀？自己一句话都没说，这爷孙俩还打上赌了。苏长海拍手称赞：“好好好，咱们一诺九鼎。”他心中却已经盘算好，一会儿就偷着给楚阳转1000万。刚才没说出口的事儿就算成了。楚阳实在听不下去了：“神经病吧，我得走了。”站住！苏婉宁张开双臂挡在楚阳面前，满脸倔强的表情。诈骗不成就想跑？没门！楚阳，不是，你都把卡拿回去了，难不成之前那100块还想要回去？苏婉宁双手环在胸前，将丰满的上围挤压出快要撑爆衬衫的既视感。肖队长打来电话，他马上就来抓你这个通缉犯，你别想跑。楚阳无语了，感觉现在这家人都不太正常。他横着用手扒拉一下，别挡路。就在触碰的那一瞬，他胸口的玉佩在微微颤动，仿佛是产生了某种共鸣。之前跟肖月宁首次近距离接触之时，这块玉佩也产生过同样的效果。他几乎到达临界值的极阳之气在这一刻得到些许缓解。不会吧？难道他也是9阴体？只有凑齐了9种阴体，他体内的极阳之气才可以彻底被调和。可他现在也很头疼，遇到了2个，一个比一个傲娇。不过现在必须找机会看看这个处处跟他犯冲的傲娇大小姐到底是哪种阴体才行，这事关他的生死和血海深仇。就在楚阳心念电转之时，门外面传来声音：“肖队长，那家伙被我们控制在书房，你们可多去几个人啊！”苏天宇丝毫不掩饰此刻的兴奋和快意。肖智看到楚阳的那一刻，满脸兴奋之色。他刚要开口，苏天宇就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你不是牛逼吗？你不是诬陷我抢你100块钱吗？来啊，你再打我啊！”他满脸戏谑的表情尚未散去，眼前就是一花，啪！苏天宇的脑袋被一巴掌拍得七荤八素。哎呀呀，肖队长，你看到了吧？苏天宇捂着脑袋就往肖智身后藏，他还敢当着你的面行凶，一定要把他抓进大牢。苏婉宁心疼的过去揉着弟弟的脑袋，肖队长，你还不抓人？可，你们可能误会了。肖智向前一步，对着楚阳鞠了一躬：“楚先生，感谢您今天救了我，还抓了毒骷髅，我是代表执法局来对您进行感谢，并且发放悬赏的奖金，请把您的账号告诉我。哦，请您放心，发放悬赏都是保密的，如果要对屋内的人保密，咱们可以换个地方。”此言甫出，苏婉宁姐弟顿时一脸恍惚之色。楚阳喜上眉梢，赶紧从兜里拿出银行卡递过去：“没事儿，只要你们那里不往外乱说就行。”肖智用执法局的平板电脑开始操作：“您放心吧，这些在执法局属于绝密，也请在场诸位能保守秘密。”苏天宇摩挲着下巴，好奇地问了一句：“多少钱啊？”楚阳也很好奇：“对啊，多少啊？有没有1000万？”苏婉宁漂亮地白了他一眼：“你做梦呢，还1000万？你怎么不去抢？”楚阳耸了耸肩：“我就是问问而已，你干嘛这么大脾气？”肖智却一边操作转账，一边说道：“毒骷髅排名第96，奖金是最低档的1000万。”肖智的话音落下，在场之人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楚阳哈哈笑了起来：“哎呀，这数字听着很吉利嘛，这怎么可能？那毒骷髅被软绵绵拍了一下就晕了，为什么给这么多？”苏婉宁彻底慌了，说话的语气已经有些失态。要是楚阳真得到1000万，那岂不是？肖智连忙解释：“不是毒骷髅弱，是楚先生太强了。”苏长海笑得合不拢嘴，之前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促成这段姻缘，这简直就是上天垂怜苏家。哈哈哈，好啊，小杨有出息。婉宁，你可要兑现诺言啊！苏婉宁快哭了：“爷爷，我刚才……”他从来都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现在想要赖账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楚阳颇有一种咸鱼翻身的感觉，他拿出兜里的102块钱塞进苏婉宁的手里：“这诊金我不但退给你，还给了利息，别到时候说我占你便宜。”哎，有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小人得志！苏婉宁被气的酥胸剧烈起伏，直接把钱扔进废纸篓。楚先生，1000万已经通过东海执法局的账户转给您了，您那边收到短信提醒了吗？肖智将屏幕对着楚阳，楚阳摇摇头：“这卡我没用过，是我在监狱里满18岁的时候，老头子给我办的。手机是我今天出狱的时候才领的。”此言甫出，苏婉宁顿时向后退了一步：“你还是个刚刚刑满释放的劳改犯。”楚阳认真的了一声，解释道：“其实我早就能出来了，但我每次想走的时候，典狱长和那些狱卒都排着队求我别走，这次是实在没办法了，我才离开的。”苏天宇嘴角抽个不停：“你就吹牛逼吧，你怎么不说他们都是跪着求你的呀？”楚阳顿时满脸诧异之色：“你怎么知道他们每次都是跪着求我的？”苏天宇切了一声：“别过头去。”苏婉宁的眼神更是如同在看一个神经病，可心里却乱成一团，不知道如何收场。难道还真要嫁给这个劳改犯？
楚阳却突然皱了皱眉：“老萧啊，这个钱真的在我卡里吗？我这里的操作已经完成了。”萧志再次出示屏幕，苏长海赶忙说道：“婉宁，你帮小杨搞一个网银。”苏婉宁不情不愿地向楚阳要来手机和身份证。萧志赶紧趁这个时间跟楚阳聊几句，增进一下感情。楚先生，您现在住哪里啊？我们执法局有。咳，苏长海赶忙咳嗽2声：“萧队长啊，小杨是我家的女婿，就不劳您费心了。”萧志闻言便是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苏家不愧是豪门大户，马上就把楚阳这种不可多得的高手留下了。他尴尬地笑了笑，本来还想把自己的小师妹介绍给楚阳呢。设置了密码，楚阳搓了搓手，觉得今天肯定是个好日子，上午的那些霉运都走了。苏长海催促道：“小杨，快把1000万给婉宁看看，你们一会儿就去领证。”爷爷，你怎么？苏婉宁急得直跺脚，苏天宇却皱起眉头，似乎在想心事。楚阳找到了查询余额的界面，当时脸就垮了下来。不是，这正常吗？苏婉宁赶忙把脸凑过去，也是一脸惊讶。苏天宇也把脑袋挤了进去。我去，余额是0，你这张卡是假的吧？萧志吓坏了，这可是1000万的奖金，要是给发丢了，他可是说不清的。苏长海也是眉头紧锁，都别急，婉宁，你快帮小杨查查。苏婉宁心里也很郁闷，刚才可是他操作的。不过转念一想，他顿时心中暗喜，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那家伙卡里没有1000万，刚才的承诺就不作数了。也就是说，自己不用嫁给这个劳改犯了。片刻后，苏婉宁抿着娇艳的红唇，俏脸尽是解脱之色，看向楚阳：“你的卡有个资金归集的设置，超过2000块钱就会归集到另外第三方账户。也就是说，你今天1分钱都没赚到。”他十分解气的将最后几个字咬得很重。楚阳懵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老头子搞的鬼。苏长海不干了，梗着脖子说道：“婉宁啊，话不能这么说，小杨今天确实赚了1000万，只不过现在不在卡里而已。爷爷，您这话就不对了，赚钱就是要把钱赚到自己兜里，他现在卡里1分钱都没有，刚才打赌的事情自然不作数。”这个时候，萧志已经给银行打完电话：“楚先生，银行那边说没办法追回，查询钱款流向也是最高机密，他们说您属于特级保全类账户，之前所有的设置都不能更改，而且权大下，您只能办理这张银行卡。”楚阳就感觉自己的人生没了希望，难道一辈子卡里都不能超过2000块？老头子，等我找到你，肯定跟你好好算算账。看楚阳一副吃瘪的样子，苏婉宁心中不由得一阵舒爽，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哟，刚才不是豪情万丈，还给我利息吗？现在这是怎么了？不想娶我了？”这次轮到苏长海着急了，没想到挺好的事儿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婉宁，你别这么说话，人家小杨还没说过想娶呢，你干嘛咄咄逼人？楚阳却突然摆了下手，看向萧志：“现在你们东海执法局这边有没有需要抓的通缉犯？奖金至少1000万的那种？”萧志愣了一下，马上兴奋的点头：“有的，排名55的枪童已经到了东海，那家伙手段凶残，擅长狙击，具体武道境界不详，我们的人已经死了10几个，他目前应该就在步云山附近活动，他的奖金是1500万。”楚阳嘴角一勾：“让你们局长准备好现金。”他又看向苏婉宁：“把身份证准备好，这次老子拿现金回来当聘礼。”苏婉宁啊了一声，看楚阳的眼神又变了，确定这家伙绝对是个神经病。楚阳看向萧志：“走，带我抓人去。”“你疯了！”苏婉宁拦在楚阳面前：“你没听萧队长说都已经死了10几个人了吗？不想活了？”楚阳愣了一下，微微蹙眉问道：“你这是关心我？鬼才会关心你这种神经病。”苏婉宁翻了个白眼：“踏踏实实做人，凭本事赚钱养活自己不好吗？别以为撞大运抓了个弱鸡你就是赏金猎人了，真会没命的。”苏长海赶忙拍了拍楚阳的胳膊：“小杨，你看婉宁这丫头还从来都没对别人这么好过呢。”楚阳合着他们老苏家人的理念跟别人相差这么大吗？连骂带挖苦，就这也算是对人好了？萧志却在这个时候挠了挠头：“那个，现在我们确定不了枪童的具体位置，就算要找也不是一下就能找到的，我现在就回去问问情况，咱们随时保持联系。”说完，他急匆匆带着人离开了苏家。楚阳也跟着挠了挠头。苏长海见状赶忙看向苏婉宁：“既然你也关心小杨，不如换个折中的办法，你说个小杨力所能及的事儿，他要是完成了，你就履行诺言。”苏婉宁顿时秀眉紧蹙：“我凭什么要给他出主意？”他话音刚落，苏天宇却跳出来：“姐，你们刚才说什么呢？”苏婉宁没好气的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苏天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看向楚阳：“你想当我姐夫吗？”楚阳眯着眼睛，侧头看向不怀好意的苏天宇：“是你姐自己发誓要嫁给我的。嘿嘿，姐夫别误会，有个商会欠了我3000万，我一直都没腾出时间过去，不如就便宜你了，要回来的钱咱俩一人一半，这样你不就能娶我姐了吗？”他话刚说完，苏婉宁揪住他的耳朵：“你疯了？让他去黑虎商会，自己惹的祸，让别人收拾烂摊子。哎呀，疼！”苏天宇揉了揉耳朵，赶忙凑到老姐近前：“姐，我这是帮你，也是在帮他。他去了顶多就是挨顿揍而已，你也不用嫁给他。要是他真去抓那个排名55的家伙，估计小命都没了。”
苏婉宁闻言便是一怔，弟弟虽然一直都挺不靠谱的，但这次倒不无道理。而且爷爷好像很想要促成这婚事，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一旦爷爷暗地里帮那家伙，倒是很麻烦了。想清楚利弊，他对着楚阳扬起下颚：“机会给你了，就看你自己中不中用了。”楚阳将右手一摊：“借据拿来。”见状，苏长海心里没了底。小杨啊，那个黑虎商会可不是商会那么简单，他们有一半帮会的性质，是那小子自己没脑子把钱扔进去的，我都不打算要了。听了这话，苏婉宁也是有些后悔，楚阳却差点没笑出来。他突然想起那个刚进龙渊监狱的时候牛逼加闪电的李黑虎，就是经营黑虎商会的那家伙。第一天就想要做整个龙渊的老大，被他连续抽了100多个耳光之后，当时脑子都短路了，光着屁股像猫一样在大树上蹲了3天3夜。那家伙长得特别黑，从那以后楚阳就叫他小黑子，让他每天负责刷马桶，一直干了3年才换工作。小黑子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条件反射的蹲在地上，身子缩得像只乖猫咪。去年小黑子才出狱，没想到1年多的时间，这家伙混得还挺不错。呵呵，放心吧，他们老大以前是我小弟。苏婉宁当时就颤着肩膀吃了一声：“你就吹吧。”楚阳却是说道：“我可以去要账，但要先给你号脉。如果刚才玉佩出错了，他可不趟这浑水。号脉？我没病，号什么脉？”苏婉宁一脸疑惑，可苏天宇却直接拉着老姐的手就送了过去：“姐夫，你摸。不是，你号吧。”等苏婉宁反应过来，想要把手抽回去的时候，已经晚了。楚阳左手抓住她的小臂，右手3个手指压在她寸关尺的位置上，他竟然发现自己丝毫动弹不得，刚要斥责，却从手腕处感到一股暖流快速在他全身游走，那种感觉让他前所未有的舒畅，就好像多年淤积的河道被清理过一样，那么顺畅，那么舒适。你对我做了什么？楚阳松开手，心里却是激动不已。9阴体包括阴煞之体、玄阴之体、明阴之体、寒阴之体、隐阴之体、毒阴之体、月阴之体、魅阴之体、枯阴之体，每种阴体都有不同的特性。萧月宁是阴煞之体，体内自然滋生阴煞之气，可加速武道修炼，但积累过多会侵蚀生命，需定期化解阴煞之气。苏婉宁却是属于玄阴之体，阴气至纯，可以平息极阳之气的躁动。而且苏婉宁是处子，若是得了玄阴之体的元婴，楚阳会受益良多，不仅能压制躁动的极阳之气，还能将处于瓶颈期的武道境界再次提升。就算只把玄阴之体带在身边，对于楚阳来说也是大补。小舅子，接据拿来。苏长海只知道楚阳医术无双，打架应该也很厉害，可那黑虎会可不是好惹的。他正要劝楚阳，苏婉宁却走到他身边：“爷爷，我可是你亲孙女，您要是作弊，背地里给他钱，我就不承认刚才说的话了。”苏长海尴尬地搓了搓大光头：“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呢？”这个时候，楚阳已经将借款合同揣好，我跟苏天宇去黑虎会了。媳妇，你捯饬捯饬。苏婉宁第一反应就是：“楚阳，我很难看吗？”说完，他就后悔了。楚阳龇牙一笑：“别急眼呀，你不捯饬也挺好看。我走了。”说完，他揪着苏天宇的衣领就出了门。哎，姐夫，你别拉着我啊！我不去，你不去，信不信我把你的翔给打出来？我去。站在原地发呆的苏婉宁赶忙晃了晃头，他赶忙追了出去，一把拉住弟弟，小声告诫：“钱要不回来也无所谓，千万别让他出了什么事，否则以后别想让我偷着给你钱花。”苏天宇嘿嘿笑了一声，反正钱肯定要不回来，我就当做个顺水人情，直接送给黑虎会，让他们平时多罩着我点儿，再帮我教训一下那个家伙，肯定不会打坏的。我走了哈。苏婉宁心里总是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刚才那家伙拉我的手，为什么我会觉得很舒服呢？现在看他要挨揍了，我心里哎呀太烦了，都是那家伙惹的祸。他独自喃喃一番之后，心里还是不踏实，拿出手机拨给好闺蜜柳芳菲：“菲菲，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她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之后，柳芳菲愣了几秒钟：“我天，你今天都经历了什么呀？可以拍大片了，现在连老公都有了啊！”菲菲，你别胡说，我就是担心天宇乱来。你不是和天极拳馆的陈东明很熟吗？能不能约他过去帮帮忙？最起码别让那些人把楚阳打伤。柳芳菲扑哧笑出声来：“陈东明巴不得替你办事呢，不过你上次没给人家面子，这次完事之后，怎么说也得请人家吃个饭吧？”没问题，咱们一会儿在黑虎商会忠义堂门口会合。此时坐在麦凯伦上，楚阳看过合同，鄙夷的白了一眼苏天宇：“娱乐城总投资1个亿，你出3000万，人家给你50%的股份，就这合同你也能签？而且娱乐城什么时候开始动工都由甲方说了算。”苏天宇挠了挠头：“呵呵，姐夫，这事儿是那天喝多了，他们那些人都是狗仗人势，没什么本事，我就是碍于面子，不愿意跟他们翻脸。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一定得跟他们玩横的，他们才能怕你。”楚阳斜睨着小舅子，知道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干脆闭目养神。到了忠义堂门前，苏天宇看了一眼楚阳，好像已经睡了。他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周堂主，我苏天宇啊。哟，苏少今天是来要钱的？”周奎语气戏谑：“嗨，咱们兄弟谈那个多伤感情啊，这钱
我就当是给商会兄弟们的福利了。哈哈，苏少大气，改天咱们喝几杯。周奎的语气马上变了，苏天宇却一个劲儿的嘬牙花子。关键现在有个小子想追我老姐，吹牛逼自己能踏平忠义堂，还说一定要帮我把钱要回来，我不同意，他还把我给打了，现在我脸还是肿的呢。周奎一听就炸了毛，东海这地界还有人这么猖狂？苏天宇叹了口气，你都不知道，那小子还说要把你扒光了按在地上当求替，他就在我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带他进去，你不用给我面子。挂断电话，苏天宇忍不住翘起嘴角，可一回头却看到了一双冰冷的眸子。黑虎会除了做生意还经营社团帮派，旗下有8个堂口，忠义堂就是其中之一。此时周奎已经把手下2个暗进初期的副堂主和10个明镜巅峰的精英都叫到议事厅。没多长时间，忠义堂的人带着楚阳和苏天宇来到议事厅。周堂主，苏天宇笑着抱了抱拳，这位楚阳就是想跟您讨债的人。周奎斜睨着楚阳，冷哼一声，就是你小子想跟我们黑虎商会要钱？楚阳不答反问，你是小黑子的人？忠义堂众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大家都听说李黑虎在监狱的时候曾经被人叫过小黑子，但东海可没人大庭广众之下叫这个混名。大胆，你小子不想活了！周奎暴喝。苏天宇吓得一激灵，上次有个富2代喝多了，背后叫了一声小黑子，后来听说那家伙全家都失踪了，他现在很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楚阳却笑了笑，把钱现在就给我，我要现金，不想给的话，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问小黑子，看他是什么态度。你他妈的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让老子打电话？周奎气得暴跳如雷，他要是真打了这个电话，怕是的直接被李黑虎给一脚踹出黑虎商会。都特么愣着干什么？别我废了他！10个明镜武者听到命令便一拥而上。苏天宇没想到周奎居然这么大阵仗，赶忙大声喊了一句：周堂主，别打太狠啊！放屁，他敢侮辱我们会长，今天不但要废了他，还要把他给活埋，都别留手！苏天宇吓得就往后撤，心里暗骂楚阳这个不开眼的家伙，老老实实挨顿做不就行了吗？真以为忠义堂的精英是那些普通保镖能比的？那10名如狼似虎的明镜巅峰精英几乎同时从不同角度扑向楚阳，拳风呼啸，腿影如鞭，瞬间封死了楚阳所有闪避的空间。议事厅内杀气弥漫，苏天宇甚至能想象到下一秒楚阳骨断筋折，惨嚎倒地的画面。然而楚阳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有一丝被苍蝇打扰了清梦般的不耐烦。就在第一只拳头即将触及他衣角的刹那，他动了，他在原地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残影。所有人只感觉一阵狂风在10人围攻的核心地带猛地炸开，砰砰砰砰，咔嚓咔嚓啊！一连串令人头皮发麻的沉闷撞击声、清脆的骨裂声以及短促凄厉的惨嚎，如同爆豆般密集响起。快，太快了，快到眼睛根本跟不上。前一秒还是10人围攻的绝杀之势，下一秒仿佛是画面被按了快进键，又瞬间定格。10个彪形大汉如同被狂风卷起的破麻袋，以楚阳为圆心，朝着四面八方以各种匪夷所思的角度和姿势倒飞出去，有的狠狠砸在坚硬的墙壁上，有的撞翻了沉重的实木座椅，木屑纷飞，有的蜷缩身子抱着明显扭曲变形的手臂或腿骨痛苦呻吟，有的直接昏死过去。整个议事厅在短短不到2秒的时间内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痛苦的呻吟还在回荡。楚阳依旧站在原地，甚至连衣角都没乱，他脸上那副轻松写意甚至带着点无聊的表情，与满地哀嚎的惨状形成了最刺眼最震撼的对比。所有人都懵了，彻底懵了。苏天宇的脸瞬间凝固成一张惊骇欲绝的面具，他眼睛瞪得溜圆，嘴巴无意识地张开，仿佛能塞进一个鸡蛋，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差点被身后的椅子绊倒。周奎和他身边那2位副堂主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周奎脸上的横肉不受控制地抽搐着，他看向2个副堂主，却发现那2个家伙已经怂了，不断吞咽口水，还把脑袋低下去。他们虽是人人敬畏的暗境强者，但很清楚自己面对10个明镜武者，最多也只能惨胜，要是出手的话，下场估计不会比那些家伙好到哪去。现在能好好谈还钱的事了吗？楚阳有些不耐烦，周奎自然也不傻，知道面前是块钢板。小子，你还算有2下子，你不是要钱吗？不是想让我给会长大人打电话吗？你敢不敢在这里等着？他很老练地用出了激将法。楚阳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时间不能太长，我一会儿还得去民政局领证。周奎嘴角一抽，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忙，虽然被李黑虎知道他办事不力，肯定要受责罚，但现在的局面确实不是他一个堂主能解决的了。会长大人，我这里有个小子来踢场子。他添油加醋地将事情说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小子，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等会长大人来的时候，还可能留你一条狗命。刚才打电话，李黑虎正好就在附近，所以周奎现在底气十足。2个副堂主听到这里，也知道李黑虎肯定马上过来，当即叫嚣：你小子猖狂到头了，要不是会长大人要来，我现在就弄死你！妈的，不用你，我一只手就干废了他。苏天宇吓得面无血色，赶忙拉住楚阳的胳膊。李会长要是来了，说不定还会迁怒咱苏家。
你也不想我姐因为这事儿受牵连吧？我求你，我陪你一起磕头，行不？楚阳笑了，用手搓了搓苏天宇的脑袋。你以为磕了头，他就能放过咱们？放心吧，有我在，苏家没事儿。小黑子今天要是敢来，我就让他把附近3条街的马桶全都给刷了啊！姐夫，可不敢瞎说啊！苏天宇吓得魂不附体，全身都开始哆嗦。他回头看着目露凶光的周奎，颤声道：“周堂主，我给您跪下，明天我再送2000万过来，给兄弟们当医药费，行不？您别为难我们了。”周奎冷冷笑道：“现在已经不只是钱的事儿了。我听说你姐很漂亮，苏家想保平安，让你姐来伺候我1个月再说。”苏天宇当时身子一软，扑通瘫坐在地，而楚阳慵懒的目光在这一刻陡然变得冷厉，充满杀意。忠义堂大门外，苏婉宁终于盼来柳芳菲和陈东明。陈少、天宇他们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我担心出事，请你帮帮忙。陈东明每次看到苏婉宁那张绝美的俏脸，心里都痒得不行，一直盘算着什么时候能有机会一亲芳泽。听说这件事，他心里很高兴，正好有个跟女神拉近关系的机会。黑虎商会是他们李家无法比肩的存在，但忠义堂的周奎跟他父亲是经常吃饭喝酒的朋友，而且只是让周奎下手别太重，这样的面子对方应该会给的。婉宁，都是朋友，你不必这么客气。我李家虽然微末，但在东海地界说句话还是有分量的。今天的事情交给我。苏婉宁连连道谢。陈少，我就不进去了，里面那个楚阳我不想见。没问题，你在外面等着就行。菲菲愿意去见见世面吗？陈东明看向柳芳菲。好啊，我本来就喜欢热闹，正好去看看我们婉宁那个未婚夫的糗样。柳芳菲满脸戏谑之色。二人刚来到大门口，还没等跟守门的人说话，就听到一阵尖利刺耳的刹车声，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门口，几名守门的人赶紧小跑着上前。陈东明当即眸子瞪得滚圆，这是李会长的车。柳芳菲也很是意外，难道这件事还惊动了李会长？陈东明心里咯噔一声，真是如此的话，恐怕不但苏婉宁要保的人今天要死，苏家或许也会受到牵连。如果那样的话，苏婉宁这个以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就是落魄的凤凰了。但刚才话说的那么满，哎呀，凭我们李家的面子，这点小事肯定没问题。但如果那不知死活的小子招惹了李会长，就另当别论了。柳芳菲俏脸一凝，听出了推脱之意。你刚才不都答应了吗？菲菲，虽然我跟李会长很熟，但面子是互相给的，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从车上下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身强体壮，一看就是练家子。他皮肤黝黑，却穿了一身白西装，还戴了一顶白色礼帽，正是黑虎商会的会长李黑虎。此刻他面带杀气，目光冷厉，大步走向门口，对柳芳菲和陈东明二人视而不见。你不是说跟李会长很熟吗？他怎么好像没看到你一样？你不去打个招呼？柳芳菲是个非常善于察言观色的女人，当即发现端倪。陈东明顿时老脸一红，他跟李黑虎就是在酒会上见过2次，而且他敬酒，人家都没搭理他，但这个时候可不能丢了面子。柳芳菲也是他想要的女人，他把心一横，厚着脸皮追上去。会长大人。李黑虎身旁一个身高将近2米，体重超过200斤，铁塔般的汉子抬起胳膊就拦住陈东明。你干什么？陈东明认得此人乃是李黑虎身边红人，画境高手蒋天罡。他赶紧扯出谄媚的笑脸，我是极道武馆陈家的陈东明，以前跟会长大人经常见面的。李黑虎皱眉瞥了一眼，似乎在哪见过，但想不起来。不过陈家也算在东海武道界有些名望，李黑虎也就点了下头。哦，是陈家少爷吧？有事？陈东明大喜过望。不敢，今天我是来找周堂主办点事的。李黑虎当即冷哼一声，办事也好，让你看看我们黑虎商会是如何办事的。今天他本就要把踢场子的人给废了，有个武道界的人在场，也好给他扬名，对大家算是个震慑。陈东明压根儿没想到，人家不但叫了他一声陈少，还发出了邀请，当即千恩万谢。可柳芳菲的眉头却高高蹙起。陈东明以前可是整天在别人面前吹嘘什么习武之人骨气最重要，虽然听不到前面说什么，但陈东明那一脸谄媚的样子让他觉得恶心。柳芳菲并没有跟上去，只是保持了距离。李黑虎对身旁铁塔一般的蒋天罡说道：“一会儿把他4肢全部碾碎，然后活埋，让所有人知道我们黑虎商会可不是什么慈善堂。”蒋天罡瓮声瓮气的了一下。陈东明心中打了个寒战，知道自己是完不成苏婉宁的嘱托了。不过还好，现在有充分的理由。他故意走慢，到了柳芳菲身边。菲菲，刚才你也看到李会长对我的态度多友善了，说明我们的关系很好。但那小子惹了大祸，就算是守大人来了，也保不住那小子。柳芳菲当即花容失色，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我怕婉宁心里会难过的。嗨，婉宁只不过太善良而已，这次是那小子找死，跟别人可没什么关系。不跟你说了，我不陪着，怕人家李会长挑理。说完，他急匆匆到了李黑虎屁股后面，做了个跟屁虫，距离意识听不到20米，众人就看到里面满地狼藉，那些被楚阳打趴下的人早就被人抬走了，只是地面还没来得及清理。再看那里有个年轻的背影，T 恤、牛仔裤还都是很旧的，怎么看怎么廉价。蒋天罡问道：“会长，就是那小子？”我直接去废了他。
听了周奎添油加醋的描述，李黑虎早就气炸了。他刚想点头，却突然看到前方那个背影缓缓侧身，呼！他全身的汗毛竖起来，本能就蹲下身子，两只手扶着地面。这个举动把旁边众人全都吓懵了，全都不知所措，愣在原地。唯独走在最后的柳芳菲却似乎发现了一些端倪，刚才好像是里面那个人侧了下身，眼睛若有似无地瞥了一下，李黑虎就蹲下了。可这怎么可能呢？此时屋内的楚阳已经看到院子里下意识变成乖猫咪的小黑子，这王八蛋的毛病算是刻在骨子里了，这都好几年了也还没改过来。他喃喃自语了一句，心里还有点小愧疚，毕竟那几年李黑虎可是每天都把他的马桶刷得可以当镜子照，整个卫生间别说一根毛，就连灰尘都看不到。此刻李黑虎突然拉着蒋天罡就往旁边墙根而跑。啊，会长怎么了？蒋天罡满脸疑惑之色，还从没见过自己老大这么紧张。一会儿进去什么都别问，把那个周奎给我废了。啊，废了周奎？您刚才说的不是要废那个踢场子的人？蒋天罡明显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李黑虎额头冷汗直流，别他妈废话，废了周奎之后，那个祖宗不管提什么要求你都满足，明白吗？明白。蒋天罡也不敢多问。陈家那个小崽子要是问的话，你就说咱们本来就是要收拾周奎来的，理由你自己编，我估计那祖宗没看见我，你千万别说我来过。说完这些，李黑虎直接从侧门光速遁去，蒋天罡一头雾水的朝议事厅走去。陈东明赶忙追上来，蒋前辈，会长大人怎么走了？会长他突然拉肚子了，你不愿意跟着就滚蛋。蒋天罡本来也不太会编瞎话，怕再被陈东明问出点破绽，虽然陈东明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但也不敢多问。众人刚一进议事厅，周奎噌的一声站了起来，哈哈哈，蒋哥您来了。会长大人呢？他大步上前，笑脸相迎。两个副堂主也是有了底气，蒋哥就是这小子，咱们现在就弄死他。苏天宇吓得差点没尿了，他可是知道这位蒋天罡整个东海武道界都能排得上号的狠人。完了，我这短命的姐夫算是交代了。蒋天罡却没搭理这些人，目光打量着楚阳，也没觉得这人身上有多强的气场，反倒是跟个普通人没区别，估计最多就是个刚入门的武者。可就在下一秒，楚阳忽然转头与他对视，原本懒散的目光陡然变得无比凌厉且充满了杀气，只是一眼，蒋天罡就败下阵来，全身都哆嗦了一下。那种狠辣的眼神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有的。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宗师，只有到了宗师境界，才能将画出的劲气全都内敛于无形。他赶紧收回目光，整理了一下情绪。蒋哥，您看是我们一起上，还是您亲自动手？周奎已经撸胳膊挽袖子，咣，一记势大力沉的侧踢，正中周奎软肋。他闷哼一声，身子倒飞出去，撞在墙上，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白墙裂开蛛网，整个屋子都晃动了一下。这两名副堂主被惊得目瞪口呆，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等了半天，就等了个这。蒋天罡已经纵身跃起，以泰山压顶之势落在周奎胸口，只听咔嚓一声，周奎的胸骨塌陷下去。蒋哥，饶命啊！周奎已经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下场，还是用微弱颤抖的声音祈求对方手下留情。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被惊得愣在原地。只有楚阳明白，李黑虎那会肯定是溜了，特意派个手下来处理。这小子还是一肚子心眼子。他咳嗽两声，咳，傻大个，这小子刚才说让我媳妇伺候他1个月。蒋天罡当时汗就下来了。李黑虎说要废了周奎，没说弄死他。刚才虽然下手很重，但周奎绝对死不了。但人家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还不够。一想到刚才李黑虎吓的那个熊样，他心里也开始哆嗦。终于他把心一横，46号的大脚直接踩在周奎脖子上。周奎错，这一举动把所有人都吓傻了。这是什么情况？二话不说上来就把堂主给杀了。陈东明也是惊出一身冷汗，想不明白究竟为什么。难道那个叫楚阳的家伙是个有背景的硬茬子？此时蒋天罡转过头看向所有人，周奎贪污受贿被会长查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是奉了会长之命来清理门户的。他磕磕巴巴的把编好的理由说了出来，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李东明也顿时解开了心中的疑团，彻底松了口气。站在议事厅大门外的柳芳菲却压根儿不信，她美眸盯着楚阳，柳眉微微蹙起，心中满是疑惑。这家伙不是个劳改犯吗？怎么感觉刚才李黑虎就是因为看到他才吓成那富贵样子？而且现在说贪污受贿，这是一个帮派清理门户的理由吗？蒋天罡壮着胆子，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冲楚阳拱了拱手：“这位兄弟，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忠义堂是有事要办吗？”楚阳心中暗笑，这家伙看着憨憨傻傻，其实精明的很。他冲蒋天罡点了下头：“忠义堂欠我小舅子6000万，我是来要钱的。”此言甫出，本就心惊胆战的苏天宇差点背过气去。两个副堂主当时就急了：“不是啊，姓苏的小子一共投资了3000万，你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操！你刚才没看到我们黑虎商会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别以为你他妈没事了，现在就轮到你。”
这两人急不可耐地在蒋天罡面前表现自己。堂主死了，肯定要有人上位，现在正是表现的时候。苏天宇赶忙摆手，没有那么多，不是，我是说钱可以不要。听明白这些，李东明心中暗笑，楚阳这明显是要找死的节奏。黑虎商会要是动手了，还省得我出手。蒋天罡也不傻，大概听明白了。他拿过合同看了一眼之后，连连点头，没错，的确是投资3000万，但我们黑虎商会向来是双倍赔偿的标准。众人都听傻了，黑虎商会啥时候还有这标准了？我们怎么不知道？说一下呀，我现在就要钱，而且只要现金。楚阳微笑着说道。这时就连外面的柳芳菲都觉得楚阳肯定是有点大病。下午3点了，给人家要6000万，还是现金，这不是瞎胡闹吗？可下一秒，蒋天罡深以为然地点头，不错，没想到这位兄弟还知道我们黑虎商会就喜欢用现金的习惯。他指着2个副堂主，去把忠义堂的金库打开，取6000万现金给这位兄弟送到家里。2个副堂主心里也隐隐有了猜测，赶紧撒丫子就往后面跑。没多长时间，6个装满现金的超大号旅行箱被推到楚阳面前。兄弟，你用不用点一下？楚阳耸了耸肩，你们敢差我钱，还是敢给我假币？都送到苏家。蒋天罡一脸尴尬的呵呵了2声，指挥手下人赶紧装车。楚阳一把将坐在地上一直没起来的苏天宇揪起来，这是我小舅子苏天宇，东海苏人，你们不正好少了个堂主吗？看看他行不行？苏天宇2腿一软，要不是楚阳的胳膊跟吊车一样，他又得坐在地上。蒋天罡咳嗽了2声，可，昨天我们会长还说苏少是个人才，想要招募呢。苏少要是不嫌弃堂主的职位低，明天就可以走马上任啊！这苏天宇就觉得有些云里雾里，狠狠掐了一下大腿，才知道不是做梦。楚阳恨铁不成钢的瞪了他一眼，好了，事儿办完了，我们走了。他拎着苏天宇的领子，一路就出了忠义堂的大门。蒋天罡终于扛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大口喘着粗气。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他就觉得自己在阎罗殿走了一遭。此时坐在车里焦急等待的苏婉宁看到楚阳和苏天宇出来了，赶紧下车跑过去。苏天宇这才缓过神来，突然大笑，哈哈哈！姐，我姐夫太牛逼了呀，他一个人打倒10个武者。我现在是忠义堂堂主了，而且黑虎会已经把6000万现金送去家里了。苏婉宁娇艳的红唇部停抽动，啪一巴掌打在弟弟脸上。天宇，清醒一点，别说胡话。姐，我没说胡话，是真的。苏天宇眼睛瞪得溜圆，从未如此认真过，都是我姐夫的功劳。苏天宇向来说话不靠谱，更何况刚才说的这些就跟天方夜谭一样，苏婉宁自然不能信。他这才看向楚阳，你能不能说句实话？楚阳双手一摊，苏天宇说的都是实话。苏婉宁看楚阳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顿时心中微动，难道真是这样？这么说，他这个人……不等他想完，就看到柳芳菲和陈东明已经到了近前。菲菲，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柳芳菲美眸转了转，把看到的事情说了出来，并没有加入自己的猜想。苏婉宁哦了一声，转而冲陈东明点头致谢。陈少，谢谢你的帮忙。虽然这样说，但他也并不确定这件事情是陈东明的功劳，也算是一种询问。毕竟人家来帮忙，直接问人家出了多少力，有些太失礼了。陈东明赶忙摆手，都是朋友，干嘛那么客气啊？今天幸好遇见李会长，你也知道李会长跟我们家都属于武道界的，平时关系就非常好，你也不必谢我，只要楚阳兄弟没被吓到就好。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苏婉宁当即一脸的感激。陈少，今天我请你吃饭，多的3000万全都给你。楚阳皱了皱眉道，凭什么？那是我凭本事要回来的，而且当初说好了是我分一半才对。陈东明赶忙摆手，婉宁，你太见外了，这笔钱我1分都不会要的，我还有急事先走了，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他飞快的闪人，虽然刚才牛逼也吹出去了，但他心里对今天的事情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怀疑。3000万虽多，但这钱还不一定这么回事呢。一旦是李黑虎的诡计，用这笔钱来讹苏家，他要是敢拿的话，就太不划算了。现在苏婉宁对楚阳越来越失望，他长叹了口气。楚阳，人就算没有实力，也要有些自知之明。黑虎商会凭什么双倍赔偿？凭什么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清理门户？难道是看你的面子？人情是最贵的东西，人家陈少在关键的时候用了一次，我对他进行补偿，无可厚非。楚阳双手一摊，反正我那一半也是给你的聘礼，你愿意给谁我不管。刚才处于紧张状态的苏婉宁这才想起来，啊，你还当真了？他把脑袋压得很低，这辈子都没这么心虚过。楚阳当即就表示不满，你也是成年人了，说话做事不过脑子的吗？我现在问你，这婚是结还是不结？我还没想好啊，这也太突然了，咱们还都没了解。不等苏婉宁说完，楚阳伸出3根手指，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说完，他干脆利落的转身就走。苏婉宁觉得心好像被扎了一下，苏天宇赶忙追了上去，姐夫，我姐从来都没谈过恋爱，你别生气啊，我一会儿就劝劝她。楚阳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滚。好嘞。苏天宇一缩脖子，赶紧后退。他虽然纨绔，但脑子一点都不笨。
今天他可是目睹了全程，这个姐夫有多猛，他比谁都清楚。现在他开始有些理解爷爷的决定了，打算回去跟爷爷问清楚再说。楚阳一直向前走，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忽然之间，他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拐了个弯，进了一个无人的胡同，就停了下来。片刻后，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人鬼鬼祟祟跟进了胡同。爷，您来了怎么也不通知小的呀？小的都一点准备也没有。楚阳瞥了李黑虎一眼，你还那个鬼头，看到我就溜了，派个手下来出面。说着，他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李黑虎赶忙挂出一脸的谄媚，乖巧地蹲在楚阳膝前。爷，我看到您出来了，但江湖上没动静，就猜您肯定是想要低调行事，所以刚才就派了个手下去处理，不知道合不合您心思。楚阳扑哧笑了出来，你还真是个当奸臣的好料子，既然你都明白，就不许对外说半个字。爷，您放心，只要您不发话，我这嘴就是贞洁烈女的。停，别一张嘴就是黄腔，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咋整？一听这话，李黑虎瞬间放松下来。钱对于他来说，赚起来比那些大公司容易多了，就是很多钱都不能摆在明面上而已。您把卡号给我，我现在就给您先转2个。楚阳嘴角一抽，老头子把我的卡给设置成超过2000块钱就资金归集了。李黑虎当时就捂着嘴，把脑袋低下去。楚阳一脚把他踹翻在地，想笑就笑呗，还特么跟老子这偷偷摸摸的，你大姑娘呀！李黑虎躺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摆手，不是，他重新蹲在楚阳膝前，掏出一张黑卡，这里面不限额度，您随便花。另外，我在步云山的君临天下别墅区有个房子，是前些日子跟一个人打赌赢的，您要是不嫌弃，那个房子明天就给您过户，卡就算了，你一会儿给我转1999.99块钱。楚阳边说边把自己的卡递过去，房子我就先收着了，反正你小子房子肯定不少。对了，你说步云山，听说醉骑枪童就在那附近，你知道消息吗？李黑虎一拍大腿，爷，您可真是问对人了，这小子已经弄死10几个执法云了，听说执法局找了个高手，今天还跟我花钱买枪童的行踪，可他们给的太少，我就没卖。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神变得古怪起来。爷，执法局说找到的高手，不会是您吧？楚阳点了下头，是我呀。李黑虎直接抽了自己2个嘴巴，我现在就把那个枪童藏身的具体地址告诉你，不过那家伙好像白天都出去，只有到了半夜才回去。跟李黑虎又聊了几句，加了联系方式之后，楚阳指了指面前的院墙，胡同口有人盯梢，你爬墙走吧。哦，那我走了呀。爷，您缺钱缺女人，不管缺啥都跟我说哈。滚吧。好嘞。哦，我没事儿，就去给您刷马桶哈。李黑虎一边翻墙一边喊了一句。自从出狱之后，他这个身份想要刷马桶都得偷偷摸摸，而且还没人夸奖也没人骂，搞得他觉得自己人生都不完美了。楚阳肩膀微微晃动，脚下如同踩着疾风，眨眼就来到巷子口，跟一名身穿紫色紧身包臀裙的美女几乎碰到鼻尖。妈呀，吓死我了！正在鬼鬼祟祟偷看的柳芳菲俏脸煞白，一个劲儿的在自己汹涌的波涛上轻轻拍着。跟踪我干嘛？楚阳语气冰冷，完全不在乎面前是个国色天香、身材超赞的极品美女。柳芳菲心理素质很好，马上稳定了情绪。杨哥好，我叫柳芳菲，是婉宁的朋友。刚才看到你跟婉宁好像因为误会闹了矛盾，我想过来劝劝你。楚阳切了一声，转身就走。我连苏婉宁都不想搭理了，你一个普通朋友跟我这装什么情感辅导师？他抬腿就走，柳芳菲踩着细高跟就追了上去。杨哥哥，我知道婉宁今天不相信你，所以你现在很郁闷，不如我请你吃大餐好不好？面对一个没有恶意的美女，楚阳也不想拒绝的太伤人。我朋友送了一套房子，我想去看看，吃饭就下次吧。从苏婉宁的描述中，柳芳菲确定这套房子肯定是李黑虎送的。对于李黑虎这种人送房子，他并不感到稀奇，但他很想知道这栋房子的价值。从这方面就能彻底看出李黑虎对楚阳的态度。杨哥，你刚来东海，路不熟，也没有交通工具，不如咱们开车去前面吃一顿，然后去你家呀。我是女孩子，帮你整理家务还是信手拈来的。平时就非常善于交际的柳芳菲俏脸满是真诚。两人在醉仙楼打包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上车后，柳芳菲打开导航，杨哥，你的房子在哪啊？楚阳也记不清，一边拿手机一边说道：步云山的君临天下别墅区。柳芳菲啊了一声，君临天下的别墅，我的天，不，我是说你那个朋友真大方。那个小区的别墅价格最便宜的都是1个亿起步，东海这边的豪门能在那里买房子的并不多，那里不但要求有钱，还要有一定的背景呢。楚阳哦了一声，觉得小黑子还算够意思，最起码不是个嘴炮。你看看，这是具体的地址。他将手机递过去，柳芳菲看到屏幕的文字，当即美眸圆瞪，再次惊呼了一声：啊，你的房子居然是君临天下别墅区山顶的那栋没有号码的尊皇世家！柳芳菲手里的电话差点掉下去。楚阳一脸懵懂的表情，问道：那个尊皇世家房子很贵吗？柳芳菲继续安抚着自己的小心脏，平静片刻说道：笨蛋，那房子去年是以20亿成交，卖给一个神秘人，关键是那房子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之前也有一些人愿意出20亿，但都被拒之门外了。我的天，我今天晚上能让我再尊皇室家睡一觉吗？他不禁地说了一句之后，俏脸瞬间红了起来。楚阳倒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那么贵的房子肯定不止一个房间，你不怕我晚上兽性大发？尽管睡。柳芳菲俏脸红晕，很快褪去，展颜一笑，我看人很准的，你是闷骚型，对不对？楚阳，不是，你看人咋这么准呢？柳芳菲笑得快要握不住方向盘，不逗你了。刚才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都没提自己辩解，我觉得你是个很通达的人，不会做那些苟且之事。不过，你如果真想的话，可以追我呀。楚阳却毫不犹豫地摇头，不行。怎么？我不美，不性感？不是，主要是我没时间去追女生，不然今天也不会拿3000万当聘礼，自己都理分而逼不胜。柳芳菲丝毫没有敷衍，很认真地思索片刻后笑了。杨哥，你知道吗？其实你很会撩妹的，这种用自己的全部去砸感情，大部分女生都受不了的。只不过婉宁从来都没考虑过感情方面的事，随便换一个女孩子，就算表面不被你感动，心里也肯定会对你青睐有加的。说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要不你试试用全部身家来砸我呀？说不定今晚兽性大发的就是我了呢。楚阳这才认真打量了一下开车的美女，那件剪裁极尽贴合的紫色紧身包臀裙，忠实的勾勒出每一寸诱人的曲线，侧颜轮廓精致，鼻梁挺翘，红唇饱满，唇角天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魅惑笑意，似乎察觉到了楚阳的目光。他长长的睫毛微颤，眼波流转间，非但不闪避，反而更添了几分自信张扬的性感。乌黑的长发有几缕垂落颈边，随着车窗缝隙吹入的微风轻轻浮动，撩拨着无形的弦。盈盈一握的腰肢与下方骤然绽放的饱满圆润臀线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裙摆下，一双包裹在黑丝中的长腿线条紧实而流畅，十分惹眼。楚阳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把你的账号给我。闻言，柳芳菲丝毫没有半点感觉被亵渎，反而十分急切地问道：给我多少呀？楚阳将手机银行的余额对着柳芳菲，够不够？柳芳菲看到数字的那一刻，娇艳的红唇止不住地抽搐了几下。大哥，你去夜总会随便找个妞儿过夜，也不至于就给这点吧？还有啊，差距也太大了。我承认自己没有婉宁那么美，但她把黑丝美腿微微抬起，你看看呀，这不就是你们男人喜欢的腿完年吗？也不至于给人家3000万，给我还不到2000块吧？太伤自尊了呀！楚阳无奈耸肩，我也没办法，这真是我全部家当，还是刚才那个小黑子借给我的。柳芳飞掩嘴偷笑2声，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扔到楚阳身上，转账。楚阳，不是，你还真要啊？我可是你闺蜜的未婚夫。柳芳菲豪放的哈哈笑了几声，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再说了，是你刚才自己主动要给我转的，我没嫌少，你还能说话不算数。楚阳用手轻拍了几下嘴巴，这次又长姿势了。女人可以跟你开玩笑，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开玩笑，否则他们认真起来，你还真是变无可变。一想到今天晚上就能抓到枪童，有1500万，他就不心疼卡里这些钱了。接到转账提醒，柳芳菲了一声，然后果断将被红唇亲吻过的手指按在楚阳脸上。楚阳，不是，我2000块就换了这个，也太贵了呀。他现在真有点觉得不值。柳芳菲继续驾驶，好哥哥，人家这是个前戏啊，你总不能花了2000块就要让人家什么都给你吧？现在你已经有入门的资格了，好好表现。楚阳干脆往靠背上一倒，拒绝跟这个满嘴开黄腔的女人聊天。步云山的盘山路，汽车突然熄火，顿挫感让楚阳身子一晃，睁开眼睛，完了完了，我又忘记加油了。柳芳菲嘟着嘴，一脸委屈的样子。楚阳注意到那个又字，你总干这事儿？柳芳菲一脸歉意的缩了缩脖子，也不总是，就是偶尔。要不你先带着吃的走上去吧，前面不远就到了，我现在打电话让人送油。楚阳拎着2袋子餐盒，迈开大步就向前方那座巍峨高耸的小区大门进发。一进小区，楚阳就用老头子教的盘龙望气术看了一下环境，果然是个好地方，山势生动活泼，似盘龙起伏，气韵延绵不绝，怪不得卖这么贵，还得是有身份的人才能买。他本还想要找人打听自己的尊皇世家在哪，可抬眼一看，最上方那座好似小城堡一样的建筑肯定没错了。楚阳，一道清脆的女声带着些许无奈和幽怨。楚阳侧头看去，从旁边一台军车里下来一个人。楚阳也郁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冤家路窄？萧月宁带着自己的亲随林小渊来到近前。楚阳，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林小渊也是义愤填膺，你这个变态居然都跟到小姐家了，说你是不是有特殊癖好？是不是想要趁天黑的时候从外面偷窥？说着说着，他突然瞪大了眼睛，似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小姐，前几天您丢的内衣肯定是这家伙偷走的，这家伙是个恋物癖，变态的。楚阳气得直翻白眼，我他妈今天才到东海好不好？林小渊一缩脖子，吐了下小香舌。萧月宁也是提前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马上开口道：对不起，小渊刚才脑袋有点脱线，可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呢？咱们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你这样做是没用的，我们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的话音刚落，
却发现楚阳手中提着2袋餐盒。楚阳冲着小区最豪华的尊皇世家努了努嘴：“我回家。”他的话音未落，突然看到对面很远的一个窗户内有光线一闪而过，而萧月宁似乎也发现端倪。砰！一声枪响，二人几乎是同时向一侧纵身跃起，地面砰的一声出现一个很大的弹坑，泥土四溅。楚阳落地后站得很稳，而萧月宁却因为仓促闪避，身子有些踉跄，直接扑进楚阳怀里。楚阳并没有再继续做出闪避的动作，刚才那一枪是个很专业的狙击手，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再留下来补枪，而且他还发现射击点到弹坑的位置，目标明显就是萧月宁。萧月宁从楚阳怀中向后猛退7、8步的距离，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楚阳，小渊，快过来，有狙击手！林小渊这才缓过神，迅速躲在树后。楚阳却是摇头哎了一声，继续朝自己的房子走去。小姐，刚才那家伙反应怎么那么快？萧月宁也有些疑惑，我也不清楚，当时我没感觉到他身上有很强的真气波动，要么就是他的武道境界比我高很多，否则我不可能察觉不出。这怎么可能？他那种劳改犯。不等林小渊说完，萧月宁便摆手打断，他当时一点紧张情绪都没有，应该是刚才怕我揭穿他送外卖，想要快点离开，正好赶上那一枪。林小渊这才注意楚阳手里的袋子，送外卖也不丢人，这男人可真是的。好了，别说他了，现在马上调查那栋别墅。是。楚阳正好遇到一队巡逻的保安，询问了一下刚才开枪的那个别墅之后就郁闷了，那就是李黑虎发给他枪童的藏身处，这样一来枪童肯定是跑路了。唉，1500万也没了，卡里的钱还都给柳芳菲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早知道就把小黑子的卡留下了。按照李黑虎发的密码，他终于进入这栋全东海排名第1的豪宅，当时他就后悔了，太大，一共3层，每层不低于1000平方，不仅内部奢华到了极致，外面的院子也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游泳池、鱼池、假山、园林、亭台一样都不缺，还有一块可以举办室外聚会的草坪。纵观之后，他干脆放弃了现在探索的想法，将那些餐盒摆在足有10米的西式长桌上。他刚拿起筷子，就听到门铃声，房门刚打开，就看到柳芳菲捂着嘴巴，美眸瞪得滚圆。我天，你真的可以住在这里？楚阳晃了晃筷子，进来吧，一起吃点。柳芳菲却摇摇头，我刚才接到婉宁的电话，她家里出了些事情，我要去看看。见楚阳只是点头，他微微蹙眉问道，你不想知道是什么事，也不想跟着去看看？楚阳想也不想就直接摇头，我今天救了他爷爷2次，替他家要回投资款，还帮他家赚了3000万，还给他弟弟谋了个黑虎商会堂主的位子，我觉得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柳芳菲脸上掠过一抹复杂的神色，点头笑了笑，再次将红唇吻过的手指印在楚阳脸颊上，记得想我哟，拜拜。他妩媚的俏脸扬起一抹得意之色，笑着小跑上了自己那辆白色宝马轿车。楚阳对这种毫无诚意的调戏嗤之以鼻，吐出3个字：女流氓。看到柳芳菲发动汽车后，楚阳才关上房门，可就在那一瞬，他突然发现50米开外的大门口出现一道鬼魅般的身影，一闪而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关上了房门。一个精壮的中年男人躲在一棵茂密的大树上，茂密的枝叶将他完全遮蔽。他将一个小提琴箱打开，露出里面被拆卸的狙击枪。很快，他熟练地完成了组装。咔的一声脆响，子弹被推上枪膛，瞄准镜中出现楚阳的身影。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指腹缓缓用力。突然，去而复返的宝马轿车停在门口。楚阳似乎是因为这个声音而突然起身。该死的女人，刚才就应该先杀了她。男人嘴里低声骂了一句，枪口跟随楚阳的步伐，但却找不到开枪的时机。楚阳打开房门的那一刻，男人嘴角挂起一抹冷笑，枪口对准预估的位置，只要楚阳一露头，他可以直接将其射杀。可房门只开了一个人的宽度，突然从里面伸出一只手，将花容失色的柳芳菲拉进屋里，动作极其野蛮。操，这家伙这么色急的吗？男人怒骂一声，赶紧继续透过落地玻璃幕墙寻找二人的踪迹。只见楚阳已经将那体态婀娜的美人横着抱起，快速来到沙发，迫不及待地压了上去。两人缠绵的身影被沙发被挡住，紫色包臀裙被扔得很远，紧接着是一件轻薄的性感胸罩飞出来，撞在玻璃幕墙上。我尼玛！男人话音未落，瞄准镜里便是出现一条小巧性感的内裤被扔得更高，看得他一阵心神荡漾，还用瞄准镜仔细看了看落地的内裤和胸罩。这小妞儿可真骚啊！回过神来，他再次盯着沙发背面，那一看就十分昂贵的沙发似乎有些不堪重负的晃动。男人只觉得有些心跳加速，手里的狙击枪有些微微颤动。草啊！我诅咒你阳痿！就在话音未落之时，他突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仿佛自己被死神盯上。他警觉地转头，却被近在咫尺的一张露出森白牙齿的脸吓得打了个哆嗦。楚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身边，一只大手扣住男人的喉咙。刚才的内裤和胸罩好看吗？男人被掐住喉咙，想说话也发不出声音。楚阳一把将狙击枪拿在手中，好东西啊，就是你水平太差。楚阳戏谑了一句，便是一记手刀将男人打晕，扔到树下，扑通一声闷响，掀起一阵尘土飞扬。
他拆下瞄准镜，对准沙发的方向，又拿出手机拨打柳芳菲的电话。杨哥哥，搞定了吗？放心吧，那坏人已经被我抓住了，现在你可以去拿衣服穿了。哦，好的。电话挂断之后，瞄准镜里出现一大片雪白的风光，诱人的弧度让楚阳咕噜咕噜反复咽着口水。我去，他这胸可是比肖月宁大太多了呀，腿是真的长。不能再看了，这也太禽兽了。他赶紧从树上下来，将银针落在男人身上。男人猛地清醒过来，第一时间来了个就地18滚的同时，右手从腋下掏出一把亮银色的手枪。男人抬起手枪怒喝：去死吧！可就在同一瞬间，啪，一个耳光落在他脸上，脑袋就是一阵迷糊，手里的枪也好像突然消失了。楚阳摆弄着这把与巴雷特狙击步枪同样12.7毫米口径的沙漠之鹰，手枪界的大炮你都敢用，你特么这是打算轰死老子呀！雨落，他的手快到留下残影，呼吸之间，那把沙漠之鹰就被完全拆解成了一堆零件。男人捂着脸，满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阳，就像看见鬼一样。即便他平日自诩玩二枪的祖宗，跟这位比起来也都是小巫见大巫。你究竟是什么人？聒噪！楚阳反手又是一巴掌下去，男人彻底老实了。你是枪童？是，就因为我妨碍了你杀肖月宁，你就来杀我？男人脸上的恐惧之色越来越浓，因为此时的楚阳目光如同一只嗜血的猛兽，而他就是即将被吞噬的猎物。大哥，我告诉你一条消息，说这次来杀肖月宁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通缉榜排名30的狂血，那家伙比我厉害多了，我只不过是打前站的。楚阳心中一阵狂喜，排名30，岂不是奖金更高？他在哪？我说出来，能换我这条命吗？啪，跟老子讲条件！不敢，我说，枪童现在已经被吓破了胆，我也是刚知道狂血到了，所以才着急大白天就动手。狂血现在应该就潜伏在肖月宁家附近。楚阳听着就生气，抬手又是一个耳光，你特么杀不了肖月宁，就过来拿我撒气是吧？男人捂着脸，表情委屈极了。楚阳的确没说错，刚才那次暗杀是他最后的机会，结果被楚阳给搅了，他才心生怨恨。楚阳给肖志打了电话，一听说楚阳已经活捉了枪童，不长时间就赶到现场。楚先生，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肖志满脸感激，楚阳却嘿嘿一笑，这天都快黑了，你们执法局下班之后还能发奖金吗？肖志感到无比庆幸，今天他知道楚阳的情况，就特地申请了1500万的现金。您放心，钱已经准备好了，都是现金，我回去之后打个报告，我们执法局的办事效率很高，今天肯定能把钱送给您。楚阳心里别提多舒坦了，不过他马上压低了声音，有个叫狂血的家伙，赏金多少钱啊？狂血，他可是排名30啊，奖金是3000万。您，肖志突然眼睛一亮，对执法局而言，被通缉的这些人无一不是难缠的角色，有的实力特别强，有的是属于专业型，有的具备特殊技能，不过他们都有共同点，行踪诡秘，隐藏在暗处，很难被发现，无法实施大规模抓捕行动。执法局每年在追捕这些人的过程中都要死很多人，所以国家才设立了高悬赏。不过即便如此，很多武道界的强者也不愿意为了钱去招惹那些如同毒蛇般的人，毕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些家伙根本不讲武德，想要千日防贼简直太难了。就算自己不怕，家人的安危大家也要考虑。楚阳这种无所顾忌的人，正是执法局所需要的。狂血也来到东海了，而且您能抓住他？肖志脸上掩饰不住的激动。你赶紧回去吧，等我抓住那家伙给你打电话。哦，钱也都准备好啊。肖志拍着胸脯说道，您放心，咱们执法局是有专门应对紧急事件的备用金的。楚阳心情大好，溜溜达达回了家，刚一进门便是一愣，他看到俏脸写满风情的柳芳飞正柳腰轻摆，袅袅婷婷的走来，一双洁白无瑕的玉臂环住他的脖子。你入戏太深了吧？刚才不是说好了是打配合吗？那可是正经事。柳芳飞美眸含笑，弯成月牙。坏杨哥，刚才偷看得很爽吧？楚阳当时就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豪迈道：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岂可蝇营狗苟？那并非大丈夫所为。柳芳飞扑哧笑出声来，别装了，我都看见了，还故意给了你一些福利呢。楚阳老脸一红，我当时就是想试试那个瞄准镜好不好用，不小心看到，就一点点。柳芳飞当即美眸圆瞪，你真的看了？我刚才是逗你的。楚阳觉得没脸活了，双手掩面，哈哈哈，杨哥，没想到你这么幽默，还配合我说笑话呢。我可不相信你会偷看，你要是真想看的话，直接跟我说嘛。知道柳芳飞是故意给自己台阶下，楚阳赶忙转移话题，你不是走了吗？我刚出去不远，就想起来你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所以就想回来给你送点现金。大男人身上怎么能没钱呢？对了，你刚才赚到钱了吗？楚阳的尴尬彻底消失，嘿嘿一笑，赚了1500万。柳芳飞闻言便是满脸错愕之色，天啊，要是算上婉宁那3000万，也就是说你今天赚了5500万。楚阳很随意的耸了耸肩，就没把接下来可能再赚3000万的事情说出来。柳芳飞身上出了汗，要求洗个澡再走。就在柳芳飞重新熟悉打扮完毕，
即将出门之时，萧志将1500万现金送进客厅。柳芳菲不是没见过钱的人，但此刻在他眼中，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个宝藏。他现在充满了好奇和探索之心。临出门之时，楚阳用手捂住脸颊，别来那套啊！可话音刚落，一双娇艳的唇瓣已经贴了上去。虽然如蜻蜓点水般的轻触，但那一刻，楚阳心中却掀起惊涛骇浪，同时感觉到自己的牛仔裤都好像被塞了什么东西。等柳芳菲红着脸，几乎是逃亡一样上了车之后，楚阳才伸手去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我看着手心里那条黑色的、薄薄的、小巧又性感的小裤裤，楚阳心中再次掀起惊涛骇浪，甚至有种把玩的冲动。不至于吧？我定力没这么差呀。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刚才很多近距离的接触中，并没有发现柳芳菲是阴体，玉佩也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我真就那么好色？说话间，那条黑色小裤裤距离他的脸越来越近。叮，信息提示音将他拉回现实。坏杨哥，喜欢原味的吗？楚阳赶紧将手放下，警惕地看向四周，确定柳芳菲并没有藏在附近。这女人……楚阳，苏家别墅内，客厅里的人很多。苏婉宁坐在父亲苏康身边，刚刚赶来的闺蜜柳芳菲就坐在她另一侧。苏天宇翘着二郎腿，在手机群里到处宣传自己成了中艺堂堂主的消息。对面沙发上坐着苏婉宁的二叔苏建，堂弟苏明浩。在他们身后的椅子上，有个20多岁年轻人，穿着精致的商务西装，神色倨傲，一直半眯着眸子审视着在场所有人。苏长海坐在主位，面色阴沉地看着二儿子苏建。2年前，你目光短浅，让苏家濒临破产，还不是婉宁临危受命，守住家业。你现在又回来争权。苏建却面无愧色，讪笑道：“爸，我承认当时被人蒙蔽，让咱家受了点损失。其实当时您要是让我继续留下掌管公司的话，苏家早就重回巅峰了。”苏康的脸当即变了颜色。老二，婉宁这2年带着公司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你们一回来就要让婉宁放权，这说不过去吧？苏建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眯着眼睛说道：“大哥，我承认婉宁有能力，可她终究是要嫁人的，生了孩子也不姓苏。”他拍了拍自己儿子，名号是咱们老苏家的根，而且在国外商学院拿了学位，属于商业精英。苏康愤愤道：“要说儿子，天宇也不差。”苏建哈哈笑了起来：“大哥，天宇这孩子除了会花钱，还会干什么？”苏天宇拍案而起：“二叔，你过分了呀！跟你介绍一下，我现在已经是黑虎商会忠义堂的堂主了。”你说什么？苏建难以置信地问了一句。苏天宇整理了一下小西装，一脸傲然道：“明天我就走马上任，不信的话，呵呵，你可以跟我去看看。”苏建瞥了一眼身后的年轻人，得到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之后，他讪笑着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呵呵，我介绍一下。他对着那个神色倨傲的年轻人点了下头。这位是青龙会东海分会会长的公子韩风先生。此言甫出，在场众人全都表情一致。黑虎商会属于商业和社团兼顾的东海本地企业，青龙会是在全国都有分会的武道机构。就东海来说，黑虎商会跟青龙会相比毫不逊色，且综合实力更胜一筹。若是放眼纵观大局，青龙会的底蕴更加深厚，而且还有一部分官方背景。苏天宇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要是真比起来，自己这个堂主在人家面前确实不够看。韩风笑着起身：“诸位长辈，在下与苏明浩是至交，也就是苏家的朋友。此次我奉家父之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帮助苏家重现往日荣光。”苏长海当即蹙眉问道：“敢问令尊所谓帮助苏家，可是要针对某一个人的帮助？”韩风笑容不减：“苏老爷子，您这句话说的对，也不对。”苏长海冷冷一笑：“愿闻其详。”韩风负手而立，环视众人：“自古亲戚尚有远近之分，朋友也是如此。我与明浩情同手足，自然跟他的关系更好。但我相信苏家乃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无论青龙会帮谁，都是在帮苏家。”苏建赶忙说道：“啊，以后让明浩在公司执掌大权，有青龙会帮衬，咱们在东海用不了1年，就会重新荣登东海4大家族的宝座。”苏康气得一拍桌子：“老二，你少放屁！凭什么？闭嘴！”苏长海打断了自己这个向来只凭义气用事，从来不动脑子，也抓不住重点，还看不清大局的儿子。他看向韩风：“小伙子，你的意思是东海青龙会要在各个方面无偿帮助苏家？”苏建赶忙接话：“爸，您这话，你给我闭嘴！”苏长海对二儿子痛骂一句。活了这么多年，他心里很清楚，今天即将上演一部逼宫大戏。韩风表情僵了一瞬，似乎没想到苏长海问得这么直接。呵呵，老爷子消消气，您是场面人，我就不兜圈子了。他微笑着瞥了一眼苏婉宁：“我一直倾慕苏小姐才貌双绝，乃是我东海当之无愧的商业玫瑰。既然我们达成同盟，不如亲上加亲。如此一来，苏家在东海首屈一指也只是时间问题。”苏婉宁淡淡开口道：“韩公子的好意，婉宁心领了，但同盟和您刚才说的亲上加亲，我并不同意。”婉宁，你别胡说，人家韩公子也是好意。苏康现在心思已经活泛了，如果苏家能跟青龙会结成姻亲，在整个东海都能横着走。况且韩风一表人才，家世还这般显赫，的确是个当女婿的好人选。
更重要的是，如果女儿嫁给韩风，就不相信韩风还能帮着老二一家。韩公子，联姻之事，咱们可以谈。苏康语气带着一丝急切，苏婉宁却毫不犹豫地摇头，声音清冷：爸，这事不必谈了。苏长海沉默不语，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厅内众人。苏康脸色一沉，带着几分父亲权威的口吻道：女儿，豪门联姻自古如此，你年纪尚轻，对婚姻理解不深，作为父亲，我有责任为你择一门当户对的好亲事。话音未落，别墅外面隐隐传来嘈杂和叫骂声，众人正惊疑不定，韩风却抬手虚按，嘴角勾起一抹掌控一切的浅笑。诸位稍安，青龙会向来言出必行，说要帮必会鼎力相助。反之，他故意顿了顿，目光扫过苏家众人，毅然，外面些许动静，想必是我带的那帮青龙会精英，年轻人嘛，血气方刚，与贵府的保镖起了点小摩擦罢了，无妨，医药费青龙会全权负责。他轻描淡写，语气中的威胁却如同实质的寒冰，瞬间笼罩了整个客厅。苏家人全都倒吸了口凉气，气氛骤然降至冰点。苏婉宁心里也咯噔了一声，知道自己把今天的事情想简单了。今天二叔带着韩风上门，绝对不是临时起意，应该是谋划了很久。一旦处理不好，整个苏家岌岌可危。就连老谋深算的苏长海，此刻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知道此事难以善了。见震慑效果达到，韩风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从容地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深蓝色丝绒首饰盒，啪的一声打开，一枚璀璨的钻石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走到苏婉宁面前，他单膝跪地：婉宁，只要你嫁给我，以后苏家的事就是青龙会的事。苏婉宁身体陡然僵住，但马上摇头：我不会同意的。韩风笑着说道：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苏康也趁机劝了一句：婉宁，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苏婉宁刚开口，一个带着几分戏谑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在玄关处炸响：跟我媳妇求婚，问过她男人没有？一个身影闲庭信步般踱入客厅，来人身材修长，面容俊朗，星目寒光，正是楚阳。小杨，你来了。苏长海猛地站起身，脸上难掩激动。苏婉宁心头一震，望向楚阳的目光中，那份白天的排斥感似乎淡去了一些。此刻的他竟让他莫名感到一丝心安，不知是因为那句宣告主权的媳妇，还是这意外闯入带来的转机。柳芳菲坐在苏婉宁身侧，眼神复杂地看着楚阳，双手无意识地环抱在胸前，微微嘟起了嘴。是他下了血本发信息让楚阳来的，可楚阳真来了。看着这一幕，他心里又泛起一丝说不出的酸涩。楚阳笑着走向苏长海：老爷子，您辈分最高，可别折煞我。苏天瑜仿佛见到了救星，一个箭步扑过来，带着哭腔：姐夫，你可算来了，他们太欺负人了。楚阳一脸嫌弃地推着他的脑袋，一边凉快去。楚阳嫌弃地推开他的脑袋，一边凉快去。说完，他径直走到依旧单膝跪地的韩风身边，眉头一挑，用脚尖不轻不重地踢了踢他的腿侧。滚蛋！你！韩风豁然起身，脸色铁青：小子，你敢踢我？楚阳斜睨他一眼，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目光转向将坐在沙发上的苏婉宁，看到我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苏婉宁轻咬下唇，想起身却又有些迟疑，脸上带着挣扎。柳芳菲见状，心中暗叹一声，用力推了他一把，低声道：你正牌未婚夫都杀到了，还扭捏什么？苏婉宁半推半就地站起来，对着楚阳微微点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来了。楚阳咧嘴一笑，手臂自然而然地环上他那纤细紧致的腰肢。不得不承认，跟苏婉宁的亲密接触让楚阳全身都觉得舒坦。苏婉宁娇躯一颤，想要挣脱，但心里又在告诉自己，这家伙临时做个挡箭牌也不错，反正是他自己跳进来的。于是他将身子往楚阳身上贴得更近了一些。这亲昵的一幕落在柳芳菲眼里，他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心中暗啐：臭男人，当着我的面搂别的女人，今晚有你好瞧的。韩风看着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强压着冲天怒火，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小子，你可知道青龙会？楚阳眉头微蹙，不耐烦地打断：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现在立刻马上滚！他此刻心头还别着火，被一条内裤威胁的阎罗爷，说出去脸往哪搁？韩风怒极反笑：哈哈哈，好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眼神阴鸷，语气充满威胁：你进院子时，外面那20号青龙会的兄弟都看清楚了吗？楚阳点点头，语气平淡：哦，是你的人。韩风傲然扬起下巴，一字一顿：没错，现在跪下，给我磕100个响头，否则我不敢保证外面那些兄弟会不会把你大卸8块。此言一出，苏婉宁心头巨震，下意识的想挣脱楚阳的臂弯，却被他牢牢箍住，动弹不得。楚阳，你走，快走！他声音带着急切：这是我苏家的事，不能连累你。楚阳心头一暖，嘴角勾起笑意：你这是在关心我？苏婉宁俏脸微红，仔细想了想，关心也不都是情侣的专利，即便朋友之间也是可以关心的。何况楚阳今天还以身犯险去了忠义堂，我是在关心你，但这次不一样，你别逞强，我们的事过了今天再说，行不行？楚阳的笑容更灿烂，带着几分认真，都冲你这句话，这破事儿我管定了。苏婉宁快要急哭了，
在他心里，楚阳是个胆大妄为的莽夫。你怎么这么固执？快走啊！他用力推楚阳，楚阳松开了手，顺势将苏婉宁轻轻推回沙发，按在柳芳菲身边，看好我媳妇啊！柳芳菲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去死！但还是伸手挽住了苏婉宁的胳膊，低声安抚婉宁。这种场面让男人处理，咱们看戏。他可是一点都不慌。楚阳那家伙可是连拿着狙击枪的杀手都能摆平的。苏建见楚阳如此嚣张，厉声呵斥：哪来的野狗？没听见韩公子让你跪下吗？苏明浩也跳了起来，一脸狗腿相。韩少，别跟他们废话了，叫兄弟们进来吧。苏康吓得脸色煞白，眼看形势急转直下，连忙撇清关系，对着韩风谄媚道：韩公子，我们苏家可不认识这种狂徒，联姻的事好商量，您千万别让手下人误会，伤了我们自家人啊。苏长海看着自己2个不成器的儿子，无奈的闭上眼，脸上写满了悲凉和失望。韩风指了指脚下，我再给你个机会，否则……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如同惊雷般在死寂的客厅里炸开，余音绕梁。韩风猝不及防，被这一巴掌扇得原地转了2圈，踉跄几步才勉强站稳，左颊迅速浮起一道清晰的5指红痕。你敢打我？他捂着脸，惊怒交加，眼中更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骇然。他可是暗境初期的武者，对方出手，他竟然连反应都来不及。苏建慌忙上前扶住韩风：韩少，您没事吧？苏康也慌忙上前，急声道：韩少息怒，我们真不认识这疯子，您赶紧让人进来废了他，我们绝无二话。苏婉宁又想站起来，被柳芳菲紧紧拉住：别动，看戏。韩风眼神恶毒地瞪着楚阳：好，很好，小子，你有种，希望你待会儿别哭。他猛地转向苏明浩：立刻去把所有人都给我叫进来。苏明浩的令之后，撒腿如飞，把狗腿子的高服从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韩风毒蛇般的目光看向苏婉宁：我再问你一次，到底答不答应？苏婉宁挺直了脊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斩钉截铁：绝不，死也不会答应。这倒是让楚阳对他刮目相看，原来这丫头是真倔啊。韩风嘴角咧开一个残忍的弧度，声音如同地狱寒风，一字一句地碾过苏婉宁紧绷的神经：是吗？那如果我不杀你，而是当着你的面先杀了你这未婚夫，再杀了你父亲。他故意顿了顿，欣赏着苏婉宁瞬间煞白的脸，最后拔掉你母亲的氧气管呢。哦，还有这个老不死的。他抬起手指，毫不客气地指向主位上的苏长海。轰！仿佛一道惊雷在苏婉宁脑中炸开，他娇躯骤然僵住，连呼吸都停滞下来，感觉眼前一黑。他可以为了尊严和原则去死，但对方居然用他至亲至爱之人的命来威胁。当连死亡都无法阻止对方的恶意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瞬间将他吞噬。曾经引以为傲的自信和坚强，在这一刻被这赤裸裸的无法反抗的恶毒威胁彻底碾得粉碎。他的思绪被一道慌乱的声音所打破：韩少，都死了。苏明浩磕磕巴巴说不清楚一句完整话。你说什么？韩风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他马上看到楚阳正挂着一抹森然的冷笑。你杀了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全身都在颤抖，感觉自己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楚阳耸肩，双手一摊：他们跟你一样，威胁要把我大卸8块，我就是让他们睡7天而已。哦，记得要给他们吊葡萄糖，否则醒过来也废了。韩风就觉得自己今天见了鬼，他抬腿就往外跑，却被一道声音叫住：让你走了吗？韩风双脚不自觉地停下：你还想干什么？楚阳吸了吸鼻子，学着刚才韩风的动作，指了指自己脚下：现在磕头，你休想！我堂堂！啪！一个耳光让韩风的脸对称了，韩风没看清楚，更别提躲开。紧接着，啪啪啪，一连串的巴掌如同雨点般落下，看得旁边所有人目眦欲裂，不自觉地咧开嘴，就感觉看着都疼。只有苏天宇一个劲儿地叫好：姐夫，干死这个狗娘养的！现在他觉得楚阳对他是真好，跟韩风比起来，他挨的那几巴掌就跟挠痒痒差不多。此刻，韩风的脸已经连老妈都不认识，扑通一声，他的双膝狠狠砸在地面。他屈辱，他不甘，但更多的是恐惧。身为武者，人家站在对面扇他耳光，他居然躲不开，还逃不掉。那巴掌每次都能精准的从他要逃跑的路线打过来，砰砰砰，他自己都不知道磕了多少头，就感觉自己眼前一黑，直接晕倒。啊！韩少！苏明浩吓得魂不附体，他怨毒的看向楚阳：你死定了，青龙会肯定要弄死你。楚阳咧嘴，露出满口森森白牙，掏出手机：喂，老肖啊，刚才有一伙人闯进我媳妇家，对，现在都趴下了。哦，好的，你快点就行。这个时候，苏建和苏明浩父子2人已经抬着韩风去了医院。苏婉宁面色焦急，来到楚阳面前，一时间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楚阳刚才挺身而出解了围，但也同样把青龙会得罪死了。他拿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是我打算给陈少的3000万，以后这张卡就给你用了，我会把网银密码都给你，青龙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快走，越远越好。楚阳并没有去接银行卡，心中暗忖，这女人其实也不抠门，还是挺豁达的人。
他勾着嘴角问道：“婚到底结不结？”苏婉宁闻言哭笑不得，黛眉微蹙：“您是楚阳，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候，你还想这事儿？”楚阳耸耸肩，一脸懵懂的表情：“为什么不能想？”苏婉宁咬着红唇，心中犹豫不决。苏康气的口吐芬芳：“你到底是哪来的野小子？你伤了青龙会的人，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要毁了我们苏家，还想娶我女儿。你做梦吧！你别想跑，一会儿我就把你送去青龙会。”够了！苏长海把桌上的茶盏摔得粉碎。我真是造了孽，养了你们两个没脑子的儿子。苏康却是一脸的不服气：“爸，今天是老二带人上门挑事，这小子捅的娄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苏长海知道这个儿子是没救了，到现在还看不清状况，他直接起身来到楚阳和苏婉宁面前：“婉宁，我不管你心里如何瞧不上人家小杨，但你仔细想想，就这一天之内，他做了多少别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这些科都是为了咱们苏家。”苏婉宁如何没想过这些？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她一时间无法接受，而且心里对楚阳看法也很多。苏长海看向楚阳：“苏家近年来一直走下坡路，婉宁这孩子很不容易，如果你能看得上他，请你替我好好照顾他吧。”楚阳笑着点头：“只要他愿意，我可以的。”苏康也是刚刚回来，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当时就不愿意了：“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怎么还搞这套？我哪套？”苏长海一瞪眼珠子：“你小子刚才做了些什么？当众就要把自己亲闺女卖了，那是你一个当爹的能干的事儿。”苏康争辩道：“我那也是为了咱们苏家，为了婉宁未来的幸福，跟青龙会成了姻亲，苏家和仇再度兴旺。”苏长海面露疲态，不愿再跟这个蠢儿子耗费精力。“婉宁，人家小杨已经同意了，现在就看你了。爷爷，我们约定3天，别扯那些没用的，就现在，你给个答复。你要是不同意，这次我回老家祭祖之后就不回来了，直接把自己也给埋进祖山。”苏长海干脆耍起魂不吝那套：“别啊，爷爷，你可别吓我，我答应，明天就跟他登记，还不行吗？”说完这些，苏婉宁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量。苏长海终于笑了起来，但他马上转头瞪了一眼想要说话的苏康：“我告诉你，你要是敢阻拦的话，我现在就改遗嘱。”苏康张了张嘴，最终只能点头。苏长海志得意满地拉着楚阳的手来到书房：“小杨啊，今天晚上你就先洞房吧。”楚阳挠了挠耳朵，他的确很着急洞房，可他也不傻。苏婉宁刚才明显是被逼无奈才同意的，他承认自己跟大多数男人一样都是好色的，但跟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女人洞房，他觉得有些趁人之危的嫌疑。老爷子，明天我会跟婉宁领证，也会照顾她，跟她培养感情，那种事就等着水到渠成吧。不过我很纳闷，你为什么如此着急撮合我跟婉宁？苏长海脸上的笑容泛起一抹苦涩。我说全是为了报恩，你信吗？楚阳毫不犹豫地摇头。苏长海苦笑道：“我这孙女绝对拿得出手，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我也相信楚天战神的人品，他的儿子绝对不会差。我相信你一定能照顾好婉宁。我的小心思就是让你帮助苏家再度崛起，重回往日荣光，但你也别有太大压力。我留了1个亿的资金，就算公司倒闭，这笔钱也够你和婉宁快活过下半生了。”楚阳不禁地皱起眉头：“你要离开了？”苏长海微微颔首道：“老家那边10年一次大型祭祖，我要离开至少3个月。”楚阳沉吟道：“有人要杀你，你就一点都不担心？”苏长海表情带着一丝玩味：“这么大岁数了，要是看不淡生死，这辈子就白活了。楚天战神是个特别睿智的人，我很好奇，你能猜出谁要杀我吗？”楚阳笑了，他对豪门那点破事儿心里跟明镜一样，当年他就是豪门纷争的受害者。你要是这么问，我就可以确定买凶的是你二儿子孙健，不过他没这么大胆子，身边应该有人教唆。苏长海欣慰地点头：“你能猜到这些，我可以彻底放心了。但我有个请求，毕竟都是一家人。”楚阳笑着点头：“明白了。哦，对了，我跟婉宁现在感情还没升温，就不留下了。明天你走的时候，我送你。”苏长海连连摆手：“千万别说送这个字，人上了岁数，忌讳。对了，你要是方便的话，去医院看看婉宁母亲，我这个儿媳妇可比那2个儿子强太多了。”虽然不知道苏婉宁母亲得了什么病，但苏长海的意思很明显。楚阳表示没问题。这个时候，萧志已经带人来到苏家，把外面地上躺着的青龙会成员全都带回执法局，等着跟青龙会交涉。楚阳离开的时候，苏婉宁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去送。倒是好闺蜜柳芳菲主动请缨，不过这次她开车的时候，并没有像白天那么话多，反倒是看起来像个小怨妇。终于，柳芳菲忍不住火力全开：“哼，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吃着锅里望着盆里。”楚阳笑了：“大姐，咱俩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呸！柳芳菲转头清脆：“咱俩没关系，你干嘛现在还揣着我内裤？”楚阳一脸尴尬地看向微微鼓起的裤兜：“不是，那东西是你塞进来的，而且今天也是你让我来的，现在就还给你。”柳芳菲嫩白的小手啪地拍了一下楚阳伸进裤兜的手：“讨厌！”就在楚阳一脸懵逼之时，柳芳菲展颜一笑：“哎呀，人家是女生，跟你撒个娇，干嘛那么认真吗？礼物送出去了，难道你还想给我穿回来？”
她平时很擅长交际，跟那些觊觎她美貌的男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这么大胆的事，她也是第一次做。此时，她妩媚的俏脸也有些微微泛红。我不管，今晚我要去你家喝酒，你可别说没有，我都看到酒柜里全都是好酒。楚阳略微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说吧，是不是有事情想让我帮忙？”柳芳菲心中微动，但脸上却没有丝毫波澜。你如果这么直接的话，说了也无妨。你在飞机上救了苏爷爷，婉宁不相信是你的功劳，但我信。楚阳了一声，所以呢？我们家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项目，需要失手点头。他最疼的小女儿最近得了怪病，那些有求于他的人都想趁机巴结，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他眨动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柔声问道：“你该不会不帮我吧？”楚阳哦了一声，果断摇头：“不帮。”这还是柳芳菲第一次在男人面前吃瘪，而且之前他还都已经下了血本。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楚阳却是一脸困惑。不是，咱们讲道理啊，你接近我是有目的的，我不帮忙也很正常。再说了，咱俩才认识1天而已。话音刚落，柳芳菲一脚刹车停下来，还没等楚阳询问，一条裹着黑丝的大长腿就搭在他腿上。想不想摸？柳芳菲诱惑的声线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惑之音。看着近在咫尺的美腿，楚阳再次觉得自己可能是腿控，不，还有可能是足控。就在他想要硬气的说一声不的时候，咔嚓一声，啊，你干啥还拍照？柳芳菲晃着美足在楚阳胸口蹭了蹭，美眸中尽是狡黠。你要是不帮忙，我现在就把照片发给婉宁。你这女人。楚阳挠了挠头。柳芳菲莞尔一笑，杨哥哥，你要是肯帮忙的话，人家的腿可以给你把玩哟，而且保证不告诉婉宁。楚阳一拍自己的大腿，怨声道：“这自头上一把刀啊！”柳芳菲却笑得很开心，我就当你答应了。到家之后，楚阳没敢答应柳芳菲要进去喝酒的要求，赶紧关上了门。柳芳菲也没执着于此，反正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不过代价确实有点高，搭进去一条内裤，还让楚阳摸了腿。再一想起今天楚阳可能用瞄准镜偷看他顿时觉得脸上一阵发烫，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值不值。楚阳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想起之前看到茶几下面有一盒名贵的雪茄，点燃雪茄，又开了一瓶罗曼尼康帝红酒配雪茄。以前他在龙渊的时候就喜欢这种感觉，很治愈，很解乏。当男人太难了，一会儿还得赚钱去。与此同时，距离楚阳家不到500米的一栋别墅中，萧月宁正在练功房盘膝打坐。上次龙渊监狱之行，虽然丢了自己的初夜，但他明显感觉出自己体内的真气更加精纯，原本折磨他的阴煞之气也变得非常听话。只是今天情急之下夺子弹之时，真气运转似乎出了点桎梏。此刻他已将真气运转9周天，似乎小腹的位置有一道壁垒，他的真气现在必须要绕路而行，就让他很不适应。而且这道壁垒内部似乎有着一股很细微的能量，该不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吧？看来明天要去找李神医请教一下。刚刚念及于此，林小渊便轻轻推开房门：“小姐，执法局抓了枪童，今天那一枪就是他干的。”萧月宁秀眉微蹙，疑惑道：“这家伙很难抓，听说之前已经打死10几个执法云了，他们这次也没少牺牲吧？”听说是被一个高人抓住的，林伤亡。哦，这个人倒是蛮厉害的，虽然枪童排名靠后一些，但他非常擅长用枪，寻常高手难以近身。知道是谁吗？林小渊摇了摇头，执法局为了鼓励武道界人士参与抓捕，现在保密工作特别到位，就连咱们军方都没办法知道内情。对了，枪童虽然落网，但狂血依旧在执行刺杀您的任务，要不要我把警卫连调过来？萧月宁不屑地笑了笑，一个刚刚踏入化境的通缉犯，没必要兴师动众，去把门口的那些监控都关了，大门敞开，家里的几名警卫员也都放假回去休息，你也一样啊。小姐，您这是？林小渊脸上写满诧异。萧月宁抿嘴一笑，他有胆就放马过来，省得我还要千日防贼。放心吧，完事之后我会让你带人来清场的。深夜，月黑风高，茫茫夜色中显露出一个魁梧的身影。看着敞开的大门，所有监控全部下线，就连平时的守卫也都不见踪影。男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呵呵，女战神果然有气魄，刚跨入宗师境界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境界不代表一切。他昂首阔步踏入大门，谨慎地观察一番，确定没有任何埋伏。狂血今日登门讨教，不知萧战神可敢应战？话音刚落，英姿飒爽的萧月宁纵身一跃，便是来到狂血对面10步之处。想要杀我就直说，何必讲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开始吧！他周身蕴藏的宗师气息狂暴涌出，3招内打不到你，我认输。他自信的话音刚落，娇躯猛然跃起，这一击都蕴含着宗师境的沛然巨力，结结实实的轰在狂血胸口，发出沉闷的骨肉撞击声。噗！咔嚓！狂血口中鲜血狂喷，胸骨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整个人被打得如同破麻袋般向后倒飞。萧月宁冷哼道：“不堪一击。”他玉掌翻飞，直取狂血心口，欲要一击定乾坤时，异变陡生。狂血满是血污的脸上，非但没有绝望，反而扯出一个狰狞扭曲、近乎疯狂的笑容，咆哮道：“
女战神，尝尝老子的焚血碎心劲吧！伤得越重，老子越强！一股如同压抑万年的巨力轰然爆发，这股力量瞬间抵消了萧月宁这一击的威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反扑而来。虽然使用一次焚血碎心劲的代价很高，只能维持3分钟，而且最起码半年都要卧床疗伤。这一次的伤势很重，或许让他的武道境界从此不能再存进，但回报也是巨大的。他甚至可以在完成这一单后直接退休。此刻，他体内每一个细胞的潜能都被激发出来。萧月宁瞳孔骤然收缩，自知不可硬拼，他猛然调转真气，欲要闪身避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他的小腹处一丝刺骨的寒流毫无征兆地从壁垒中逆冲而出，虽然微弱，却瞬间扰乱了原本顺畅运行的真气路线，就像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被强行搬动道岔。糟了！萧月宁心中骇然，就是这1/1000秒的迟滞，狂暴的焚血碎心劲狠狠轰在了萧月宁仓促格挡的双臂之上。轰！狂暴的气浪以2人为中心炸开，将周围的花草树木尽数掀飞撕裂。萧月宁闷哼一声，喉头一甜，鲜血喷出，他那英挺的身姿向后软软倒去，看着倒下的萧月宁，狂血眼中充满了病态的狂，哈哈哈！什么狗屁女战神，老子今天不但要杀你，还要玩了再杀！萧月宁知道是自己轻敌才导致如此局面，他心中万般不甘，可眼前的世界瞬间天旋地转，黑暗吞噬了他最后一丝意识。看着萧月宁那绝美的脸蛋儿，狂血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伸出大手就要撕碎萧月宁的衣服。征服大夏第一女战神，她可以吹嘘一辈子了，但她脸上的邪笑却突然化为惊骇，一只修长有力的手如同鬼魅般凭空出现，捏住她的手腕，一个带着几分戏谑、几分冰冷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寒风。啧啧，你这通缉犯挺没品啊！狂血猛地转头对上了一双闪烁着危险光芒的眼睛，他想要挣脱，却发现自己无论用多大力气都如同泥牛入海。楚阳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嘴角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你不是挨打就变强吗？我来帮你！咔嚓，狂血手腕的骨裂声清晰可闻。啊！狂血发出凄厉的惨叫，他试图挣扎，却惊恐地发现对方那看似随意的一捏不仅禁锢了他的手腕，更有一股诡异的力量侵入体内，瞬间打散他全身的真气。你怎么可能？楚阳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只呆仔的蝼蚁，语气平淡的令人心寒。还不够？好，我再给你点力量。他叼着雪茄，看起来像个教父，一拳又一拳，拳拳到肉，每一拳的力道都恰到好处。终于，凄厉的哀鸣声戛然而止，狂血全身大部分骨头粉碎性骨折后，楚阳打电话确认萧志马上就会赶到，便直接将狂血的尸体丢到一旁。他来到萧月宁面前查看，却深深皱起眉头，气血都散了，好歹也是宗师啊，刚才避不开也就算了，怎么伤成这样？沉吟片刻，他将雪茄往地上一扔，把萧月宁横着抱起，走向别墅。他低头看着已经昏迷的萧月宁，说道：先说好了呀，我给你用真的脱衣服，我尽量把持，要是没把持住，死应该不至于，就算咱俩体质相信，我好歹也是正人君子啊。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已经到了酒吧，打算好好放松一下自己的林小渊却没由来的感觉有些心慌，应该不会出事吧？凭小姐的实力，即便遇到中后期的宗师，想要全身而退也不难啊，何况是个小杀手呢？他自嘲一笑，感觉自己太多心了。小渊，一个身材高挑、眉眼如画的女子面露惊喜之色。林小渊赶忙起身：慕容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慕容兰出身帝都慕容家，与萧月宁自幼相识，二人是最好的闺蜜。最近工作太累，出来放松一下。我刚要走，就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宁宁呢？林小渊将事情说了一遍之后，慕容兰摇头苦笑一声：宁宁就是太傲气，凡事都觉得没人比她做得更好，所以事事都亲力亲为。改天我要去劝劝她。林小渊不会参与对自家小姐的评价，转而问道：您来东海这段时间，好像发展的特别好呢，听说已经有3家公司主动纳入麾下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凭您的能力，整个东海的商业格局就要变天了。慕容兰淡然一笑，说实话，东海这边让我有些失望，本以为会遇到一些强劲的对手。对了，我上次跟宁宁说，下一步要并购东海苏家，她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要一起赚钱？林小渊耸了耸肩，小姐还没说呢，最近她好像有些心烦，不如您抽时间去看看她吧。没问题。两人闲聊几句之后，慕容兰便先行离开。就在这时，林小渊的手机屏幕骤然亮起，上面显示了萧志的名字。萧队长，您有事？林秘书，我想跟您说一下，狂血的尸体已经被我们找到。林小渊当即愣了一下，之前萧月宁可是说打电话让他去清场的，他挂断电话就给萧月宁拨了过去，可电话始终都没人接，他一刻都不敢耽搁，火速赶往萧月宁的别墅。此刻，一段历史仿佛在重演。楚阳，你无耻！这次我说什么也要杀了你！萧月宁红晕尚未褪去的俏脸满是羞愤，她单手环在胸前遮住雪白的峰峦，另一只手中拿着枪。楚阳被黑洞洞的枪口再次顶住脑袋，表情很是无奈。大姐，你怎么每次都提上裤子就翻脸啊？我刚才给你治得好好的，你是睁开眼睛就往上扑，然后也是你主动拔枪的呀？萧月宁也愣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你怎么会在我家？我看你伤得很重，就抱你进来治伤啊。楚阳脸上写满了无辜，但只字不提他刚才给萧月宁脱衣服的精彩过程。你，萧月宁瞬间想到了什么，美眸陡然变亮。是执法局请的那个强者救了我，你快告诉我他的长相。楚阳眨了眨眼睛，你犯神经了？是我打死那个家伙替你报仇的呀。萧月宁气得把枪往床上一扔。楚阳，面子有那么重要吗？你如果真想让我看得起你，就像个男人一样做出一番事业，而不是搬弄是非，用别人的功劳来给自己贴金。今天是我轻敌了，没想到狂血还有那种类似七伤拳的秘法能临时爆发。萧月宁胸膛起伏，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轻蔑，连我都吃了亏，你凭什么能杀得了他？楚阳叹了口气，懒得废话，直接翻身下床找裤子穿。行行行，你说啥是啥。等等，萧月宁套上自己的睡衣，下床拦在楚阳面前。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闪躲。楚阳愣了愣，你是说你刚才3次喊破喉咙的状态？你要死啊！萧月宁抬起一脚踹过去，却被楚阳稳稳地将那白嫩的玉足握在手中。别这么客气，临走还送福利。他嘴角噙着笑，手指在他足踝处摩挲了一下。刚才又不是没把玩过。萧月宁气得几乎要爆炸，恨不得真的一脚踹死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现在算是相信了林小渊的猜测，楚阳就是一直在他家附近徘徊，伺机偷窥，所以才能发现重伤的他。不过刚才醒过来的记忆当中，确实是他又一次跟着了魔一样。我是问你，这2次你是不是都给我下了药？楚阳翻了个白眼，你小说看多了吧？萧月宁深深叹了口气，我的确没证据，咱们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但我答应帮你的3件事依旧算。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不是，这大半夜的有直升飞机，正常吗？萧月宁急得一跺脚，坏了，一定是小渊知道我出事，把警卫连都给叫来了。你快藏床底下。正在穿袜子的楚阳嘴角一抽，凭啥呀？我特么凭本事睡？救人又不是偷人，滚！别逼老娘杀了你！萧月宁二话不说就把楚阳往床下塞。楚阳奋力反抗，不行啊，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他死死抓住床沿。萧月宁快急疯了，要是被林小渊和警卫连看到，这事肯定传出去，他这位在大夏拥有3亿粉丝的女战神形象就彻底崩了。好，我答应以后有机会再跟你做一次，行了吧？他豁出去了。至于做一次到底做什么，反正也没说清楚。楚阳表情一怔，真的，他现在对于阴体的需求很迫切。刚才那一次可能是1回生2回熟，比上次的收获还大。临界点的极阳之气再度被压下几分。真的，你不许出声。楚阳刚藏好，就听到哐啷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从门口和窗口同时涌入一群全副武装、神情冷峻的女军人。林小渊首当其冲，将军，您没事吧？刚刚上床盖上被子，心脏还砰砰乱跳的萧月宁揉了揉眼睛，皱眉问道：“我都快睡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林小渊赶忙让所有人都退出去。小姐，对不起，您不接电话，我还以为您出事了呢。哼，我能出什么事？我就知道那个狂血肯定不是您的一合之。听萧队长说，他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了呢。萧月宁心中一颤，那个强者到底有多强？刚才那个状态的狂血，即便是宗师后期也做不到虐杀吧？我累了，你先出去吧。林小渊哦了一声，刚要离开，就忽然想起今天遇到慕容兰的事情。小姐，我今天遇到慕容小姐了，她还说这次想要并购东海苏家的事情，您考虑怎么样了？萧月宁笑了笑，无所谓，她喜欢在商界呼风唤雨的感觉，我是她的好闺蜜，自然帮衬她。反正她说让我出5个亿就够了，我已经跟家里说了，钱也已经到账了，明天我跟她联系。哦，那我把监控都打开。别，那个太晚了，你早点休息，明天再打开。林小渊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说什么。就在他转身之时，突然发现一只很大的黑色男袜，他弯腰拾起，顿时被那浓烈的男性气息熏得蹙眉。小姐，这……萧月宁噌的一声翻身下床，一把抢过袜子穿在自己脚上。我最近脚冷，就买了几双厚袜子，结果买大了，你先出去吧。林小渊的小嘴惊愕地张成了 O 型，眼睛瞪得溜圆。就在他转身关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床边地板上有几团用过的纸巾，他赶紧离开，生怕再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的天啊，小姐居然藏了男人，她什么时候想开的呀？他突然眼睛一亮，哦，我说小姐为什么要关闭监控，还把所有人都赶走，而且杀狂血的手段还那么残忍，肯定是狂血看到不该看的了，而且还不让开监控。一想到这里，他就又打了个激灵，幸好刚才我机灵，没露出半点马脚。此刻楚阳已经从床底下钻出来，我先走了呀，把你手机号告诉我，上次不是给你名片了吗？我当时没看，你自己输入吧。楚阳边说边将手机递过去，刚才你们说要对付苏家，正在输入信息的萧月宁动作一致，是啊，跟你有关系吗？你送好自己的外卖就行了。楚阳脑袋转得飞快，今天去苏家的青龙会很可能跟那个慕容小姐有关系，甚至说是一伙的。萧月宁，如果这是正当竞争，我不会管，但你的朋友如果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这件事我管定了，不管你朋友投入多少，我都会让你的朋友血本无归，裤衩都不剩。萧月宁轻蔑地发出鼻音，把手机塞回去。刚才要冒充武道强者，现在又要冒充金融大鳄了，赶紧从我面前消失！我现在1秒钟都不愿意看到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兰兰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相信她的为人。如果有谁背地里出阴招，我也会帮他扫平一切底。慕容小姐，兰兰，难道这女人叫慕容兰？楚阳回家之后就随便找了个卧室，躺在床上琢磨着有人要对付苏家的事情，明天问问到底有没有这么1号人物。这个女人好像很能折腾。翌日清晨，做完晨练之后，楚阳觉得昨天应该跟萧月宁多要几次就好了。跟阴煞之体的调和对他的好处远超他的预估，今天晚上应该可以洞房了吧？也不知道玄阴之体的原因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门铃的声音传来，老萧还真是说话算话，这么早就来送钱了。门一打开，他却发现是柳芳菲站在门口。柳芳菲来到客厅，优雅地坐在沙发上，一双白花花的大长腿交叠在一起，姿态很是诱人。你老婆安排我来接你去领证。楚阳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为什么让你来？我自己又不是没有腿。柳芳菲今天穿了条1字肩的包臀裙，此刻那圆润雪白的香肩微微耸起一个性感的弧度，柔声道：是我主动请缨啊，我想趁着你结婚之前跟你。说话间，他交叠在一起的美腿优雅地互换了一下位置，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小心，楚阳竟然看到了更神秘的所在，跟昨天款式和颜色截然不同的内内，当时眼睛瞪大了一圈。噗嗤，柳芳菲忍不住笑了出来。不逗你了，跟你说实话吧，婉宁说下午才有时间去登记，她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就让我通知你。我琢磨着，反正你上午也没事，就陪我去试手家里好不好吗？楚阳倒是也没矫情，反正已经答应人家了，早办完早了事。二人刚要出门，就见到萧志带着3000万奖金来到门前。柳芳菲惊叹之余，看楚阳的眼神又发生了些许变化。这男人赚钱可是比那些大公司老板快躲了呀，关键是还那么有本事。婉宁他把那些现金都送进储藏室之后，萧志欲言又止。情商极高的柳芳菲当即起身：先生们，我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老萧，什么事儿？第一件事，昨天咱们东海战区的萧月宁战神，您知道吧？楚阳点了下头，跟他有过2次交流。怎么了？昨天萧战神的秘书放出消息，说狂血是萧战神杀死的，这件事需不需要我以执法局的名义辟谣？楚阳疑惑地问道。萧月宁自己没出来澄清。萧志笑着摇头。楚阳沉吟片刻，道：这样挺好的，赏金我拿，锅就给他背。萧志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另外，昨天青龙会的那些人已经被他们会长韩春雷带走了，我以官方的身份跟他聊了几句，他表示这次是自己儿子有错在先，还提出要去苏家登门道歉。楚阳笑了，如果这次的事情没有韩春雷撑腰，韩风不可能有胆子公然去苏家逼宫。看来这个韩春雷倒是城府很深，这件事看来比预想的要稍微麻烦一些。同时，楚阳也对萧志说话的水平很认可，不动声色就已经把信息精准传递过来。现在看来，萧志是个很靠谱的合作伙伴。老萧，你以前是被人打伤，从暗境跌到明境，而且武道境界还无法提升，是吧？萧志面色陡然一正。楚先生，您这都能看出来？他低着头叹息一声，我以前是东海执法局的副局长，暗境后期的境界。半年前，我朋友的公司被京城来的一个公司恶意收购，那个公司还跟青龙会走得很近，做了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我当时很生气，就出面维护我的朋友。青龙会表面上给了面子，可我第2天就遇到了袭击，重伤住院。后来我朋友公司没了，全家吃安眠药自杀。我也被京城来的调查组查出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问题，要不是我们局长死保的话，我早就被开除了。楚阳眉头紧锁，吐出一个名字：慕容兰。楚先生，您都神了，刚来东海就知道这么多。那个女人是京城来的，她的商业手段很辣，野心很大。东海已经有好几家公司被她用了最小的成本纳入麾下。楚阳心里略微盘算了一下之后，笑着拍了拍萧志的肩膀，除了裤衩，剩下都脱了。萧志想都没想，直接照做。不到1刻钟，萧志吐出一口黑血的同时，丹田处的皮肤出现好多黄豆大小的鼓包。楚阳手速极快，不到3个呼吸便已经将那些鼓包挑破，里面露出蠕动的红色小虫子，看得萧志头皮发麻。啊，我这是……楚阳立落地处理掉那些虫子。你重伤那次还被人下蛊了，可能因为你是执法局的人，所以对方并没太过分，只是给你下了这种吞噬气血的蛊虫。你的武道修为跌落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你的蛊虫已经驱除，身上的旧疾也好了，我给你写个方子，你去抓药，我给你搞点丹药补补，修为应该恢复很快。萧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激动的无以复加。楚先生，我……楚阳笑着摆了摆手，不用想着谢我，老头子说我这辈子杀心太重，平时让我多结善缘，帮你算是给我自己积德了。萧志是个聪明人，知道男人之间如果关系到位的话，是不屑于说那么多客套话的。而且人家楚阳这句话不论真假，显然是不想听那些感谢的话。从今以后，楚先生的事就是我萧志的事。离开家，楚阳坐在副驾，若有所思。菲菲，你说我有4500万了，买台什么车好一些呢？
柳芳菲嘴角勾起好看的弧度，悦耳的声音响起，刚有钱就想着挥霍了。楚阳微微耸了下肩膀，我就是看小区里别人家院子和停车库里都停了好几台车，就我家一点烟火气都没有。柳芳菲也跟着点头，是哦，你20亿的豪宅应该配几台豪车点缀一下。这样吧，等你治好了失手千金，我送你一台中意的豪车，说不定连人都一起送你哦。对于柳芳菲这种大胆的调侃，楚阳已经见惯不怪了。呵呵，还是算了吧，要是收了你的车，还收了你的人，我恐怕这辈子都得被你算计死。柳芳菲哼了一声，没情趣的男人。二人很快来到是首吕文光家，刚刚下车，楚阳的目光便落在一个从限量版布加迪跑车里优雅下车的女人身上。这女人身姿高挑曼妙，容颜冷艳倾城，细眉缝眼透着股精明锐利，一身剪裁及净利罗的职业套装，衬得气场十足。乌黑长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举手投足间皆是久居上位的御姐风范，那冷冽的气场令人不敢逼视。柳小姐，你是带人给失手千金治病的？女人声线清冷，语气中若有若无地带着一丝讥诮。哼，慕容小姐难道有资格赶我走？柳芳菲也一改常态，语气变得冰冷。听到慕容小姐这个称呼，楚阳不由得多看了对方几眼。这个姓氏并不常见，应该就是那个慕容兰。此时慕容兰也发现了楚阳那探究的目光，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如果哪个男人不多看几眼，肯定是生理或者心理有问题。这位小哥看起来很面生，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呵呵，看到男人就想勾搭，你就别痴心妄想了。这位是我请来的神医楚阳先生，也就是说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了。柳芳菲的语气锋利，似乎想要直接断了对方的念头。闻听此言，慕容兰眸光一凝，仔细打量起楚阳，确认外貌跟好闺蜜的描述一致。扑哧，她掩嘴笑了一声，抱歉，有些失态。不过柳小姐可是真会开玩笑。她并没有继续说什么，直接转身看向刚从一辆黑色迈巴赫轿车下来的李德林。李神医，咱们先进去吧。而李德林与楚阳目光触碰的那一瞬，心头当即猛颤了几下，旋即收回目光，转身跟着慕容兰便走。正在皱眉沉吟的楚阳突然感觉到手臂传来柔软的触感，柳芳菲紧紧挽着他，柔声道：杨哥哥，李德林那家伙在飞机上抢了你的风头，所以昨天我才没找他，你可一定要给我争口气啊。楚阳突然笑了起来，虽然知道柳芳菲的话半真半假，但人家这么说听起来的确很舒坦。正厅内，一名身材魁梧国字脸的男人端坐主位，正是首吕文光，他身侧站着儿子吕耀祖。慕容兰和李德林坐在下手位。慕容小姐有心了。吕文光满脸笑容。慕容兰端庄优雅的欠身，是首大人客气了，若不是您每日操劳，将权势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商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经商环境？这都是我的一点小心意罢了。吕文光笑着点头，看向李德林：李神医，咱们总算见面了。之前去府上请您，却很不凑巧，没想到还是慕容小姐找到了真佛。虽然对面是首，但李德林见过的大人物很多，故而并没有太拘谨，依旧保持着高人的风范。人上了岁数，手机这种东西罢工了也不会摆弄，险些耽误了大事。不如咱们直接去看吕小姐吧。吕耀祖已经急得不行，赶忙上前一步做指引：李神医，请随我来。等等，一道银铃般的声音传来：是首大人，我请了神医为思思治病。吕文光当即笑着点头：多谢柳小姐，那就一起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吕文光自然不会拒绝。吕耀祖也很高兴：柳小姐，你请来的神医在哪儿呢？话音刚落，楚阳笑着走进房间，这位医生是……吕文光尽量不让自己失态。柳芳菲赶忙介绍：这位是楚阳。吕耀祖叹了口气：柳小姐，李神医已经到了，就不劳烦这位小兄弟了。慕容兰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柳小姐，有些事是不能强求的，否则只能落人笑柄。吕家父子听出慕容兰在嘲讽柳芳菲，但现在人家请来了神医，他俩也就当作没听见。可不想柳芳菲却洒然一笑：是首大人可能还不知道吧，昨日在飞机上，苏长海先生突发急症，当时李神医不听我杨哥哥的劝告，一意孤行，导致苏老情况加重，幸亏杨哥哥出手才救了苏老。吕家父子闻言便是一阵愕然：李神医果真有此事？吕文光蹙眉问道。李德林强装震惊，笑了笑：这位小友当时的确在飞机上，我们二人也都对苏老先生施救。吕耀祖皱起眉头：李神医，究竟当时是谁治好了苏老？李德林面色微变，不知道如何回答。慕容兰却莞尔一笑道：李神医德高望重，怎么可能去接一个后生晚辈的短呢？不过我倒是知道这位楚神医的来历，就是不知是首大人可有兴趣听？吕文光微微颔首道：慕容小姐请讲。慕容兰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轻叹一声：哎，这位神医16岁入狱，今年26岁，昨天刚刚从监狱出来，我也是很好奇，他的医术是从何而来？难道现在大夏的监狱里面还有医学补习班？此言甫出，吕耀祖当即瞪起眼睛：柳小姐，你居然带一个劳改犯上门，究竟安的什么心啊？这……柳芳菲并不知道楚阳还有这段历史，苏婉宁也没有跟他提起过。吕文光摆了摆手：算了，柳小姐可能也是一时失察，被某些人骗了。他看向楚阳，目光变得凌厉：年轻人刚刚出狱，应该想着好好做人，
不要再重蹈覆辙。你走吧，楚阳倒是没什么，反正也没少块肉。至于柳芳菲说的什么项目，大不了让小黑子想想办法。那家伙在东海非常吃得开。就在他想拉着柳芳菲离开之时，慕容兰却站了起来。柳小姐，你让我很失望，原本以为你会是个有趣的对手，却没想到你自甘堕落，跟这种给我提鞋都不配的底层垃圾混在一起。柳芳菲被气得全身紧绷，却不知如何反驳。但凡他早点楚阳坐过牢的事情，现在也不会这么被动。不过他还是拉住了楚阳的手，扬起下颚，傲然道：我跟什么人交往，跟你没关系。今天不让杨哥治病，是你们的损失。语落，他拉着楚阳就要离开。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不理智，当众得罪了大人物。但他的举动在吕家父子眼中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甚至连一句客套的挽留都没说。慕容兰抿着嘴角，很享受这种轻松击溃对手的感觉。然后就在这一刻，楚阳却开口了：老李，这家人的病你治不好。一直保持低调没敢冒头的李德林顿时身子一僵。吕耀祖的脾气火爆，当即怒喝：小子，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威胁李神医，我看你的牢饭是没吃够。柳芳菲娇躯一颤，生怕因为自己的事情连累楚阳。杨哥哥，咱们走，这个项目我们柳家不要了。楚阳站在原地，眯着眼睛看向慕容兰。你左一句垃圾，右一句坐过牢，还说我给你提鞋都不配，我说的难道不对？慕容兰玩味地勾着嘴角。楚阳点了下头，好，咱们打个赌，如何？慕容兰嗤笑一声，哦，愿闻其详。楚阳镇定自若地说道：如果李德林束手无策，而我又能让吕小姐的病有所起色，我要你门口的那台跑车，还要你当众向菲菲道歉。慕容兰面色一凝，但转瞬便笑着点头。看来你还有点手段，临走之前还想找点颜面，不过还从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投机。他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你不是很喜欢做尾随和偷窥那种变态的事吗？如果你输了，就把我的鞋子舔干净。此言抚出，正厅那几个护院的保镖全都不自觉地看向慕容兰那双踩着一字带细高跟的玲珑玉足，心里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奖励，甚至觉得要是能换成自己就好了。楚阳淡然一笑，一言为定。慕容兰对吕文光微微欠身，失手大人，刚才我有些唐突了，擅自做主，希望您别怪罪。吕文光心中对楚阳的成见很大，而且李德林先进去诊病，楚阳连半点机会都没有，这个顺水人情送了也无妨。吕文光带李德林和慕容兰去后院之时，吕耀祖叮嘱护院的保镖看住了那个人，别让他跑了。柳芳菲也没想到今天的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由得蹙眉问道：杨哥哥，你怎么知道李德林治不好吕思思呢？难道他的医术真就那么差劲？楚阳却笑着反问道：你是不是很讨厌慕容兰？他最近经常打压我们家的公司，他的背景很强大，论实力我家不是对手，我现在怀疑他是想要对我家和你媳妇家下手呢。楚阳微微蹙眉道：你怎么知道他对苏家有想法呢？柳芳菲摇头道：以前没听说，我也是昨天晚上仔细想了一下发生在婉宁家的事情，之前就有耳闻，那女人跟青龙会关系暧昧，以前也没听说韩风追求过婉宁，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不简单。婉宁的看法也跟我是一样的。楚阳笑了一下，觉得柳芳菲不但情商很高，智商也不低。好吧，既然你们都不喜欢这女人，我就帮你们对付她。你说真的？柳芳菲面露喜色，但马上又浮现忧愁之色。我现在知道你很能打，也知道你医术肯定也很棒，但商业上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庞大的资金链和人脉都是成功的关键。楚阳双手轻轻一摊，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砸钱吗？柳芳菲赶忙说道：这可不是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事情，动辄几十上百亿，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用的。楚阳笑得很玩味，国内那几个富可敌国的大财主，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更别说国外几个逃来大夏寻求庇护的大鳄和寡头了。资金和人脉他都是最顶级的，只不过对付慕容兰这种人应该用不上3成力。善于察言观色的柳芳菲芳心猛颤，他在楚阳眼中看到了一种自信。啊，杨哥，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楚阳笑而不答，指了指黑着脸走出来的吕耀祖，你看那家伙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好笑不？柳芳菲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粉拳轻捶楚阳胸口，坏杨哥，别那么说，人家可是大夏银行东海分行的行长，以后我们贷款还要看人家脸色呢。吕耀祖喘着粗气，用手指着楚阳，小子，你别嚣张，李神医是给你个机会。楚阳双手一摊，让他治，别给我机会。你好，李神医说他无能为力，你现在就进去，如果你治不好，我楚阳懒洋洋的起身打断他，头前带路，感觉自己一拳打在棉花上，吕耀祖就憋闷的不行。柳芳菲憋着笑，紧紧挽着楚阳的胳膊。吕思思的闺房内，吕文光垂头丧气，李神医，平民的医术都治不好。李德林面色羞愧，实在抱歉，我行医几十年，从没见过吕小姐的症状。吕小姐全身气血严重亏虚，但却找不到病因，如果胡乱开些补气血的汤药，恐怕害了吕小姐。慕容兰也没想到这个结局，心中没由来的产生一丝慌乱。失手大人，真的很抱歉。吕文光摆了摆手，算了，一会儿我帮你敲打一下那个楚阳，算是感谢你找李神医过来的情谊。哟，想要敲打我，就因为我说能让你女儿有起色？
楚阳戏谑的声音传来的同时，一步迈入闺房。吕文光心情很差，更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想法。你若是能治，我就给你道歉，而且一定让慕容小姐履行诺言。但你若是……不等他说完，楚阳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听人威胁，你敢再说一个字，你女儿死定了。吕文光微微颔首道：“我刚才有点失态，请吧。”楚阳迈步来到床榻近前，一个年纪应该17、18岁的少女，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呼吸已经很微弱，显然已经陷入昏迷的状态。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楚阳并没有诊脉，也没有施针，他直接将手伸进被子里，搭在少女小腹上。住手！吕耀祖怒喝一声，吕文光也是皱起眉头，神色颇为不悦。楚阳斜睨着吕耀祖：“要不你来治？你哪有你这样治病的？你这分明就是在欺负我妹妹。”就连柳芳菲都有点难为情，甚至有点怀疑楚阳是故意想要羞辱吕家。楚阳笑着把手抽回，在吕家父子面前晃了晃：“他被我欺负5分钟，我保证他马上就能下床。你们现在决定让不让我欺负他？”吕耀祖忍住了上去揍楚阳的冲动。我妹妹自幼体弱多病，半个月前就已经卧床，现在更是每天要睡17、18个小时。你望闻问切都不做，居然就说能让他下床？楚阳突然笑得很开心，转头看向吕文光：“老吕，你儿子好像要加注啊，你同意不？”在场所有人都懵了：“你什么意思？”吕文光皱眉问道。楚阳抿嘴笑道：“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他用手指了指慕容兰和柳芳菲，他们的目的你很清楚。如果我能让你女儿下床，你就把项目给菲菲家里做。楚阳知道柳芳菲为了这个项目连内裤都送了，而且柳芳菲虽然说话大胆一些，可绝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能做到这样，那个项目肯定非常重要。既然帮忙，就不如一步到位。而且他有种感觉，即便自己把人治好了，吕文光也不见得会把项目给柳家。这一点从刚才看吕文光对柳芳菲和慕容兰的态度便可窥一二。吕文光气得八字胡都翘起来，还是头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好，反正柳家公司也是符合要求的，我同意你说的。此刻他只想快点让这个信口雌黄的劳改犯快点离开。楚阳志得意满地点了下头：“那我可就开始欺负你闺女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随着吕思思的面色变得红润，众人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发生了变化。李德林更是看得头皮发麻，上次楚阳的针法就已经把他惊得怀疑人生，这次人家连针都没用，直接徒手。5分钟到了，慕容兰迫不及待地喊出声来。为了这个项目，他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私下也得到了吕文光的首肯。以他的经验，这个项目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资金也投入很多。随着他的喊声，楚阳也把手从吕思思平坦光洁的小腹挪开。就在那一瞬间，吕思思仿佛从梦中惊醒，娇躯一颤，突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面前有个帅气的大哥哥对他微笑。他当时就缩了缩脖子，赶紧把被子拉高。爸爸，我感觉好多了。吕文光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在他记忆中，女儿已经好久都没有这么精神饱满的样子了。楚阳冲他抬了抬手，下来走2步。吕思思灵动的眸子有些迟疑，却直接被楚阳拉着下了床。当看到吕思思跟正常人一样，步伐稳健的在卧室内走了一圈，吕文光眼眶当时就红了。他上前抱住女儿：“思思，你可吓坏爸爸了。”吕耀祖也抹了一下眼角：“妹妹，你现在真的好了？”现在的吕思思感觉神清气爽，元气满满。我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连一直对楚阳很有信心的柳芳菲，此刻心中都十分不平静，就感觉能干出刚才那种事的，肯定不是人，不对，不是凡人。楚阳咳嗽2声：“老吕，刚才的事儿你得办啊。”吕文光笑容满面的老脸当时就僵硬了一下。之前他可是跟慕容兰谈得很好，也认为这个项目交给慕容兰这种有大背景的人来做会更妥当一些。可刚才自己确实跟着加注了，这就让他很难办。慕容兰见状赶忙开口：“是首大人，这个项目可不是儿戏，您不能因为一个赌约就变卦吧？”吕文光感觉有些理亏，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楚阳却冲着慕容兰把手一摊：“车钥匙。”慕容兰是个体面的女人，毫不迟疑交出钥匙。楚阳点了下头：“现在开始道歉。”并没有楚阳想象的那么困难。慕容兰丝毫没有任何犹豫，规规矩矩地对着楚阳和柳芳菲鞠躬：“刚才是我说话太冒昧，给2位赔罪了。”这么一来，楚阳心里倒是暗暗竖起大拇指，看来这个女人还真是不太容易对付，最起码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老吕，我记得你刚才也说过，柳家也是符合要求的公司，对吧？没错。吕文光并不否认，但是我们……等等。楚阳打断他：“首先，刚才你堂堂是首已经承诺过了，其次，我刚才一直说的是让你女儿有起色，并不是治好。”说完，他直接起身，拉着柳芳菲就往外走。等一下！吕文光赶忙快步追上去：“楚先生，请问我女儿的病是还会复发吗？”楚阳毫不犹豫地点头：“最多1个星期，她就会跟刚才的状态一样。”他继续往外走，吕文光赶忙再次追上去：“你就不能？”楚阳斩钉截铁：“我讨厌跟言而无信的人往来。”看着楚阳已经和柳芳菲走到院子里，吕文光一跺脚：“楚先生，我愿赌服输，这个项目给柳家，
下午就可以签约。楚阳嘿嘿一笑，早这样不就完了吗？拿纸笔来。他现场开方子的时候，李德林就像个虚心求教的学生一样，看得非常认真。可看到最后，他整个都懵了。楚神医，您这方子好像不适合给女人用啊，这是男人的壮阳药吧？周围几人一听，全都警惕起来。吕思思更是一脸好奇，不过却对楚阳有种说不出的好感，就是很喜欢贴得近一点。楚阳把方子递给吕文光，你家上下所有男人每天2副壮阳药。吕文光，您没开玩笑？楚阳双手一摊，我那么无聊吗？对了，你现在也就50岁吧，是不是早就力不从心了？吕文光尴尬的咳嗽2声，还好吧，我女儿就不需要吃点什么药？楚阳摇头，不需要，按我说的做就行。等她在出现之前的症状，你再跟我联系。说完，他直接拉着柳芳菲离开，留下一众人大眼瞪小眼。慕容兰深吸一口气，问道：“是首大人？”吕文光摆手打断他：“别说了，虽然之前咱们谈得很好，帝都和省里都打过招呼，而且还有萧战神的面子，但你也看到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女儿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在别的地方给你补偿一些。”吃了败仗的慕容兰面色平静，微笑着点头：“那就先谢谢是首大人了，我先告辞。”刚一离开，慕容兰就习惯地去拿车钥匙，这才想起自己花4000万刚买了1周的布加迪跑车已经被楚阳开走了。靠！他低声爆了句粗口，而后拿出电话：“韩会长，很抱歉，昨天我给自己放了1天假。苏家的事应该很顺利吧？我想下一步让柳家。”你说什么？当得知青龙会昨天在苏家吃了瘪，而且韩风还被打成了猪头，慕容兰眉头紧锁。韩会长，我早就说过，生意就是生意，我让你们去施压，从而控制苏氏集团的决策权，不是让你们去满足个人低级欲望的。你儿子想要财色兼收，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要报复楚阳，我没意见，但你若是想在合作期间掀起腥风血雨，我绝不答应，这跟我的理念不合。挂断电话，慕容兰嘴角掀起一抹带着狡黠的冷笑。此时，柳芳菲兴奋地开着里外全新黑红双色布加迪跑车，在滨海路狂飙至200公里的时速，哈哈哈，太过瘾了！楚阳后悔了，现在才知道，不是所有女人对车都无感的。慢点啊，车速太快了！柳芳菲降低了一些车速，问道：“你能告诉我，今天给吕思思治病是怎么回事吗？”楚阳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心中却在暗笑。他今天在正厅的时候，玉佩就有了感应，他当时也懵了。不过在发现吕家父子和那几个护院保镖全都阳气匮乏之后，才反应过来，这应该就是9阴体中的枯阴之体。这种体质的人从出生开始便需要不断吸收身边人的阳气，但这种吸收也是有一个限度，周围人的阳气只要被吸到一定的临界值，便不会再被枯阴之体所吸收。吕思思应该是长期不外出，把身边所有能吸收的阳气都吸没了，所以才会导致如今的状态。想要解决，用极阳之体阴阳调和是最直接的办法，可以一次性喂饱，能撑很久。但他又不傻，不可能直接跟人家说这种话，所以他选择另一种方式，在吕思思丹田注入极阳之气，再让全家的男人都滋补阳气，就能让吕思思撑的时间久一些。而柳芳菲此时的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还想再问，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看到是苏婉宁的电话，楚阳马上按下接听键：“我现在有半个小时的空闲，你能来一趟民政局吗？”“哦，没问题。”菲菲开得快。菲菲，他怎么跟你在一起？一道尖利的刹车声伴随着胶皮的糊味，楚阳被安全带勒得差点断了气。柳芳菲一把抢过电话：“婉宁，我今天正好遇到楚阳，现在就把他送给你啊。”电话挂断之后，柳芳菲偷着瞥了一眼正死死盯着他的楚阳：“哎呀，你干嘛那种眼神？我确实打电话给婉宁了，他也说只有下午才有时间，我只是撒了个小谎而已，大不了我补偿你啊。”楚阳翻了个白眼：“半个小时内，你要是到不了民政局，我就让老吕取消跟你家的合作。”话音刚落，轰鸣的引擎声把方圆100米内树上的鸟儿全都吓飞。民政局门前，一辆扎眼的布加迪双拼色跑车急刹停住，引来无数目光。楚阳激动来到大厅，人群中一眼便看到表情似乎有些焦急的苏婉宁：“媳妇，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听到这个称呼，苏婉宁还有些不太适应。“没关系的，我也是刚到。其实昨天应该跟你说声谢谢。”楚阳就感觉这对话有点不像要结婚的人。“你反悔了？”苏婉宁苦笑着摇了摇头：“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000万的赌约，我输了。”两人坐在等候椅上，楚阳试探性的去牵苏婉宁的手，触碰的那一瞬间，苏婉宁下意识的缩了一下。楚阳深深吸了口气，重重吐出，感觉很郁闷。可下一秒，苏婉宁的手主动放在他的手心里：“对不起，这辈子从来没被男生牵过手，以后我会适应的。”楚阳仔细想了想，确实只跟人家认识才2天，也不是人人都像柳芳菲那么自来熟。很快，两人办理了手续，每人手里一个大红本。苏婉宁深深吸了口气：“咱们的洞房能不能等到我们之间有了感情再说？”楚阳皱眉道：“你是说咱们要保持无性婚姻？”苏婉宁赶忙补充道：“我知道你们男人都会有那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以后绝对不干涉你的私生活，只要你别把那些女人带回家就行。而且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给你戴绿帽子。楚阳第一个反应是这条件也太适合自己了，但他总觉得苏婉宁主动提出这个建议，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难道是谁给他出了主意？或者说他根本就是想用我做个挡箭牌，而且再等一个可以跟我分开的机会？楚阳心里想了很多，如果我说不同意，而且今晚就要洞房呢？他目光灼灼，丝毫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苏婉宁怔了怔，最终自嘲地苦笑道：看来菲菲说的没错，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他目光失望地盯着楚阳的眼睛，足足过了10秒钟，才无奈地点了下头。你就是想要得到一具肉体，对吧？干嘛说翻脸就翻脸啊？楚阳的语气恢复了往日的戏谑，夫妻之间有什么就说开了吗？苏婉宁轻轻甩开楚阳的手，稳定了一下情绪。我想要把自己交给一个我喜欢的人而已，你要是有本事就让我爱上你，如果你非要用丈夫的身份占有我的身体，跟昨天那个图谋不轨的韩风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次楚阳很爽快地点头，好，我答应你的提议。苏婉宁有些难以置信，这个男人真放弃了丈夫的权利？你真的同意了？楚阳点头，笑着提出个人看法。我觉得你说咱们之间有了感情，这种条件太宽泛，也不透明。不如这样吧，你把心目当中理想老公应该具备的条件列出个清单，这样有助于我们把感情评分更直观化一些，将来也不会产生什么分歧，对吧？苏婉宁当即美眸圆瞪，表情诧异地看着楚阳，完全没想过感情还可以这样量化处理的。不过作为一家公司的最高管理人员，他对公平且透明化管理还是很赞同的，而且这样的话，主动权就回到自己手中了，就算以后楚阳要反悔也不行。好，我今天就会把合同拟好，到时候我们双方签字。楚阳一脸正色，连连点头，没问题。不过现在咱们聊得这么愉快，夫妻之间能不能亲个嘴庆祝一下？苏婉宁唇角微微抽了一下，给了楚阳一个漂亮的白眼。协议第一条就是老公不能强迫老婆做不愿意做的事。楚阳，不是双方合作就一点福利都没有了吗？这不符合逻辑啊，人家为了签合同还经常有潜规则呢。苏婉宁嗤了一声，我给你的福利还少吗？只要你别带去家里，随便你跟别人怎么亲都行。看着苏婉宁的表情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楚阳挠了挠后脑勺，觉得这个福利确实不错。就在这时，公司来了电话，接了之后，苏婉宁急匆匆地说道：公司来了个不好惹的人，我要马上回去处理。对了，你现在晚上住哪里？我在尊皇氏家住。楚阳实话实说。苏婉宁当即泄了气，不想说实话就算了，这张卡你拿着。他将自己的银行卡递过去，里面有3000万，你可以随便花，你也别觉得是在吃软饭，我主要是考虑你自己也没有个能用的卡，密码都写在后面呢，网银也可以用的。说完这些，他就急匆匆地小跑着出了大门。他刚要上车，却看到从布加迪跑车里下来的柳芳菲。菲菲，你换了这么好的车？柳芳菲笑着过去，也不回答，反问道：你现在有老公了？苏婉宁苦笑着点了下头，老公是有了，但没有爱情，我已经跟他摊牌了，随便他在外面找女人，别来烦我就行。柳芳菲难以置信地瞪着苏婉宁，你疯了？就算这种事在豪门望族很平常，但你表面上也不能那么大度啊，你这样会惯坏他的。苏婉宁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你看我每天忙工作，哪有时间培养感情啊？如果不给他一个宣泄窗口，他肯定会把所有主意都打在我身上的，这算是让他转移注意力，放过我。听了这番话，柳芳菲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天啊，婉宁还真是个做正宫的好料子，心胸这么开阔。那如果你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呢？比如说他抬手指了一下跑车，那辆车就是他赚的，而且他一天狂赚了8500万，而且我家马上就签下那个项目了，也是他的功劳。这样的男人你不想牢牢抓在手里？苏婉宁听得美眸圆瞪，小嘴微张，你说什么？可他马上扑哧笑了出来，如果他真是那么优秀，我更不能束缚他啊。柳芳菲莫名其妙的有种抓心挠肝的感觉，不过他马上摆出一副调侃的模样，哎呀，你看你说的那么大气，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你要是真这么说的话，这男人我可要了呀。一听这话，苏婉宁心里突然紧绷了一下，不过马上无所谓的笑着点头，好啊，我求之不得呢。如果他真那么优秀，我宁愿便宜自己的好姐妹啊。他赶紧拉开车门，菲菲，我公司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晚点打电话，拜拜。直到苏婉宁的车消失在街口，柳芳菲才回过神来，她捂着砰砰乱跳的小心脏，秀眉紧蹙，感觉好像做了亏心事。不是啊，人家婉宁都不介意的。再说了，我们以前不是说好了要做一辈子最好的姐妹吗？啪，她的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顿时吓得跳起来。哎呀呀，你吓死我了！楚阳甩了甩手上的水，疑惑道：做亏心事了没？才没有呢，你老婆都走那么长时间了，你怎么才出来？哦，刚才去了下厕所。楚阳话音刚落，就接到苏天宇的电话，还没等他说话，苏天宇哭喊的声音就差点把他的耳膜刺穿。姐夫，快救救我呀！楚阳愣了一下，问道：被绑架了？他们要多少钱？刚才他还觉得跟苏婉宁在一起不算亏本，可现在加上苏天宇这个拖油瓶，他觉得有点亏大了。
楚阳是吧？我们不要钱。一个男人阴冷的声音传来，楚阳就很困惑地问了一句：你们是图色？对方被噎了一下，怒声道：放屁，老子是直男，今天抓苏天宇就是要告诉你，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的。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楚阳就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儿。忽然手臂上绵软的触感再次传来，老公，出什么事儿了？哦，刚才天宇，你叫我啥？楚阳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笑盈盈的柳芳菲。刚才你老婆说了，要跟我做姐妹，所以你也是我老公哟。柳芳菲妩媚的俏脸浮现万种风情，让楚阳突然有种夫复何求的感觉。他赶紧甩了甩头，别瞎叫啊！刚才天宇打电话，他被青龙会的人抓了。他话音刚落，手机再次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楚先生吗？我是忠义堂的副堂主刘能啊，昨天咱们才见过面。哦，你有事？楚先生，堂主上午就让我们召集人手，说是要踢青龙会的场子，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被青龙会的人给绑走了。我们已经查到了地方，正打算去营救。楚阳哦了一声，那你们就快去吧。要是苏天宇少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扔河里喂鱼。说完，他直接挂断。柳芳菲都懵了，你不自己过去？那可是你小舅子呀！楚阳嘴角一勾，这什么急？话音未落，那个陌生号码再次打来。楚先生，我还是刘能啊，青龙会的实力太强了，我怕忠义堂这点人手不够用，如果您能出手的话，咱们一定可以救出堂主。这次楚阳倒是没矫情，直接跟刘能沟通了时间和地点。我要去救人，你家下午要签合同，咱们就此别过。楚阳如同影视剧大侠一般拱了拱手。柳芳菲知道自己去了也是当累赘，在这种时候她肯定是要做个听话的乖女人。不过这次分开之时，她给自己鼓了鼓劲儿，踮起脚尖，红唇印在楚阳脸颊，便是红着脸钻进跑车。楚阳挠了挠后脑勺，一种异样的情绪在心中滋生。他要是个九阴体就好了。一间废弃工厂的办公室里，苏天宇被打得口鼻窜血，衣服破烂不堪。我是忠义堂堂主，你们得罪黑虎商会，绝对没有好下场。我姐夫要是来了，肯定把你们都弄死。咣！一记老拳砸在他心口。小子，你特么还敢嘴硬！今天等的就是你姐夫。破旧办公室门外，忠义堂副堂主张平对面站着一名身材健硕、眼角有一道很深刀疤的男人，正是青龙会东海分会护法张震。张平哈哈笑了几声，姓楚的那小子死也想不到，今天就是给他送终的局。张震笑了笑，张堂主，你那边安排的没问题吧？我可不想刚建立的合作关系是一次性的。张平嘴角一扯，张护法，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跟刘能虽然是竞争关系，但这次的目的是一致的，不管以后谁当堂主，我们俩都会跟你们青龙会保持合作。张震满意地点头，这次是咱们双赢啊，我也可以在会长那边出个风头，只不过刘堂主那边不会出事吧？张平不屑地摆手，楚阳那小子怎么可能想到绑架苏天宇的事情是咱们两家合作的呀？刘能已经带几个亲信等在外面了，只要把那小子骗过来，他就算再能打也得死在这。废弃工厂外的马路上，刘能带着5个心腹正在等楚阳，一会儿把那小子骗到工厂，跟青龙会的人一起弄死他。刘能的话音刚落，一辆出租车驶来，楚阳下车后还从后备箱拿出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楚先生，您这是？哦，这是我准备赎小舅子的。楚阳一边解释，一边将行李箱交给刘能，到时候尽量别动手。刘能自然是楚阳说什么都点头答应，只要能把楚阳给忽悠进工厂就行。哎呀，堂主能有您这样的姐夫，可真是福气啊！一行人很快来到废弃工厂大院，刚一进来，楚阳就看到前方至少40-50人，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老刘啊，你带的人也太少了吧？刘能赶忙解释，刚才张堂主已经进去跟他们交涉了，对方也同意放人，只不过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就是走个过场，给足对方面子而已。楚阳深以为然的哦了一声，来到近前，楚阳一眼看到忠义堂的副堂主张平站在一个面向凶悍的男人身边。楚先生，那位就是青龙会的护法张震，咱们跟他聊几句。刘能话音刚落，对面的40-50人便是一拥而上，将楚阳团团围住。楚阳面色显得有些慌乱，刘堂主，这怎么回事？刘能嘿嘿一笑，楚先生别怕，有我们呢。楚阳一脸感激地拍了一下刘能的肩膀，老刘，谢谢啊。话音未落，刘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楚阳的5根手指仿佛钢爪一般刺穿了刘能的肩骨。啊！刘能发出凄厉的惨叫，整个人被楚阳扣住肩膀，在空中抡了一圈，重重砸在地面上。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刘能失去意识，生死不知。他带来的那5个心腹完全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挨了重重一击，身子倒飞出去，落地便已昏迷。老刘，哼，谢谢你的带路。楚阳脸上的慌乱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戏谑。他慢条斯理地活动了一下手腕，目光扫过围上来的青龙会成员和脸色巨变的张平、张震。不过，你们这过场走得有点慢，我等不及了。张震最先反应过来，知道计划败露，不过他脸上毫无惧色，反倒是写满了讥诮。没想到你能看穿，不过嘛，你还是很愚蠢，明知是计还敢以身犯险。你不会以为杀了一个黑虎商会的人就能吓到我吧？楚阳点了下头，
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张震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小子，你现在跪下，把每个人的鞋底舔干净，我就留你一个全尸。楚阳指了指周围，就你们这些货色，也配让我跪下？张震冲着周围大喝一声，给我弄死他！围在周围的40-50号青龙会打兽，如同被激怒的马蜂，挥舞着砍刀、钢管，疯狂地扑向场中孤身一人的楚阳。然而，楚阳的动作更快，他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青龙会打兽面前。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快到极致的拳脚。砰！咔嚓！一拳轰出，正中一人面门。那人哼都没哼一声，鼻梁塌陷，倒飞出去，撞倒一片。啪！一记鞭腿横扫，如同钢鞭抽打，两个打兽肋骨断裂，口吐鲜血横飞。咣当！夺过一根砸来的钢管，反手一抡，砸在另一人持刀的手腕上，刀脱手飞出的同时，腕骨碎裂。楚阳如同虎入羊群，所过之处人影翻飞。混蛋！张震看得目眦欲裂，他没想到楚阳的身手竟然恐怖如斯，如果再打下去，他手下的精锐恐怕都得残废。都住手！随着他的一声咆哮，青龙会的人一个个都带着如蒙大赦的表情，赶紧往后撤。楚阳笑眯眯地看过去，怎么不想弄死我了？张震冲着身后招了招手，两个人架着已经被折磨不轻的苏天宇来到近前。小子，我数3声，你如果不跪下，我就弄死他。雨落，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苏天宇的脖子上，苏天宇用力睁开已经肿成一条缝的眼睛。姐夫，你快跑啊，别管我，记得给我报仇就行。张平赶忙说道。小子，张护法也不是个嗜杀之人，今天只要你下跪，让青龙会的人把你绑了，象征性打击下，这事儿就过去了。楚阳心中暗笑，这个张平心眼还真多。呵呵，你不就是怕我不管苏天宇的生死吗？实话告诉你，今天他的命我保定了。闻听此言，张震心里也松了口气，他的确没想到楚阳的战斗力竟然如此恐怖，早知道就再多带些人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跪下，让我的人把你绑了。楚阳却不慌不忙地来到那个大号行李箱近前。我本来打算跟你们直接换一下就行，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张震皱眉道，你小子是傻逼吧？还以为这事儿是用钱能解决的？把你绑了，那些钱自然都是我的。楚阳也不着急，一点点拉开拉链，周围那些人一个个目光灼灼，想要看着一大堆钞票洒在地上的一幕。可下一秒，扑通一声，箱子里没有钱，而是有个穿病号服的人一头栽倒出来。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家伙是个人口贩子。我觉得这跟我二哥做器官生意有点像。众人全都在议论之时，张震却看清了穿病号服那个人的脸。少会长！那些青龙会的人一个个也都惊得目瞪口呆。楚阳一把扣住韩风的喉咙，露出森森白牙，冲张震挑了挑眉毛。来啊，互相伤害啊！他手指微微用力，昏迷的韩风顿时痛苦地睁开双眼。当他看到张震之时，大声呼救：张护法，快救我！张震知道自己完了，要是韩风在这里丢了命，他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过一死。楚阳，今天是个误会，只要你别伤害少会长，我马上放了苏天宇。楚阳勾起一抹森冷的弧度，你凭什么觉得我是想用韩风换苏天宇？小舅子祭天，遗产无边啊，我媳妇就能多分一份，我为啥要换？你要杀就快动手！此言甫出，张震那点微弱的心理优势彻底灰飞烟灭。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了少会长？楚阳看向已经被吓得脸色煞白的张平，那一刻，张平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他转身就跑。而张震明显看懂了楚阳的意思，但他还是犹豫着要不要杀了张平。可就在他犹豫的瞬间，不知从何处窜出一道人影，如同离弦之箭，眨眼间出现在张平对面。他挥掌如刀，张平捂着已经断裂的喉咙，前胸被鲜血染红，咕噜了几声，一头栽倒，当即气绝。张震见状，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徐长老，您来了。青龙会东海分会的会长座下有1名副会长、2名长老、4名护法。来人正是执法长老徐云帆。他在张平的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血迹，走向张震。张护法，你没跟会长请示，就私自勾结忠义堂的人对苏堂主下手，你可知罪？张震单膝跪地，抱拳道：张震愿意领罚。徐云帆挥了挥手，自己回去领罚。是。张震一脸感激的抱拳。你们拍电影啊？刚才藏在外面偷看，现在知道这些家伙扛不住了，也知道韩风情况危急，这才跑出来和稀泥。楚阳言辞犀利。徐云帆皱眉循声望去，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平静道：这件事情的确是青龙会的张护法有错。楚阳嗤笑一声道：你的意思，现在你说了算是吧？作为执法长老，徐云帆在东海青龙会，即便是会长韩春雷也要礼让3分。没想到楚阳说话居然如此没有分寸。徐云帆声阴冷了几分：没错，你可是有异议。说话间，他周身气息攀升至化境境界。楚阳笑了：就这？徐云帆冷冷道：现在你可以把苏天宇带走了。张震赶忙提醒：徐长老，我怕那家伙不放少会长。徐云帆不屑地笑了笑：他敢？见状，2个青龙会的人松开苏天宇。苏天宇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阳面前，擦了擦委屈的眼泪：姐夫，我知道
你刚才说小舅子祭天都是为了救我。楚阳嘴角一抽，你想多了，我真就是那么想的。苏天宇尴尬地扯了扯嘴角，姐夫，咱回家吧。回家？楚阳眉头紧皱，你想屁吃呢？这帮王八蛋把你打成这样，来了个老王八蛋说几句，咱们就灰溜溜的走了。此言甫出，张震气得暴跳如雷。楚阳，别给你脸不要脸，赶紧把少会长放了。可楚阳却指了指他，然后看向苏天宇，你要是想让我承认你是小舅子，现在就过去。他捡起地上一根钢管，递给苏天宇，把他手脚打断，否则你还不如死在这啊！姐夫，我……苏天宇感觉自己还不如待在青龙会那边，最起码只是肉体上的折磨。楚阳瞪了一眼苏天宇，去不去？苏天宇把心一横，接过钢管。现在他只能在心里把楚阳当成信仰了。他一瘸一拐朝着张震走了过去。青龙会的人全都像是看傻子一样，有的还大声笑了出来，哈哈，这家伙都是个半残了，还想打张护法？我打赌他今天死定了。切，要我说啊，只要徐长老出手，这两个人全都得死。此时苏天宇已经来到张震面前，这还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敢于面对一个暗境巅峰的强者。张震觉得好笑，嘲讽道，苏堂主，你想好了吗？只要你敢对我出手，我就要了你的小命。苏天宇回头看了楚阳一眼，深吸一口气，仿佛增添了无尽的勇气。少他妈废话，今天老子就是要弄你。他拿出此生最大的勇气，抡起钢管对着张震的大腿就打。就在这一瞬，徐云帆敏锐地发现楚阳扣住韩风喉咙的手在加力，他第一反应就是大喝一声，张震别动。正要抬腿将苏天宇踹飞的张震当时就哆嗦了一下，咣！苏天宇手中的钢管正砸在张震的膝盖上，膝盖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钻心的疼痛让张震这个暗境巅峰的高手全身被冷汗湿透，却不敢还手。苏天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靠，我居然做到了！他兴奋地大声呼喊，老子特么做到了！我操你妈的，刚才你也没少揍老子！之前身上的伤痛在这一刻全都消失了，他拼命挥舞着钢管，仿佛要将刚才的委屈全都发泄出去。整个废弃工厂只有张震痛苦的哀嚎声和青龙会众人不断倒吸凉气的声音。足足过了3分钟，全身力气被用光的苏天宇直接往地上一躺，大口大口喘息，像一条即将渴死的鱼。再看张震，全身上下都被鲜血染红。他是暗境武者，没进入化境就不能将明境和暗境融会贯通，化为罡气护体。这一顿揍，他全身上下的骨头断了不知道多少根。徐云帆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眼中杀意浮现。楚阳，你满意了吧？就在大家认为楚阳应该见好就收之时，却看到楚阳直接把韩风往前一推。韩风也懵了，没想到楚阳就这么把自己给放了。他撒腿就往徐云帆跑去，徐云帆也不敢丝毫怠慢，赶忙上前去把韩风护在身后，这才放下心来。而躺在地上喘粗气的苏天宇这个时候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卧槽，姐夫，你倒是等我回去啊！他赶忙起身就想往楚阳身边跑，却被徐云帆五指扣住喉咙。呵呵，楚阳，我佩服你是个人物，但现在攻守一行，你没有任何……他的话没说完，就被楚阳那如同九幽地狱般冰寒的眼神看得打了个哆嗦。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死神。此刻，他感觉只要自己伤了苏天宇，下一秒他就会死得很惨。该死，这家伙究竟杀了多少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神？他的手开始颤抖，最终在一众青龙会成员震惊的目光中，他松开了苏天宇。今日之事作罢。说完，他带着韩风和青龙会的人离开此处。楚阳来到面如死灰的苏天宇面前，咋样，有没有被吓死？他刚才那么做，就是觉得苏天宇的胆子太小，作为一个男人，必须要磨练一下。苏天宇只觉得自己今天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但心里却隐隐有种很爽的感觉。姐夫，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感觉吗？楚阳微微一笑，你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堂主？苏天宇犹豫了一下之后，认真的吐出一个字，想。话音刚落，他脑袋就挨了一巴掌。想你个大头鬼，明天就把这活儿给辞了，去你们家公司上班去。楚阳检查了一下苏天宇都是皮肉伤，就直接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苏天宇送回家。刚一进门就遇到苏康。天宇，你这是怎么了？听到声音，刚刚下班的苏婉宁也跑到客厅。啊，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苏天宇倒是一脸的兴奋之色。爸姐，你们别担心，姐夫说了，我没事儿。你们不知道，今天青龙会的护法被我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苏康现在心里气得要命，他今天还去医院找韩风，想要谈谈联姻的事情。毕竟苏家现在落魄，很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可去了医院才知道，韩风失踪了。回到家才知道，女儿真的跟那个劳改犯扯正了。现在儿子被打成这德行，还跟得了失心疯一样。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楚阳身上。你给我滚出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欺负我爸老糊涂了，想要来分我们苏家的财产。楚阳叹了口气，你也不问问究竟这么回事，上来就骂人啊！苏康挺直了腰杆，用手指着楚阳的鼻子，大声训斥，还用问？天宇平时虽然顽劣，但从小到大都没伤得这么重，跟你在一起2天就这样，要是再过几天，可能小命都丢了。楚阳感觉很无语，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老丈人？
苏婉宁也觉得弟弟跟楚阳在一起之后就变了个人，她很不喜欢弟弟现在这种到处惹是生非还理直气壮的样子，但她也觉得父亲说话太伤人，毕竟楚阳现在跟他是夫妻。爸，您少说几句，快扶天宇上楼，我跟楚阳聊几句。苏婉宁带着楚阳来到他在家里的工作室。楚阳笑道：媳妇，你不会也是想要训我吧？苏婉宁去包里拿出一份拟好的合约，你看看内容，这是我能想到的，如果你不同意，我不同意。楚阳略微看了一眼便直接否定。苏婉宁疑惑道：你都没看完？楚阳洒然一笑：你这太多了，足足60-70条。苏婉宁苦笑着摇了摇头，亏我还以为你在民政局门口说的那些都是真心话。楚阳也不说话，只是笑着把合约放在桌上，用笔将冗长的条款全部划掉，龙飞凤舞写下2行字：啊，你。苏婉宁看到那些字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1个月内替公司赚50亿，你知不知道公司现在资产评估不足100亿？哪怕那些千亿集团的老总也不敢说这种大话。就算你每天抓一个毒骷髅，1个月也不到5个亿，你在我面前大放厥词，觉得很有意思吗？楚阳笑了笑：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苏婉宁对着另外一条皱眉：你还要赶走金兰公司？你怎么知道慕容兰要对付苏家的？我说了，你又不信。楚阳已经不愿意在苏婉宁面前解释了。苏婉宁觉得楚阳刚从监狱出来，明显对整个世界还缺乏明确的认知。就算你懂点医术，就算你很能打，可资本的世界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的莽夫能够左右的。你知道金兰公司是什么背景吗？我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你作为我名义上的老公可以不帮忙，但请不要添乱。楚阳就觉得跟女人沟通真的很麻烦。萧月宁是这样，苏婉宁更是如此。仔细想想，如果柳芳菲是9阴体就好了。你就说吧，如果我做到这2条，你是不是就答应跟我做真夫妻？苏婉宁揉着眉心，感觉自己好累。好，你能做到这些，我就答应你。楚阳却眯起眼睛追问道：是心甘情愿那种吗？苏婉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叹了口气，敷衍道：对，不但心甘情愿，而且之前说允许你在外面找女人的福利还照常。楚阳攥紧拳头，噎了一声：就这么定了，不许反悔啊！哦，老爷子出门之前让我去看看丈母娘，你安排一下时间，到时候提前通知我。看着楚阳很兴奋地离开，苏婉宁突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认识楚阳2天，从恨之入骨，到现在她也说不清究竟自己心里是如何评价这个男人。总之也恨不起来，最多算是有些讨厌。楚阳刚刚离开苏家，就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楚阳，你好。慕容兰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楚阳马上就听出他的声音。哟，不会是想跟我要车吧？我都送人了。哦，我知道。慕容兰声音玩味，所以我今天已经托人把车过户到柳小姐名下了。楚阳心里翻了个白眼，好不容易有台车，这下又是别人的了。有话直说。慕容兰也不矫情，地址现在发给你，半个小时后咱们坐下来谈谈。哦，你千万别拒绝，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你很想见的人，他也姓楚，你若是不来，我相信会有人受到牵连。看着挂断的电话，楚阳拳头紧握。楚家为什么这么快就卷进来？据他所知，10年前父亲惨死，尸骨无存，他也进了监狱之后，楚家对他的事情根本就不屑一顾，所以他才决定抓紧时间到东海搞定自己极阳之体即将爆发的问题。现在他可以发挥的实力最多60%，这还是萧月宁贡献了2次的结果。如果要全力爆发，他就是一颗阳气炸弹。回头看了看灯火辉煌的苏家别墅，他叹了口气，即便现在不能凑齐9阴体，可若是能跟玄阴之体调和阴阳获得元阴，情况就不一样了。唉，真想把这闹人的媳妇给他。重拍了一下脑门，还是老头子那句话，万般皆是命，随缘吧。不过楚家为什么会来人呢？难道他们暗地里没有放松对我的观察？独自喃喃后，他又觉得事情有些蹊跷，难道是我想多了？与此同时，环球酒店总统套房内，银质餐具反射着摇曳的烛光，氛围十分浪漫。一名相貌俊朗的男人将一束玫瑰递给慕容兰，慕容兰笑着接过玫瑰花，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下玫瑰香味。楚朗，你真是个很体贴的男人。兰兰，如果真这么觉得，不如就答应我的追求吧，也不枉我被你一个电话就叫来东海。楚朗脸上写满真诚。慕容兰莞尔一笑，男人都是一样的，得到了就不会珍惜。你能让我再多感受一下你的真心吗？楚朗心中泛起汹涌的骇浪，这还是慕容兰第一次对他传递暧昧的信息。只要你说句话，就算我把心掏出来都可以。慕容兰却笑着摇头，我怎么舍得啊？只是今天被人欺负了，所以就想找个亲近的人聊聊天，第一个就想到了你。楚朗闻言兴奋之余又皱起眉头，对方是谁？慕容兰面色幽怨地叹了口气，算了，你管不了。楚朗脸上写满疑惑，东海还有这种人物？你尽管说，我一定替你出口恶气。慕容兰再次叹息一声，好吧，我知道你也是关心我。那个人的父亲很厉害，是当年在京城被称为豪门屠夫的楚天战神。楚朗眉头一紧，你是说楚阳？慕容兰哀怨的点头，我知道你们都姓楚，但他爸可是当年搅动帝都风云的楚天战神。楚朗却不屑地笑了笑，兰兰，有些事你不知道，我也不怪你说这些。他品了一口红酒，
那表情变得戏谑且得意。当年那个混蛋楚天给我们楚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眼睁睁看着他被从万丈悬崖打下去，也是我父亲把楚阳那个小杂种送进监狱自生自灭的。若不是我大爷爷发话说那个小杂种也是楚家人，当时我就亲手宰了他。对于楚阳的事情，慕容兰知道的并不多，而且就是从萧月宁口中才知道那是个楚家的弃子，还是当年搅动风云那个楚天战神的儿子。本来心里还有点担心，这才一个电话把楚朗从帝都叫来，现在他心里算是彻底没了负担。楚阳来到总统套房门前，发现有8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守在门口，而其中一名40多岁的男人他还认识，那是他父亲楚天的卫队长彭野。彭野看到楚阳也是愣了一下，杨少爷。楚阳皱着眉头，似乎在想心事，他食指交叉在身前，右手食指似乎是很烦躁地敲击着左手的指关节。不容易，你还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彭野似乎变得有些紧张，他双手扣在裤线上，手指不规律地颤动。片刻后，他似乎回过神，凄然一笑，我就是楚家的一条狗。很好，既然知道自己是狗，现在立刻进去给你的新主子通报一声。楚阳的话当即把周围几个护卫听得动了怒，小子，你敢跟彭队长这么说话？我看你是不想。啪！不等那护卫说完，楚阳丝毫没有留手，一巴掌将他打得原地转了一圈，扑通一声栽倒，晕了过去。其余几人见状就要上前拼命，却被彭野拦住。放肆！这是楚阳少爷，你们都退下！彭野恭恭敬敬地对楚阳鞠了个躬。杨少爷，这些都是后来的人，缺乏管教，请您赎罪。楚阳眯着眼睛冲彭野冷笑道：哦，这么多年了，你还只是个小狗腿子。我很好奇，你的主子现在是谁？彭野不卑不亢地回答：回少爷的话，目前我被指派保护楚朗少爷的安全。楚阳眉头微动，嘴角旋即勾出一抹戏谑的弧度。去给你的主子报信吧。是。彭野很快就回到楚阳面前，朗少爷有请。奢华的总统套房在楚阳眼中不过尔，别说比不上他现在的尊皇世家，就算跟他在监狱时的住所也比不了。客厅中并没有人，彭野示意楚阳先坐下休息一下。慕容兰独自一人在卧室打电话。宁宁，你不是很讨厌那个楚阳吗？我这里有一出好戏。与此同时，楚朗神采奕奕地从卫生间走出，旁边的侍从赶忙递上毛巾，他擦了擦手，将毛巾随意地扔在随从身上，看向沙发上的楚阳。呵呵，你这个杂种还真是命大，在龙渊监狱那种地方都能活着出来。楚阳不屑地嗤笑一声，道：你一个旁支而已，在我面前有什么优越感？楚朗的爷爷跟当今楚家的老家主楚龙泰，也就是楚阳的亲爷爷，乃是亲兄弟。一直以来，楚朗很在意别人说他是旁支。小杂种，你一个弃子，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10年之前，大爷爷已经将我爸纳为嫡系，而我已经不是旁支。看着楚朗那一脸傲然之色，楚阳讪笑道：说白了，你爸就是个狗腿子。你楚朗本是来奚落楚阳的，没想到却被骂成了狗崽子。就在这时，身穿一套黑色低胸晚礼服的慕容兰袅袅婷婷地走来，两位好像聊得很投机啊，不如我这个外人先回避一下吧。你说呢，楚朗？楚朗当即觉得丢了面子。兰兰，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他再次看向楚阳之时，眼神中尽是轻蔑与不屑，仿佛面前的就是一只蝼蚁。我不管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现在立刻跪下给兰兰道歉。楚阳刚才考虑过很多种楚朗来这里的可能性，但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终究还是高估了这个二货。搞了半天，这家伙是来当舔狗的。我要是不跪呢？楚朗冷笑一声，用手指了指彭野和几名护卫，却发现好像少了一个，不过他也没在意。你觉得自己能打得过彭野？楚阳瞥了一眼彭野，哦，已经到了宗师境界了。彭野只是很谦逊地点了下头。楚阳嘴角一勾，我杀宗师如屠狗，你信吗？此言甫出，那几个早就看楚阳不顺眼的护卫当即气得炸了毛。刚才有彭野压着，他们不敢造次，但如今听到楚朗那番话，他们都明白了楚阳的基本情况。楚家费少爷，小子，别以为你曾经是楚家人就可以嚣张。刚才你偷袭，打伤了我们的兄弟，要是还敢忤逆朗少爷，我们现在就废了你。几人怒喝的同时，体内真气涌动。最差的都是暗境初期，嚯，还有2个化境初期的呢。楚家现在可以啊，保护一个小卡拉米都这么强的阵容。楚阳阴阳怪气地评价了一句。楚朗满脸讥诮道：今天只要你给兰兰下跪磕头认错，然后滚出东海，我就只让他们打断你的手脚，不伤你性命。他说话的语气好似给了楚阳天大的恩赐，而慕容兰也恰逢其时地冲着楚朗抛出暧昧的眼神，他很享受驯服这些垂涎他美色的舔狗的感觉。而楚阳却笑了，看向慕容兰，我很纳闷，堂堂慕容家的小姐为什么不找慕容家的人，而是要千里迢迢叫了一条舔狗？如果没猜错的话。他面色戏谑地勾起嘴角，抬手直指慕容兰，你是个私生女，到处兴风作浪，无非是要向慕容家证明自己的价值，想要得到认可，对吧？慕容兰雍容端庄的俏脸陡然一僵，心头猛颤了几下，漂亮的柳眉几乎凝成了麻花。楚阳竟然一语道破他心中的郁结。楚阳，你的确有些小聪明，但跟我斗，你还差得太远。我今天可以不用你下跪，只要你去找吕文光，让他把项目重新给我，以后咱们不但不是敌人，
你还是我的座上宾。慕容兰见楚阳也不说话，便一直盯着他，继续道：其实我只要找绳手就能沟通这件事，只是不想太周折而已。楚朗霸气道：楚阳，听明白了吗？还不赶紧谢谢慕容小姐。楚阳讪笑着，将目光从慕容兰绝美的俏脸下移至露出大片雪白的胸口。女人就是好啊，领口开得低一些，就有舔狗心甘情愿护主。慕容兰俏脸一凝，下意识用手遮住低胸礼服。楚朗一步踏出，你敢对兰兰无礼，一起上，把他给我废了。那6个早就摩拳擦掌，恨不得好好教训楚阳一顿的楚家护卫得力而动。面对气势汹汹的围攻，楚阳眸子半眯，身影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在人群中穿梭。砰砰砰，咔嚓，几声沉闷的撞击和清脆的骨裂声几乎同时响起。冲在最前面的3名护卫连楚阳的动作都没看清，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手脚呈现出不自然的扭曲。另外2名化境初期的护卫只觉眼前一花，胸口或腹部便遭受了重锤般的轰击，护体真气如同纸糊般破碎，剧痛瞬间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能力，瘫软在地。最后1名护卫的拳头刚挥出，手腕已被楚阳铁钳般的手抓住，轻轻一扭，啊！惨叫声中，手腕应声而断。楚阳顺势一脚踹在他小腹，将其踢飞数米，砸在墙角没了声息。整个过程快如电光石火，不过眨眼之间，6名在常人眼中强悍无比的护卫倒地不起，彻底失去战斗力。偌大的套房客厅瞬间陷入死寂，只剩下伤者的痛苦呻吟。楚阳站在原地，仿佛从未移动过，目光冷冽地扫过楚朗。啪啪啪，楚朗满脸狞笑，为楚阳刚才的举动鼓起掌来。哈哈，不愧是楚天那个混蛋生的杂种。楚阳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却没有去逞口舌之快。楚阳，我佩服你有2下子，但不要忘记宗师之下皆蝼蚁。楚朗看向彭野，你去给我杀了他。彭野微微蹙眉，劝道：少爷，他也是楚家人，老家主曾经……放屁！楚朗怒骂一声，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忤逆我的命令？现在就杀了他，一切后果由我一力承担。慕容兰突然语气柔和的开口：楚阳，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建议，我会让楚朗放过你的。楚阳脸上不见了平日里的戏谑，正色道：如果你现在放弃对付苏家和柳家，我可以让你平安的离开东海。慕容兰俏脸出现一丝愠怒，不然呢？楚阳冷笑道：如果你执意妄为，1个月内我会让你输得一无所有，连裤衩都不剩。慕容兰闻言一愣，转而笑得直不起腰。你说话还真是有意思，不过我喜欢你这种天生有些妄想症的人。这样吧，只要你今天能活着出去，我就跟你定个赌约，如何？楚阳果断点头。好啊，你想赌什么？慕容兰嘴角扬起一抹讥诮的弧度，目光戏谑地盯着楚阳，朱唇微起。1个月后，这2家的公司如果被我纳入麾下，我要你给我做10年的狗。如果我真如你所说，输的内裤都没了。他扑哧笑出声来，缓缓转了个身，仿佛在炫耀那婀娜的身材。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狗，随便你怎么用都行，如何啊？楚阳竖起大拇指，我佩服你无知者无畏。成交。慕容兰忽然之间有些恍惚，很不明白楚阳为什么明知结果还是想要一头钻进来。不过他马上笑得很灿烂，我明白了，你早就知道我，而且暗恋我达到痴狂的地步，对吧？楚阳翻了个白眼。慕容兰继续道：你别不好意思，其实想要给我当狗的男人太多了，不过我确实想要一条你这样的狗，平时扔在院子里看门也是不错的。他看向楚朗，我跟他的事情说完了，你要做什么跟我没关系。楚朗看向彭野，杀了他。彭野面色略显犹豫，但终究还是上前一步，拱手道：杨少爷，我也是职责所在，请见谅。楚阳只是迟疑了一瞬，便不屑地笑着点头：来吧，好狗一定要听主人的话。彭野深吸一口气，宗师境界的雄浑气势骤然爆发，无形的威压如山岳般倾泻而出，空气仿佛都变得粘稠沉重，连烛台上的火焰都剧烈摇曳，近乎熄灭。那双曾经追随过楚天战神的眼睛，此刻只剩下冰冷的决绝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杨少爷，彭野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被命运裹挟的悲怆。得罪了。他缓缓摆开撼山掌的起手式，这曾是楚天教他的，如今却要用来对付楚阳，而楚阳的站姿却看上去破绽百出。慕容兰优雅地退后几步，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红酒，斜倚在吧台边。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现在后悔的话，跪下来学几声狗叫，我依旧可以给你一条狗链。楚阳嗤笑一声，你的嘴很令人烦躁，1个月后我会让你知道女人的嘴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才能让男人不那么讨厌你。慕容兰眸光一冷，粗鄙不堪。与此同时，楚朗厉声喝道：彭野，你还等什么？彭野的眼神猛地一凝，那抹复杂彻底被狠力取代。杨少爷，如果我没记错，你的身体现在应该出问题了吧？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压制的，但你真要跟我动手吗？楚阳不屑冷哼道：别说出了问题，就算我要死了，也不是你这样的狗腿子能对付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提起12分小心。彭野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如果不是经常为楚家出生入死，满身伤病，他的武道境界应该比现在还要有一个质的飞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房门猛地被敲响。与此同时，
慕容兰的手机屏幕亮起，她当即蹙起眉头，摆手示意彭野不要轻举妄动的同时，快步去开了房门。萧月宁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地站在门口。宁宁，你不是说不来了吗？我正好路过，就上来看看。不欢迎。慕容兰没好气地白了一眼，直接上前挽住她的胳膊，说什么呢？咱们是最好的姐妹，我怎么可能不欢迎你？不过她玩味一笑，你来的正是时候。楚家今天似乎要清理门户了。萧月宁眉头紧皱，是因为你？慕容兰哈哈笑了几声，我只不过是搭了个桥而已。你来的正好，一起去看看楚阳被人打成狗的样子。慕容兰的话音刚落，客厅传来轰的一声响，整个房间都在颤动。萧月宁一个箭步踏出，几步来到厅内，只见楚阳面色惨白，右臂微微颤抖，他对面的彭也嘴角溢出鲜血，脸色同样很难看。而楚朗则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没想到刚才双方硬拼一掌，居然平分秋色，而且彭也还隐隐落了下风。萧月宁神色微微一怔，看楚阳的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楚朗见状，大声喊道：“萧战神，楚家正在清理门户，若萧战神出手相助，擒拿此辽，楚家不胜感激。”萧月宁瞥了他一眼之后，再次看向楚阳：“你没事吧？”楚阳淡然一笑，将颤抖的右手负于身后：“我会有事。”萧月宁淡淡道：“刚才的对搏，你虽然伤了彭野，但自己的气血也被震散，目前无法聚气。我答应过可以为你出手3次，今天你要不要求我？”楚阳微微点了下头。萧月宁俏脸闪过一抹得意之色，可下一秒，楚阳的话却让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我求你别总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萧月宁气得俏脸煞白。楚阳指了指彭野：“狗腿子，你觉得能跟我斗吗？”所有人的目光看向彭野的那一刻，他一脸惭愧地摇了摇头：“这怎么可能？”楚朗满脸难以置信之色，咆哮道：“彭野，我命令你，今天就算是死，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少爷，刚才那一击引发了我的旧伤，已经无力再战。你若非要我死的话，我可以自裁谢罪。”“废物，你这个废物！”冲彭野咆哮了一声之后，楚朗转向楚阳：“你不必得意，我在东海也有朋友，随便叫来一个都能轻松取你的狗命。”可他的话音刚落，楚阳便已经纵身跃起，探出左手直奔他的咽喉。只不过他的动作比之前要慢了很多，似乎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楚朗没想到楚阳竟然敢主动对他出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就在楚阳的指尖即将触碰楚朗咽喉之际，一道娇俏的身影仿若流星般挡在楚朗身前。“住手！”萧月宁娇喝一声的同时，一掌推出。他知道楚阳目前的状态不佳，所以并未用出全力。可下一瞬，砰的一声闷响，这一掌节结实实拍在楚阳前胸。楚阳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向后倒飞，重重摔在地上。“啊！楚阳！”萧月宁娇躯一颤，他跟楚朗只能算是认识而已，刚才出手只是不希望有人在他面前杀人而已。楚朗见状大喜：“多谢萧战神，楚家铭记大安，剩下的就交给我。”他大踏步走向气息萎靡的楚阳：“哈哈哈，杂种，这就是命，今天你就该死在我手里。”楚阳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他躺在地上，用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眼神怨毒地瞪了一眼萧月宁之后，看向楚朗：“我的命不好，你的命也未必就比我好。”楚朗仰天大笑几声的同时，周身爆发出化境武者强大的气息。“哈哈，真以为我只是个弱鸡？”楚阳脸色微变：“你一直在隐藏实力。好，很好，既然我怎么都要死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10年前我爸究竟是怎么死的？”楚朗讪笑道：“都要死了，还这么大的求知欲，告诉你也无妨。”他蹲下身子，笑容满面的看着气若游丝的楚阳，语气玩味道：“当年楚天那个混蛋被围困在琼玉峰顶，最终被打下悬崖，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楚阳微弱地点了下头：“是什么人把我父亲打下悬崖的？”楚朗呵呵一笑：“当时很多世家都派出了高手，楚天那个混蛋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肠子都露出来了，还杀了不少人，最后是顾家、林家、孟家、云家的高手联手才将他打得坠崖。”楚阳眼中寒芒涌动，似乎万般不甘。楚朗猛然将真气灌入右手，五指成爪，对着楚阳天灵盖拍下：“死吧！”楚阳看着面前这足可以撕开铁皮的利爪拍下，眼中却未曾出现一丝恐惧。从未见过杀人的慕容兰被吓得赶紧闭上双眼，彭野身形微微颤动一下，眼神变得紧张。然后就在这一瞬，一只白皙的手仿佛凭空出现在楚朗的手腕上。楚朗只觉得自己足以开碑碎石的一击被牢牢禁锢，丝毫动弹不得。“萧战神，你……”他的话没说完，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嘴里不停有鲜血溢出。他低头看向自己被楚阳右手洞穿的腹部：“你敢！”不等他说完，楚阳右手向外一拽，哗的一声，刚刚睁开眼睛想要看个究竟的慕容兰看到面前血腥的一幕，当即狂吐不止。久经战阵的萧月宁看到流了一地的肠子，当即也是一阵反胃，干呕了几声。而此刻的楚阳仿佛阎罗附体一般，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了也分不清是笑还是怒。他用力一扯，伴随着更为血腥的场面，楚朗身子抽搐了几下，扑通一声倒地，没了呼吸。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仿佛被按下了定格键。3个受伤稍微轻一些的护卫挣扎着起身，
想要上前救援。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彭野动了，他身形快如闪电，每一拳都直击要害，3个护卫当场毙命。不过这还没完，他再次施展身法，对着其余几人连续下了杀手，每一击都干脆利落，只取性命。眨眼间，包括最开始被楚阳打了耳光的那个护卫在内，7人全部丧命。好好的一个总统套房，此刻死了8个人，配上那血腥的画面，已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彭野，萧月宁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彭野却一副风轻云淡之色，仿佛刚才只不过是碾死几只蝼蚁。萧战神，我是在替你解围。萧月宁顿时勃然大怒，胡说！你分明就是在滥杀无辜。他的话音刚落，一只沾满血污的大手抓住他的手腕，他警惕地回头质问楚阳：“你又想干什么？”萧月宁现在觉得今天来这里就是个错误，他的目的一方面是不想让好闺蜜踩到红线上，另一方面他觉得还欠楚阳3个出手的机会。那家伙傲气得很，这次正好可以杀一杀这块滚刀肉的威风，可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果。楚阳露出满口森白的牙齿，那表情很瘆人。这件事你想如何跟楚家解释？萧月宁正色吐出4个字：实话实说。楚阳微微颔首，一脸茅塞顿开的样子。也就是你要告诉楚家，你拉住了楚朗的手，让我趁机掏烂了他的肠子，是吧？这萧月宁当即就是一愣，不是的，我当时只是不想看到面前出现杀戮罢了。楚阳再次颔首，你觉得楚家人会在乎你的心理活动，而忽略结果？向来做事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萧月宁此刻突然一阵心悸。即便萧家在大夏军方的地位超然，但也绝对不愿意招惹楚家。若是因为他这件事跟楚家结了仇，家族那边不用想也知道不会对他善罢甘休。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楚阳已经晃晃悠悠的起身，他一脚踩将楚朗的脑袋踩碎，引得刚刚止住呕吐的慕容兰再次吐了出来。此刻的楚阳已经如同一个从地狱而来的嗜血修罗，他看向神色淡定的彭野：“喂，给楚龙泰那个老东西打个电话，就按照萧战神所说，实话实说。”彭野瞥了一眼萧月宁之后，拿出手机。等等，楚阳眯着眼睛看向萧月宁：“怎么，你想杀人灭口？”愤怒的萧月宁对着楚阳就是一拳轰出，呼啸的拳风似乎将空气搅动的出现裂痕，可楚阳却依旧是一副破绽百出的站姿，丝毫没有任何躲避的动作。拳头在他鼻尖2公分的距离停住，气浪将楚阳的头发吹得向后背起，脸上皮肤也都被压得凹陷了一瞬间。楚阳，你就是个混蛋！我刚才明明是想要救你，而你却恩将仇报。楚阳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你不杀我！”话音未落，他抬手挥出一只细如发丝的银针，直奔刚刚直起腰的慕容兰。与此同时，萧月宁下意识击出一拳，正中楚阳胸口。楚阳和慕容兰几乎同时倒地。兰，萧月宁一个箭步冲到慕容兰身边。楚阳虚弱地道：“他今天惊吓过度，我是给他安神，你拔出银针，他睡一晚上就没事了。”说完，楚阳闭上了眼睛。萧月宁赶忙拔出银针，发现果然如楚阳所说，慕容兰的气息平稳，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他回头看向生死不知的楚阳，心里一阵后悔。楚阳并无恶意，可他刚才那一拳却没有收住多少力道。该死的，你就不能先说一声吗？他把慕容兰放在沙发上，又跑过去查看楚阳的情况。就在这时，彭也开口了：“萧战神，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依我看来，不如把杨少爷送走吧，这样就可以说他和朗少爷火拼，2败俱伤，而你我可以互相作证，事不关己。”此言甫出，萧月宁心脏猛跳几下，不得不承认彭野的建议很具诱惑。但片刻后，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还没死。”说话间，他凝视着彭野：“我现在要带他和兰兰离开，你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吗？”彭野嘴角挂出一丝阴森的弧度：“今日朗少爷下令让我诛杀杨少爷，但我们2败俱伤，而萧战神是被慕容小姐叫来救场的。你接走了杨少爷和慕容小姐之后，这里来了一个高手，将已经受伤的我打晕。等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人都死了。至于那个杀手的细节，萧战神就不必知道了，毕竟那个时候你们3人早已经离开。”萧月宁眉头紧锁，深深看了一眼彭野，你只说了一个字，他便深深吸了口气：“你自己处理好一切，我什么都不知道。”片刻后，萧月宁将慕容兰交给一直在走廊等候的林小渊，把她带去你家，好好照顾一晚上。林小渊看着萧月宁身上斑驳的血迹，心中甚为疑惑，但最终还是没有问什么。半个小时后，楚阳躺在萧月宁的床上，偷偷睁开眼睛，恰好看到萧月宁已经脱下染血的军装，穿着内衣去洗澡的画面。啧，这女人除了胸小一点之外，还真就没什么缺点了。就在那一刻，萧月宁似乎有了某种感应，突然转头看向楚阳。这个动作太突兀，楚阳压根儿没想到，吓得赶紧闭上眼睛。突然，他被一脚踹下床。楚阳，你居然是装的！萧月宁气得大吼，知道装不下去了。楚阳一脸痛苦的表情，揉了揉后脑勺。其实萧月宁的出现完全没有在他的预料之中，可以说很多戏份都是现场加上去的，没想到效果却出奇的好。此外，他也完全没想到萧月宁会带他回家。不过既然来了，总不能白来一趟吧。
虽然与阴煞之体阴阳调和对他来说收效甚微，更多是对方收益，但目前的状况，除了这女人，也没别人能提供帮助了。毕竟聊胜于无。虽然昨晚被破坏的窗户已经换了，但床还是那张床啊。轻点啊！你管我是不是装的？你打了我2次，这总没错吧？萧月宁赶紧找来衣服穿上，怒声道：“你装晕跟我来家里就是图谋不轨！我当时休了你是这辈子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你就是个泼皮无赖，赶紧滚！”楚阳眸子一眯，眉头紧锁，质问道：“老子欠你什么了？”萧月宁压根儿没想到楚阳居然到了现在还理直气壮。你昨天干了什么？你心里清楚。楚阳不屑道：“老子不仅昨天干了，前天也干了。”萧月宁实在忍不住，回头就去找枪。楚阳嘴角一抽：“不是，你不觉得拿枪应该是咱俩的后戏吗？”萧月宁脚步一滞，身子猛然一僵：“我真不明白，楚天战神为什么有你这么个没脸没皮的儿子？”楚阳切了一声道：“我没脸没皮？你说的好像是你自己吧？”萧月宁秀眉紧蹙，满脸疑惑之色。楚阳冷哼道：“2次了，你哪次不是占了大便宜？据我判断，你中期的瓶颈已经松动了吧？”你怎么知道？萧月宁难以置信。楚阳淡淡道：“每次咱们交合之后，你身上的阴煞之气都会更容易驾驭，而且你丹田还有一股精纯之气滋生，虽然阻碍了你真气运行的路线，但也给你提供了更充沛的真元。我说的没错吧？”听了这番话，萧月宁倒吸了口凉气。这些都是因为我跟你那样吗？楚阳一本正经地点头，表示萧月宁的理解没有任何问题。其实他也不是很清楚萧月宁小腹中的那股虽然很微弱，但却特别精纯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但他敢确定，肯定跟自己有关系就对了。而萧月宁是这2次阴阳调和当中受益最多，而且体会最深的人，这也是他心里对楚阳的态度有一丝转变的原因。那你今天伤得重不重？要是没法送外卖，就歇几天吧，我给你租个房子，再请个保姆照顾你。不过萧月宁顿了顿，补充道：“这得算我帮你一次，用掉一个机会。”楚阳平时算是个不屑于说谎的人，但今天总统套房的事情的确出了些插曲，虽然结果很完美，但导致他现在不能实话实说，而且这件事关系重大，他不敢有丝毫大意，最起码在完全信任萧月宁之前，他不会露出自己的底牌。我看你也是讲理的人，实话告诉你吧，伤得很重，你要肯帮我，或许还能保住武道根基不毁。楚阳语气凝重，萧月宁心头一紧，这么严重？我认识李神医，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楚阳翻了个白眼，萧月宁这才想起来，今天听说李德林2次在楚阳面前吃瘪的事情，那怎么办？我不会治病。他有些着急。楚阳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朝他勾勾手指：“你过来，我告诉你方法。”萧月宁心中有些着急，不疑有他，一言坐到床边，侧身将耳朵凑近。你不要脸，这样怎么可能治病？我怎么就不要脸了？楚阳一脸无辜：“你的病不就是这么治好的？”萧月宁眨了眨眼睛，一时语塞。虽然这话听着怎么都像楚阳在耍无赖，但他亲身经历过，知道其中有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可是咱们的关系已经解除了。嗨，楚阳不以为意，昨天那次不也是解除之后吗？再说了，你昨天可是亲口答应再做一次的。我昨晚那是……萧月宁奋力抓住已经伸进自己衣服里的大手，却不好意思将自己昨天其实是想要糊弄他的实情说出来。他忽然想起今天林小渊的报告，于是变得有几分气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已经有老婆了。切！楚阳不屑的正脱开那只企图阻止他的小手，继续攻城略地。那还不是你自己作妖？你就说帮不帮忙吧。此时的萧月宁早已神色迷离，每次只要跟楚阳发生一点亲密的接触或者暧昧的举动，他就会产生身不由己的冲动。你先洗个澡啊。我也没洗澡呢，脏死了。楚阳直接起身，横着将萧月宁抱在怀里，大踏步走向卫生间。混蛋，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行了。萧月宁羞恼交加，一口咬在楚阳坚实的胸膛上。卫生间弥漫着氤氲的雾气，哗啦啦的水流声也掩盖不住肌肤相亲时发出的暧昧声响与压抑的喘息。凌晨3点，向来精力充沛、意志如铁的女战神萧月宁，此刻却浑身酸软，像只慵懒的猫。她勉强抬起无力的玉臂，试图推开身边依旧精力旺盛、不肯罢休的楚阳。混蛋，你不是嫌我小吗？快把你的脏手拿开！他的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和一丝娇嗔。楚阳嘴角一抽，大姐，刚才好几个小时，似乎都是你逼着我连摸带亲的吧？被戳中心事的萧月宁瞬间恼羞成怒，抓狂的挠了挠凌乱的头发。我这是怎么了呀？烦死了！你快滚！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话音刚落，他美眸骤然睁大，看着楚阳的动作，大半夜的，你穿条裤衩要去哪儿？楚阳只穿了条裤衩，蹲在窗台上，冲他随意摆了摆手。你不是烦我吗？我走就是了。话音未落，他已纵身从2楼跃下，身影迅速消失在夜色中。那深染血的衣服是不能再穿了，他正好趁天黑溜回击100米外的尊皇世家换身行头。况且他一会儿还要去见个人。看着空荡荡的窗台，萧月宁心头蓦地涌上一阵难以言喻的空落感。这家伙怎么这么小气？
我又不是真赶他走。他低声嘟囔，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懊恼。突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他，俏脸瞬间变得煞白。不对，这混蛋刚才那么生龙活虎，哪有一点受伤的样子？难道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连吐血都是装的。他猛地坐起身，那我岂不是……啊呀呀！萧月宁捂着脸，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一种被骗色的羞愤感席卷全身。混蛋，下次我绝对不让你得逞！他咬牙切齿地对着空气发誓。小姐，你怎么了？门外传来林小渊焦急的声音和匆匆的脚步声。他不放心萧月宁，在安顿好慕容兰后，便立刻赶了回来。刚上2楼，就听到了萧月宁异常的喊叫。林小渊猛地推开房门，却被屋内的一片狼藉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几小时前，这间卧室的每一寸空间都曾上演过何等激烈的战况。然而，他的视线瞬间被散落在地板上，揉成一团团，沾着可疑失痕的纸巾吸引。啊，小姐，我对不起，打扰了。林小渊的脸瞬间红透，慌忙退后，砰的一声关紧了房门，心有余悸地靠在门板上喘气。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停在公园大门外，楚阳下车，径直走向约定的地点。昏黄的路灯下，一个穿着笔挺黑西装的男人背对着他，身形挺拔。听到脚步声，男人缓缓转过身，当看清楚阳的面容时，他的眼眶瞬间红了，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少爷，他毫不犹豫地单膝跪地，姿态恭敬。楚阳快步上前，用力将他扶起。彭叔，以后别行这么大的礼。楚阳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温和与尊重。除了我爸，这世上没人当得起你这一跪。两人坐在一个长椅上，表情都很放松。楚阳突然笑了，幸好我还记得当年你教我的摩斯密码，否则今天杀了楚朗，必定惊动楚家。彭爷苦笑道，今天我也没想到萧战神突然就来了，那个时候我有点慌，甚至想要跟他同归于尽。可后来我发现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似乎……我刚从他家出来，关系嘛，有些说不清，但他现在并不是值得你我信任的人。楚阳很清楚彭野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干脆直接给出答案。彭野认真地点头，我不知道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实力，但我跟老家主说你的实力在半步宗师的范畴，我这样说没问题吧？楚阳笑着竖起大拇指，太高了会让他们产生忌惮，一定派高手来杀我，太低了，他们便视我为蝼蚁，派一些鹰犬过来也挺烦人。你这个回答非常好。彭野了一声，老家主知道你极阳之体的事情，他这次也问我了，我也说你体内的极阳之气最多1-2个月就会爆发。老家主的意思是放任你自生自灭，但你要小心楚朗的父亲楚颂，此人阴险狡诈，背地里瞒着老家主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担心。楚阳摆手打断他，这些都无所谓了，他是必死的，如果他来东海，你一定提前通知我就好。另外，我父亲的仇我会一个个找那些人清算，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而陷入危险，否则我爸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饶了我。彭野却笑着摇了摇头，你是主人和夫人唯一的骨血，这些年为了隐藏下来，我从来不打听关于主人的事情，包括他坠崖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现在你既然已经出来了，我就算保护不了你，也要死在你前面。楚阳了解彭野的性格，便也没有再劝。少爷，这个慕容兰很不容易对付，他在商界向来以手段狠辣著称，而且不少权贵都跟他有往来，你绝对不可以轻视他。楚阳很听劝地点了下头，他这人做事挺没底线的，对吧？彭野犹豫了一下，怎么说呢？他那些没底线的手段更主要体现在商业行为上面，不过他身边那些贪图他美色的人却经常为他做一些下三滥的事情。不过你对他的分析都很对，她是私生女，做这些都是为了在家族中取得地位，听说她还立了军令状。楚阳嗤笑着点头，明白了，反正这女人也不是什么好鸟。两人又聊了很长时间，分开之时，楚阳突然单膝下跪，彭爷满脸震惊之色，赶忙上前搀扶。少爷，您可折杀我了。楚阳文思未动，沉声道，彭叔，师傅教了我很多，你骗不了我，为了我的事，你来之前已经自废了丹田。彭爷苦笑一声，楚颂的意思是让我自裁谢罪，若不是老家主发话，我这条命就没了。不管怎样，只要能保你平安，我做的一切都值了。楚阳起身拉住彭野的手，彭叔，你给我点时间，凑齐药材，我一定把你的身体恢复如初。彭野笑着摇了摇头，我知道你的体质，也看出你的极阳之气应该在爆发的边缘，千万别为了我的事分心。楚家树大根深，以你目前的情况，千万不要正面硬碰。楚阳很认真地点头，我会保护好自己，但你的事必须排在第一位。日上三竿，依旧在补充睡眠的楚阳被电话吵醒，看到陌生电话，楚阳伸了个懒腰，喂，谁啊？电话另一边的苏康听到楚阳懒洋洋的声音，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说你是烂泥扶不上墙，上午10点你居然还在睡觉，赶紧滚到公司来，有啥大事吗？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少废话，贵客要到公司考察，人家要求见咱们全家人，你马上滚过来。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楚阳郁闷地挠了挠额头，什么贵客，还有这癖好。一辆劳斯莱斯幻影上，慕容兰脸上丝毫不见任何疲惫，反倒是比往常的精神状态更加饱满。反观萧月宁却是一脸的倦容。宁宁，
你昨天晚上都干嘛了呀？黑眼圈这么大。慕容兰拿出自己的化妆包，给萧月宁遮掩发黑的眼圈。萧月宁没好气地瞪了慕容兰一眼，还不是你惹的祸？昨天的事情不管谁问，你都要按照我教你的说。我又不傻。不过那个楚阳可真是个疯子，我已经准备换几个厉害的保镖了。慕容兰想起昨晚的事情，依旧心有余悸。萧月宁叹了口气，你非要搞苏氏集团吗？慕容兰斩钉截铁地道，如果楚阳没那么嚣张，我可能就放弃了。另外，他之前还想用治病的借口占你的便宜，幸亏他打不过你，否则你还不吃了大亏。我可不能轻易放过他。还有那个柳家的女人也跟他不清不楚，正好一起顺手灭了。萧月宁现在非常后悔前天就不应该在慕容兰的追问下编了一些故事。可你今天为什么非要拉着我一起去啊？最近境外势力一直在搞事情，我真的很忙。慕容兰妩媚的俏脸闪过一丝狡黠之色。我说了，要让他们苏家整整齐齐接待，可那家伙是个疯子，我的新保镖还没到，你当然要帮我武力震慑一下那家伙。还有啊，你也入了股5个亿，当然不能当甩手掌柜啊。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在东海的计划破产，被慕容家那帮人笑话吧？萧月宁却皱了皱眉，可为什么我觉得你的表情好像有点坏呢？你是不是……不等他说完，李德林的电话打了过来。哎呀，萧战神，太抱歉了，昨天真是一点时间都没有，我一会儿就要去机场，不知道您是否方便过来？好的，我一会儿就到。慕容兰有些好奇地问道，你生病了？萧月宁耸了耸肩，我也不清楚，还是先去一趟，反正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与此同时，苏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婉宁啊，虽然金兰公司最近对我们进行了多方面打压，但这都属于商业竞争，如今人家肯上门来谈合作，绝对是咱们的机会。苏婉宁的二叔苏建、二婶吴燕、堂弟苏明浩不遗余力地劝说苏婉宁要打开格局，才能让苏氏集团更上一层楼。一向在商业方面没什么建树的苏康则是没什么主意，他也知道金兰公司的实力雄厚，所以现在更倾向于能够攀附人家。全身缠了很多绷带的苏天宇坐在轮椅上，鄙夷地扫视二叔一家人，你们就是些吃里扒外的玩意，之前把公司祸害个够呛，私吞了多少财产我就不说了，现在还想要联合外人来瓜分公司，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苏天宇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虽然家里人都承认苏天宇是个很聪明的人，但从小到大这家伙都是一副纨绔的做派，而且胆子很小，以前他是绝对不敢在这种场合说出这样饱含火药味的言论。苏建勃然大怒，大哥，你看看你儿子跟长辈有这样说话的吗？我看他就是被你那个好女婿给带坏了。吴燕也阴阳怪气道，婉宁，不是二婶说你那么多富家公子都能选，可你呢，选了个劳改犯，而且还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变态，你可真是把咱们苏家的脸给丢光了。苏康有些气不过，你们两口子干什么呀？是咱爸老糊涂了，给婉宁选了这么个男人。我跟婉宁已经商量好了，最多1个月，肯定让那家伙知难而退，主动离婚。他的话音刚落，办公室的房门突然开了，秘书堵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往外推楚阳。你这人有病吧，赶紧走开啊！楚阳一眼就看到苏婉宁，赶忙笑着挥手，老婆，我来了。秘书楚阳戴着一副墨镜，穿着 T 恤大短裤人字拖，手里掐着一根雪茄，潇洒地闯进办公室。秘书吓得赶紧追了进去。苏总，对不起，这个人疯了，他打了保安，还说是您老公，我已经报警了。苏建一家人全都捂着嘴笑了起来。苏康脸色一片铁青，苏婉宁单手扶额，到处找地缝。苏天宇怒不可遏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你怎么回事？还敢报警？这就是我姐夫，是我姐的老公。秘书都懵了，咕噜咽了下口水，赶忙转身对楚阳鞠了一躬，老公，对不起，不是，我是说。楚阳嘴角一抽，那啥，下班等你回家接孩子。小秘书快哭了，赶忙看向苏婉宁，苏总，我之前不认识您老公啊，我刚才……苏婉宁摇头叹息着摆了摆手，我明白，别说你了，3天前我也不认识他。小秘书如蒙大赦的转身往外就跑，却被苏康喊住，等等，这个事儿不要对外宣扬，明白吗？我明白。小秘书赶紧从外面关上了房门。苏婉宁赶紧把楚阳拉到一旁，你干嘛穿成这样？楚阳双手一摊，我就一套衣服，昨天弄脏了，你看这些都是全新的，还都是名牌呢。哦，还有这雪茄，很贵的。苏婉宁这才留意了一下楚阳全身上下的确都是名牌，加起来少说也要6、7千块。苏明浩讪笑着上前，啧，看来你这软饭吃的还挺香啊。楚阳很认真地指着自己的行头，别乱讲啊，这些不是婉宁买的，都是我在房子里面找到的。苏婉宁揉了揉眉心，好了，等我今天中午陪你出去买几套像样的。楚阳哦了一声，谢谢老婆。哎，到底什么贵客？考察公司还要见全家人。苏婉宁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别问了，反正你也不可能认识。哦，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偶像，你脾气太臭，不要冲撞了人家。楚阳眨了眨眼睛，就觉得很好奇，他没想到苏婉宁这种充满自信的傲娇性格居然还有偶像。这时苏康来到2人近前，盯着楚阳问道，小子，你是不是说1个月赚不到50个亿？
或者敢不走金兰公司就跟婉宁离婚。楚阳虽然没想到苏婉宁把这事儿告诉了老丈人，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是啊，昨天我跟婉宁立下的合约。苏康露出笑容，看向老二姨家人，看到了吧？我就说过，婉宁很快就会摆脱这个家伙。吴燕阴阳怪气道：那有什么用？就算离了，以后也是个二手货。苏建也赶忙搭腔：哎呀，你这人说话真难听，都什么时代了，是不是一手货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婉宁以前跟那个周子明的关系不也都如胶似漆了吗？吴燕一拍脑门，对啊，我差点忘了，上高中开始两个人就出双入对呢。哎，大哥，我记得有一次周末晚上我去你家，婉宁好像就跟周子明夜不归宿啊。苏明浩抢着说道：对，这事儿我知道，当初要不是周子明出国，现在两个人孩子应该都有了。被提起这段往事，苏婉宁表情明显变得不自然，她看着楚阳，小嘴张了张，似乎想要解释，但最终还是没开口。操，你们特么有完没完？我姐跟周子明根本不是男女朋友，你们要是再瞎逼逼，老子弄死你们！苏天宇气呼呼地喊道。够了！苏婉宁大喊一声，如果楚阳介意的话，我可以马上跟他离婚，但请你们不要用这种事情做文章。办公室内变得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楚阳，却发现这家伙居然在专心致志地用手机玩贪吃蛇。楚阳，你如果有话要问我，尽管开口啊！问什么？不就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那点儿事儿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楚阳言辞大度，且满是真诚。他又看向苏建一家三口，我很好奇，把我赶出苏家，青龙会能给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难道是跟金兰公司瓜分苏氏集团的时候，给你们留几块骨头？臭劳改犯！你别瞎说！苏建当时就变成被踩了尾巴的猫。楚阳刚要说话，就被苏康瞪了一眼。你小子别想离间我们兄弟，就算我跟老二有些分歧，那毕竟都是家庭内部矛盾，在对外的问题上，我相信整个苏家就是一块磐石。他慷慨激昂的一番话，让苏建一家人热烈鼓掌。大哥，你说的对，这小子就是一根搅屎棍。苏康压了压手，斜睨着楚阳。以前我只认为你出身太差，有些粗鄙，但现在看来，穷山恶水出刁民，蹲过监狱的人出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已经考虑跟金兰公司合作了，你如果识相的话，就赶紧跟婉宁离婚，别像赖皮狗一样。楚阳深深皱眉，看向苏婉宁，你真要跟金兰公司合作？苏婉宁表情显得有些为难，如果是他的一言堂，绝对不会考虑合作，可他即便是总裁，也不能把公司当作一言堂。不说他父亲苏康，就说苏建和吴燕两口子，前些年虽然一直都在亏钱，但他们很会做人，把公司内的那些高层都笼络得很到位。如果真是闹翻的话，公司可能还没来得及跟外面开战，就已经从内部坍塌了。这也是他上任以来虽然能力出众，但一直难以施展拳脚的痛处。见苏婉宁不作答，原本情绪不错的楚阳瞬间皱起眉头。你真这么想要跟我离婚？苏婉宁，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我可以努力让你改变，但前提是即便不双向奔赴，你也不要给我挖坑，这根本没什么意义。他转身拉开房门，回头扔下一句话：离婚吧，我在民政局等你。看着楚阳的背影消失，苏婉宁整个人都僵住了。姐，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去追我姐夫啊！苏天宇急得不行。苏康冷声道：算他识相。苏建一家人回过神来，脸上满是喜色。只要楚阳离开苏家，青龙会那边就可以没有半点顾忌，放开手脚帮助金兰公司完成苏氏集团的整合。苏建得到了日后可以重新掌控苏氏集团的承诺，本以为这事儿还要拖些时日，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哈哈哈，大哥，恭喜你！我这里有好多名门望族的公子，都对婉宁有意思，今天下午我就安排，到时候你帮着参谋。这次咱们可是要选一个。他话没说完，就看到苏婉宁急匆匆出了办公室。婉宁，你干什么去？苏康大声喊道。苏婉宁头也不回，说了一句：我去跟他聊几句，有些话是要说清楚的。诊所内，给肖月宁切过脉的李德林整个人都不好了，冷汗浸湿衣衫。李神医，你不舒服？肖月宁疑惑地问道。李德林心里慌的一批，赶忙摇了摇头。那个肖战神最近气色不错呀。一听这话，慕容兰也连连点头。就是昨天晚上他好像是没睡好，他前2天的精神特别棒，而且皮肤都细腻了很多，羡慕死我了。肖月宁觉得李德林心里肯定藏着事儿。李神医，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但说无妨，我挺得住。李德林犹豫了片刻，瞥了一眼慕容兰。慕容兰何等聪明，当即会意。我先出去一下。肖月宁却一把拉住他，不用走，我没什么事要瞒着你，何况只是身体方面的疾病。李神医，您就说吧。他的语气洒脱。李德林点了下头。好，那我就直说了。肖战神，您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已经有喜了。这番话如同惊雷，在狭小的诊室里炸开。肖月宁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身子僵在原地。慕容兰回过神来，声音尖锐的拔高：李德林，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明明他连男人都没有，你开什么玩笑？李德林苦着脸，连连作揖，声音带着惶恐：慕容小姐息怒。肖战神息怒？但这种事情我怎么敢乱说呢？在全国拥有3亿多粉丝的大夏，第一女战神向来都是独立女性的代名词，没有过任何绯闻。李德林虽然上了年纪，
但也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也是粉丝中的一员。萧月宁震惊之余，也是觉得匪夷所思。在龙渊监狱跟楚阳发生关系，的确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但并不代表他对这方面一无所知。虽然这3次都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但他事后都吃了避孕药的，就算避孕药失效，可也不至于才这么短短3-4天的时间就能被中医检查出来。而且楚阳昨天晚上曾经也给他把过脉，并没有提及怀孕。他之所以来找李德林，就是想要验证一下楚阳那家伙到底有多少事情在骗他而已。李神医，一般怀孕多久，中医才能从脉象看出来？一听这话，李德林瞬间变得自信满满。不瞒您说，正常情况下需要1个多月，大概40天吧。但是我家祖传医术当中有一个绝活，3天就能看出喜脉。您脉象圆滑如珠，往来流利，气色红润，神光内蕴，完全符合出孕之兆，且最多3-4天的时间，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听完一席话，萧月宁目光涣散，呼吸变得急促。看到闺蜜的表现，慕容兰心中猛然一怔，她的思维飞速运转，眼神变得复杂而锐利。李神医，今天的事如果泄露出去半个字，她没说后果，但那冰冷的眼神让李德林浑身一哆嗦，立刻赌咒发誓绝不敢泄露分毫。宁宁，慕容兰转向萧月宁，语气不容置疑，不管发生了什么，现在跟我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他不由分说地搀扶起仿佛力气被抽干的萧月宁，半拖半抱地将她带离了诊所。劳斯莱斯幻影上只有萧月宁和慕容兰。如果李德林那家伙没出错，按照时间算，这孩子是楚阳的吧？慕容兰双手环胸，俏脸愠怒，仿佛自己家精心伺候的大白菜被猪给拱了。发生了神经，我怎么可能给他？萧月宁表情看不出丝毫撒谎的痕迹，这辈子她最讨厌撒谎，可就最近这几天，她发现自己说了太多谎言，欺骗闺蜜，说楚阳那家伙企图占你便宜，但没得逞。后来欺骗从小一起长大的林小渊，昨天晚上更是撒了个弥天大谎。此时此刻，她更是说谎都不眨眼。她也没办法，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傲气的休了楚阳，现在即便怀孕也都合情合理。但现在这孩子可以是任何人的，就不能是楚阳的，否则她都没脸活下去。她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难道这就是现世报？慕容兰长长松了口气，拉住萧月宁的手，我也不问那男人是谁了，只要不是楚阳，你跟任何男人在一起，我都祝福你。但你也要考虑一下，孩子究竟要怎么办？依我看，找个私密性高的机构打了吧。萧月宁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我不但要生下来，还会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即便慕容兰知道萧月宁性格刚强，但此刻也不由得心生佩服，你可真有勇气。放心吧，以后宝宝除了你这个妈妈，还有我这个姨娘呢。这句话给了萧月宁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她抱住慕容兰，兰兰，这辈子你都是我的好姐妹。慕容兰嘴角却挂起一抹戏谑的弧度，调皮地问道，喂，做那个事儿真的很爽吗？萧月宁本就不是个很扭捏的女人，而且跟慕容兰几乎是无话不谈，此刻也没有太羞涩。这么说呢，我跟她每次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飘在云端，那种感觉现在想想都有点上头。她突然一脸坏笑，比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要爽多了。慕容兰不禁地夹紧一双雪白修长的美腿，啊了一声，女人啊，果然是破了身子就不一样了，你可真不知羞。萧月宁哈哈笑了几声，突然将冰凉的小手从慕容兰的领口伸了进去，哇塞，还是摸大的过瘾啊！你这个变态女色狼！两人嬉闹间，仿佛将所有的烦恼都抛出九霄云外。与此同时，苏氏集团楼下，苏婉宁走出公司大门，不顾周围员工的问候，焦急的目光在车流和人潮中搜寻。她远远看到楚阳那孤高的背影，正头也不回地走向路边，似乎要拦出租车。楚阳，等等！苏婉宁大喊，踩着高跟鞋追了上去。楚阳脚步顿住，却没有回头。苏婉宁跑到他面前，因为奔跑和情绪激动，胸口微微起伏，俏脸泛红。你太幼稚了，这种时候为什么要说气话？我知道我二叔二婶他们说话很难听，我爸也，但你不能因为他们的几句话就怎样。楚阳终于开口，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苏婉宁，我承认自己的出发点不是情情爱爱，我也有所图。苏婉宁柳眉微蹙，问道，你图什么？楚阳正色道，我图你爷爷愿意把你和苏家未来托付给我的信任，我也图你的身子。你无耻！苏婉宁气得花枝乱颤，用力一推楚阳，可楚阳纹丝未动，他自己却向后仰倒。楚阳叹了口气，伸手环住那不盈一握的小蛮腰。几乎所有男人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看的都是脸，图的都是身子，这是人的本能，而感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我是真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说那些不切实际的甜言蜜语，去哄女人开心。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你跟我领证了，我就会护着你，不让任何人伤害你，我会默默支持你，让你成就所有梦想。楚阳言之凿凿的同时，苏婉宁并没有挣脱他的臂弯，目光锐利地盯着他的表情。你现在难道不是在哄我，就为了上床？他的语气犀利。楚阳摇摇头，对于我来说，骗人的成本太高，我不会做那种傻事。我的确想和你上床，而且我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但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事。听了楚阳这番毫不遮掩意图的话语，
苏婉宁忽然觉得自己这个名义上的老公的确是跟正常人不一样，但却跟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只想把精力放在事业上。但她知道自己逃不过结婚的宿命，也早就设想过自己要过那种大部分豪门都很相似的婚姻生活。楚阳的话确实让她心中起了一丝波澜。可是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她这句话几乎是下意识脱口而出，似乎潜意识很想跟楚阳解释。楚阳却失望地摇了摇头，你空有能力，没有勇气，没有手段，凭什么指望别人迁就你，听你的？所以我劝你现在放弃公司吧，或者跟慕容兰好好谈谈，让他多施舍你一些。说完，他松开苏婉宁，朝前方的出租车站点走去。苏婉宁僵住了一瞬，他一个刚刚蹲完10年大牢的家伙，居然在我面前谈经商的勇气和手段，他凭什么？可他眉头突然紧锁，心念电转，我似乎真的需要一些魄力，需要一些强硬的手段了。一味顾念亲情，一味畏首畏尾，只会让公司的情况更糟糕。他忽地灿然一笑，没想到还真被这个让我头疼的劳改犯给蒙对了。他想叫住楚阳，可刚喊了一个字，手机便非常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他颇有些烦躁地拿起手机，想要直接挂断，可当他看到屏幕上显示着名字，不禁地捂着自己狂跳的心脏，最终还是按下接听键。喂，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电话里传来一道充满阳光、温文尔雅的声音：婉宁，好久没联系，现在过得好吗？苏婉宁刚说了一个字，就看到楚阳乘坐的出租车已经驶离，他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一股失落感。我还是老样子，你怎么样？不打算回国发展吗？他一边说，一边朝公司大门走去。电话另一边的男人语气温柔地说道：婉宁，还记得我说过，只要学成的那一天，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如同归家的燕子一样飞回你身边吗？一只脚踏入公司大门的苏婉宁脚步一滞，无数青春的回忆在脑中回荡。我当然记得，如果你回来的话，一定记得给我打。不等他说完这句，视线便被眼上百朵饱满娇艳的红玫瑰所占据。一张熟悉的俊朗脸庞出现在玫瑰之后，笑容如同春日暖阳，温润自信，带着恰到好处的深情。婉宁，我回来了。周子明的声音清晰地落在苏婉宁耳中，她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几束柔和的聚光灯精准地打在了苏婉宁和周子明身上，将他们笼罩在梦幻般的光圈中心。轻柔舒缓的小提琴声悄然流淌，是那首经典的《爱的礼赞》。无数星形彩色气球不知何时出现，也不知何时聚拢成一个巨大的心形，中间清晰可见几个大字：婉宁，我爱你。玫瑰花瓣从高处纷纷扬扬地洒落，周围人脸上满是激动之色。哇塞，太浪漫了！苏总好幸福，答应他，答应他，在一起，在一起。周子明动情地望着苏婉宁，婉宁，我们错过这么久，现在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苏婉宁的表情有些僵硬，显然对这种氛围有些不太适应。子明，你这样，我有点……看到苏婉宁的表情似乎有些抗拒，周子明赶忙自责地说道：对不起，是我擅自做主，一定让你很尴尬。我不知道，你其实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起，对不起。说话间，他赶忙挥手让气氛组和道具组都散去，他的眼眶也开始有些微微泛红。苏婉宁赶忙安慰道：别这么说，咱们关系一向很好啊，我只是最近有些心烦，跟你做的这些无关。周子明眼中重新燃起希冀之光。真的吗？那你呢？他边说边摘下一支玫瑰，你能收下吗？哪怕只有一支，也算是让我不要太丢脸。苏婉宁笑着接过那支玫瑰，谢谢你。周子明将一大束玫瑰放在旁边，深情款款地说道：我们可以拥抱一下吗？虽然听着好像是一句询问，但他的双臂已然张开。这么多年，苏婉宁还从来没跟任何男人有过拥抱这么亲密的接触，心里想要拒绝，但又觉得这样确实有点伤人家自尊了。毕竟两人还有过一段美好的青春回忆。就在周子明的双臂即将合拢之时，苏婉宁脑中突然闪现了一张带着几分痞气的脸，她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对不起，我……不等她说完，公司大门突然出现荷枪实弹的军人，身姿挺拔，分列两旁，那种骇人的威势让一楼所有人瞬间噤若寒蝉。当萧月宁和慕容兰踏入大门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沸腾了。我的天，那是大夏第一女战神！哎呀呀，我的偶像，我的偶像啊！我能不能要签名？所有人都激动的声线发颤，双脚不由自主地交替着走向大门。萧月宁在公众场合露面，几乎都会产生这种效果，所以她只能每次出行都带着警卫连。此刻，警卫连赶忙上前维持秩序，将那些激动的人们挡在外围。苏婉宁也是萧月宁的忠实拥护者，虽然以她的性格不可能像那些无脑粉丝一样，但心中也是激动万分。她双手合十在胸前，目光灼灼地看着大夏第一女战神。当她的目光与萧月宁交织的那一瞬，却突然感受到一种似乎带有敌意又令人心悸的压迫感。萧月宁身着笔挺的将官长服，肩章上的将星在聚光灯下闪烁着冷冽的光泽，那股久经沙场、手握重拳的铁血气场，将周子明精心营造的浪漫氛围碾得粉碎。此刻，大厅只有军靴叩击地面的清脆回响，以及人们抑制不住的
充满敬畏的呼吸声，他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原本以为楚阳在他面前夸苏婉宁身材好只不过是在气他，但此刻是眼见为实，他心里生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苏婉宁刚刚经历与楚阳的不欢而散，又猝然陷入周子明的示好与此刻偶像降临的冲击中，心绪本就纷乱如麻。他清晰地感受到那目光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上位者的威严，更有一丝莫名的冰冷的，甚至带着点敌意的压迫感。萧月宁终于走到苏婉宁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1米。身高相仿的两位女性，一个如出鞘利剑，锋芒毕露，气势凌人；一个如寒梅出战，强自镇定，在无形的风暴中心努力维持着优雅与体面。苏总，萧月宁的声音清冷，没有一丝情绪起伏。萧战神，您好，我是苏婉宁，代表苏氏集团欢迎您的莅临。萧月宁的目光并未因苏婉宁的问候而柔和半分，他看到了苏婉宁手中的那只红玫瑰，也看见了旁边的周子明。听说苏总刚刚结婚，想必这位应该就是苏总的老公吧？很浪漫。这番话如同一颗炸弹，将大堂内的人们炸得七荤八素。什么苏总结婚了？那我们刚才是不是太傻逼了？就在这时，不知道人群中谁说了一句：“你们不知道，苏总被逼嫁给一个劳改犯，那家伙今天还打了保安。”我去，我刚才看到那个人了，穿了个拖鞋，很没素质的样子。听着周围的议论，苏婉宁心中打碎了5味瓶，僵在原地不知所措。就在这时，苏康和苏建一家人匆匆而来：“欢迎，欢迎啊！欢迎萧战神和慕容小姐大驾光临。”苏康赶忙上前，态度恭敬地说道：“萧战神言重了，小女和那个劳改犯的婚姻，完全是因为我父亲想要报恩，他们之间只有夫妻之名而已。”苏建眼珠一转，也抢着开口：“是啊，现在我们婉宁的正牌男朋友已经回国了，相信那个劳改犯也会自惭形秽，这段荒唐的婚姻也该结束了。等婉宁和子明结婚的时候，还请萧战神和慕容小姐赏脸，喝一杯喜酒。”周子明脸上扬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萧战神，请您不要随意评价别人的私事，我这次回国就是因为知道婉宁的处境，作为男人，我会为婉宁撑起一片天，不让任何人伤害她。”周围众人这时才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真是苦了苏总，居然嫁给一个劳改犯。苏总这样的高岭之花，也是那种不知廉耻的家伙能觊觎的。正牌男友回归，那家伙就应该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去。我支持苏总为了寻求真爱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一时间，整个大堂群情激愤，都在为苏婉宁鸣不平。慕容兰却淡然一笑：“宁宁，人家说的对，咱们就别管人家的私事了。”萧月宁嗤笑一声：“我只是随便问问，没有要管任何事情，今天只是来考察的。”苏婉宁心中纷乱不堪，自己公司的大堂为什么就突然被周子明用来做求爱现场了？二叔为什么知道周子明回国的事情？对面的萧战神为什么会若有若无地表现出敌意？虽然很多事情现在想不通，但强大的职业素养让他瞬间将所有一切都压下。他眼中的慌乱终于彻底褪去，被一种属于商界女强人的坚韧和冷静取代。萧战神，慕容小姐，这边请，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他侧身做了一个标准的引导手势。苏建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子明啊，你学的就是工商管理，而且听说你在国外的大公司都做得风生水起，不如一起上去帮我们苏家出出主意。”这不太好吧？我刚才已经很唐突了，婉宁也许现在还生我的气，我还是走吧。周子明语气显得很失落。苏婉宁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让周子明参加这次的会谈有些不妥。可苏康却抢先开口：“子明，你也不是外人，一起上去吧。”周子明看向苏婉宁：“这合适吗？如果现在拒绝，相当于当众打了周子明的脸。”苏婉宁深吸一口气，微微颔首：“一起吧，顺便给我点建议。”对于苏婉宁的这个决定，萧月宁嗤了一声，讪笑道：“苏总果然做事不同凡响，用人不避嫌。”苏婉宁被对得心头猛颤，强装镇定道：“我做事向来公私分明，请跟我来。”马路上，一辆炫酷的布加迪跑车将一辆出租车逼停在路边。楚阳无奈地付了车钱，坐进布加迪的副驾驶。“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我今天可是很忙的。”柳芳菲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忙个锤子呀，脑袋都绿了，知道吗？”楚阳一脸疑惑地放下遮阳板，对着镜子看了一眼：“没有啊。”柳芳菲解锁手机，直接拍在楚阳手上：“你自己看看吧。”几乎是实时报道的新闻。楚阳拿起手机，看到自己穿着人字拖，把早上那个对他言语挑衅并且武力威胁的保安给揍了的视频，居然上了热搜。虽然脸上打了马赛克，但他还能认不出自己。现在网上骂声一片：“靠，那个保安一直骂我，还要用橡胶棍打我，我就是推了他一下而已，随便他们骂，反正我也不少块肉，这咋算绿了呢？”柳芳菲点击另外一个标题：“劳改犯挟恩图报，苏氏总裁正牌男友回归”的新闻，你自己看看吧。当楚阳看到里面的图片和视频之时，当即靠了一声：“这不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吗？有点不对劲儿啊！”柳芳菲没好气地道：“你还知道不对劲儿啊？”周子明是婉宁的高中同学，两人以前的关系特别要好。如果不是周家当年出事，周子明必须出国，现在他们可能才是一对。我可不保证婉宁这次不动心。楚阳却摇了摇头：“他选谁是他的自由，我们的婚姻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只是觉得太巧了，
今天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刚听说这个名字，现在这家伙就出现了，而且这消息传播这么快，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安排。他又看了很多相关新闻，包括舆论风向，也做了个总结。菲菲，刚才同一时间还爆出苏氏集团的一些债务和经营问题，如果跟苏氏集团总裁私生活混乱、陷入感情纠葛的新闻合并来看的话，你说会不会？柳芳菲突然瞪大眼睛，刚才我给婉宁打电话，她总是不接，我心里就一直憋着气，从没往这方面去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今天苏氏集团的股票就要下跌。我天，这是个阴谋！柳芳菲诧异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这种情况下，居然把关注点放在这方面，我真想把你的脑袋打开看看里面的结构。”楚阳笑了笑，有些事情不能强求，徒增烦恼，不如想着以后如何活得更舒服一些。哦，估计这是慕容兰的手笔，你也跟家里说一声，让他们多多提防。这女人确实不简单。柳芳菲美眸转了一圈，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弧度。如果你跟婉宁离婚了，会不会娶我呀？不会。楚阳斩钉截铁，丝毫没有任何迟疑。对于他来说，现在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谁适合做老婆，只是谁对他好，他就加倍奉还。虽然柳芳菲很漂亮，但她并不是那种色迷心窍的人。柳芳菲并不是九阴体，或许更适合做个有趣的盟友，保持目前的关系也不错。柳芳菲瞬间被打击到了，你是不是眼睛瞎了？我身材样貌哪一点比不上婉宁？楚阳笑着摇头，跟这些没关系。虽然我也是视觉动物，但还不至于色令之婚。你的功利心太强，跟我在一起也就是想要利用我而已。不过咱们的确相处很愉快，如果柳家出事了，能帮忙的地方我不会袖手旁观，你也不必为了这个就玩那些以身相许的把戏。听了这些，柳芳菲心里突然一暖，不过还是皱眉问道：为什么？美女以身相许，不是每个男人都希望的吗？楚阳讪笑着点头，没错，但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会因为睡了你就对你倾力相助，帮你只是觉得咱们合得来。换句话说，睡不睡，结果都一样，所以你完全没这个必要。柳芳菲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楚阳打断。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神农药房是东海药材最齐全的地方，你带我去买点东西。柳芳菲看了看楚阳那一身杂乱搭配的名牌，无奈地叹了口气，本姑娘还是先带你去买几身像样的衣服吧。1个小时后，跑车里塞满了各种风格的衣服，柳芳菲连内裤都给楚阳买了20几条。楚阳还是不喜欢穿西装，身上搭配了休闲米色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神农药房的规模远超楚阳的想象，里面的营业员就有20几人，前来购买药材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你好，我是神农药房的营业员小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楚阳将手里写好的单子递了过去。我需要千年雪灵芝、百年地黄、地金龙血藤、雪山冰莲、千年人参。小丽当时就愣了一下，先生，这些药材太名贵了，我们这里可能凑不齐。这倒是没有出乎楚阳的预料，他笑着点了下头。你们这里有什么？小丽在电脑上认真核对之后答道：我们目前有百年地黄、千年人参和冰山雪莲。哎，您真幸运，这里还有1条的金龙血藤，刚刚好是您要求的量，只是没有千年血灵芝。能有这么多，楚阳已经感到很欣慰了。好，这些我都要了。小丽心中很是激动，今天早上拜财神，看样子是显灵了。先生，这些药材太名贵，我们担保质量，只不过您需要先付款，我才能给您取药材，一共是850万。柳芳菲顿时惊得瞪大双眸，什么800多万？金子做的药材也不能这么贵啊！这方面楚阳算是行家，这个价格绝对算是公道的。小丽，你别听他瞎咋呼。说着，他冲柳芳菲挑了挑眉毛，快点吧。柳芳菲翻了个白眼，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我要从你的小金库拿1000万。楚阳没所谓地摊了摊手，无所谓，反正我也花不完。刷卡之后，小丽高高兴兴地将4种名贵的药材取来，每种药材都装在精美的木盒中。小丽一一打开盒子，先生，您可以当面验货，如果有问题，我们双倍退您的钱。楚阳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重重点头，你们的药材质量非常好，我很满意。他心里很高兴，给彭野治疗丹田和救急的名贵药材只缺千年血灵芝了，我给您包起来。就在这时，一个50岁左右的胖男人气喘吁吁地来到近前，伸手就去抓那个装了龙血藤的盒子。楚阳当即甩手一巴掌，把那只肥厚的手掌拍开。胖男人被拍得龇牙咧嘴，小子，你敢在这里打人？小丽赶忙上前解释，黄经理，这位先生刚才已经付款了。胖男人却不屑地哼了一声，地金龙血藤不卖了，你把钱退给他。小丽顿时一副苦瓜脸，刚才这些药材里面，地金龙血藤是最贵的，这下提成少了1半还多。先生，不好意思，我把地金龙血藤的钱退给您。等等，楚阳摆了下手，钱货两清，这地金龙血藤就是我的。小丽当即缩了下脖子，黄经理，这位先生确实已经付了钱，这些药材也都是他的了。闭嘴！黄经理瞪了一眼小丽，转头看向楚阳，药材没出药房，就是我的东西。这样吧，我给你其余的药材都打个9折。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楚阳却根本不搭理他，直接将4个盒子抱在怀中，转身就要走。黄经理见状赶忙拦住去路，你不要过分，刚才只不过是营业员不知道这药材已经卖给别人了，
而且买家是你得罪不起的人，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一些，免得受苦。他的话音刚落，从后堂走来一个头发花白、身形健硕、眉宇间透着一股凌厉之气的男人。男人身后跟着的是跟楚阳有过一面之缘的陈东明。菲菲，怎么是你？陈东明颇感意外。陈少，柳芳菲也是一愣。陈东明瞥了一眼楚阳，表情当即垮了下来。黄经理，刚才我都要付款了，你突然说库存出了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陈少，您放心，我已经跟他协商好了。黄经理转向楚阳，这位是极道武馆的馆主陈天林和公子陈东明，他们比你先到，东西自然不能卖给你。虽然他的态度缓和了很多，但言语中那种略带着几分挑衅的意味却更浓了，明摆着就是告诉楚阳，你再嘚瑟试试。此时陈东明也在陈天林耳边低声说道，这小子就是那个劳改犯。陈天林不屑地嗤笑一声，小子，今天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你可以滚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让楚阳不禁的皱眉，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大胆！楚阳，我念在咱们好歹也算认识，你马上跪下道歉。陈东明怒不可遏地呵斥道。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也都听说了陈天林的身份，这小子脑袋让门挤了吧？敢跟极道武馆的陈馆主叫板，这不是找死吗？呵呵，脑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全东海武道界还没人不给陈馆主面子。这小子要是聪明点，现在就赶紧跪下给人家舔鞋底。周围的议论让陈家父子很是受用。柳芳菲向前一步，陈东明，你别过分，这药材本就是楚阳先买的，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们道歉？陈东明眉头紧皱，菲菲，你该不会是跟这小子勾搭上了吧？你别胡说！柳芳菲气得直咬牙，如果真跟楚阳勾搭上还好了呢，现在他就能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家男人说话。陈东明叹了口气，菲菲，我劝你还是别管这事儿。他眼神轻蔑地看向楚阳，今天这地金龙血藤，我陈家志在必得，我劝你还是不要让菲菲难做。楚阳冷哼道，东西我已经买了，你如果想抢的话，尽管来试试。陈东明知道楚阳有两下子，但他并不相信楚阳会比他强。他出生于武学世家，从小就得到丰厚的修武资源，可以说同龄人当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刚要动手，却被陈天林拦住。小兄弟，这样吧，你那些药材的钱我都出了，只要你把地金龙血藤给我就行。一听这话，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几分。还是人家陈馆主做事大气，那小子如果再不识抬举，我都想去揍他一顿，可不是吗？陈馆主德高望重，这小子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回家偷着乐吧。黄经理狐假虎威地喊道，小子，人家陈馆主都开恩了，你还等什么？还不跪下谢恩？陈天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他的身份，一旦出手必须师出有名。现在所有铺垫都已经做好了。楚阳吐出两个字，有病。说完，他拉着柳芳菲就往外走。站住，把东西留下！陈东明大喊一声，身形晃动，双掌灌入千斤之力，对着楚阳后背全力一击。看着那是大力沉的杀招，周围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知道楚阳这次不死也是个残废。陈天林也对自己儿子近期的进步很满意，眯起眼睛，微微翘起嘴角。当陈东明的双掌击中楚阳丝毫不设防的后背之时，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清脆的骨裂声。众人点着头，不由称赞道：“果然是少馆主，一出手，那家伙连脊椎都断了。这小子就是自找的，下半辈子恐怕只能像条死狗一样躺在床上了。”然而，众人的议论之声尚未落下，就见陈东明脸色变得煞白，鲜血不要钱似的从嘴里汩汩涌出，他的双臂突然如同面条一样垂下，显然骨头不知道碎成多少节。啊呀呀，我的胳膊！他身子一软，倒在地上，痛哭哀嚎着。陈天林被惊呆了，他儿子是暗劲武者，在这个年龄已经算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而刚才楚阳不仅用护体罡气挡住一击，甚至还能在瞬间让罡气爆发，震断陈东明双臂的骨骼，可能连内脏都受了伤。但最让他感到疑惑的是，楚阳身上居然没有一丝多余的真气波动。不对，这小子的年龄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武道境界，刚才他一定是借助了某种外力或者旁门左道之法。想到这些，他赶忙上前查看儿子的伤势，幸好只是骨头碎了，内脏应该没有受损。他更加确定楚阳是借助外力，否则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将真气的力道控制得如此精准。殊不知楚阳只不过是讨厌陈东明而已，并没有想要杀了他或者废了他的想法。楚阳刚刚踏出药房，柳芳菲便心有余悸地问道：“你一点都不害怕？对方可是享誉东海的极道武馆啊！”虽然他见识过楚阳摆平忠义堂，但他觉得那或多或少是因为楚阳跟李黑虎的关系。楚阳叹了口气，希望不要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很烦啊。他的话音未落，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飞掠而来，不由分说，对着他的后背就是一掌。这可要比陈东明那一掌强了不知多少倍。楚阳并不想用后背去应接下这一招，主要是担心真气波动太强烈，让好不容易收敛了一些的极阳之气失控。呵呵，老东西居然半只脚踏入宗师境界了。他面容戏谑的侧身避过这一击的同时，出手如电，直取陈天林的软肋。陈天林被楚阳的速度所震惊，赶忙闪身躲避，却不料楚阳乃是阳功，
另一只拳头的速度更快，而且似乎早已预判了陈天林躲避的路线。砰的一声闷响，陈天林胸口遭到重击，他嘴角溢出鲜血，身子向后暴退7、8步。周围众人一阵惊呼：“我靠！陈馆主居然不是对手！”陈天林觉得面皮发烫，他明知虚虚实实乃是武道最基本的常理，却为了颜面大言不惭地道：“小子，你居然用阴招，非大丈夫所为！”此言甫出，众人全都不住点头。我就说这小子不可能是陈馆主的对手，原来是用阴招啊！就是，你看他刚才嘚瑟的样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楚阳也懒得跟这些脑残辩解，斜睨着陈天林，不服就来战，否则就给老子滚一边去！陈天林捂着受伤的胸口，自知无力再战，便放下狠话：“小子，你别得意，我陈家不是好欺负的，今日之仇必不隔夜。”楚阳嗤笑一声，拉着柳芳菲上了车。陈天林赶忙叫来司机：“你去给我盯着。”布加迪跑车上，柳芳菲越看楚阳越是喜欢，眼中的浓情已经化不开。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菲菲，对不起，刚才公司这边有重要的事情，我就没接电话。”听到苏婉宁的声音，柳芳菲不知为什么就是有点心虚。没事啊，你现在那边不忙了？金兰公司那边太强势，刚才外界还出了一些八卦新闻，我头疼死了，借着上卫生间的机会给你回个电话。柳芳菲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问道：“我碰见你老公了，要不要我带他过去？”他没跟你说什么吧？看到那些八卦新闻，苏婉宁第一反应不是公司股价会不会受到影响，而是楚阳现在会不会很生气，毕竟自己现在还是人家的老婆。没有啦，他刚才还说想要回去找你呢，你到底需不需要啊？柳芳菲问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想让楚阳去的。苏婉宁犹豫了一下，若是平时，他肯定不会让楚阳这个惹祸精现在过来，但又怕拒绝之后楚阳想的太多，即便是要离婚，也不能给人家造成不良的心灵创伤。你带他过来吧，但不要露面，带他去我办公室等着就行。挂断电话，柳芳菲撅着小嘴瞪了一眼楚阳：“你老婆让你过去？”楚阳嘴角一抽：“我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哼，臭男人，遇到点小挫折就要抛弃自己老婆，别让我看不起你。楚阳干脆闭嘴。苏氏集团大楼会议室，苏总，我的秘书已经把苏氏集团未来的走势全部分析过了，我也给了你选择，不知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苏婉宁冷笑一声：“慕容总，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给的选择无外乎是披着不同外衣的恶狼罢了。苏氏集团不会妥协。刚才子明的分析你也听到了，你想要吃掉苏氏集团，损失将会是你承受不起的。而且子明分析的时候，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忌惮。平心而论，他没想到周子明刚才居然能把局势分析得那么透彻，甚至连他都自愧不如。但一想周子明以前就很聪明，学习和个人能力都很出众，他又释然了。慕容兰面色微变，马上笑了起来：“笑话，我会对一个不知所谓的家伙产生忌惮？再说了，他是什么身份？我不相信你敢堂而皇之的把他留在身边当参谋。”此言一出，苏婉宁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周子明当即站起身子，微笑道：“慕容总，你别忘了，苏总为人公私分明，而且他已经聘请我做私人政经顾问，我们之间的所有接触都是工作关系，请你注意言辞。”哦，是吗？慕容兰玩味地看向苏婉宁，苏总真的聘用这个人做私人顾问了，就是不知道这个政经顾问到底正不正经。苏婉宁眉头微微蹙起，对于周子明先斩后奏的事情有些不悦，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他不可能拆自己人的台。没错，子明已经被我聘用。慕容总似乎很在意我聘用子明啊。慕容兰秀眉微蹙，深深看了一眼周子明，哼，一个国外混不下去的废物而已。你们俩混在一起的话，我收购苏氏集团的资金可能要减半了。慕容总，周子明微笑着敲了敲桌面，我在海外负责过3次收购大型企业的案子，每一次都能将对手逼到绝路。你能想到的事情，我绝对比你想的更多。他嘴角挂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所以只要有我在，你的计划永远不会成功，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攻守之势就会发生逆转。慕容兰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似乎对于周子明真的有些忌惮。他转头看向百无聊赖的萧月宁：“宁宁，看来我们今天是白来了，只能跟他们商场再见了。”萧月宁无所谓地点了点头：“商业上的事情你拿主意就好。”慕容兰优雅起身，冲苏婉宁点了下头：“苏总，连家庭都无法稳定的人，绝对经营不好企业。同为女人，我还是劝你悬崖勒马，先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吧。”今天的会谈到此结束。有人打开房门，慕容兰和萧月宁并肩走出会议室。那一刻，苏婉宁刚才紧绷的神经突然一下松弛下去，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大口呼吸着空气。忽然，她的太阳穴传来温热的触感，她猛地睁开眼睛，却看到周子明满是温柔的脸。“别动，你刚才太紧张了，我现在给你按按，很解乏的。”周子明的语气轻柔，手指力度适中。“子明，谢谢。”“我不用。”他话没说完，柳芳菲便走进会议室。看到眼前这一幕，柳芳菲当即眉毛竖起：“周子明，把你的手拿开！”“菲菲，你误会了，我只是看婉宁太操劳，想要帮她解解乏而已。”周子明虽然这样说，但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恰在此时，楚阳也来到门前，
看到这暧昧的一幕，楚阳，不是你想的那样。苏婉宁再也坐不住了，也不再顾及会不会让周子明难堪，直接起身。楚阳笑着耸了耸肩，把我当空气就好，该发生的不需要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说罢，他并没有停留，直接走向电梯。柳芳菲是没打算去追，毕竟人家老婆在这里，他去追算怎么回事？苏婉宁觉得心里很憋屈，明明没什么的，他迈步就往前追去。突然身后扑通一声，他转回身却发现周子明晕倒在地上。子明，你怎么了？他赶紧返回，蹲下身子去扶周子明。我没事，就是低血糖犯了，你快去追。苏婉情急得冒了一头冷汗，恰好兜里有一块糖，赶紧送进周子明嘴里。怎么样了？好没好点？柳芳菲看得嘴角直抽抽，心中暗忖，果然是当局者迷，婉宁这么聪明，居然没看出绿茶男的小伎俩。与此同时，楚阳正在电梯里面对两个大美女，一个英姿飒爽，面有韵色，一个妩媚动人，满脸讥诮。楚阳瞪了一眼慕容兰，看什么看？着急给我当奴隶啊？慕容兰却讪笑道，你老婆现在都跟别人好了，你连平台都没有，拿什么跟我斗？不如现在就给我当狗，我还可以考虑把年限减少1年。楚阳切了一声，有病。电梯门开启，他迈步就走了出去，心里默念，那女人千万别叫我。刚刚念及于此，就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楚阳，你给我过来。楚阳嘴角一抽，靠，还是没逃过去。不过这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啊？假装不认识不是挺好的吗？跟着萧月宁上了一台军车，楚阳看着一脸寒霜的萧月宁，疑惑道，不是，咱俩不是应该装着谁都不认识谁吗？你这样可对名声不好啊，毕竟你可是大夏第一女战神，女权代言人。他话音刚落，萧月宁一拳打在他胸口，虽然没用真气，但那力量也不容小觑。狭窄空间加上拳速太快，楚阳无法躲避，只能硬挺着。虽然并不太疼，但他还是龇牙咧嘴，哎呀，下手太狠了，装，你是真能装。萧月宁银牙咬得咯吱响，把手腕放在楚阳腿上，给我号脉，看看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楚阳有些不明所以，昨天晚上不是给你嚎了吗？萧月宁攥紧了拳头，厉声道，再号一次，挺正常啊，气血旺盛，而且你现在比咱俩在龙渊见面的时候身体好了不止一星半点。楚阳很认真地说道，骗子。萧月宁把手抽回，狠狠瞪了一眼，你想不认账？楚阳挠了挠后脑勺，认账？认什么账？正在这时，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旁边，林小渊过来轻轻敲了一下车窗，小姐，便装在车里。萧月宁去了迈巴赫里面不到3分钟，降下车窗，你给我上车。楚阳还真有事想要跟萧月宁说，毕竟他在东海人生地不熟，现在缺少的千年血灵芝还指望萧月宁帮忙找一下。上了迈巴赫的副驾，楚阳诧异的看到萧月宁居然没穿军装，上身一件米白色休闲衬衫，下身一条黑色阔腿裤，脚下蹬着白色平底休闲鞋，整个人看上去飘逸又随性，没有了之前那种严肃难以靠近的感觉。萧月宁将车开到一处海边盘山路的尽头，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下车前还戴上口罩。二人来到悬崖边的灯塔下面，今天的风很大，浪也很急，远处海面全是白色的浪花，悬崖的风更大，萧月宁纤瘦的身躯似乎随时都要被吹倒。到底咋了？楚阳有点郁闷了。萧月宁继续远眺，淡淡道，我怀孕了。楚阳先是愣了一下，之前他发现萧月宁的异常也产生过这个想法，但他马上否定了，即便是他确诊喜脉也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虽然比医院化验要晚几天，但比正常中医的时间要提速了1倍，前后也就才几天的时间而已。而且萧月宁之前是未经人事的，所以即便是怀孕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被诊断出来。他直接翻了个白眼，你是不是整天不找点事而干就难受？这才几天啊，哪个大明白告诉你的？也许是早料到楚阳的反应，萧月宁已经拨通了李德林的电话递过去。楚阳看到屏幕显示李神医3个字，当时鼻子就差点儿气歪。老李，我楚阳啊，你到底想干啥？骗人都骗到战神头上了。哎呀，楚先生，您听我解释。李德林现在对楚阳已经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只恨自己之前轻慢了高人，他毫无保留，甚至把自己家里祖传关于喜脉压箱底的绝活都说了出来。以楚阳在医术方面的造诣，自然一点就通了。他当时脑袋就嗡了一声，那啥，老李啊，先不说了哈，改天找你喝酒。他挂断电话，尴尬地看向俏脸寒霜的萧月宁，呵呵，不好意思啊，我以前还真没想到喜脉能这么看。原本萧月宁只相信了70%，现在他知道自己铁定是怀了。混蛋，我杀了你！他的拳头雨点般落在楚阳胸口，楚阳也不躲，龇牙咧嘴地承受着怒火，直到萧月宁的气消了，楚阳才笑盈盈地问道，要不咱俩现在给孩子起个名？起你个大头鬼，这孩子以后跟你没关系，不管男孩女孩都不姓楚。行，你说姓啥就姓啥，随隔壁老王也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才开心？萧月宁又被这滚刀肉给气得直迷糊，楚阳赶紧趁机拉着他坐到旁边的大石头上。我跟你说啊，阴煞之气根本无法彻底去除，每次我都是给你注入极阳之气进行缓解，但你如果怀了孩子，
那就不一样了。萧月宁眸中顿时生出希冀，怀了孩子就不用受阴煞之气的折磨了。楚阳摇了摇头，不是，我是说孩子能给你提供更精纯的阴煞之气，你的武道进步效率至少提高1倍，但你受阴煞之气的折磨也会增加1倍。萧月宁一听这话，差点就晕过去。之前他都已经是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犯病的时候恨不得一头撞死，再增加1倍的折磨，他连想想都全身发抖。你个挨千刀的，我被你害死了！楚阳豪迈地拍了拍胸脯，放心吧，我不会不管你的。萧月宁这才松了口气，不过马上又想到了什么，你怎么管？楚阳把手一摊，你家钥匙给我一把，我不忙的时候就去给你调和一下。萧月宁下意识将手伸向腰间，却发现自己穿了便装，没带枪，他恨得咬牙切齿，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还不忙的时候就去给我调和一下，我看你是老婆不行的时候就找我发泄一下吧。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侮辱，全身真气爆发，一脚踢出，打死楚阳也想不到这女人说翻脸就翻脸。猝不及防之下，他赶忙交叉双臂格挡，轰的一声，楚阳身子倒飞出去，重重撞在灯塔上，墙面都因为撞击产生蛛网般的裂痕。噗！楚阳一口鲜血喷出，蹲在地上剧烈咳嗽，咳，你他妈太狠了！说话间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地上，他整张脸已经没了血色。这次他没有半点表演成分，面对一个战力超强的实战型宗师，全力一击，而他猝不及防之下，最多只能用出60%的力量抵抗。但凡让他有一点准备，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不过还好，刚才只不过是气血逆行，并非受了内伤，把血吐出来就好受多了。看到楚阳的状态，萧月宁也很自责，刚才只是一时没控制住自己，谁让那家伙说话那么气人呢？你怎么样？死不了？楚阳缓缓起身，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你气也出完了，我就走了，还得回家疗伤呢。说完，他转头就走，又突然停住。那个，方便送我下山吗？他话音刚落，就看到盘山路上有3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眨眼间便停在楚阳面前。当楚阳看到一台车里下来的是陈天林带着几个学徒模样的人，顿时就笑了。你挨揍没够吗？陈天林没说话，来到另一台车旁边，打开车门，从里面下来一名白发苍苍、身穿唐装的老者。此人身材干瘦，透着一股锐利的精气神。楚阳正纳闷之时，萧月宁来到他身旁，低声道：“你惹极道武馆了？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惹事，是他们惹我。”萧月宁整理了一下口罩，冲他翻了个漂亮的白眼：“你就是个惹事精！”那老头是陈天林的父亲陈北川，东海武道界鼎鼎有名的人物。10年前他就到了宗师后期，但因为练功走火入魔，现在好像是宗师中期的实力。此人绝对不是普通宗师能比，我之前跟他切磋过，顶多算是平分秋色。你惹了他，可是没好果子吃的。楚阳很想说一句，一个中期的宗师而已，老子抬手便可灭之，可现在这身体还真就不给力。如果还是60%的实力，倒是可以一战，但刚才被那虎妞全力爆发的一脚把气血都给震乱了。他们来的人不少，一会儿你别管我，直接开车走，别动了胎气，把我儿子给伤了。呸，不要脸，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还有啊，以后我不会承认你是孩子爹的，我走了。说完，他直接无视前面那些极道武馆的人，上了迈巴赫。小贝，你今天打伤了我儿子和孙子，这笔账怎么算？陈北川语气冰冷，充满上位者的威压。楚阳此刻若是放手一搏，面前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但他不敢赌自己的极阳之气不会爆发，跟这些人拼命太不值。但这些人想要留住他，也是痴人说梦。只不过现在如果就这么跑了，这帮人以后肯定蹬鼻子上脸。他眯起眼睛，笑得很玩味。老头，就是说你今天不是来讲理的是吧？陈北川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哈哈！讲理？我陈北川活了74个春秋，纵横武道界数十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说的话便是理。楚阳点了下头，我就想问问你，你爹还活着吗？小贝，你找死！陈北川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楚阳耸耸肩，没啥，就是怕把你打哭了之后，你爹再来找我，拿下他，废其四肢，我要让他生不如死。陈北川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他身后的众弟子一拥而上，将楚阳团团围住。陈天林冷声道：“小子，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跪在地上磕100个响头，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楚阳冲陈北川勾了勾手指：“老梆子，反正你也不要脸，一起过来围殴我呀！小爷，我一起把你们都送走。”看到楚阳一身破绽，而且身上的气血散乱不堪，陈北川当即笑了出来：“早知道你跟天灵动手的时候也受了伤，老夫都不会来此。”楚阳仔细打量围上来的10几个人，阵容跟昨天楚朗的护卫配置相仿，看来极道武馆能在东海扎根这么多年，的确有些底蕴。小子，在东海只有我们极道武馆欺负别人的份儿，你敢动手打伤馆主和少爷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一个山羊湖的汉子面露狂傲之色，大手一挥：“兄弟们，先打残，然后慢慢弄死他。”话音刚落，极道武馆的门徒一拥而上，他们的攻击看似毫无章法，实则将楚阳所有的退路都封住，而且进攻的位置也是非常默契，给人一种眼花缭乱、首尾不能兼顾的错觉。看到楚阳傻呆呆站在原地，
陈北川脸上泛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天灵，你居然被这种货色打伤，真是给陈家丢脸，罚你禁足1个月。钱心，他的话音未落，苍老的眸子差点瞪出眼眶。陈天灵更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嘴巴都合不拢。刚才只是一瞬之间，12名极道武馆的精锐门徒全都像是被人施了定身咒，这些人看上去全身僵硬，不能动弹。紧接着，扑通的声音不断，那12个精锐全都保持最后的姿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可陈北川明明一直盯着楚阳，在刚才那一瞬间，楚阳只是双手微微动了2次。小贝，你做了什么？楚阳眯着眼睛，洒然一笑，你想学？我教你啊。跟之前在苏家对付青龙会那帮人一样，楚阳用了最取巧的手段，飞针刺血。这是对付那些没有护体罡气或者罡气薄弱的武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陈北川满是褶皱的面皮抽出了几下，恶狠狠地点了下头。好，很好，你这次成功把老夫惹火了。话音未落，他周身那强大的宗师气场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楚阳当即皱了皱眉，刚才萧月宁说这老东西是宗师中期，但现在看来情报有误。常规武道境界分为淬体、明境、暗境、化境、宗师，每个境界分为前、中、后期，到了巅峰期就已经临近下一个境界。能达到巅峰的宗师往往被称为大宗师，而面前这老家伙距离大宗师已经只有1步之遥了。此刻楚阳在分析利弊，若是现在逃了，以这老家伙的脾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银针根本破不了宗师的罡气，想要杀了这老头，就要面临极阳之气爆发的风险。陈北川看楚阳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好像被吓得不轻。小贝，现在后悔已经晚了，能死在老夫手里，你应该感到荣幸。他眼中杀意暴涨，枯瘦的身躯爆发出与年龄不符的恐怖威压。小贝，内命来！陈北川低吼一声，干枯的手掌成爪状，意图一击废掉楚阳。楚阳稳如老狗，双眸死死盯住陈北川进攻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但他却有些失望，这老家伙身上居然没有半点可乘之机，只能硬拼或者撤退。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如同瞬移般插入了2人之间，轰！拳爪相交，爆发出金铁交鸣般的巨响，狂暴的气浪以2人为中心轰然炸开。猝不及防之下，陈北川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感觉自己的手爪仿佛撞上了一座万年冰山，一股至阴至寒又沛然莫遇的劲力，如同决堤的冰河，将他震得5脏6腑一阵翻腾。那一瞬，他心中大呼不可能，他不相信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竟然能将他搞得如此狼狈。他奋力向后暴退10几米的距离，口中喷出鲜血。父亲！陈天慌忙扑过去搀扶，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东海武道界的泰山北斗，隐藏了实力的半步大宗师，竟然被一个年轻人逼退，还受了内伤。萧月宁娇躯向后猛退几步，撞进楚阳怀中。这一刻，他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势，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刚才看到陈北川居然比情报上的实力还要高出很多，当即心头猛颤，心中懊悔自己刚才打伤楚阳，而且还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真没想的，或许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便用出全力，想要替楚阳当下一击。就算受伤，他也可以摘掉口罩，亮明身份，足以保住楚阳。然而此刻，他居然将一个半步大宗师的强者逼退，而且自己并没有受伤。他感受着体内奔涌不息、远超以往的力量。刚才那一瞬间的爆发力，那种流畅无阻、阴寒真气如臂使指的感觉，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巅峰状态。更关键的是，在如此全力爆发之下，体内的阴煞之气竟然格外温顺。难道是真的？楚阳方才在灯塔下对他说的话，如同惊雷般在他脑海中炸响。孩子能给你提供更精纯的阴煞之气，你的武道进步效率至少提高1倍。之前他以为是楚阳在胡扯，是为了某种目的找的蹩脚借口。他感受着温暖的怀抱，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棱角分明的英俊脸庞，心中五味陈杂。可突然之间，他看到楚阳嘴角挂出一抹阴冷的弧度，仿佛只要偷鸡的狐狸。下一瞬，那温暖的怀抱消失了，他僵在原地，看着动如脱兔的楚阳背影，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不要！只见楚阳如同魅影般飞掠而至，他看准陈家父子的咽喉，双掌如刀，快如闪电般砍去，打破脑袋。陈家父子也想不到楚阳会来这一手，慌乱之中，受了内伤的父子2人喉咙遭到重击，喉骨当场粉碎，一命呜呼。楚阳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转身来到那12个倒地的门徒中间，银针再次飞出，只不过这次全都刺入死穴。他并不嗜杀，甚至有点讨厌杀人，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留下这种实力可以威胁到他安全的敌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陈天灵今天的那句报仇不隔夜的话，也是他斩尽杀绝的导火索。看着楚阳几乎不到2个呼吸的时间便杀了14个人，即便是铁血将军此刻也秀眉紧蹙。你这个疯子！楚阳却冲他笑了笑，你看看自己的口罩。萧月宁这才发现自己的口罩在刚才的那一击之下已经不知所踪。就算陈北川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也不至于杀人啊，他不敢对我怎么样，而且有我在，他也不会再对付你。楚阳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这老梆子如果是个讲理的人，今天这一架根本就打不起来。你可以保证今天他不动手，可明天呢？暗地里呢？
别说是我，就算对你下手也不是没可能。他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萧月宁也是听得火气上涌，这一家人都这么混蛋吗？楚阳双手一摊，你可以去神农药房查监控。楚阳把那些尸体全都塞进车里，打火，降下车窗，挂上前进档，3辆轿车依次从悬崖坠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没过多长时间便沉了下去。而萧月宁全程观看，并没说话。他手上的人命多到数不过来，死10几个人，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别说那些人就是奔着杀他孩子的爹来的。楚阳擦了擦额头的汗，对了，这些家伙失踪，执法局可能会调查，你有什么好办法？萧月宁恢复了傲娇的模样，冷哼道，还不是得求我帮忙，一会儿去医院做个局，我给你当证人。楚阳笑着点头，没问题，不过我还有个事儿让你帮忙。不要脸！萧月宁鄙夷的翻了个白眼，说吧，我知道你人脉过，能不能帮我找千年血灵芝？1000年的还是血灵芝？这可是武道圣品，恐怕不容易。是你需要疗伤用吗？楚阳笑着摇头，并拿出纸笔写了一个清单。千年血灵芝对我很重要，只要有消息，拜托一定告诉我。这张单子上有些药材，我可以给你炼制保胎的丹药。萧月宁突然皱了皱眉头，现在怀孕的事情不能公开，你管住嘴。还有啊，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孩子以后姓什么必须我说了算。楚阳眼前一亮，虽然萧月宁还是那副傲娇的口吻，但现在孩子姓什么好像还可以商量。萧月宁继续说道，不过我爷爷如果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必须。傍晚刚刚到家，想要赶紧洗个澡解解乏的苏婉宁却诧异地发现二叔一家人已经搬了过来。婉宁回来了。二婶吴艳笑盈盈地坐在沙发上，屁股都没挪一下。我们家最近重新装修，所以就过来跟你们一起住，你不会嫌弃我们吧？苏建瞪了吴艳一眼，说什么呢？都是一家人，婉宁怎么会嫌弃咱们？他又看向苏康，是吧，大哥？两人是兄弟，就算再怎么不对付，苏康也不好说什么。就在这时，苏婉宁的工作室方向传来了声音。苏婉宁向来很注重隐私，工作室更是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的，平时就连打扫卫生，他都是亲力亲为，不让下人插手。他走向工作室，推开房门，结果就愣了。只见苏明浩和周子明二人正有说有笑地对着电脑屏幕指指点点，似乎在讨论什么。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苏婉宁脸上的不悦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婉宁，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在机场丢了，又很着急做一份公司应对现状的企划书，所以才用了你的电脑。周子明满脸歉意地起身，态度极为诚恳。不管怎么说，周子明今天在谈判当中确实立下了功劳，苏婉宁也不好说什么。没关系，明天让后勤给你配一个笔记本。不早了，你也快点回去休息吧。闻言，周子明面露尴尬之色。周明浩赶忙开口，婉宁姐，我们也是下班的时候才知道子明哥以前家里的房子早就卖了，本想让他住我家的，可我家又赶上装修，所以我爸和大伯商量了一下，反正也都不是外人，就暂时先住在这里吧。二叔一家人来这里住，苏婉宁已经很不高兴了，但都是血缘至亲，也没办法。可现在周子明过来住算是怎么回事？子明，这样吧，公司在酒店是有长包房的，我现在就打电话让礼宾部安排一下，一会儿让他们来接你。婉宁，这事儿可是我大哥答应的，现在你就迫不及待想要当家主了。苏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门口，旁边还站着苏康。是啊，这事儿是我答应的。婉宁，子明今天可没少帮你，咱们不能让人家心寒啊。家里又不是没空房间，之前给楚阳准备的房间，反正那家伙也不回来住，正好给子明吧。苏婉宁当时就火往上撞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了，就算子明跟我的关系再好，也不能住在家里啊。这时周子明赶忙站在父女二人中间，叔叔，婉宁，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不识大体，我现在就走。他动作很快，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子明，你别多想，咱们的友谊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苏婉宁出言解释。周子明挂起一抹会心的笑容，我都明白的，你放心，这辈子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不长时间，礼宾部的人就来接走了周子明。哎，子明哥可真是个工作狂，今天中午就吃了一口面包，下午到现在一直都在工作。苏明浩低声感叹道，这句话却清晰地落在苏婉宁耳中。他没吃东西。苏婉宁知道周子明从上学的时候就有低血糖的问题，也晕倒过几次，而且今天在公司也晕过一次，他当即变得焦虑不安。是啊，我听说为了筹备今天跟你见面，他早上就没吃饭，咱家晚饭都准备好了，你这不是把人给赶走了吗？吴艳阴阳道。就在这时，礼宾部的经理打来电话，苏总，不好了，周秘书他晕了，现在没知觉，我正往医院送呢。苏婉宁当即慌了神，赶忙上车，一脚地板油就出了大门。吴艳浓妆艳抹的脸上闪过一抹得意之色，孩儿他娘，你说闭嘴，不许你这么叫我。哦，肖战神，这样行吧？有屁快放。在车上争论了一下称呼问题之后，楚阳终于把话引入正题，那个慕容兰要对付苏家和柳家，你能不能劝劝他？萧月宁冷笑两声，呵呵，现在知道怕了，当时你怎么敢跟人家打赌的？楚阳摇头叹了口气，身子后仰，把
把2只脚搭在挡风玻璃前方。你可能有点误会，我这么说，完全是考虑你怀着我儿子，不想让你看到好闺蜜成了丧家犬而动了胎气。萧月宁嗤笑道：我承认，你在医术上的确有让我吃惊的地方，武道方面也算是勉勉强强，毕竟还需要女人出手相救，但在经商方面，你跟兰兰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么说吧，凭我的了解，只要她想做的事，不论付出多少艰辛，她都会咬牙坚持，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也是我欣赏她的原因。如果你想取消赌约，我可以求她放过你。楚阳笑着摇了摇头，那就不必了，到时候你可别为了她的事儿来找我麻烦就行。萧月宁不屑一顾地勾了勾嘴角，路是人自己走的，赌约是你们自愿定下的，以后不论什么结果，我都不会干涉你们的恩怨。不过我很好奇，你跟柳家的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楚阳皱眉沉思道：这么说呢，算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我也打算帮她，然后就是睡她吧。萧月宁自己都没感觉出话里带着酸味。楚阳斩钉截铁地道：目前还没这个想法，不过我承认她很勾人。萧月宁俏脸浮上一丝愠怒，我告诉你，不干不净的女人，你最好躲远点，别惹一身病。我可不想。说着，他突然俏脸有些发烫，赶忙话锋一转，我可不想自己孩子有个一身脏病的爹。楚阳眯着眼睛笑得很狡黠，你忘了我是神医了？你不要脸，以后离我远点。就在这时，萧月宁的手机响了，他直接按下蓝牙免提。宁宁，你背着我跟小杨解除婚约了。电话另一边的萧战天似乎很不高兴，萧月宁的表情当即变得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啊，爷爷，我本来还想跟您说呢。说什么？你现在翅膀硬了，爷爷的决定你也当成耳旁风。萧月宁狠狠咽了下口水，自己这个爷爷疼人的时候是真疼，可若是发起火来，全家绑在一起都承受不住。他一想到可能面临爷爷的怒火，双手都有些握不住方向盘。您别发火，这事儿不怪我，都怪楚阳。一旁的楚阳都听愣了，心中不断腹诽，这他妈跟我有个毛线关系？不是你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休了我吗？萧战天明显也愣了一下，你说怪小杨？萧月宁狠狠点头，他心里喜欢别人，求我解除婚约的。胡说八道！萧战天提高了嗓音，我看就是你嫌弃人家坐过牢。不是，我说的是真的。那家伙他……哦，您还不知道吧？他刚到东海就跟苏家的苏婉宁领证了，不信您可以自己查呀。他说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都惦记苏婉宁的。楚阳脸上的肌肉全都在抽动，这都不是躺枪的事儿了，这是躺炮啊！他赶忙想要开口解释，却被萧月宁的小手直接捂住了嘴巴。小杨这么不靠谱吗？不行，我得问问他，就算他喜欢别人，也是答应了这门亲事的，让他离婚再跟你登记。萧月宁赶忙说道：爷爷，人家苏婉宁也是黄花大姑娘呀，你这么做让人家情何以堪啊？萧战天却不以为然的嗤了一声，大不了给他们一些补偿，那丫头实在喜欢小杨，就让她做小，反正我孙女要做正妻，明天我大寿，你约她来。说完，萧战天果断挂了电话。楚阳气得直翻白眼，萧月宁愁眉苦脸地道：哎呀，你别烦了，我不就是说了几句善意的谎言吗？我刚才还替你跟执法局撒谎了呢，电话你也都听到了，我爷爷的脾气你应该也知道一些，最好别把他惹毛了。明天你陪我回去一趟，咱们随机应变。楚阳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我才不去呢，你自己搞定吧。萧月宁眸子瞬间冰冷下来，好啊，我就跟爷爷说你搞大了我的肚子，然后跟别的女人结婚。楚阳大夏县有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中央勾陈5大军区。萧月宁的东海战区归属青龙大战区，而青龙战区的首席指挥官就是萧战天。全大夏也没几个人敢去招惹那个老头，要是让老头知道自己孙女被搞大肚子，而且还是始乱终弃，那有10条命也不一定够用啊。楚阳满脸委屈地看着萧月宁，不是，你不用玩这么大吧，你平时的人设可不是这样啊。哼，我都要挨揍了还管人设，你猜爷爷是信我还是信你？萧月宁傲娇地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楚阳把头发抓成了鸡窝形状，郁闷地叹了口气，哎，你们这帮疯女人就没有一个是正常人。萧月宁撇了撇嘴，知道就好，到时候你的嘴巴不要乱说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保证你不挨揍。楚阳。就在这时，楚阳接到柳芳菲的电话，萧月宁瞥了一眼，直接抢过电话按下了免提。杨哥哥，我刚才给你手机发了些图片，你别生气，我今晚不在东海，明天回去的时候找你，顺便给你泄泄火呀。柳芳菲习惯性的挑逗了一句。萧月宁眯着眼睛斜睨着楚阳，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哦，电话的主人叫楚阳是吧？柳芳菲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当即愣了一下。你不需要问太多，楚阳现在受伤住院了，你可以通知一下他家人。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柳芳菲接连打了几次过来，都被他直接挂断。解锁手机，我要看看那个柳芳菲给你发的图片到底能不能泄火。楚阳知道柳芳菲就是动动嘴而已，毫不犹豫地解锁了手机。图片都是一个网名为明星明晚的人发的朋友圈截图，签名是明怀不负子风暖，晚运长宁岁月安。一向不苟言笑的萧月宁都没忍住，掩嘴轻笑了2声。看来那个周子明不光是对你老婆眉来眼去，
还真是下了不少心思呢。楚阳的确不是很关心这种事，但被人送到面前，心里的确有点堵得慌。特别是当他看到图片上苏婉宁坐在病床旁边，小心翼翼地吹着碗里的粥，还贴心地亲手喂周子明。配文：若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楚阳嘴角一抽，妈的，绿茶男呀！萧月宁嘴角勾了勾，生气了。楚阳摇了摇头，倒不是生气，就是觉得被恶心到了。算了，咱们干自己的事儿，别管闲事。仁爱医院急诊病房内，婉宁，真对不起，让你这么晚还不能休息。周子明有气无力地说道。苏婉宁赶紧摇头道：“你别这么说，今天都是因为我公司的事情才把你累倒了2次，是我对不起你。”周子明信誓旦旦地道：“为了你，别说是累晕，就算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苏婉宁心中的愧疚化为感动，刚要开口，却被周子明打断：“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赶紧回去吧，我怕杨哥再误会。今天晚上我只要好一点，一定把计划给弄出来。”苏婉宁本打算让周子明好好休息，他也早点回家，可听到这句，他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一旁的苏健却叹了口气，可怜子明在东海已经没有亲人了，实在不行，今晚我就留下来照顾他吧。苏婉宁深吸一口气道：“不用了，今晚我在这里照顾子明。”苏健点了下头，这样也好，否则可就寒了人家的心。子明啊，有婉宁陪你，我们就放心了，明天再来看你。苏天宇当时就不乐意了，转动轮椅就来到病床旁边。你他妈就一个低血糖，至于搞得像癌症晚期一样吗？我跟50多个社团的人火拼，受伤了也没你这么娇气。苏婉宁厉声呵斥道：“天宇，你给我闭嘴！刚才医生都说了，低血糖只是子明的并发症，现在已经做了全面体检，你不懂就不要瞎说。”苏天宇苦着脸说道：“姐，就算他得了大病，我出钱给他请最好的护工，也犯不着你伺候啊。你让我姐夫怎么想？”苏婉宁确实为这个事情心有不安，但一想到过去的友谊和今天周子明的付出，她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护工当然要请，可子明身边没有亲人，我作为他的好朋友，当然也要照顾他。今天咱们公司遇到状况，楚阳还不是一走了之？如果连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他也不配做我苏婉宁的男人。苏天宇还想争辩，却直接被老姐给推出去，交给保镖带回家。苏婉宁想了想，最终还是给柳芳菲打了个电话：“菲菲，我今天晚上要留下来照顾子明，你过来陪我好不好？”大姐，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你有没有整晚陪过你老公？还有啊，周子明发的朋友圈也太那个了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哎呀，好啦，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妥，所以才叫你过来陪我嘛。你来不来啊？我离开东海办点事，明天早上才回去呢。对了，刚才我给你老公打电话，是个女人接的，说她住院了，我开车也没仔细问，你还是自己打电话问问吧。挂断电话，苏婉宁突然心跳得很厉害，不会真出事了吧？她赶紧拿起手机，刚解锁就听到病房里传来周子明的声音，她赶忙揣起电话，小跑着进了病房。子明，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苏婉宁焦急地问道。周子明有气无力地说道：“你能扶我起来活动一下吗？”苏婉宁赶忙上前去将他扶着下了床，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让周子明全身的血液几乎沸腾。他不住地偷瞄苏婉宁那张国色天香的俏脸和凹凸有致的身材，心中一阵唏嘘，要不是当初不小心惹了那个扮猪吃老虎的东海首富千金，我家也不至于落魄，我也不至于逃去国外。苏婉宁早就是我的女人了，等帮着慕容兰拿下苏氏集团得了股份之后，我看你苏婉宁还拿什么跟我傲娇，到时候就轮到你来跪舔我了。他心中暗暗发狠。苏婉宁小心翼翼地扶着周子明，生怕摔倒。周子明则是一个劲儿地往苏婉宁身上贴，距离起伏的苏胸只差几公分而已。他已经计划好一会儿假装摔倒，狠狠赚一波福利。就在这时，房门玻璃外面露出一个脑袋，正是陈东明。刚才他在执法局的一个熟人说楚阳受伤住院了，他就很生气。爷爷明明说要弄死楚阳的，不过这样挺好，他有机会亲手折磨并好好羞辱楚阳一顿。他带着20多个急到武馆的弟子冲进急诊病房，就挨个屋子寻找。此刻他看到一男一女背对着他的方向，男人似乎身体很虚弱，需要女人的搀扶才能走路。他一眼便认出苏婉宁的背影，找到了，就是那小子。我胳膊不方便，你们先揍他一顿，然后我再上。他还是很鸡贼的，不确定楚阳现在究竟伤势如何，先让这些人去试试水。那些武馆弟子一脚踹开房门，潮水般涌入病房。苏婉宁被惊吓到了，下意识的向旁边闪了一下。周子明失去支撑，扑通一声来了个狗啃屎。苏婉宁被这些凶神恶煞的人给挤到墙角，不知所措。病房内的叫骂声、拳脚撞击皮肉声、周子明的哀嚎声，全都交织在一起，乱成了一锅粥。病房门口，2只胳膊被打了石膏的陈东明见状也是很激动，看来楚阳伤得很重，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就是这小子，别打死就行，一会儿我还要问话。他现在还有点纳闷，楚阳都进医院了，他爷爷和他爹为什么还没回家？是少爷。里面带头的男人应了一声之后，便是打得更卖力。苏婉宁也听出了陈东明的声音，赶忙大声喊道：“陈少，快让你的人停手啊！”陈东明更来气了，他追苏婉宁那么长时间，结果被楚阳来了2天就捷足先登，今天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我今天肯定能废了这小子。苏婉宁都懵了，怎么想也想不出个答案。他怎么惹你了呀？哼，他今天在神农药房把我和我爹都给打伤了。苏婉宁觉得自己脑回路不够用了。周子明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终于，带头的男人怕把周子明打死，大喊一声：“都住手！”那些武馆弟子全都停下。少爷，您来问吧，这家伙肯定还能说话。苏婉宁想要上前查看，却被那些人挡在外面。陈东明神气活现的来到近前，却发现地上这家伙是趴着的，把他翻过来。几名弟子轻松给周子明掀了一下。我靠！陈东明吓了一跳，以为看到鬼了。只见地上躺着的人已经看不出模样，整个脸都肿成了猪头。陈少，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他今天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没去过神农药房呀。苏婉宁看不到里面，急坏了，赶忙替周子明解释。本来陈东明还有点犹豫，觉得楚阳好像比地上这家伙更壮实一些，但听到苏婉宁这么维护这家伙，他更加确定这就是楚阳无疑。他用脚踩住地上的猪头，一口浓痰吐上去。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被别人打过，你居然废了我2条胳膊，今天你想怎么死？双臂虽然打着石膏，但陈东明下盘还是很稳健的。他一脚踩在周子明裤裆上，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的剧痛，让周子明嗷的一声，身子卷成大虾的样子。别打了，我真没去过什么药房啊！周子明哭得梨花带雨，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陈东明当即愣了一下，这声音好像有点不太对。你是楚阳？此言甫出，周子明哭得更厉害了。不是啊，我叫周子明。苏婉宁用尽全力挤进去。你认错人了，他是周子明，才从国外回来。陈东明又看了一眼床头上挂着的患者名签，果然写着周子明。他让人把护士拉进来。喂，急诊病房有没有个叫楚阳的？小护士吓坏了，赶紧拿起手机查看。有个叫楚阳的患者，就在对面病房。陈东明大喜，兄弟们，跟我去对面。苏婉宁却上前拦住他。你就这么走了？打错了人，不应该给人家道歉和赔偿吗？陈东明现在也是一肚子气，哼了一声。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得问问你。问我？你进来就打人，还问我？苏婉宁觉得陈东明不可理喻。陈东明却嗤了一声，道：就今天这事儿，你搁在谁身上能想得到？你老公住院，你在对面陪着别的男人搂搂抱抱。一开始我还以为新闻是瞎编的呢，现在一看，操，什么他妈高冷女神，也是个背地里玩的比谁都花的烂货。苏婉宁被对的心中满是委屈，却是一个字都没法辩驳，娇躯止不住颤抖。一想到刚才自己听说楚阳在对面病房，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楚阳是否受伤，而是替周子明讨个公道。他的心就像被刀子戳了一下，看着一群人直接进了对面病房，他突然打了个哆嗦，抬腿就要跟过去，最起码得护着楚阳。婉宁，我不行了，帮我叫医生。周子明这次一点装的成分都没有，说话都费劲。苏婉宁追上刚才那个小护士，请你快叫医生来。小护士本来也是要去叫医生的，地上躺着个猪头人参怪，他又不下。苏婉宁转头就往楚阳的病房跑去，他一边往里挤，一边大声喊：别打他，我求你们了，别打他了，你们要什么我都给。可等他挤进去才发现，并没有刚才那种激烈的围殴。病床上，一个全身缠满纱布，只露出眼睛的人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陈东明和极道武馆的人都像乖猫咪一样，露着谄媚的笑容。病床左边站着执法局的肖智和2名执法员，病床右边沙发上，肖月宁交叠，双腿坐得很是随意。肖战神，您怎么在这里？肖月宁赶苍蝇一样对着陈东明挥了挥手，别在这碍眼。陈东明如蒙大赦一般，点头哈腰的退出病房。苏总现在忙完了。肖月宁语气中满是鄙夷。说来也巧，找到院长给安排的病房，正好就在周子明的对面。刚才苏婉宁体贴的照顾，在走廊打电话，以及刚才周子明被暴揍，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楚阳受伤了。苏婉宁心虚的解释。肖月宁哦了一声，看来之前打电话的那位柳小姐并没有把楚先生受伤的事情告诉你。我刚才想要打电话的，可是正好赶上子明。不等苏婉宁解释完，肖月宁摆了摆手。是啊，还是子明重要。苏婉宁觉得自己比吃了1万只死苍蝇还难受，深呼吸调整了一下情绪。肖战神，我知道您是在指责我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我不是个逃避责任的人，是我的错，我一定承担。可这毕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肖月宁嘴角勾起不屑的弧度，嗤了一声，转头看向肖智。肖队长，事情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今天被车撞，那几辆车还下来人，想要杀了他，恰巧我经过，那些人才上车仓皇逃窜。他低头写了几个数字递过去，这些就是那3辆车的车牌号。之所以没找警局，是因为我发现那些人都是武者，希望你们抓紧时间破案。肖智站得笔挺，朗声回应道：请肖战神放心，我们一定早日缉拿凶徒归案。说完，他对苏婉宁点了下头。楚夫人这个称呼让苏婉宁当即觉得脸皮发烫。肖队长你好，考虑到楚先生的安全，局里决定把他转到东海战区医院，那里很安全，医疗设施也很全面。苏婉宁当即秀眉紧蹙，我是他的妻子，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协商呢？我也可以雇人来保护他的安全。肖智面色古怪的笑了笑，
那个，我本来刚才就想跟您商量来着，可今天看了新闻，刚才又发现您其实真挺忙的，所以就跟局里综合了一下意见，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苏婉宁再次被对得哑口无言，她来到床边，轻声呼唤楚阳：“你能听到吗？是你老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行吗？”楚阳没想到会这么巧，他现在也没法说话，更何况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继续按照剧本保持昏迷。不过即便是闭着眼睛，他也能从苏婉宁的声音听到浓浓的愧疚。就在这个时候，几名佩戴军医标志的军官走进病房。几分钟后，楚阳被送上军医院的救护车。当救护车驶离的那一刻，苏婉宁抱着头，大脑一片混乱。几分钟过后，他感觉身心俱疲，颓然来到服务台。你好，我想要请2个有经验的护工。与此同时，执法局的车已经跟救护车分道扬镳。肖月宁驾驶着黑色迈巴赫拦住救护车，随车的军医跟着楚阳一起下了车之后，对肖月宁敬了个军礼。将军，请指示。肖月宁微笑着点头示意。没事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上车后，肖月宁直接开车回家。楚阳现在对东海的路还很不熟悉，咱们这是去哪啊？君临天下。楚阳哦了一声，谢谢呀，还麻烦你送我回家。肖月宁白了他一眼，送你回家？去哪？遵皇室驾。楚阳点头，是啊，那是我家。肖月宁喘了2口粗气，沉声道：“楚阳，以后能不能把你那些可怜且幼稚的自尊心收敛一些？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谎话，很有意思吗？”楚阳，不是，我说实话，你怎么就没有一次相信的呢？肖月宁嗤了一声，不愿意跟你废话。看在你明天配合我的份上，我也是可怜你一个送外卖的无家可归。今晚，他用力咽了下口水，你可以睡我家。闻听此言，楚阳当即打了个哆嗦，目光中充满了警惕。你干嘛那样看着我？我就是可怜你而已，你别想歪了，咱们分房睡，而且你睡1楼，我睡2楼。肖月宁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路况，楚阳歪着脑袋，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你解释了这么多，很不对劲儿，这不是你的风格。你是不是今天跟陈北川动手的时候发力过猛，体内的阴煞之气变得更活跃了？肖月宁握方向盘的手僵了一下，自从在灯塔下击退陈北川之后，他体内的阴煞之气就开始躁动不安。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他不停调整真气，想要镇住阴煞之气。以前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他都可以做到，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知道阴煞之气又要折磨他了，而且这次肯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难挨。刚才提出让楚阳去家里，是他纠结了很长时间，不知道给自己打了多少气才说出口的。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怎么跟个长舌妇一样刨根问底？就问你去不去？他几乎是气急败坏的喊来。楚阳嘴角扬起一抹坏笑，肖战神，你求我呀？楚阳，肖月宁冰冷的脸上恢复了战神的锐气。你是不是有什么错觉，认为我是个任人欺凌的柔弱女子？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来一个装甲团把你？我信还不行吗？楚阳一脸认怂的表情，竖起拇指，战神威武。开什么玩笑，这女人的战斗力突飞猛进，一招击退了半部大宗师，而且麾下千军万马，自己现在说是个半残也不为过。况且这虎妞的脾气，楚阳已经摸透了，顺毛驴一头。果然，肖月宁傲娇的俏脸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算你识相，罚你晚上给我洗脚赎罪。楚阳，你是汗脚吗？少贫嘴，昨天晚上你不是还抱着亲吗？哼，足控。楚阳当即义愤填膺道：放屁，是你硬把脚塞过来的，老子分明是腿控。肖月宁俏脸冰冷，哼了一声，好啊，今晚谁亲我的脚，谁就是小狗。他话音刚落，楚阳突然眼前一亮，咱俩这几天加在一起有9次了吧？肖月宁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有病就赶紧治，这种事情你算那么清楚干嘛？楚阳扒拉着手指头，突然大笑起来，哈哈，没错，正好9次。你疯了？到底要干嘛？半个小时后，神农药房门前，黄经理挂着一脸谄媚的笑容，战神大人，这些药材都给您装后备箱里了，您还有什么吩咐？话音刚落，就见楚阳抱着一个青铜鼎从药房大门走出来。啊，这是我们药房的镇店之宝啊！黄经理汗都下来了。从刚才看到今天闹事的这个家伙跟战神一起来到药房，他就悔得肠子都青了。一想到今天他还出言不逊，就觉得后背发凉。所以刚才所有的药材他分文不收，还都是选品质最高的。可这个青铜鼎，他一个经理是真没法做主。楚阳，你拿人家镇店之宝干嘛？肖月宁不喜欢这种巧取豪夺的做法。楚阳魂不在意的耸了耸肩，借来用嘛，也用不坏。战神大人，这真不行啊！要是这个镇店之宝没了，我是真吃罪不起啊！黄经理快哭了。肖月宁眉头紧锁，刚要开口，楚阳便凑到他耳边，想不想肚子里孩子吃点好的？肖月宁美眸瞪大了几分，想不想少受点阴煞之气的折磨？肖月宁小嘴张开，想不想快点到大宗师？这次肖月宁啊了一声，审视的目光不断打量楚阳。你说真的？楚阳抿嘴一笑，你只管上车，其余的事儿交给我。白天的时候还没注意，刚才他发现神农药房里面居然有渊龙鼎，
这渊龙鼎乃是上古流传的至宝，寻常器具炼丹最多可以保留5成药力，这还得是炼丹界的高手。如果使用渊龙鼎，至少提高3成药力，甚至传说可以炼制出仙丹。虽然楚阳并不相信仙丹论，但遇到这种好东西，他肯定不会失之交臂。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忽略了一件事，与阴煞之体9次交合之后，便可以帮他在体内结出阴煞丹，不过必须要配合丹药，效果才能更好。渊龙鼎这么好的东西，自然是首选。如果能成功结出阴煞丹，他就彻底迈出了解决极阳之气的第一步，而且萧月宁也会因此受益无穷。萧月宁沉吟片刻，直接转身上了车。看到战神这是不打算主持公道了，黄经理一个劲儿的冲楚阳作揖：“楚先生，我们神农药房是连锁生意，那个鼎是全国轮回展出的，才刚到东海不到3天。我们老板可是号称丹针圣手的大夏中医第一人华晨光老先生，看您也是精通医术的人，能不能？”“不能。”楚阳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你今天看人下菜碟，店大欺客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个渊龙鼎，我借用3天，租金随便你们开，如果能卖给我的话，自然更好。哦，这事儿跟萧战神无关，他写了自己的手机号递过去，有事就联系我，出了问题，我也一力承担。”看着迈巴赫离去，旁边10几个保安义愤填膺地道：“经理，刚才为什么不让我们出手教训那小子？滚滚滚，还教训人家！”急到武馆的陈天林都不是对手，你们上去，除了挨揍，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他骂完保安，赶紧拿出手机拨打电话：“华老，我是东海的小黄啊，刚才魔都一座古香古色的院落中，正在赏月的华晨光手里的茶盏滑落。华晨光的孙女华希月每天晚上都要沐浴夜光，尤其是满月，会让她感觉精力充沛，同时也能让感知度变得敏锐。她感受到周围气息的变化，睁开美眸，看向面色微变的华晨光：“爷爷，您这是怎么了？”华晨光深深叹了口气，没想到东海是个是非之地，渊龙鼎被人抢走了。华希月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声道：“什么人如此大胆？”华晨光摇了摇头，小黄说是一个很厉害的武者，而且还是跟东海战区少将萧月宁一起去的。什么？萧战神居然也做这种巧取豪夺之事？华希月秀眉紧蹙，斩钉截铁地道：“爷爷，我在东海过读书，对那里比较熟悉，我一定把咱家的渊龙鼎拿回来，严惩恶徒。”华晨光赶忙摆了摆手：“万万不可冲动，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华希月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不就是有个大夏第一女战神撑腰吗？宗师初期而已，我华希月还真没把那些插标卖首之辈放在眼里。只要皓月当空，我管他是不是战神，一样灭之。”“楚阳，你是不是耍我？这不行啊！”接下来3个多小时，萧月宁提出很多次质疑，楚阳却一再表示都是按照阴阳调和之法的药力。等全身散了架的萧月宁沉沉睡去，楚阳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他开始慢慢调息，感受着体内已经有了雏形的阴煞丹，估计也就米粒大小吧，跟老头子说的鸽子蛋可是差了不少。看来这阴煞丹也是需要在体内培养的，跟我当初在丹田凝聚9阳丹是一个道理。此刻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极阳之气已经少了些许暴躁的戾气，他再次将真气运转1个周天，一会儿再吃1颗丹药辅助，应该可以动用7成的真气，也不会引动极阳之气的爆发。如果能把9种阴丹都凝聚出来，不但体质的问题可以彻底解决，那些困扰武者的武道瓶颈对于我来说就不存在了。他突然觉得任重而道远，身边这个抱着他熟睡的傲娇女战神，如果不是因为体质特殊，对他的极阳之气依赖性太强，肯定是没那么容易拿下。看来还真不能意气用事，这婚能不离就不离吧。他翻身下床，给傲娇战神盖上被子之后，拿着渊龙鼎和一大堆药材去了厨房。上午10点，萧月宁睁开眼睛就闻到满屋的药香味，他噌的一下坐直了身子，回想到昨晚自己迷迷糊糊做出的那些羞耻的事情，俏脸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该死，全身现在还酸疼，怎么一跟他在一起就控制不住自己啊？他赶紧起身穿上内衣，就跑去卫生间洗漱。从卫生间出来之后，他清醒了几分，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一样了。天啊，困扰了我半年的瓶颈没了，我跟他折腾一晚上，居然到了中期，不会这么夸张吧？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楚阳笑盈盈地拿着3颗鹌鹑蛋大小的丹药来到近前。你真的会炼丹？这东西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萧月宁表示有些不敢相信。楚阳笑着拿起1颗通体赤红色的丹药放在他手里，这颗是给你的，里面有我的精华，快吃吧。萧月宁当即干呕了一下，没好气地瞪了楚阳一眼，你居然还往丹药里面掺那个玩意，不恶心啊？楚阳挠了挠额头，你怎么那么污啊？我刚才说的精华是我的极阳真气，快点啊，药力几分钟就散了。萧月宁半信半疑，不过还是一口吞了下去。楚阳指了指另外2颗冰蓝色的丹药，这2颗是给你爷爷的，他身上有火毒，吃了之后自会根除。萧月宁嘴角不禁的微微扬起，你会那么好心？楚阳嘿嘿一笑，这不是给自己搞个免死金牌吗？萧月宁傲娇道，别以为这样讨好我，我就会对你回心转意，你就是个工具人罢了。楚阳也不生气，笑着指了指床，我看你已经彻底踏入宗师中期了，借助丹药的力量，现在马上调息稳固境界，
说完，他转身就走。现在你可是应该在军医院呢。萧月宁声音急促。哦，你就放个消息，说请了个外科圣手，一晚上就把我给治好了。你现在要去哪？哦，菲菲给我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还要请我中午吃大餐。你爷爷不是说下午去就行吗？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啊。东海最老字号的饭庄聚贤楼，帝王包房，古香古色，给人一种宫廷的奢华感。今天柳芳菲穿了一条藕荷色法式吊带连衣裙，裙摆一侧为褶皱，另一侧开叉很高，将她本就修长的美腿衬托的有些让人挪不开眼睛。譬如楚阳，桌子下面踩着金色一字带细高跟的美足，在楚阳小腿蹭了蹭。杨哥哥，想不想摸摸？楚阳的手指颤动了几下。说吧，又有啥事儿需要帮忙了？柳芳菲深深叹了口气，妩媚的俏脸布满愁云。她面色幽怨的起身，来到楚阳身边坐下，温润的娇躯带来一股香风，柔柔的贴在楚阳身上。金兰公司对我们柳家和苏家同时出手了，昨天我们两家差点跌停板，今天刚一开市就是继续下跌，而且好多相关部门都开始对我们两家进行完全没必要的检查，还不知道哪里那么多人在公司门口打着条幅示威，现在公司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最头疼的是银行打来电话，说是要核查资产，如果不合格的话，贷款就要提前还清。真那样的话，我们两家肯定都熬不过去。楚阳蹙眉沉吟片刻后问道：苏家的情况比你家还严重，是吧？柳芳菲顿时一愣，你怎么会知道的？苏氏集团好多中高层都罢工了，而且我听婉宁说，他公司的痛脚不知怎么就被人家给抓住了，核心机密外泄，他之前的计划全都泡汤，现在更是束手无策。楚阳笑了笑道：看来你们柳家还属于内部比较团结的，苏家不一样，他们内部太复杂，从东海4大家族沦落到2流甚至3流的家族，一点都不奇怪。从昨天我刚一进入公司就被保安追着骂，我就知道是有人背地里在使坏。还有那个周子明，我猜他是跟苏建打配合的，而且苏建现在应该跟慕容兰有勾结。砰！柳芳菲的小拳头砸在桌面上，都是些吃里扒外的东西，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帮外人，自己能得到好处？楚阳却不以为然，在龙渊监狱里也有很多经济犯，那些人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只要他们花点心思，即便对方是骨肉至亲、父母、兄弟、夫妻，一样可以反目成仇，为他们所用。其实他们也没有多高明，只是懂得利用人性最大的弱点——贪婪。杨哥哥，你有没有办法啊？柳芳菲的娇躯贴得更紧了一些。其实她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身边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大本事，可心里就是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莫名的信任。楚阳沉吟片刻后，拿出手机拨给了龙渊监狱的典狱长崔勇。哎呀，我的爷啊，您可算给我打电话了。这几天苗疆老怪已经把东2监区自成一派了，狱卒全都被赶出来，您可想想办法啊？楚阳嘴角一抽，靠，苗疆老怪那种货色也能挑头？你先解决我的事儿，把胡万金和胡万银2个家伙借给我用几天。崔勇斩钉截铁地道：没问题啊，我现在就放人。楚阳呵呵笑了一声，让傻强来听电话。不长时间，一道瓮声瓮气的声音传来：爷，是您吗？傻强，你去东2监区把苗疆老怪的腿打折，然后带着胡万金和胡万银来东海找我。傻强嗯了一声，什么也没问，直接挂断了电话。楚阳接着翻找联系人的时候，手腕被一只颤抖的小手抓住。你刚才说的是曾经操控了半个大夏金融的双胞胎兄弟胡万金和胡万银吗？啊，他俩在外面这么有名？柳芳菲激动的全身颤抖。当然了呀，他们虽然被抓进监狱，但那可是金融界的传奇啊，我家里还有他们俩的画像呢，很帅的。楚阳嘴角一抽，那你可就失望了，他俩仇家太多，求了我3年，我给他俩整容了，现在嘛，呵呵，到时候你自己看。柳芳菲却不以为然地道：男人嘛，只要有本事，一张脸而已，丑点也没关系。他突然顿了顿，不行啊，就算他们来了也没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家和苏家的财力根本无法应对人家金兰公司的，而且银行那边来者不善，一旦要求提前偿还债务，就算他们也帮不上忙。楚阳给他倒了杯茶，喝一口压压惊，哪那么多解决不了的事儿，不就是钱吗？该有的时候自然会有。说完，他拨通了李黑虎的电话：小黑子，你马上派人把那些在苏家和柳家公司闹事的人都弄走。爷，这事儿都是青龙会干的，我正准备派人去您夫人公司那边评事儿呢。可是柳家那边也要管吗？除非必要，我不想跟青龙会全面开战。李黑虎的话音刚落，柳芳菲已经坐在楚阳腿上，一双雪白的玉臂抱着他的脖子用力摇晃，娇嗔道：我不管吗？你让他把在我家公司闹事的人也赶走吗？电话另一边的李黑虎当即额头冒汗，不等楚阳发话，赶忙说道：爷，我错了，我特么这臭嘴欠抽，现在就去办事。楚阳叮嘱了一句：记住，别搞得好像我跟你这个社团头子关系很好一样。李黑虎嘿嘿一笑，看您说的，我这可是正经商会，那几个堂口只不过就是我商会的保安部而已。对了，今天收到消息，青龙会那边好像以为您出了车祸。楚阳突然眼前一亮：你出去乱说话就行。明白明白。李黑虎的语气乖巧又懂事。楚阳刚挂断电话，柳芳菲的红唇便是吻了上去。过
过了足足3分钟，纯分，柳芳菲娇喘吁吁，全身瘫软，脑袋搭在楚阳肩膀。这可是本姑娘的初吻呢。楚阳就知道常在河边走，难保不湿鞋。他回味了一下刚才3分钟的过程，嘴角一抽，骗鬼呢？你这技术可是相当不错的。柳芳菲扑哧一声，掩嘴轻笑道：“本姑娘现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原装的，至于你说我技术好，可能天生的呢。你要不要继续解锁试试啊？”楚阳笑着摆摆手：“你先下去吧，吃饭的地儿非得搞这些不正经的事儿。”柳芳菲也没得寸进尺，乖乖坐在一旁。对了，你昨天也太狠了吧！婉宁一夜都守在军医院外面，那个周子明也被打得不轻。楚阳双手一摊，真跟我没关系，昨天就是个巧合。我如果想要整他们的话，就不是这样了。他真在医院外面守了一夜。柳芳菲用力点了下头，婉宁的心地很善良，我以前就说过，他不是很适合经商。他的能力的确很强，但他的心不够狠。他也很可怜，自从6年前他母亲因为意外成了植物人，他的性格就孤僻了很多，也没以前那么阳光了，遇事很悲观，很难相信别人。所以你不要怪他。楚阳沉吟片刻后突然笑了笑，你是不是因为刚才亲了我，所以对他很愧疚？柳芳菲艰难地点了下头，有一些这个成分的。不过我要声明一件事，我对你主动示好其实很复杂的，不光是想要利用你，特别是每次跟你距离很近的时候，我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意乱，反正就是很想跟你亲近。柳芳菲大大方方地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说了出来。楚阳其实也有这个感觉，甚至比萧月宁和苏婉宁更强烈，但玉佩始终没有过任何反应，他只能归纳为自己好色。说点正事，韩春雷有可能要趁我住院这个机会对付苏家，你现在就去跟婉宁形影不离，再把我那个小舅子也带在身边，有事的话第一时间联系我。柳芳菲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做了个 OK 的手势，给苏婉宁打完电话，她捂着额头笑了起来。咱俩就在你老婆眼皮子底下偷情呢。楚阳一愣，他也在这？不是，刚才是你亲我，不算偷情啊。柳芳菲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笑容，你就说亲的爽不爽吧。楚阳实事求是地点了下头，爽是挺爽的。柳芳菲得意地起身，我去找你媳妇了。他刚拉开帝王包房的厚重的雕花木门，便被门口亭亭玉立的身影吓了一跳。啊，思思，你怎么在这里？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少女，正是吕思思。她今日竟穿了一身标准的 JK 制服，简洁的白色水手领上衣搭配深蓝色百褶短裙，裙摆下是包裹着纤直双腿的纯白过膝袜和一双圆头小皮鞋。乌黑的长发柔顺的披在肩后，几缕发丝俏皮的贴在微透红晕的脸颊边。她双手乖巧的交叠在身前，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未经世事的清纯与灵动，与周围古雅奢华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稚气未脱的脸庞上，一双明亮的眸子清澈的像山涧泉水，此刻正含着盈盈笑意，好奇地向包房内张望。听到柳芳菲的惊呼，吕思思俏脸扬起一抹如清风般和煦，又带着点小女生羞涩的笑容，声音清脆悦耳。菲菲姐。她微微歪头，目光越过柳芳菲的肩头，精准地落在房间里的楚阳身上。楚阳大哥哥在里面吗？思思，快请进。柳芳菲赶紧侧身，我去找个朋友，你跟他聊聊吧。菲菲姐再见。吕思思很有礼貌地欠身相送。楚阳起身拿了一副碗筷，吕小姐，这么巧啊，一起吃点吧。楚阳哥哥。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吕思思仿佛变了个人，小鸟一样扑进楚阳怀里。谢谢你救了我，谢谢。楚阳吓得赶紧举起双臂，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冒犯人家这么小的姑娘。呵呵，看你说的，我救你，你爸也是付出代价的，就是个公平交易，不必介怀。吕思思却在他怀里撒娇的摇头，不嘛，我就是要感谢你，今晚我不跟爸爸参加寿宴了，我也请你吃饭，好不好吗？楚阳正脱开之后，笑着摆手，改日吧，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吕思思乖巧的了一声，哥，你可不能骗我哦，下次不能再推了。吕小姐，你叫我思思吗？哦，思思，你是刚来还是要走啊？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楚阳对此表示疑惑。之前去登门治病的时候，吕思思因为体内阳气几乎耗尽，哭音之气外散严重，她在客厅都能感受到，但吕思思现在情况明显好转了很多，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她都没感应到。吕思思脸上泛起一抹俏皮的弧度，哥，我说自己跟你有心灵感应，你相信吗？楚阳愣了一下，对于九阴体的事情，他其实知道的也很有限，老头子教给他的也不多，各种典籍当中记载也都是寥寥几笔带过。吕思思得意地扬了扬雪白尖翘的下颚，哥，我刚一上楼就感觉到你在附近，一直走到这个包房，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于是我就站在门口想要偷听，没想到菲菲姐就出来了。她嘴角扬起一抹狡黠的坏笑，你是不是跟菲菲姐姐？她两只葱嫩的食指调皮地在一起碰撞。楚阳老脸一红，小屁孩懂什么，快吃点东西。吕思思也不客气，坐下之后拿起筷子就大口吃着美食。其实我不是小屁孩，他好像很介意楚阳把他当小孩子看，我都马上就过20岁生日了。楚阳呵呵笑了一声，很大了。吕思思抿着嘴角，用肩膀撞了一下楚阳的胳膊，一本正经地问道，哥，你说我大是跟我开黄腔吗？他一边说
一边挺起傲人之处。楚阳，不是，你们这些小丫头说话这么没顾忌吗？赶紧吃饭。哎，你是自己来的？楚阳满脸尴尬，急忙转移话题，主要是他瞥了一眼，确实不小。不是啊，我跟我爸和我哥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刚刚从魔都过来的姐姐。一说到这里，吕思思便是满脸的艳羡之色。那个姐姐太好看了，那气质就像月亮女神一样。不过我不太喜欢她盛气凌人样子。看着吕思思狼吞虎咽的样子，楚阳心中一阵唏嘘。另外一间帝王包房内，吕文光和吕耀祖父子二人正跟华西月谈笑风生。吕师手，我也是刚刚听说令千金生了重病。吕文光苦涩一笑，华小姐之前跟你联系了，但听说你在闭关养气。华西月面色倨傲，微笑道：现在我来了，应该也不算晚。吕文光激动的起身，华小姐刚才也看到思思了，不知您觉得？华西月摆摆手，是手大人莫急。刚才我也用望气之术看过令千金，的确有些棘手，但我华家医术传承几百年，还不至于束手无策。只不过我有事想要求大人帮个小忙。一听这话，吕耀祖坐不住了。华小姐，只要您能彻底治好我妹妹，不管您有什么条件，我们吕家无所不语。吕文光也郑重地点头，没错，不知华小姐所为何事？华西月正色道：我们华家有一传家宝典，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各分号巡回展出。昨日有一宵小之辈从东海神农药房抢走宝鼎，还打伤并威胁药房的经理和保安。吕耀祖拍案而起，太猖狂了，我现在就给执法局打电话。华小姐可知道那恶徒是谁？华西月不慌不忙拿起手机，黄经理，你来包房跟市首大人说一下案发经过。不长时间，胖乎乎的黄经理气喘吁吁地进了包房，对着屋内三人逐一鞠躬之后，便开始介绍情况。现在华家的大小姐亲自来到东海，她的底气也足了几分。为了撇清自己看护不力的责任，她把楚阳描述成一个恃强凌弱的恶霸。你是说这个人昨天还打伤了急到武馆的陈天林和陈东明父子二人？没错，他白天就来药房闹事，陈馆主仗义直言，却被他打伤。没想到他晚上又来，还打伤保安，抢走了宝鼎。吕文光大怒道：简直闻所未闻，我东海居然还有此等恶徒！黄经理赶忙将手机解锁，市首大人，这就是那个狂徒的照片，我听萧战神叫他楚阳。闻听此言，吕文光登时表情一僵，楚阳还有萧战神？吕耀祖赶忙将手机拿过去，啊，真的是他！黄经理赶忙开口道：大人，萧战神并没有参与抢夺之事，而且跟这个楚阳的关系似乎也不是很融洽。看着父子二人表情变化如此之快，华西月黛眉微蹙，吕师手，可是因为萧战神的原因，就对这凶徒无可奈何啊。华小姐，我相信萧战神的为人绝对不会袒护恶徒，只是这个楚阳就是他救了我女儿，而且他还说了，我女儿的病没法根除，只能每到了发作之时，他来给救治。吕文光话语间流露出无奈，眼神却有意无意地瞥着华西月的反应。只见华西月眉宇间尽是不屑之色，吕小姐乃是一种罕见的阴邪入体之症，并没那么糟糕。今日是农历16，月华当空，我可以为她驱除体内阴邪，吕氏手也不必再投鼠忌器，被恶徒所牵制。吕文光有些犹豫，吕耀祖却朗声笑道：我小妹乃是有福之人，我替她谢过华小姐了。他看向吕文光，爸，我本来就不完全信任楚阳，他毕竟是个劳改犯，我们跟他撇清关系，还可以跟慕容家解除嫌隙。既然华小姐已经答应能治好小妹，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他的话音未落，手机便响起急促的铃声。大哥，我被一个小子给揍了。分管企业评估的经理曲心哭着说道。吕耀祖不由得皱眉，你不是去苏氏集团做评估了吗？那个苏氏集团的苏婉宁中午请我到聚贤楼吃饭，还想色诱我。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从来不被美色所动，可没想到他居然叫来一个野男人把我给揍了。他们这就是仙人跳啊！而且他说就算是您和市首大人来了，他也照答不误。聚贤楼一间贵宾包房内，三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双手抱头趴在地上，还有一个全身上下只穿了条裤衩的年轻人瘫坐在地上，整张脸惨不忍睹，右胳膊还呈现出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弧度，显然是断了。此人正是曲心，虽然被揍得哭爹喊娘，但他刚才已经打了电话，现在底气非常足。小子，现在你给我跪下磕头，晚上把你老婆洗干净送去我家，否则我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楚阳懒得废话，一脚把他踹到墙上。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猛地被推开，吕耀祖第一个冲进门，后面跟着吕文光和华西月。当三人看到楚阳之时，全都是愣了一下。华西月更是没想到千里迢迢赶过来要找的人就这么出现在面前。曲心见状，哭着来到三人近前，市首大人，行长，你们要替我做主啊，我的胳膊和胸骨都断了。吕耀祖勃然大怒，楚阳，看来监狱是没把你教育好。楚阳微微蹙了蹙眉，也不说话，就是盯着吕家父子二人。听说今天是大夏银行同时对柳家和苏家进行资产和质押物评估，他心里就大概猜到了一些。吕家大概率是因为把项目给了柳家，所以想要平衡一下慕容兰的情绪。你看什么看？不就是因为会一点医术，想着能要挟我们吗？吕耀祖义愤填膺，怒声道。楚
楚阳还是不说话，但冰冷的目光看向吕文光。此刻，吕文光心里反复思量了好多次，如果楚阳能认错，把那个宝鼎还给华家，并且取得原谅，他也不想把事情激化。楚先生，你把人打成这个样子，恐怕是不能善了的。如果你不想让执法局介入，也不想再吃牢饭，我倒是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楚阳拿出一支雪茄，不慌不忙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依旧没说话。他也注意到吕家父子身边那个漂亮女人是个难得一见的高手。傻逼，你现在哑巴了？刚才不是还很……曲心恶毒的谩骂戛然而止，惊慌失措地捂着自己发不出声音的喉咙。楚阳抬手飞出的银针正中他的哑穴。曲心，你怎么了？吕耀祖赶忙询问。华西月却不屑地冷笑一声，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他欲手轻轻扬起，在曲心后背拍了一下。曲心啊了一声，我能说话了。那只银针被一股强悍的真气反向推出，直奔楚阳面门。楚阳微微一笑，抬手在面门前屈指一弹，那银针受力返回，再次刺入曲心哑穴。曲心又说不了话。华西月当即眉头紧蹙，跟楚阳较上劲，再次拍出一掌。银针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在曲心哑穴上做着往复式的机械运动，每次刺入都是同一个点，分毫不差。吕家父子都看傻了。终于曲心一大口鲜血喷出，瘫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摆手，表示自己实在受不了了。都住手！吕文光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楚阳，你一言不发，难道真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楚阳弹了弹烟灰，嘴角挂着痞笑，你他妈跟你儿子一进来就鸡头白脸，我凭啥跟你们说话？吕文光指了指曲心和地上趴着的几人，难道不是你把他们打成这样？是啊。楚阳吐了口烟圈，神色自若。吕耀祖怒不可遏地指着楚阳，你承认就好，我且问你，昨日你是否从神农药房抢走人家的镇店之宝？楚阳歪着脑袋，脸上写满讥诮，我那是贱，休要信口雌黄。华西月声音像是淬了冰。楚阳看向华西月，你是华家的人，专门为了冤龙鼎来？没错，如果你识相的话，不用说的那么瘆人。楚阳打断华西月，一方面我很需要那个鼎，另一方面我想用这个鼎来跟你们这些华家的人对话。你们华家是传承几百年的医学世家，就算是做生意，也不要因为患者的身份贵贱，看人下菜碟，做那些店大欺客的行径。华西月心中微动，华家一向最注重名声，楚阳虽然没说出具体的事情，但应该不会空穴来风。你不要危言耸听，我华家的生意如何经营，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华小姐，这个小子嘴硬得很，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吕耀祖大手一挥，从门口冲进来8名荷枪实弹的保镖，他用手点指楚阳，念在你曾经给我妹妹治疗过一次的份上，现在你跪下给华小姐和曲心磕头认错，再把那宝鼎还给华小姐，今天就只废你4指。楚阳瞥了一眼吕文光，你呢？跟你这个傻逼儿子所见略同。你一向持重的吕文光被楚阳的话彻底激怒，我吕文光素来光明磊落，不会因为你治过我女儿就偏私，今天你若执迷不悟，就别怪我翻脸无情。楚阳嗤笑一声，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从进门就没问过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还口口声声说我执迷不悟，你就是个脑残。此言甫出，在场众人无不被惊得瞠目结舌。吕文光可是整个东海的行政最高长官，即便那些权贵来到东海也不会不给面子，还从来没人敢当面把他骂成脑残，这不就典型是找死吗？对于楚阳而言，他的遭遇让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说出刚才那番话，他已经做好了不留活口的准备。至于会因为这件事情会让他少了一个九阴之体的机会，他并不在乎。委曲求全这种事也要看心情，要看委屈究竟有多大。大胆，你个劳改犯居然敢这么说我父亲，今天不用华家出手，我就要了你的命。随着他话音落下，8个保镖几乎同时拔枪，而楚阳早已完成蓄力。这个距离内，只要他不想，就没任何人有机会用枪指着他。住手啊！一道银铃般的声音裹挟着愤怒的情绪撕裂空气。吕思思把那些保镖推开，冲过去将楚阳护住。你们要干嘛？思思，别胡闹！这家伙刚才利用他老婆设了局，想要干扰银行的审核，你快回来，小心被那家伙当了人质。吕耀祖焦急地解释。吕思思闻言当即柳眉倒竖，你说什么呢？楚大哥什么时候设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来到瘫坐在地的曲心面前，一脚踹上去。王八蛋，你刚才不是说晚宁姐和菲菲姐不陪你睡觉，你就要取消他们的贷款，还要把以前的贷款都清算吗？曲心吓得瑟瑟发抖，没想到刚才跟楚阳一起进来的那个小姑娘，居然就是行长的妹妹，是手的女儿。吕思思又是一脚踹上去，你个王八蛋，不是还要让我也陪你睡吗？你刚才的嚣张呢？思思，你说什么？吕文光脑袋嗡了一声，若是别人说这些，他还要犹豫一下，但他知道自己这个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从来一句谎话都没说过。吕思思指着几乎晕过去的曲心，人家苏婉宁姐姐好心请她吃饭，她给人家下药，如果不是菲菲姐姐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她满脑子都是恶心的想法，指挥手下那3个家伙把菲菲姐姐也控制，打算拍裸照。楚大哥接到消息，我们就赶过来，这个家伙居然还让楚大哥去脱苏婉宁姐姐的衣服，
还让我陪她睡觉。我刚才和菲菲姐姐把苏婉宁姐姐送走，担心这里出事，才跑回来看看。你们可倒好，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开枪打楚大哥，平时你们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一番话把吕家父子说的颜面无存，屈心更是吓得裤衩全都湿了。吕耀祖咽了咽口水，这好，就算这事儿跟楚阳没关系，神农药房的事儿他总是赖不掉的。话音未落，楚阳如同一道疾风闪现在吕耀祖面前，抡起巴掌就扇下去。啪！一口一个劳改犯，叫得很开心啊。啪！还要我下跪，啪！还要打断我四肢，算是恩赐。连着几个巴掌下去，吕耀祖眼前一黑，扑通摔倒。那些保镖下意识就要抬枪，可下一瞬，就见一道残影在他们中间一闪而过，8支手枪出现在包房的鱼缸里。8个保镖的麻穴被银针刺中，身体僵硬，直挺挺的轰然摔倒。吕文光脸上的表情僵住，下意识后退。你想干什么？楚阳抬了抬手，冷笑一声，要不是看在你闺女的面子上，我非得抽你这个白眼狼几个大逼斗，还大言不惭说自己光明磊落，就是个说人话不办人事的垃圾。吕文光虽然也承认刚才偏听偏信做得太出格，但他也接受不了楚阳这么嚣张。楚阳，差不多就行了，就算刚才是我一时失察，你难道就没错吗？楚阳呵呵笑了2声，别装了，不就是因为项目给了柳家，你怕慕容家对你有意见，今天就让你儿子用手里的权力来调查柳家和苏家，不是吗？你认为这是互相给面子的政治手段，可对于苏家和柳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我很想知道，看别人家破人亡，你的良心能安稳吗？吕文光当即倒吸了口凉气，甚至怀疑楚阳是不是监听了他的电话。楚阳冷冷道，我知道慕容兰在你儿子手里拿了很多贷款，1个月内我让你儿子这个分行行长下台，至于你能不能做下去，咱们走着瞧。说完，他看向吕思思，抱歉，我也不想这样，但我做人分得很清楚，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你过来。吕思思想也不想，直接来到楚阳面前，我不生你的气，而且觉得你做得很对。楚阳笑了笑，谢谢，不过以后咱俩可能见面的机会就没了，我送你点好东西。没等吕思思搞清楚状况，楚阳的大手已经贴上他的小腹，他当即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气息不停涌入体内，比上次治病的时候更令他感到全身舒畅。他只觉得以前的那些年，自己似乎都是生活在阴暗的角落，只有这一刻，他才沐浴在阳光之下。楚阳另一只手拿出一颗通体火红的丹药，注入极阳之气后，直接塞进他的小嘴里。别说话，直接吞了。吕思思乖巧的照做，那颗丹药就好像一颗小太阳，让他的5脏6腑也都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温暖。好了，你的病至少1年不会复发，目前我能做的就这么多。说完这句话，楚阳转身离去的同时，冲华西月挑了挑眉毛，眼神之中尽是挑衅。房内沉寂了3秒钟，吕文光突然想到什么，思思，刚才那家伙给你吃了什么？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没有啊，楚大哥给我吃的肯定是对我身体有好处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舒服？吕思思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吕文光还是不敢相信，目光看向华西月，华小姐，你能不能帮思思看一下？不必。华西月斩钉截铁地拒绝，旁门左道而已，他只不过是想让你看到他很有价值。既然答应了吕氏手，今晚我必定会按照约定将吕小姐的病彻底治愈。多谢华小姐，只是能不能稍微提前一些？我今天要给萧老爷子贺寿。华西月摆了下手，无妨，萧老爷子为国为民操劳，受世人敬仰。我这次来东海，爷爷让我带了他老人家亲手炼制的丹药，可以帮萧老爷子镇住身上的火毒。今晚带着吕小姐一起去，我抽时间给他治疗即可。不过那家伙刚才注入吕小姐体内的真气，吕小姐吃下的药丸，我担心会影响治疗，必须清除。吕思思吓了一跳，赶忙向后退。你要干什么？我不许你碰我！他转头看向父亲，爸，你快让他离我远点。吕文光赶忙压了压手，思思，这位华小姐可是咱们大夏丹真圣手华晨光老爷子的孙女，她不会害你的。吕思思后背撞在墙面上，退无可退。华西月抬手便是飞出9支银针，吕思思只觉得全身那令她无比舒适的气息在快速消失，就连体内丹药带来的温暖感觉也全部消失。她仿佛再次回到以前那个阴暗的角落，红润的面色变得无比苍白，就连喘息都变得吃力。你对我做了什么？吕文光同样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华小姐，我女儿的状态好像很差。华西月自信满满的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吕小姐体质特殊，需要破而后立。吕思思全身虚弱不堪，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华西月却不慌不忙地将那几个保镖身上的银针取下，一脸嫌弃地丢在地上，旁门左道之辈。吕氏手，你先送吕小姐回家，我的人已经在跟踪楚阳，我只希望接下来做的事情不要受任何人打扰，特别是本地的执法局。吕文光面露难色，你是想？华西月傲然扬起下颚，吕氏手不必紧张，我华家从不起杀戮，我只想讨个公道，而且这样也不会让您为难。与此同时，柳芳菲刚刚将被楚阳救治过的苏婉宁送回家，得到消息的苏康赶忙迎上去，婉宁，你没事吧？吓死爸爸了。苏婉宁全身脱力，轻轻摇了摇头，我没事了。菲菲，
你赶紧给楚阳打个电话，让他别再惹事了。柳芳菲当即就有些不高兴，你居然还嫌他惹事？苏婉宁赶忙解释，你也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担心楚阳做事不稳重。柳芳菲当时就急了，稳重？你的意思是当时他应该在旁边稳重的袖手旁观？苏婉宁当时就被噎得说不出话。苏康赶忙开口，咱们站里为什么不能从正规渠道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反映给银行的话，说不定重新评估的这个过程就会取消的。柳芳菲觉得苏康有些不可理喻，而且苏婉宁脸上也有认同的表情。苏婉宁，你当时被人下了药，自己都开始撕衣服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那些人根本就不讲理，要不是我提前就编辑好了求救信息的话，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苏康赶忙起身打圆场，你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没必要为了那个人吵架，而且咱们两家现在都在逆境，有时间还是多想一下如何脱困吧。柳芳菲压了压情绪说道，人家楚阳今天就已经打电话让黑虎商会的李黑虎帮忙把堵在咱们两家公司门口闹事的那些人都给清走了。苏婉宁啊了一声，真的？现在那些闹事的人已经都散了？是的，所以你应该好好感谢楚阳。苏婉宁缓缓点了下头，还真应该。拉倒吧。苏康没好气地打断苏婉宁，刚才苏健给我来电话了，是他求青龙会的人出手，你们也不想想，楚阳就是个劳改犯，凭什么能指挥李黑虎那种大人物？一会儿找个时间还得去给人家青龙会去道个歉，毕竟楚阳2次惹了人家。我今天来是为了犬子之前冒犯苏家，特来赔罪的。双方落座之时，韩春雷当仁不让地坐上了主位。苏康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并没说什么。几番客套话之后，苏健突然开口，大哥，上次因为那个劳改犯让咱们两家很不愉快，现在那家伙得罪了陈家，听说已经被撞成了残废。苏康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二，你搞错了吧？那小子现在生龙活虎啊。韩春雷冷笑道，老苏，现在说这些话可糊弄不了人。我想告诉你，别说那小子现在正在军医院躺着，就算他没受伤，你以为我们青龙会还能怕他？苏健赶忙开口，大哥，青龙会和陈家都要对付那个劳改犯，等到殃及池鱼的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韩公子是难得一遇的良配，人家也不嫌晚凝结过婚。闻言，苏婉宁冷声道，韩会长，您不觉得跟一个有妇之妇谈这种事很可笑吗？韩春雷显然没有多少耐心，索性直接摊牌，苏小姐，我可以让一个家族在一夜之间消失或者崛起，我很希望你重新把话说一次。他话语中的那股阴沉气息让在场的人脊背发凉。大哥，如果没有韩会长帮忙，现在公司还不能正常营业，金兰公司虎视眈眈，咱们除了跟青龙会联姻，那还有什么别的出路？苏康本就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当时脑子就更乱了。婉宁，你二叔说的也没错，反正那个劳改犯只会惹祸，我看还是离了吧。你们干嘛一口一个劳改犯？人家有名字的。柳芳菲实在听不下去了，韩会长，你们这就是在趁人之危。他的话音未落，韩春雷身后一道人影闪过，啪的一声脆响，柳芳菲重挨了一巴掌，砰的一声，一头栽倒在坚硬的大理石地砖上。出手的那个身材细长、面色阴冷的中年男人嗤了一声，敢在会长大人面前口无遮拦，下次就要你的命。缓过神来的苏婉宁惊呼一声，赶忙蹲下去查看已经晕过去的柳芳菲，他满脸愤恨的表情，厉声道，韩春雷，你马上从我家滚出去。韩春雷眸子半眯，嘴角挂出一抹阴冷的弧度，他叫袁超，是个化劲舞者，现在我把他开除青龙会。苏婉宁愣了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韩春雷嘴角微扬，淡淡道，意思就是从刚才那一刻开始，他以后杀人放火都与青龙会无关。袁超阴恻恻地看向苏婉宁，我要你眼睁睁看着家人一个个死在面前。语落，他纵身一跃，眨眼间便出现在苏康面前。苏康惊得全身僵硬，你啊！他话没说完，便被袁超单手扼住喉咙，从地面提起，放开我爸！苏婉宁疯了一样冲上前去，却被袁超一脚踹得倒飞出去，重重砸在沙发上。此时苏康的脸色骤然变得发紫，眼球充血，向外凸起，双脚不停乱蹬。韩春雷目光慵懒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缓缓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苏小姐，你看看。苏婉宁挣扎着起身看去，却惊见屏幕中出现医院病房的画面，一个面容姣好的中年女人，呼吸平和，面容安详，若不是戴着呼吸面罩，跟熟睡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对我母亲做什么？苏婉宁声嘶力竭地咆哮道。韩春雷笑着冲门口招了招手，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各自推着一个轮椅，一前一后走进来。前面轮椅上的正是韩风，后面被推进来的是已经昏迷的苏天宇。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苏婉宁的话音刚落，一份合约被扔在地上。苏小姐，把苏氏集团转让给金兰公司吧，价格还不错。他指了指已经无法呼吸的苏康，你猜猜他和你母亲谁先咽气？又或者他指向苏天宇，白发人先送走黑发人。父亲、母亲、弟弟都是苏婉宁此生最在乎的人，此刻却全都命悬一线。他如遭雷劈，仿佛变成没了灵魂的躯壳。好，我答应你。说着，他便要去捡起合约。慢着！轮椅上的韩风冷冷道，你以为这合约是想签就能签的？
楚阳那个狗杂种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要你来还。此刻的苏婉宁表情木讷，即便是生死，对他来说似乎都没有了任何意义。你要我怎么还？韩风冷哼道：脱光了，爬过来，先把我的脚趾舔干净。苏婉宁直接脱掉西装外套，扔在地上，先放了我爸。韩风盯着那几乎要被峰峦撑爆的衬衫，不禁的喉咙滚动了几下，抬手对袁超示意。袁超将苏康如同丢死狗一样扔到一旁。婉宁，不行啊！苏康颤抖着身子，泪流满面，想要去阻止，却被袁超一记手刀打晕过去。苏婉宁的表情木讷，眼神空洞，颤抖着将手伸向衬衫第二颗纽扣，无声的泪水倾泻而下。韩风眼中闪烁着病态兴奋的光芒，脱，给老子脱！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苏家别墅那扇厚重的实木大门瞬间爆裂成无数碎片，一道挺拔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漫天飞舞的木屑烟尘之中。他目光如电，瞬间扫过一片狼藉的客厅，沙发旁嘴角带血、衣衫不整、满脸泪痕、绝望的苏婉宁，昏迷不醒，俏脸清晰可见掌印的柳芳菲，轮椅上昏迷的苏天宇，以及那个拿着手机一脸阴冷戏谑的韩春雷，还有轮椅上正对苏婉宁露出淫邪笑容催促他继续拖的韩风。冰冷的杀机如同实质的寒潮瞬间席卷了整个空间，让原本嚣张跋扈的青龙会众人，包括韩春雷在内，都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脊椎骨升起。楚阳！苏婉宁大叫一声，表情变得扭曲，不停狂笑，哈哈，你也死了吗？好，我们在阴间做夫妻，你不是也想要我的身子吗？我给你！哈哈。见状，楚阳眼中的杀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诧异之色。坏了，这媳妇怕是要失心疯了。他闪身上前，9支银针落下，苏婉宁当即全身瘫软，被楚阳扶着躺在沙发上。韩风脸上满是怨毒，失声尖叫：爸，就是这个杂种，快杀了他！韩春雷脸上的戏谑也彻底消失，眼神变得凝重无比。他知道自己的情报出了问题。楚阳没有理会任何人的惊愕与质问，他的目光如同2把淬了寒冰的利刃，直刺韩风。你刚才要我媳妇干什么？韩风感觉自己被死神盯上，疯狂大叫：袁超，你还等什么？袁超清楚对面是个高手，不敢怠慢，全身真气爆发到极致。他快如猎豹般冲向楚阳的同时，2只手里多了一柄闪着寒芒的匕首，力求全力一击杀敌。去死吧！楚阳的目光甚至没有完全从韩风脸上移开，仿佛袁超那凝聚了化劲舞者全身功力，带着致命寒光的匕首冲刺，不过是蚊蝇振翅般的动静。眼看袁超的匕首距离楚阳后心仅有寸许，韩风眼中都爆发出残忍快意的光芒。而韩春雷的面色突变，他看到楚阳动了，不是闪避，而是幅度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侧身旋体。那身法的精妙已经令他都觉得匪夷所思。锋利的匕首擦着楚阳的衣角刺骨，袁超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巨大的惊骇和本能的危机感让他全身汗毛倒竖。然而不等他做出任何变招，楚阳那如同铁钳般的手指已经精准地毫无偏差地扣住了他一双手腕的那关穴。咔嚓，腕骨、掌骨瞬间粉碎性骨折，2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无力地脱手。呀！袁超的惨嚎才刚冲出喉咙一半，楚阳手顺势向下一扯，扣住了他的肩胛骨。咔嚓咔嚓，袁超的整个肩膀瞬间塌陷下去。楚阳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仿佛在拆解一个破败的玩偶。咔嚓嚓，这一次是2条臂骨被拧断，断骨刺破皮肉，白森森的骨茬触目惊心。袁超的喉咙里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嘶鸣，濒死的抽搐和满眼的恐惧与绝望。楚阳将袁超随手一丢，正砸在目瞪口呆的苏建身上，巨大的力道让他狂喷一口鲜血，便昏死过去。楚阳那双冰冷的眼眸再次锁定韩风，现在轮到你了。韩风的心里彻底崩溃，要不是有人护着他，此刻他已经从轮椅上滑落。快用人质！他话音未落，韩春雷已然出手，将那个想要去抓苏天宇喉咙的手下一拳轰飞，生死不知。楚阳微微蹙了蹙眉，瞥了一眼韩春雷，你倒是比你这个傻逼儿子聪明点。韩春雷镇定自若地道，此等下三滥的做法，乃是我青龙会所不耻的。楚阳呵呵笑了2声，你特么是真能给自己贴金，刚才那家火药是敢碰苏天宇，你护不住这个傻逼儿子。韩春雷倒是没有半点脸红，讪笑道，以这个年纪能达到宗师初期的境界，确实令人惊叹。假以时日，冲破大宗师也并非难事，但现在还没有在我面前嚣张的资本。语落，他将全身真气鼓荡，衣衫无风自动，爆发出宗师中期的威压。楚阳笑了，他现在已经做到真气收放自如，遇到任何对手都只要碾压一个小境界即可，没必要高射炮打蚊子。所以到现在为止，除了老头子，还没人知道他的武道境界。如果是昨天，最多只能动用6成真气，他或许要犹豫一下要不要跟韩春雷动手，但现在他体内已经有阴煞丹的雏形，即便很微弱，也可以让他安全调动7成以下的真气。来吧，咱们比划几下。青龙会这些人大白天冲进别人家里，就算杀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楚阳眼中，韩家父子已经是死人。韩春雷却没想到楚阳居然会这么镇定自若，即便他认为楚阳比自己低一个小境界，但到了宗师层面就没有弱者。
他也很不想与楚阳硬拼，正是应了那句话，瓷器不与瓦罐斗。但当着手下的面，他嘴上绝对不能认怂。楚阳，修炼不易，我爱惜你是个人才，你可不要自寻死路。韩春雷的这番话并没有忽悠到楚阳，反倒是给韩风打了鸡血。他现在才知道，原来楚阳根本不是老爸的对手。傻逼，听到没有？现在就跪下，磕头喊爷爷，然后把你老婆扒光了送过来。那些青龙会的人也大受鼓舞。小子，我们会长和少会长给你机会，你还不赶紧跪下先，然后把你老婆送过来？会长杀你如土狗，今天就让你碎尸万段。这些人叫嚣的声音尚未落下，9道寒芒直取他们的死穴。韩春雷疾风般出手，却也只能用罡气护住韩风一人，其余8人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抽搐着倒地，蹬了几下腿，便是咽了气。楚阳，你欺人太甚，今日我便让你知道天高地厚。韩春雷颜面扫地，决心跟楚阳拼个你死我活。楚阳冷冷道：想死就来战。已经将全身真气运转至巅峰状态的韩春雷心中却有点打怵，他发现楚阳竟然依旧破绽百出，而且身上的真气散乱，完全不是如临大敌的状态。爸！韩风大喊一声，还犹豫什么？弄死他呀！箭在弦上，韩春雷把心一横，怒喝一声，装腔作势，受死吧！就在他打算全力一击之时，破损的大门方向传来一道清脆的喊声：住手！声落，人质！韩春雷被那惊人的气势震得赶忙收手，向后暴退。只见一道英气逼人的身影矗立在双方之间，紧接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客厅。楚阳当即翻了个白眼，这娘们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韩春雷马上挂出笑脸，不知战神驾到，失礼了。萧月宁却是看向楚阳，你还不赶紧把人都救醒？知道萧月宁带人来了，自己不可能再杀韩家父子。楚阳没好气地瞪了萧月宁一眼，便过去将昏迷的柳芳菲、苏康、苏天宇3人用银针刺穴唤醒。至于苏婉宁，现在还在养神之中，他只是给他注入一些温和的阳气。柳芳菲睁开眼睛看到楚阳的那一刻，所有委屈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扑进楚阳怀里就放声大哭。瞥见楚阳抱着柳芳菲安抚，萧月宁俏脸寒霜，猛地转头看向韩春雷：你兴师动众来到苏家，意欲何为？我此次是来苏家做客，不想苏家赘婿轻狂，居然将我的手下打死打伤，请萧战神为我主持公道。韩春雷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听慕容兰提起过萧月宁和楚阳的关系，虽然不清楚细节，但他断定2人关系一定非常紧张。而萧月宁这次的出现，应该就是为了完成帮楚阳3次的承诺。萧月宁冷哼一声道：这么说刚才昏死过去的几个人也都是楚阳干的？韩春雷笑了笑：萧战神，习武之人难免冲动一些，有误伤也是难免的，既然您亲自到来，我决定不再追究。他是个精于算计之人，认为这样处理会让萧月宁感到脸上有光，可他并不知道刚才说楚阳是苏家赘婿的言论已经惹得这位战神心里没由来的不爽。楚阳，我答应过帮你出手3次，今天已经用了1次。楚阳心里翻了个白眼，他本也没在乎过那所谓的3次，其实他有些怀疑这次萧月宁是想要帮慕容兰，否则今天韩家父子死在这，慕容兰的拳头就没那么硬了。你愿意说啥就说啥，不过今天你能保住他俩的命，但韩风必须卸下一个零件。他的话掷地有声，让萧月宁不禁的眉头紧蹙。你说什么？韩春雷难以置信，楚阳居然敢在这个场合吹牛。楚阳斜睨着韩春雷，他要我老婆脱光了给他舔脚趾，如果我晚来1分钟，现在就不是要他一个零件了。爸，救我呀！韩风现在心里没了底，全身已经止不住颤抖。楚阳指着韩风：我给你倒计时3秒钟，你自己选个零件。萧战神，你看这小子多狂妄！韩春雷话音未落，楚阳掷地有声，吐出一个字：3。萧战神，你就让他如此。2。楚阳眼中的杀意几乎实质化，这个状态的楚阳，就连萧月宁见了心中都不禁的颤了几下。他毫不怀疑楚阳会出手。爸，我不要！不等韩风说完，楚阳大喝一声：韩春雷震惊之下，宗师气场全开，纵身一跃，拦在楚阳和韩风之间。你有本事就先过我！这关2字尚未出口，便听到身后传来韩风的哀嚎：哎呀呀，我的手指啊！韩春雷猛然回头，却见萧月宁右手的匕首还在滴血，左手捏着一根小木指往他身上一丢。现在去医院还能接上？萧月宁的话语冷若冰霜。韩春雷将断指接在手中，恨恨地点了下头，咬着牙说道：多谢战神手下留情，此恩韩某人终生不忘。他侧头看向楚阳，冷冷吐出一句：山水有相逢。说完，他愤愤转身，推着轮椅离开苏家。楚阳，今天的里子面子都给你了。萧月宁冷冷道。楚阳白了他一眼：多管闲事。说完，他便去查看苏婉宁的情况。看苏康哭得如丧考妣，苏天宇也泣不成声，他安慰了一句：放心，再治疗1次就没事了。他说的风轻云淡，实际上苏婉宁的情况不容乐观。刚才的刺激让苏婉宁的神魂受到严重的创伤，这可是要比肉体的伤害更难治愈。苏康当时就炸了毛，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惹的祸，你给我滚！爸，要不是我姐夫，咱家今天全都得去鬼门关报道。苏天宇几乎是在咆哮。苏康一把揪住儿子的衣领，
要不是他得罪了青龙会，人家能有借口找上门吗？刚才就咱们的也是萧战神，估计你妈妈现在也都已经……话没说完，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楚阳现在也是对这个便宜老丈人没啥办法，看这架势，想要给苏婉宁进行2次治疗是够呛了。他只能冲萧月宁递了个眼色，希望能默契一次。萧月宁似懂非懂，看向苏康，苏夫人已经被我的人救下了，你一个大男人别哭天抹泪的。他刚说完，就看见楚阳用手偷偷指着苏婉宁，又一个劲儿地指着外面。苏康这个时候也擦了擦眼泪，对萧月宁深深一躬，感谢战神大人救我苏家于水火之中。等婉宁醒了之后，我会劝他无条件跟金兰公司合作。在他潜意识当中，早就把萧月宁和慕容兰画上了等号。刚才这句话的确是发自内心感谢，但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试探萧月宁此行的真实目的。而萧月宁压根儿就没听苏康说了些什么，一门心思琢磨楚阳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他明白了，楚阳是想让他把苏婉宁带走。苏先生，苏小姐的情况似乎不太妙，军医院可以帮她进行治疗，你不会不同意吧？楚阳心里松了口气，这虎妞儿还挺聪明。却没人知道苏康此时如坠冰窟，心中叫苦不迭。在他看来，这就是把苏婉宁给带走当人质了。我相信萧战神的为人，不论您这边有什么条件，我们苏家都答应，只要婉宁平平安安就好。萧月宁眉头微皱，没听懂苏康的意思，但他向来也不是个爱说话的人，直接招了招手，让林小渊带着几个女兵把苏婉宁送上车。就在这时，一道娇俏的身影飘然落在院中，她身着一袭月白色古装长裙，裙摆处隐约可见银线刺绣的流云暗纹，一双杏眸透着不容亵渎的疏离，青丝半挽，仅簪一枚莹润的珍珠，更衬得人如寒潭映月，皎洁而凛然。她神情淡漠，玉镯般的精致面容上透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傲。见到来人，萧月宁负手而立，眉头紧锁。你来干什么？语气如同松雪般，没有丝毫温度可言。华西月清冷的俏脸浮出一抹不屑之色，冷声道：你怕我影响你巧取豪夺？萧月宁嗤笑一声：怕你巧取豪夺？呵呵，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楚阳嘴角抽了抽，就感觉面前这两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傲娇，可他还着急去给苏婉宁做进一步的治疗。既然你俩还认识，不如找个地方私聊吧，我有事儿先行一步。等等，别走！两个天骄女几乎同时发声。楚阳，华西月冷声道：想跑没那么容易。楚阳犹豫了一下，本来也没想着把鼎据为己有，只不过是恰逢炼丹而已，没必要闹得太僵。他挂出如沐春风的笑容：华小姐，明天我就把鼎还给你，行不？租金你说了算。华西月冷冷地盯着楚阳，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讥诮。现在知道怕了，当初你打人抢鼎的时候可是很嚣张啊。我华家不缺钱，1个小时内你把鼎跪着送到我面前，然后自费双手。楚阳单手扶额，表示很头疼。人家是来要东西的，真动起手来，昨天借鼎真就变成抢了。可这小妞儿说话是一点都不给别人留余地。就在这时，萧月宁傲然向前迈了一步。当天我也在场，不如让我跪着把鼎送去魔都，交给华老之后再自费双手，如何？此言甫出，华西月黛眉紧蹙，俏脸愠怒。萧月宁，你为何要袒护他？哼，我做事需要跟你解释？萧月宁傲气凛然。华西月略微沉吟，怒色消失，平静道：楚阳，你可知道今日若不是我在场，你胡乱给吕思思滋补阳气，会害了他，而且他还会错过今夜最佳的治疗时间。楚阳当时就愣了一下，你没对思思做什么吧？华西月语气平淡地道：我已经将他体内化蛇天族的阳气全部泄空。楚阳闻言大怒，乱弹琴！你这么做会让他无法自主吸收身边的阳气，导致他本源流失，会害死他。华西月却嗤之以鼻：如果你有兴趣，今晚萧老的寿宴上，我会用太阴神针将他体内的阴邪之气置换成月华之气，可以根治困扰他的病症。如果是换了别人，楚阳根本不屑与华西月争辩。刨除吕思思是9阴体的这层关系，就凭今天聚贤楼的事，楚阳对这率真的小丫头就很有好感。你不要乱搞，思思是……话没说完，他突然顿了顿。能够催动月华之气为己所用的人，必须是月阴之体。这个念头闪过，顿时觉得一个脑袋两个大。目前遇到了4个9阴体，好像除了吕思思之外，其余都不正常。确切的说，吕思思其实也不正常，帮理不帮亲，能做到今天那种地步，也确实没谁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吗？楚阳皱眉问道。华西月表情微微一滞，他从小就异于常人，白日里会感觉困顿，夜间才会精力充沛，尤其是满月的日子，他的状态就会达到巅峰，这导致他作息颠倒，但每个月生理期的时候还必须要接受阳光的沐浴，这就相当于是让一个正常人1周之内晚上不能睡觉。华晨光说他是一种特殊的体质，将来最好找个阳气旺盛的夫婿，或许能缓解一些。此刻他目光凝重地看着楚阳，难道这家伙能看出我的体质异于常人？刚刚念及于此，他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连爷爷都不能做出精准判断，那家伙怎么可能会呢？你不必故弄玄虚，我与你做个赌约，如何？楚阳大概猜到这个天仙般倨傲的女人要说什么。好，你说。华西月微微颔首，
若是我今夜治好吕思思，你可否按照我的要求做？楚阳豪迈笑道：有何不可？但你如果治不好，还需要我出手救人呢？华西月忍不住轻笑一声：我用此法医治不下30人，都是阴邪入体之症。也罢，今日我便让你知道大夏的医术博大精深，非你一井底之蛙所能窥全貌。若如你所言，我便将宝鼎送与你，且给你下跪，然后自废双手，又有何妨？楚阳闻言大步上前，伸出右手，一言为定。华西月就连行医都只给女患者诊治，还从未跟异性有过接触。正在他犹豫之时，似乎看热闹不嫌事情大的萧月宁嗤笑道：华小姐连握手的勇气都没有，我很好奇你若输了会不会赖账？被这么一击，华西月伸出冰凉的小手，跟楚阳火热的大手相握，一言为定。楚阳突然感觉到了玉佩的共鸣，麻烦了，这死傲娇真是月阴之体。而华西月的身体也很诚实的微微颤抖了一下，两人都好似触电般松开了手。你若临阵脱逃，别怪我华家无情。说完这句，华西月匆匆纵身一跃，转眼便消失不见。军车很快离开苏家，路上又去了一趟神农药房，把黄经理吓得好悬眉跪了。知道楚阳是来买药的，他这才赶紧招呼着手下人，像伺候祖宗一样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楚阳对神农药房的好感又多了几分，不是因为服务，而是他没抱太大希望的还魂草居然有货。虽然只有半株，但做药引已经足够了。来到萧月宁的别墅，楚阳小心翼翼地将苏婉宁放在床上。萧战神，你先出去吧，我要给老婆治疗，不能被打扰。听到萧战神和老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呼，萧月宁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我不出去。萧月宁傲娇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趁治疗的机会干什么，人是我带出来的，现在他还昏迷，我不可能让你乱来。这句话几乎点明了楚阳想要占便宜。楚阳嘴角一抽：你知道个屁啊，我又不用给他脱衣服。萧月宁顿时瞪大了一双美眸，气得胸口起伏。你说什么？治病不需要脱衣服？那你为什么把我脱个精光？楚阳生无可恋的双手搓了搓脸。大姐，讲道理好吗？你受伤的是身体，他受伤的是脑子。再说了，她是我老婆，我用得着吗？萧月宁被对得怒火上涌，冷哼道：你就是个变态，喜欢做验尸官的变态。楚阳彻底无语了。算了，你别说话就行。他单手固定住苏婉宁的头，另一只手中的银针不停落下。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36根银针几乎把苏婉宁的脑袋占满。突然，苏婉宁身体抽搐一下，砰砰2声，她胸口衬衫纽扣被崩飞，露出里面性感的黑色蕾丝文胸和呼之欲出的雪白。楚阳2只眼睛差点掉进去，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老婆内在的实力，不禁的喉咙滚动了2下。萧月宁赶紧拿来浴巾遮住大片乍现的春光。什么破扣子，质量太差！他翻着白眼吐槽。楚阳嘴角一抽，目光挪到萧月宁的胸前，无奈的叹了口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小到大，萧月宁无论哪方面都堪称妖孽般的存在，唯独让他有些耿耿于怀的就是一直不争气的胸，为国家不知道省了多少布料。现在听到楚阳当着面含沙射影，他气得银牙咬碎。楚阳，以后你别想让我再救你。楚阳一脸痞笑，双手合十：我谢谢你啊，也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救了谁。萧月宁摔门就出了房间。楚阳一点点将柔和的真气输入苏婉宁体内几处养神大穴之后，便去厨房开始炼丹。萧月宁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接慕容兰的电话：宁宁，你生气了？因为苏家的事情吗？我发誓从来没让韩春雷去苏家搞事情。你知道我很讨厌暴力的，我生气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楚阳。慕容兰语气凝重了几分：他还惹你了？这个楚阳真是祸害，今天如果他不去，也不会把韩春雷父子惹毛了。你干脆把他赶出东海吧。此言甫出，萧月宁沉默了片刻，突然发问：你和他的赌约能不能作废？赌约作废？慕容兰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想要帮他？萧月宁长叹了口气，这家伙总给我一种让人看不透的感觉，也说不清，就是有点担心你会输给他。你知道吗？今天他还跟华西月打了个赌。比武吗？慕容兰有些疑惑。不是，他们比医术。萧月宁把他们2人的赌约说了一遍。慕容兰突然笑出声来，亏我之前还差点把他当成个对手，没想到他是个没有半点城府，被别人轻易就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蠢货。他突然笑得很玩味，看来我要养一条残废狗了呀。先不说了，我得化个妆，咱们在老爷子家见。挂断电话，萧月宁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夹在中间，很难受。算了，都是他自己惹的祸，我不能总给他擦屁股，他愿意做就做吧。楚阳在厨房里忙了一身的汗，耗费大把精力，终于把养魂丹炼制完成，另外还炼制了几颗丰胸效果很棒的小药丸。来到客卧，他把养魂丹化成水，给依旧处于昏迷状态的苏婉宁喝下去之后，来到主卧，刚一进门，滚出去！萧月宁怒喝一声，抱枕正中楚阳脑袋，哎呀，疼死了！楚阳演技很差的龇牙咧嘴。萧月宁不为所动，滚蛋！谁让你进来的？楚阳笑眯眯地凑过去，把手里的一个玻璃瓶拿出来，晃了晃里面的那些水蓝色几乎半透明的小药丸。萧月宁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瓶子，干嘛用的？楚阳坏笑着
用2只手在胸前比划出夸张的弧度。萧月宁啊了一声，我才不要这种不正经的东西呢，快拿走！楚阳嘿嘿一笑，那我就给婉宁吃了。话音刚落，萧月宁一把将玻璃瓶抢过去，你想让它变成奶牛啊？也不怕走路的时候站不稳？楚阳耸了耸肩膀，萧月宁皱眉盯着他，喂，这玩意真好用。楚阳把手一摊，反正你也不需要这种不正经的东西，还给我吧。萧月宁直接把药瓶放在背后，这种骗人的东西，我一会儿就扔了。楚阳嘿嘿一笑，那个，咱们出门了，家里是不是得有几个站岗的呀？婉宁现在情况特殊，如果被惊吓到，她的病情走向就难说了。我已经告诉小渊带一个班的人守在家里了，保证你老婆出不了事。萧月宁满脸的不耐烦，楚阳这才放下心来。今天他去苏家的路上救了一个突发急症，一头栽在他面前的老头，虽然出手只用了1分钟，还没等老头醒过来，他就已经离开了。但若是能提前1分钟赶到，苏婉宁就不会受到那么强烈的刺激，否则今天他也不会杀心那么重。其中有一部分是对苏婉宁的愧疚。楚阳刚一出去，萧月明就迫不及待地扭开玻璃瓶。刚才应该问他吃多少啊？一共才6颗，而且这么小，应该是一次的量吧？作为军人，他做事从不拖沓，更不瞻前顾后，一口就把6颗小药丸咽了下去。静静等了10几分钟后，他感觉身体连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没有。骗子，亏我刚才还差点相信他了。楚阳则是边走边自言自语，还扔了呢，骗鬼吧！忘了告诉他，3天吃1颗了。算了，一会路上再说。时间到了5点，两人上车后离开。路上，楚阳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爷，我是傻强啊，金角和银角都被我带来东海了，去哪找你啊？金角和银角是楚阳给胡万金和胡万银起的绰号。楚阳一拍大腿，靠，我把你们仨给忘了，你们先等着，我这就叫人去接你们。挂断了电话，楚阳赶紧给柳芳菲打了过去，菲菲，你去机场接3个人。不去，我现在的脸和脑门已经没法见人了。柳芳菲话语中满是气愤，在苏家的时候，他就让楚阳给他消肿，可那家伙上车跑得比谁都快啊！呵呵，我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过你放心，傻强那家伙以前整天挨揍，消肿这方面他是专家。你把他们3个接去你家，等我回来之后给你打电话。对了，你千万别对那几个家伙太客气啊！等楚阳挂断电话，萧月宁没好气地道：“还傻强，还金角和银角，我都搞不懂你这是警匪片还是神话片，你到底都认识了些什么人啊？”楚阳抿着嘴角，笑得很玩味，说是我从监狱请来专门对付慕容兰的人，你会不会很害怕？萧月宁一脸鄙夷地切了一声，一群监狱出来的劳改犯，还觉得挺光荣，要不是被你骗怀孕了，咱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楚阳憋着笑说道：“对，咱们是2个世界的人嘛，而且你这辈子是我只能仰望，永远无法触碰的女战神，对吧？”萧月宁被自己的回旋镖击中，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告诉你，人家兰兰那边已经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说别的，单说资金的问题，就不是你们这些劳改犯能解决的。我劝你还是早点跟兰兰低头认错。楚阳耸了耸肩，随便你怎么想，到时候你别求我放过他就行。萧月宁气得抬手就是一拳打在楚阳胸口，你就是个油盐不进的滚刀肉，我看你1个月之后怎么收场。就算兰兰真把你拴上铁链养在院子里，我也不会给你求情的。楚阳一拍大腿，说好了呀，一言为定。哎，你想不想加注？萧月宁，要是我把慕容兰赢了，咱儿子姓楚，行不？楚阳笑嘻嘻的商量。萧月宁冷哼一声，你想得美。楚阳不死心的说道，打说这也是嫡长子啊，给点面子嘛，等后面你生的那些爱姓啥都行。萧月宁啐了一口，呸，真不要脸，这个都是意外，还想让我给你接着生？做梦吧你！楚阳一看人家不上当，心中郁闷的叹了口气，以后还得多想想办法才行，否则我爹娘在九泉下也不能瞑目啊。眼看就到萧战天家的时候，萧月宁接到萧战天的电话，宁宁，你跟小杨在一起？是啊，不是您让我找他来的吗？今天楚家的楚送来了，你还是让小杨先回避一下吧，免得惹事端。挂断电话，萧月宁侧头看向楚阳，你开我车回去吧。楚阳心里咯噔一声，暗道不妙，楚送来到东海，彭野肯定会给他传递消息。他拿出手机，快速翻出彭野的电话并拨打过去，却发现是关机状态，看来彭野凶多吉少。他揉着眉心，沉吟片刻后，眼神变得凌厉了几分，这家伙就是奔着我来的，躲有什么用？说着他便要开门下车，却被萧月宁一把拉住，不行，你不能死。萧月宁语气强硬，不容置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楚阳居然在萧月宁眼神中看到一丝紧张。你是在关心我？别自作多情，我只是不想我儿子出生之前就没了爹，而且因为你来参加爷爷寿宴惹上麻烦，他老人家心里肯定不舒服。萧月宁一改往日风格，一次性给出2条解释。楚阳正色道，彭叔是我爸当年的心腹，如果他出了事，我不会置之不理。关于彭野的立场，萧月宁早就已经猜到，所以并不吃惊。你答应我今天不起杀心，而且今天要听我的。楚阳嗤了一声，你让老子听你指挥。萧月宁微微扬起一抹成竹在胸的笑容，楚阳，你觉得咱们是一个层面的人吗？
楚阳嘴角一抽，咋了？又想说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你是半人马星座的？萧月宁冷笑一声，从兜里拿出一盒打胎药，晃了晃。楚阳咕噜咽了下口水，不是，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我这么有修养的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起杀心呢？放心，今天老爷子大寿，不可能见血。萧月宁鄙夷地哼了一声，你也有这么一天啊？不是以前总气我的时候了。说话间，他从手套箱拿出一个遮住半张脸的京剧小生脸谱面具和一套红色运动服递过去，换上衣服，戴上面具。楚阳，不是，你还是把打胎药吃了吧。萧月宁二话不说，直接撕开打胎药的包装。别啊，你咋还来真的？帮楚阳把面具戴好之后，萧月宁脸上尽是得意之色，他很享受这种对楚阳如臂指使的感觉。我会让人去调查彭野的情况。楚阳竖起大拇指，战神威武。他突然发现有这么个孩儿他娘，其实也不错，少操不少心。跟着萧月宁，楚阳畅通无阻地进入守卫森严的大门。来到庭院中，不少人都纷纷上前跟萧月宁打招呼。让楚阳有些意外的是，萧战天居然举办了西式的冷餐寿宴。你爷爷可真是百无禁忌啊，寿宴上这么多白色。萧月宁鄙夷地嗤了一声，爷爷向来我行我素，否则他翻了个白眼，怎么可能稀里糊涂把自己孙女往火坑里推？一会儿爷爷只要不主动叫你，你就别露头，装不认识就行。楚阳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那我是来干啥的？萧月宁呵了一声，我平时身边都有随从的，现在身边只有你，你说呢？楚阳他突然有种被算计的感觉。好吧，我忍了，不过你别过分啊。话音刚落，站在远处身穿酒红色晚礼服的慕容兰挥手打招呼，宁宁怎么才来啊？他身边有2个气质超群的年轻男人。萧月宁压低声音道，穿白色礼服的叫秦岩，他父亲是战区军检部的一把手；穿黑色礼服的是江云，江家是东海4大家族之一，财力雄厚。楚阳哦了一声，听着很牛逼啊。萧月宁白了他一眼，我跟你说这些是让你夹着尾巴做人，别惹事。慕容兰已经来到近前，身后还跟着2个帅气的年轻人。楚阳刚要说话，就被萧月宁挡在后面。江云和秦岩2人纷纷跟萧月宁打招呼。萧月宁面色平淡的礼貌点头，抱歉，有些事情耽搁了。慕容兰往后面瞥了一眼，眉头微微蹙起。这人，他往前走了一步，眯起眼睛盯着楚阳，是你的随从？小渊呢？萧月宁顺口说道，小渊有事，我只能随便找了个警卫连的人临时顶替。慕容兰很随意的将香槟杯递过去，那个谁，再去给我们都拿点香槟。看楚阳没有接杯子，慕容兰表情十分诧异，你是木头啊？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江云是慕容兰的铁杆舔狗，见状很不满意，你聋了？没听到慕容小姐的话？她的话音未落，就见秦岩一步上前，抬手就是一巴掌。楚阳有些无语，这帮人自视甚高的人还真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他想对面这个有话进境界的秦岩打成猪头之时，萧月宁抬手便擒住打来的手腕。秦岩，你要在我爷爷的寿宴搞事情？秦岩赶忙解释，宁宁，我怎么可能那么做呢？他抬手指着楚阳，这家伙刚才用手蹭了你的胳膊，我是替你教训一下这个满心龌龊的家伙。萧月宁面色愠怒，这是我的人，需要管教也不劳秦公子出手。场面一度尴尬，慕容兰赶忙打圆场，好了，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就别计较了。秦少，打狗还要看主人，给我个面子，刚才的事情都别记在心里了。说罢，他瞪了一眼不知进退的楚阳，都是因为你，还不赶紧去给大家拿酒？一时间，萧月宁也很尴尬。其实这些事情的确应该随从去做，如果他太偏袒，慕容兰肯定会起疑心。如果不管的话，楚阳说不定会干出点什么来。连随从都管教不好，那么多军队交给他，可真是东海的悲剧。就在萧月宁头疼之时，从侧面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嘲讽。几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气质清冷、身穿越白色古装长裙，如同太阴仙子下凡般的美女款款走来。慕容兰当即愣了一下，月月，你怎么也来了？我为何不能来？难不成是萧战神不欢迎我？华西月冷冷反问。慕容兰面色一僵，却马上笑了出来，看你说的，以前咱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好姐妹。说话间，他走过去挽住华西月的胳膊，月月，你跟宁宁可都是天之娇女，别总一副互相看不上的样子。华西月冷冷道，是他总把自己当成全世界唯一的天纵奇才，别人能给他当绿叶都应该感激涕零。萧月宁刚要说话，就被慕容兰暗暗摇头示意不要说话。慕容兰协调这种事情的能力很出色，萧月宁压了压火气，直接带着楚阳直奔萧战天的书房。慕容兰则是赶忙话锋一转，月月，说点正经事，我最近在募集资金，有没有兴趣投资？华西月有些诧异的看过去，你不是在东海做的风生水起吗？怎么会缺资金？慕容兰叹了口气，我被人欺负了呗。他指了指秦岩和江云2人，介绍了一番。我跟一个家伙打赌，前期的计划有点受阻，这次只能多拿真金白银拿出来砸死那家伙了。听完慕容兰添油加醋的描述，华西月柳眉微蹙，这不就是个死鸭子嘴硬的东西吗？跟我今天遇到的那个家伙还真像。他也把楚阳跟他打赌的事情说了一遍。慕容兰和身边的秦岩、江云都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本以为跟我打赌的那个家伙就已经够不知天高地厚了，没想到
还有人要跟你比医术。江云哈哈笑了几声，华小姐，不如等你出手之时，我跟那家伙夹住。秦言呵呵一笑，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少了我？华小姐如果想要更解气，我秦言一定效犬马之劳。华西月并不是个喜欢交际的人，尤其对于男人，他有种天生的心理厌恶感。看出江云和秦言的讨好起了反效果，慕容兰赶忙圆场：月月，其实秦少和江少都是热心之人，他们看我受欺负，都从家里拿出资金帮我渡过难关呢。但你放心，我从来不是个让朋友吃亏的人，不管是谁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哪怕是滴水之恩，我也会涌泉相报。华西月对商业的事情并不很精通，不过华家几百年的积累也是家资颇丰，他对钱并没有太大的概念。没问题，萧战神不是还出了5个亿吗？我出6个亿。明知道华西月是故意要压萧月宁，但八面玲珑的慕容兰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他给了华西月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月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一会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如果赶来的话，我一定帮你出气。这时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兰兰，你果然也在。慕容兰顺着方向看去，眼睛突然瞪大，心里咯噔一声，喊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死了儿子的楚宋。楚叔叔，您来了。目前楚朗的死病没有对外公开，他也不会当众提及，赶紧上前迎了过去。兰兰，当天的事情一定把你吓坏了吧？楚宋笑容可掬，满脸都是长辈的慈爱。慕容兰心有余悸地拍了拍小心脏，都怪我那天提前走了，现在想想还很自责。楚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傻丫头，跟你没关系，这件事我也会查清楚的。慕容兰心里虽然很害怕，但表面却一丝一毫都未曾流露。楚叔叔，如果需要我做什么，您只管吩咐。为了给楚朗讨个公道，我一定。没等他表完决心，楚宋便是笑着摇了摇头。看你说的，你有这份心，楚朗泉下有知也能瞑目了。我听说你跟楚阳见过面，而且萧战神似乎还跟他曾经有过短暂的婚约。慕容兰知道人家既然已经问出来，肯定是都查清楚了，于是便也不隐瞒。没错，萧老爷子一时失察，竟然把宁宁跟楚阳定了婚约。但宁宁几天前就已经去当面解除了婚约。那个楚阳可能是心有不甘，追到东海，看到宁宁心意已决，便攀附了已经落魄的苏家。我跟苏家交锋的时候见过他，而且他还跟我打赌，1个月内让我倾家荡产。现在很多好朋友都在帮我。楚宋微微颔首道：的确是楚阳的性格，跟他爹一样目中无人，就是不懂得感恩。如果你资金方面有缺口，我也可以帮你想想办法。谢谢楚叔叔，到时候我遇到困难会跟您说的。虽然慕容兰并不打算用楚宋的钱，但他还是很高兴地表达感谢。与此同时，书房内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肖战天正目光灼灼地盯着已经摘掉面具的楚阳。你小子敢退婚，而且回头就娶了苏家的丫头。肖战天不光是权倾一方的军界大佬，当年还对楚天有救命之恩，无论从哪个角度，楚阳对这老头都不敢造次，赶忙解释：看您说的，我其实……肖战天大手一挥，无需多言，这婚退得好。楚阳当时就愣了，您真这么想？肖战天叹了口气，既然你看不上我孙女，我就把她许配给秦言。楚阳嘴角猛抽了几下，这不扯犊子吗？让肖若宁带着肚子嫁给别人。肖战天走到楚阳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杨啊，是我没教育好孙女，差点让你戴了绿帽子。我之前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退婚。楚阳越听越迷糊。肖战天抬手指着肖月宁：我肖家也是有家规的，未出阁的女人不能做出逾越之事。你快告诉我那小子是谁，老子现在就让人把他给抓进军营毙了。楚阳身子一僵，偷偷看向肖月宁，打算眼神交流一下，商量对策。可没想到肖月宁居然直接抬手指向他：爷爷，就是他干的，他始乱终弃，快把他毙了。肖战天目光如炬，勃然大怒：是你小子？楚阳，不是，等等，我怎么感觉有点猛呢？只见肖战天转身来到窗边，那有个半人多高的东西蒙着一块黑布。就在楚阳疑惑之时，肖战天唰的一下将黑布揭开，楚阳吓得向后退了好几步。不是，那个老爷子别激动啊，这加特林可不是闹着玩的。肖战天两手握住支架上的加特林，冷哼道：小子，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当时冲我孙女开火的时候，你怎么没害怕？楚阳这个时候才看到肖月宁若无其事的双手环胸站在肖战天身边。我是不是被你们爷孙俩给套路了？肖战天撇了撇嘴：好啊，你小子还倒打一耙是吧？雨落，就见那家特林的枪管居然转了起来。别，我服了，您说啥是啥，行不？哼，要你离婚行不行？楚阳脸一垮：那您拆10座庙不毁1桩婚啊？您这是不是有点太……哼，既然你小子这么有骨气，肖战天竖起大拇指，老子就成全你了。加特林的枪管转速越来越高，楚阳感觉心拔凉拔凉的。开什么玩笑，每分钟6000发子弹，1秒钟就是100发，神仙也得交代在这。行了吧，我才不信你会杀了他。肖月宁翻了个白眼，对于孙女的拆台，肖战天嘴角抽了几下。肖月宁哼了一声，肯定是李德林那个叛徒告密了，是吧？那些都不重要。肖战天摆了摆手：你让这小子赶紧离婚，
然后跟你领证。不要！萧月宁倔强道，孩子就是个意外，而且也是我主动休了他，反正我这辈子不想嫁人，这孩子就当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说完，他直接出了房间。这丫头倒是越来越像我了，驴脾气上来，皇帝老子都敢拉下马。萧战天自言自语了一句之后，看向一脸懵逼的楚阳，臭小子，人给你送去了，觉也睡了，你怎么连个姑娘的心都留不住？楚阳一脸委屈地道，就您那孙女，还是算了吧，翻脸比脱裤子都快。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就这几天已经2次用枪顶着我脑袋了。不是，您闹这一出到底为了啥呀？萧战天长叹了口气，看起来又老了几岁。明明从小性格刚强，而且一路走得太顺，正所谓至刚一折，他在军界迟早要吃亏。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别让他受委屈，我就不逼你离婚，而且孩子也能幸楚。楚阳眼睛一亮，你说真的？不对啊，有你这个大佬护着他，他怎么可能吃亏？萧战天坐下喝了口茶，我手里的军权抓的时间太久了，中枢那边早就对我有意见，担心我自立为王，这次是我主动要求回京城的，宁宁又不肯跟我走，所以只能交给你了。楚阳脸上难言笑意，您就放心吧，只要孩子姓楚，我保证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萧战天眼珠子一瞪，我孙女是26岁的宗师，放眼全大夏，几人能做到？论容貌，说句倾国倾城也不为过吧。要不是因为有阴煞之体，能便宜你。不过今天晚上你最好别露面，楚家人要是知道咱们走这么近，肯定会提前对你下手。既然你现在不能成为我萧家的孙女婿，我也没办法在明面上给你更多庇护。楚阳却苦笑着摇了摇头，我要是不露面，吕思思活不过今晚。听完楚阳的话，萧战天皱了皱眉，需要我出面帮你解决吗？楚阳讪笑着摇了摇头，您现在可是需要韬光养晦的时候，一会儿看戏就得了。说完，他把面具重新戴好。我出去了呀，你这么大岁数了，可不兴骗人啊，孩子必须姓楚。不多时，萧战天步入庭院，寿宴正式开始，宾客们纷纷上前贺寿献礼，气氛热烈。侍首吕文光献上厚礼，萧老晚辈祝您寿比天高，福比海深，春秋不老，福星高照。慕容兰笑容温婉，祝萧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兰兰特意为您寻了件古玉把剑。楚颂上前，气势沉稳，晚辈楚颂代家父恭贺萧老华诞，愿萧老松鹤长春，身体康泰。萧战天笑着对每个人点头致意。就在这时，华西月来到萧战天面前，清冷行礼。华西月代家祖问安，奉上玄冰丹，可镇萧爷爷体内火毒。他双手将一个碧绿色的玉瓶奉上，众人见此物都不禁地瞪大了眼睛。那瓶子周围居然萦绕着淡淡的白雾，可见那里的丹药定然不俗。萧战天神色变得些许激动。10几年前被倭国几名精通控火之术的忍者伏击，他虽然杀了那几个上人，却也中了火毒，每发作之时便如同烈火焚身。多亏华晨光每年都会派人给他送来这玄冰丹，虽然不能根治，却能在发作之时大大降低火毒带来的痛苦。西月，好久不见，都长这么大了，替我跟你爷爷说声谢谢。萧战天语气恳切道。华西月盈盈一拜，萧爷爷，您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震慑那些宵小之徒不敢踏足我大夏国门半步，为您做这些是我华家的荣幸。萧战天爽朗笑道，让你这丫头都给我老头子说脸红了。萧爷爷，西月有个不情之请。华西月松雪般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说无妨。萧战天笑道。华西月看了一眼萧月宁，语气冰冷了几分。昨日此时，我华家的渊龙鼎被人以借的方式从神农药房带走，今日我见到那人，并定下在今日寿宴当众为吕氏守千金治病的赌约，我斗胆恳请萧爷爷为我主持公道，否则家族必定寝食难安。若是影响了日后炼丹，恐怕日后会生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众人闻言便是窃窃私语起来。虽然华西月说得很隐晦，但大家也能听出来，如果今天这个渊龙鼎的事情不解决，恐怕以后华家的玄冰丹可能就要断供了。萧战天没想到华西月会在这个场合跟他提这件事，当即愣了一下。而就在这个时候，萧月宁不屑地嗤了一声，迈步上前，爷爷，我这里有2颗丹药，可以让您的火毒彻底根除，您以后就不必受到一些不知所谓的要挟了。在场宾客一片哗然，如果是别人说这种话，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但萧月宁是萧战天的孙女，又是大夏第一女战神，这就让所有人感觉有些疑惑。难道还有人比华家的医术更高明？华西月先是一怔，而后当即明白萧月宁是为了面子才说这些。没想到你也是哗众取宠之辈。这么说吧，不管你用什么旁门左道之术，天下间能够镇住此火毒的只有我华家。若是说根除，除非仙人下凡。这番话说的霸气十足，在场众人也都纷纷点头。若是别人这么说，他们会怀疑，但从华家大小姐口中说出来，那就是100%的真理。萧月宁却不加理会，直接拿出楚阳给他的2颗冰蓝色丹药，放在萧战天的手中。爷爷，他说你一次把2颗都吃了，火毒自然可以根除。萧战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当着所有人的面将2颗丹药一口吞下。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眼珠子死死盯着萧战天。他因为火毒的原因，现在身上很多地方都长出了赤红色的斑点，
有些人曾经见过肖战天吃玄冰丹之后的反应，那些斑点的颜色会变淡很多。足足过去半分钟，肖战天手上和脸上那些因为火毒而产生的赤红色斑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华西月嘴角勾起嘲弄的冷笑：肖战神，看来你是被人骗了，只希望上天垂怜，不要因为你那堪忧的智商而让萧爷爷的身体受到伤害。此言甫出，在场宾客也都是有了这个想法，私下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萧月宁却不以为然。楚阳的医术虽然总是出人意料，可毕竟是他多次亲身验证过的。就在众人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之时，管家突然上前扶住身体有些坐不稳的肖战天。大家仔细一看，肖战天全身都在微微泛起一层薄薄的紫色雾气。啊，肖老这是中毒了！我天啊，这个颜色看着太诡异了。哎，不对，你们仔细看，那些雾气都是从肖老皮肤上那些赤红色斑点冒出来的。对，那些斑点好像变淡了。此刻，华西月向来古井无波的俏脸也起了波澜，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发生的这一切。他赶忙探出月华之气，却诧异地发现，那些紫色的雾气乃是火毒被一种不知名的阴寒之气所驱赶出体内的表现。这怎么可能？震惊之余，他看向萧月宁：“你从哪里搞来如此阴邪的丹药？”不等萧月宁开口，肖战天周身的紫雾已经不再冒出，露出的皮肤上那些之前的赤红斑点，此刻也仅剩下可以忽略不计的浅浅痕迹。他神采飞扬地冲华西月招手：“西月，你快来给我瞧瞧，我现在感觉10几年都没这么轻松了。”片刻后，华西月俏脸写满震惊。从肖战天吃下丹药开始算，最多不超过1盏茶的时间，那些火毒居然全都散了，而且驱赶火毒的那股不知名的阴邪之力也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好似从未出现过。一开始他还觉得这是哪个江湖术士用了旁门左道的驱虎吞狼之法，就算能驱除火毒，也必定在肖战天体内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这是萧月宁神色傲然，讥诮道：“之前说哗众取宠，方才又说阴邪之物，可我看你现在的表情，我爷爷的病似乎已经痊愈了，对吧？”你华西月还是第一次在医学范畴内被别人对得哑口无言，但事实的确如此，他这辈子还从来没在医疗范畴内撒过谎。没错，萧爷爷的火毒已经被驱除了。此言甫出，在场所有人一片哗然。我的天，刚才不是说神仙才能做到吗？难道咱们大夏有人比华家的医术还要高明？刚才华小姐是不是有点太……不少人纷纷议论，但有损华家声誉的话还是没敢说出口。但这些已经让华西月骄傲的内心几乎崩溃。从小到大，他何曾受过如此质疑？我不与你争口舌之力。萧爷爷的病究竟是不是因为我华家长年提供的玄冰丹才根治，亦未可知。萧月宁冷笑道：“哦，你堂堂华家大小姐说这种话也不脸红？”华西月话锋一转：“我华家行事没必要跟任何人解释，但今日尚有一个赌约。”他将赌约之事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在场想要巴结华家的人纷纷站了出来。江云高声道：“此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宵小之辈当真可恶，定下赌约却做缩头乌龟，而且行事如此无耻，简直是人人的而诛之。”秦言义愤填膺道：“不劳华小姐出手，我秦家担保，3天之内，不论那家伙逃到何处，必定将他抓来献给华小姐。”楚阳心里暗忖，这帮王八蛋是真能舔啊！也真别说，就华西月的脸蛋儿和身段，一般人是真抗不住。这时，秦言上前道：“华小姐，那不知死活之人究竟是谁？我现在就让人去抓他。”华西月朱唇微起，刚要开口之时，萧战神开口了：“老头子说句公道话，这是西月跟别人的赌约，而且胜负尚未分晓，其余的人就别跟着瞎掺和了。”秦言尴尬地向后退去：“萧爷爷，是我有些唐突了。”萧战天看向吕文光：“吕师手，既然是给令千金治病，就快些将人给带来吧。西月来一次东海可是不容易。”吕文光赶忙让家里的私人医护人员将吕思思用医疗转移车推进院子。吕师手，萧战天招了招手：“老头子知道你关心女儿，但治病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你来老头子身边坐吧。”吕文光受宠若惊的同时，又觉得这里似乎有些不对劲。虽然他贵为世手，但在场的人可都是非富即贵，他就算比很多人地位高一些，也绝对没有鹤立鸡群的地位。萧老，您让我受宠若惊啊！来到近前，他毕恭毕敬地施了一礼。萧战天指了指旁边的位置：“坐吧。”吕文光刚坐下，萧战天又道：“别人打赌，吕师手跟着享受渔人之利便好。现在这年月啊，多说多错。”吕文光赶忙点头：“萧老言之有理，晚辈一定谨遵教诲。”到现在如果还不明白萧战天不想让他把赌约中的详细信息透露出去，他这个试手也就白干了。就在这时，华西月仰头望月，立于清辉之下，月白裙裾，无风微漾，那如同谪仙般的美貌与优雅，让几乎所有人都看得有些痴迷。片刻后，他素手轻抬，9支银针在指尖流转，泛着幽冷光泽，宛如写取了月破寒芒。玉镯般的侧影融入如水夜色，发髻上的珍珠簪映着清冷月华，整个人似一株不染尘埃的月下幽檀。楚阳看了却心中不住摇头，在他看来，华西月的手法的确娴熟，下针的角度、力道、针气的运用都恰到好处，但未免太炫技，花架子太多。
这种级别的治疗必须严谨，应该选择静谧之所，将患者衣物脱掉，才能保证毫厘不失。而且恰恰就是华西月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炫技，把在场那些外行全都惊呆了。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华西月凝神望月，汲取皎洁月华。他先指轻点，9支银针幽光流转，寒凉的月华之气如丝如缕，从针尾注入吕思思的穴位，在体内徐徐流转。吕思思苍白的肌肤泛起一丝微弱光泽。不多时，突然有人惊呼：“快看，吕小姐醒了 ！”P.S. 各位看官大人，本书已经要进入3册了，请大家多给点票票和带文字的好评支持一下，谢谢。众人全都站了起来，神情格外激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啊！这华小姐刚才那是跟月亮借了什么力量吗？早就听闻华小姐乃是月宫仙子转世，今日一见，传言不虚啊！华家果然是我大夏医学泰斗，无人能望其项背。华西月此刻已经将月华之气完全引入吕思思体内，她的消耗也很大，但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值得的。刚才华家名誉险些受损，如今她心里算是松了口气。吕小姐，你可以下来走动了。众人屏息凝视之下，吕思思缓缓起身。吕文光再也坐不住，赶忙跑到女儿床边：“思思，怎么样了？”吕思思黛眉微蹙，感觉体内有一股气息在乱窜，虽然有些不适应，但她还是站了起来。众人见状一阵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吕思思在吕文光的搀扶下，绕着院子走了一圈。与此同时，楚阳眉头紧锁。拥有月阴之体的华西月，可以借助月华之气来增补自身，也可以用来救人。如果非要比喻的话，就如同给患者输血。月华之气相当于是一种万能血，但吕思思是特殊的阴体，绝对不可能适配。把吕思思体内的枯阴之气换成月华之气，相当于给 A 型血的人输入 B 型血，后果可想而知。就在这时，华西月朗声道：“焦爷爷，赌约的结果已经有了，大侠第一女战神应该不会还要偏袒什么人吧？”萧战天也是觉得有些意外，凭他对楚阳的了解，不应该做这种没把握的事情。哈哈，西月呀，凡事都逃不过有一个理字，明明做事有分寸。萧月宁此刻脸色黑得吓人，心里不住地暗骂：还以为你胜券在握呢，现在怎么办？给人家下跪还要废一双手，活该！秦言赶忙站了出来：华小姐，这事应该跟宁宁没什么关系，不就是要抓一个宵小之徒伏法吗？这事交给我，请您现在就说出那人是谁。江云也站了出来：没错，我江家也见证了刚才的治疗过程，不会袖手旁观。紧接着，不少豪门望族都纷纷表示要助华西月一臂之力，拿回宝鼎，严惩恶徒。只有楚颂一直在静静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眼中有着浓浓的疑惑。他并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脑残没有本事就去挑战华家的权威，即便是楚家也不会随意招惹华家。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情很蹊跷。就在这时，楚阳看出吕思思应该支撑不住了。就在他想要上前之时，萧月宁低声道：给你个福利消息，华家有1000年血灵芝。楚阳嘴角微微勾了勾，背负双手，悠哉悠哉地来到华西月面前。华西月打量着楚阳：你有事？我觉得华小姐应该很需要我。楚阳丹田发出共振的泛音，让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耳膜有些难受。虽然华西月也听不清楚阳的声音，但敢在他面前说话如此轻薄的人，也只有那家伙了。宵小之徒说话都要用泛音进行伪装。楚，他的阳字尚未出口，就见吕思思突然啊了一声，身体直挺挺的倒地，全场震惊，一片哗然。华小姐，您快看看思思！吕文光大声疾呼。华西月飘身来到镜前，俯下身子查看，却发现吕思思体内的月华之气在疯狂窜动。吕思思体内的气血被月华之气搅动的溃散，甚至经脉已经开始逆行。不可能！月华之气包容万物，怎么会？他还是人生中第一次彻底慌了神。现在的情况，即便大罗金仙也回天无力。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人给治死了，华家几百年的声望就要毁于一旦。就在他心急如焚之时，耳边传来一股热浪：我可以帮你治好他，而且功劳还是华家的，如何？我凭什么相信你？华西月心中的骄傲让他下意识脱口而出：呵呵，你随意，反正华家的盛名恐怕今朝便会扫地。说罢，楚阳便起身准备离去。等等！华西月一把拉住楚阳的手，压低声音道：你究竟有什么阴谋？楚阳竖起大拇指：快人快语，渊龙鼎借我1年，你家的1000年血灵芝要送给我。如果楚阳真能救活吕思思，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厚了。若是按照赌约，华西月想都不敢想下去。好，我答应你，但你若闭嘴。楚阳言辞冷厉了几分：谁给你惯的这一身臭毛病？张嘴就是威胁别人，你问问自己，凭什么？华西月娇躯微微一颤，还从来没人敢对他如此无礼。你最好能说到做到。楚阳嘿嘿一笑，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华西月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你不可以那样。哦，那我走了。等等！华西月气得酥胸起伏，你不要乱摸。低声警告一句之后，他面向宾客：诸位，方才我已经将吕小姐体内浊气排空，现在才是治疗的最后一步。正在纷纷议论的众人这才一副恍然大悟之色。哦，我就说嘛，华家怎么可能治死人呢？
嗨，吓了我一跳，看来人家华小姐这才是要真正出手，刚才那些只不过是预热。只见华西月长裙舞动，优雅的转身，再次落下9支银针，只不过跟刚才的穴位有所出入。她素手轻轻悬于银针之上，所有人看得入神，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很轻。可突然，大家看到那个戴着面具的人居然伸手环住华西月盈盈一握的腰肢啊！这人到底是谁啊？他要干嘛？快来人把这家伙赶走！这不是耽误华小姐治疗，那家伙是在占便宜，快把他抓了！萧家的安保全都看向萧战天，却发现老爷子一副神态自若的表情，便全都站在原地跟着看热闹。与此同时，大家发现华西月双手被一层微微泛着红芒的气息所覆盖，与之前那种月白色的气息大相径庭。现场也有很多武者当即震惊的无以复加。武者会根据个人地功法和体质修炼出自己的本源真气，也会随着境界的增长而变强，但还没听说谁可以拥有两股截然相反的真气。华家果然是底蕴深厚，医道盖世无双，武学方面也有着通天的造诣啊！大家都不禁的感叹起来。只不过有些人也在低声议论：那个戴面具的到底是谁啊？我看他的手一点都不老实。刚才那家伙的手还摸了华小姐的屁股，你可小点声吧。我刚才还看到那家伙在华小姐的胸前蹭了一下呢。而全场所当中心情最复杂的便是华西月，此刻他相当于是在跟楚阳在演双簧。他只是一个真气的搬运工，楚阳的大手在他几处大穴游走，他耳边还不时传来阵阵热浪，指挥他该如何控制力度和输入真气的速度。这些年来守身如玉，一招明捷尽毁，但中午跟楚阳触碰时的感觉又出现了，尤其是楚阳的真气不停进入他体内，他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居然想要将这些真气留下。一盏茶的时间过去，吕思思体内的月华之气被排空的同时，被极阳之气所充斥，并不断滋生本源枯阴之气。他再次苏醒之时，美眸灿若朗星，气色红润，娇艳欲滴。我现在感觉太棒了！吕思思兴奋地直接从转移床上跳下来，她只是惊鸿一瞥，便如同有了某种心灵感应，直接认出了楚阳。就在她想要喊一声楚大哥之时，却看到楚阳冲她微微摇了摇头。与此同时，精神高度紧张的华西月总算放下心中的巨石，却突然眼前一黑，娇躯向后瘫软在楚阳怀中，软香入怀，楚阳心情也跟着狂躁了一下。紧接着便是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将华西月放在吕思思刚才躺的转移床上。众人惊呼：华小姐为了救人居然消耗这么大，别出声！你们看戴面具的家伙在干嘛？楚阳利落地拿出一根银针，落在华西月的醒窍穴上。华西月娇躯一震，猛地睁开双眼。小月，你成功救了吕小姐，可喜可贺啊！楚阳的传音再次传出，众人闻言这才反应过来，潮水般的掌声起伏不断。平生第一次窃他人之功的华西越难为情地冲大家点头致意。突然有人问道：华小姐，您刚才展示的医术太高明了，只是不知道那股微微泛红的真气是一直站在您身后那位戴面具先生的吗？还有几个武者也同样有这个疑问。这时江云站了起来：大家别误会，那家伙就是个大头兵，刚才华小姐因为要救人，所以没跟他一般计较罢了。听了江云的话，大家若有所悟。我也太冤枉了呀！不行，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楚阳小声嘟囔了一句之后，便转向在场宾客：不要！华西月触电一般，下意识双手从后方抱住楚阳的腰。你别乱说话，算我求你了，我一定履行约定。此刻的华西月心中只有一件事比天大，保住华家的声誉。与此同时，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懵逼，就连萧月宁都懵了。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女人正在抱着他孩子的店，真不要脸！平时的清纯都是装出来的。华西月面向众人盈盈一拜：抱歉，刚才没来得及给大家介绍，这位是我的男朋友，他叫艾千道。之前我有事在身，才拜托萧战神带他过来的。方才他是担心我舟车劳顿不堪重负，所以才……他顿了顿，实在羞于将后面的话说出口。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此言抚出，在场众人一片哗然。我就说这小伙子一身贵气，怎么可能是那种不堪之人呢？你们说这位艾先生会不会是北疆艾家的人啊？这很有可能啊，艾家和华家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啊。慕容兰却深深皱起眉头，来到萧月宁身边：宁宁，你连我都骗啊？艾家少爷就不能给我也引荐一下？萧月宁翻了个白眼，满脑子都是人脉，你快掉进钱眼里了。而楚阳听到自己多了个艺名，心中顿时不爽。艾千刀，这得是有多恨我啊！他当即用修长的手臂环住华西月温润的娇躯。华西月尽量保持红唇不动，低声呵斥：你干嘛？快松手！楚阳微笑着缓缓贴近那张冷艳动人的俏脸。一般挨千刀的人肯定不是好人，你说我想干啥？华西月娇躯僵硬，想躲却不能躲，把心一横，直接闭上眼睛。可那预料当中的亲吻却并没有如约而至。3日内把千年血灵芝送来。楚阳话音刚落，华西月感觉到那只强壮且有力的手臂突然松开，他猛地睁开眼睛，却看到楚阳冲着所有人挥了挥手，饭音再度传出：诸位，恕爱千道失陪了。雨落，
他身形一晃，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过了几个呼吸，众宾客才缓过神来，继续对刚才的救治过程赞不绝口。江云想要刷一波存在感，华小姐，您今天的赌约已经胜出了，我们所有人都能作证。下一步，只要您说出那个人的身份，我们马上就……不好意思。回过神来的华西月冲所有人微微欠身。其实刚才我男朋友说事情他已经解决了，就不必劳烦各位了。但各位的好意，西月心领了。今日在场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次华家的帮助。此言甫出，场中顿时沸腾起来。华家的帮助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很清楚，那不仅意味着一条人命，甚至对于他们这种名门望族来说，可能会影响到兴衰。萧爷爷，华西月微微欠身，方才言语冒犯之处，还请您海涵。萧战天笑着摆了摆手，年纪轻轻，要是没有点脾气，也就没出息了。老头子，我心眼儿没那么小，哼，现在撞了南墙才知道认错。萧月宁冷冷道。华西月俏脸一板，我今天没时间跟你逞口舌之快，你把楚阳的电话给我。萧月宁实在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来。没问题，现在就发给你。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后果自负。他刚才看到华西月接受极阳之气的状态，就跟自己当初一样，他心里就猜了个8、9不离10。估计这讨厌的女人也是那家伙的菜。他突然产生一种恶趣味，很希望让楚阳好好教训一下面前这个死傲娇。华西月却并没理解，只是习惯性的回了句嘴，要你多管闲事。与此同时，楚阳正蹲在距离萧家500米外的一棵大树上，等着萧月宁打电话一起回家。可等了足足20分钟，萧月宁的电话才打过来。你能早点出来吗？这破地方蚊子真多。他迫不及待地吐槽了一句，可电话另一端却沉默了，这让楚阳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不是，你说句话呗，这样有点吓人啊。有2件事，第一件，酒店监控显示彭野的房间被人闯入，几分钟后，那些人拖着一个超大号的行李箱离开了酒店，我正派人沿途查找。楚阳哦了一声，让大家多出点力，事后我发奖金，绝对不抠门。还有啥事儿？萧月宁再次沉默了足足10秒钟。你老婆丢了？你说啥？丢了？大活人丢了？楚阳对着电话吼了出来。萧月宁赶紧解释，晚上小区里有熊孩子放鞭炮，警卫连的人去查看，就半分钟，小渊回卧室就发现苏婉宁不见了，手机是关机状态。2人很快汇合，迈巴赫 V8 引擎咆哮着冲向君临天下。楚阳一路都在疯狂思考苏婉宁的下落。绑架可能性不大，最怕的是鞭炮声刺激下他突然清醒，这比被绑走更糟。神魂受损如同精神重创，现代医学束手无策，若是突然苏醒，后果难料，轻则无事，重则精神崩溃。他必须尽快找到苏婉宁，拖得越久越难治。楚阳，我萧月宁声音有些异样，你又咋了？楚阳疑惑地看向萧月宁，下午就开始兄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萧月宁难以启齿，我有点难受。话音未落，柳芳菲的来电切了进来。杨哥，婉宁在我家，她状态很糟，我说送她回家或叫家人，她都吓哭了。地址发你，快过来。柳芳菲语气焦急。挂断电话，楚阳赶紧把手机递给萧月宁，快，最快的速度赶到。萧月宁本就对苏婉宁失踪的事情心中愧疚，也不再提自己难受的事情，加速朝柳芳菲家驶去。即将进入市区时，萧月宁瞥了眼后视镜，后面有辆车跟了一路了。楚阳回神望去，一辆没开车灯的黑色轿车始终保持着100米距离。停车！楚阳果断道。萧月宁直接踩下刹车，非必要别杀人。楚阳拿起面具晃了晃，如果他们不是奔着艾千道来的，就必须死。萧月宁叹了口气，今天好多人都误以为你是北疆艾家的人，我看你也挺喜欢艾千道这个身份，我就跟你简单说几句北疆艾家的事。柳芳菲宽敞的公寓此刻显得有些拥挤，客厅里整容后酷似奔波尔爸和爸波尔笨的胡万金、胡万银兄弟正对着电脑屏幕疯狂分析金兰公司近半年的业务轨迹和数据报表。身材和体型跟楚阳极为相似的傻强则窝在沙发里专心致志地玩着贪吃蛇。柳芳菲正在卧室里小心翼翼地跟蜷缩在床上的苏婉宁聊天，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刚才她用正常的闺蜜模式说话，好几次把苏婉宁直接说哭了。婉宁，你现在除了我最想见谁？苏婉宁眼神茫然地扫视着房间，又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几乎遮住了鼻子，只露出一双带着惊恐的眼睛。我想要见老公。她声音细若文瑞。柳芳菲愣住了，老公，你不是挺烦他的吗？苏婉宁似乎很困惑，烦？我为什么要烦自己的老公？柳芳菲心头一紧，隐隐觉得不妙。你记得你老公是谁吗？苏婉宁用力点头，我老公叫楚阳，他好像很爱我。他的语气带着不确定和一丝微弱的期待。柳芳菲的心沉了下去，你怎么知道他爱你？他说要1个月帮我赚50亿，还说要把金兰公司赶走。他话未说完，苏婉宁突然哽咽起来，大颗的泪珠滚落。我为什么会奢望别人的帮助？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从来不需要别人帮的。他猛地抓住柳芳菲的胳膊，眼神急切而混乱。菲菲，你以前是不是总说我心不够狠？你说我这样再有本事
在商场上也成不了事，对不对？柳芳菲吓得连连摇头，没有，我那是瞎说的，你别当真。楚阳他其实很优秀，你要是愿意好好跟他过，他一定会对你好，会帮你的。这话说出来，柳芳菲自己心里也五味杂陈。若非看到闺蜜这副模样，她绝不会说出这种违心劝和的话。此刻，她甚至为之前对楚阳有过念想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只要苏婉宁能和楚阳好好的，她宁愿彻底掐灭自己的心思。然而，苏婉宁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她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整个人僵住了，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柳芳菲连唤了几声，都得不到丝毫回应。就在柳芳菲束手无策、忧心如焚之际，苏婉宁眼中那无助的迷茫陡然褪去，瞬间变得如寒冰般锐利。她猛地掀开被子，翻身下床，动作干脆利落。她一把将披散的长发拢起，迅速扎成一个利落的高马尾，整个人的气质在刹那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脆弱无助变得冰冷而极具攻击性，仿佛换了个人。柳芳菲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惊呆，完全摸不着头脑。婉宁，你还好吗？与此同时，楚阳已经戴上了面具，站在迈巴赫尾灯旁边，冲后面已经减速的黑色轿车招了招手。那台车先是停了下来，似乎是在等待指令。过了大概1分钟，那台车缓缓加速，在距离楚阳10米的地方停下。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笑容满面地下车，来到楚阳近前，抱拳欠身：“艾公子，在下刘文贵，乃是帝都楚家一名管事。我家主人敬重您为人豁达，医术精湛，有心与您结交。明日备下酒宴，还请艾公子赏脸。”这一次，楚阳没有使用泛音，他控制声带，让嗓音变得低沉，吐出一个字：“滚。”刘文贵似乎没有半点意外，反而是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艾公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年在帝都遭遇火灾，而后走失的北疆艾家小少爷。楚阳心念电转，刚才萧月宁下车的时候介绍的艾家背景，还真就用上了。好个巧言令色的奴才，能把一个私生子说成小少爷。刘文贵谄媚道：“您说笑了，早在10几年前，艾家老爷子就让您入了族谱，而且对您疼爱有加，您只不过是多年来很少离开北疆而已。”楚阳不屑地嗤了一声，不承认也不否认：“你们楚家的人也敢跟我说话？”刘文贵赶忙解释：“10年前放火烧了会馆，导致您被烧伤的人是楚天，这跟楚家无关。告诉您一个秘密，当年正是我家主人亲手杀了楚天，也算是为您报了毁容之仇。”楚阳哈哈大笑了几声：“你就不怕认错了人？”刘文贵依旧谄笑：“能让华家大小姐主动官宣恋情，除了北疆艾家还能有谁？您虽然换了新名字，但当年烧伤之后，您就一直戴着面具，而且大夏境内也没人敢冒充艾家少爷。”他自信满满的话音刚落，表情陡然一僵，啪！一个清脆的耳光将他打得原地转了一圈，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刘文贵身后2名武者见状便拉开了架势，却被呵斥：“大胆，不得对艾公子不敬，都退下！”刘文贵没有去拍身上的尘土，起身后深深一躬：“刚才是小人唐突，提到了您的忌讳，只要艾公子高兴，我跪在这，让您打个痛快。”楚阳微微颔首道：“还不错，是条好狗。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刘文贵恭敬道：“当年放火导致您毁容的楚天虽然死了，但他儿子就在东海。”楚阳呵呵笑了2声：“你家主人就是今天寿宴上那个楚颂吧？他可真是会算计，什么力都不出，还想借刀杀人。”此时，刘文贵心里突然发紧，早就听说北疆艾家这位面具少爷因为毁容导致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做事极端易怒，可没想到居然这么聪明，瞬间就明白了楚颂的意图。毕竟都是楚家人，我主人会有所顾忌也是正常。楚阳沉声道：“楚颂如果有诚意，就把楚阳的儿子抓了，我去亲手宰了他。”刘文贵闻言，顿时感觉对面这个年轻人的城府远超他的预计。楚阳毕竟是楚家人，虽然被逐出家门，但并没有踢出族谱，所以楚颂在没有得到楚家认可的情况下，也不敢轻易出手，只能借刀杀人。刘文贵正犯难，突然眼前一亮：“我家主人将楚天安插在楚家的亲信抓了，杀他的机会可以让给您。”啪！楚阳抬手又是一个耳光落下：“你他妈的用一条小杂鱼来恶心我！”刘文贵这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嘴角流出血来，也硬挺着没动。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扯出笑脸：“此人是楚天的卫队长，这些年来蛰伏很深，以至于我家主人都相信他已经悔改。当年楚天放火的时候，这个家伙也是主要帮凶。”楚阳摩挲着下颚，嘴角却挂出一抹阴冷且残忍的弧度：“你要是敢撒谎，我把你剁成肉你去喂狗。”约好了明天碰头的时间和地点，楚阳便上了车。看到楚阳的汽车尾灯消失在夜幕之中，刘文贵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赶紧拿出电话：“主人，刚才我已经试探过了，艾千道应该就是北疆艾家的艾无心，您也可以让北疆那边的人查探一下消息。”电话另一边的楚颂正坐在一台商务车内，手里捏着雪茄，脸色阴沉的吓人。北疆现在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有一大半都被艾家把持。艾家这些年来很少与外界往来，死在北疆的各家探子不计其数。你让我派人去送死？不敢不敢！刘文贵惊出一身冷汗：“我只是担心中间会出什么岔子。”楚颂冷笑道：“敢冒充艾家的面具少爷，别说小小东海，就是帝都
恐怕也没人敢那么做。而且有华家做背书，这件事情出不了岔子。你现在去找青龙会东海分会的韩风，他那里有楚阳的消息。刘文贵有些担心地道：主人，彭野那家伙说楚阳是半步宗师的实力，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放烟雾弹。楚颂不屑道：那又如何？一个26岁的毛头小子而已，我反手可灭之。青龙会总会那边也派了高手来东海，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与此同时，素日里面容冷峻的萧月宁此刻却罕见地笑了出来。你不去演电影，真是屈才了。我就跟你说了几句那个变态面具少爷的事情，你就演得活灵活现。现在知道彭野没死，楚阳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心情好了很多。他撇了撇嘴，那有啥？等有时间咱俩玩个 cosplay， 我演老师，你演被我叫去办公室批评的不良少女，咋样？呸，不要脸！萧月宁笑骂一声，便语气凝重了几分。一会儿把你送去，我不露面。楚阳嘿嘿一笑，咋了？怕见我老婆？滚！我看你就是找抽。萧月宁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有情报说凌晨会有境外势力从海上过来，而且规模不小，我得过去压阵。楚阳突然想起萧月宁说不舒服的事，你到底哪儿难受啊？我给你看看，别到时候一旦动起手来再出点什么事。眼看就到柳芳菲发来的地址，萧月宁犹豫了一下，便是摇了摇头，算了，我先观察一下吧，应该没事没事。他现在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吃了丰胸丹药的事情。楚阳便也没追问，按照地址，楚阳来到柳芳菲家门前，按下门铃，不到2秒钟，房门被打开，柳芳菲一把将楚阳给薅进玄关。出事了，你老婆现在好像精神分裂了呀，怎么办啊？楚阳赶忙压了压手，你别急，把情况跟我说说。柳芳菲就把之前苏婉宁突然的变化说了一遍。楚阳倒吸了口凉气，靠，居然分裂出愧疚型人格了。柳芳菲愁眉苦脸地道，刚才他看到金角和银角两人正在探讨金兰公司的事情，然后哎呀，反正现在金角和银角都被折磨疯了。楚阳赶忙往前走了几步，偷偷看向客厅，只见苏婉宁正一脸严肃的表情，美眸紧紧盯着兄弟二人，说话都是那种不可置疑的命令语气。每个人年薪1000万，年底有分红，现在就签字。胡万银快哭了，小姐，你到底是谁啊？我们背后的人你惹不起。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刚才加入讨论的漂亮女人究竟是谁，可这里又是那魏爷的地盘，他说话办事都要很谨慎。苏婉宁双手环胸，霸道女总裁的气场全开。我苏家现在已经破釜沉舟了，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不介意把你们俩也拖下水淹死。楚阳嘴角一抽，这人格还挺强势，有点女强人的范儿了。菲菲，他不知道金角、银角和傻强是来帮忙的吧？柳芳菲连连摇头，我还没机会说呢。楚阳略微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算了，你进去说他们是你请过来，打算明天面试的。只要婉宁同意柳家和苏家深度战略合作，金角和银角就给你们两家打工。至于傻强，暂时当保镖，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合理进入你们两家的联盟。柳芳菲当即愣了一下，这样的话，你老婆可不知道都是你的功劳了。楚阳笑了笑，他现在这个状态，如果知道真相，还不知道要再分裂几个人格。好歹是夫妻一场，没必要做了点事情就想着邀功。我既然答应过要守护他，就要兑现承诺，至于结果随缘吧，我走了。楚阳的这番有情有义的言论，让柳芳菲本打算掐灭的念头死灰复燃。她妩媚的俏脸扬起一抹柔情似水的媚态，白皙的玉臂如灵蛇般缠住楚阳的腰。如果我不让你走呢？楚阳笑着用食指在柳芳菲下颚轻轻挑了一下，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金角和银角，先打好防御战，然后打好反击战吧。我不等他说完，柳芳菲已经踮起脚尖，娇艳欲滴的红唇用力吻了上去。楚阳眸子猛地瞪得滚圆。1分钟后，呼，我是正人君子，这怎么可以呢？楚阳一脸正气质问道。柳芳菲红唇微起，柔声道，你的手如果不在我胸罩里，我可能就真信了呢。楚阳尴尬的将手抽回，呵呵，不好意思，习惯了。柳芳菲往客厅看了一眼之后，拉着楚阳进入卫生间，紧接着就穿过另一道门，蹑手蹑脚地上了2楼。小点声，我给你看点好东西。女人都是骗子，明明说好了只是上来看点东西的。楚阳一边提裤子一边吐槽，说来也怪，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定力很好，即便是面对萧月宁、苏婉宁、吕思思这种9阴体，只要不出意外，他也能努力把持住。但柳芳菲跟他在一起，只要稍微有些暧昧的举动，他全身就如同着了火，而且本能的想要泄火。柳芳菲媚眼如丝的望着他，媚笑道，我的确是给你看看新买的丝袜呀，谁知道你兽性大发，把人家的丝袜都撕碎了呢。楚阳撇了撇嘴，大姨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柳芳菲整理好内衣，附在他耳边低语道，刚才你舒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喂，你老婆就在下面呢，是不是很刺激？一句话提醒了楚阳，撕，难道刚才那么冲动是这个原因？楚阳叹了口气，哎，说句实话，多亏你来大姨妈了，如果真做了，你承受不了的。现在他有一丝庆幸，如日中天的极阳之体，若非9阴体是很难承受的。如果不是柳芳菲来了大姨妈，应该会损了柳芳菲的元寿。柳芳菲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并没认为楚阳是在跟她炫耀男人的战斗力。你认真的？
如果跟你爱的话，我难不成会受伤？楚阳毫不犹豫地点头，你可以这样理解，但这不是普通的受伤，有可能会让你减少很多元首。柳芳菲表情一僵，认真审视楚阳，却没发现半点开玩笑的迹象。楚阳笑了笑，这种事情我不会开玩笑，更不会隐瞒。现在知道我是个很危险的男人了吧？咱们以后最好还是做朋友。说完，他便起身往外走。等等，柳芳菲上前拦住他，表情也变得严肃，甚至带着几分倔强。如果我不想活了呢？楚阳双手一摊，可我不能精虫上脑就造杀孽啊！他笑着用手抚柳芳菲的波浪长发，别在我身上下功夫了。我说过，就算不睡，该帮忙照样会帮。而且说实话，你的水平太差，我刚才都没啥感觉。咬着牙说完最后一句伤人的狠话，他拉开房门。卧槽，傻强，你他妈居然听强歌！楚阳被门口的傻强吓了一跳。柳芳菲啊了一声，赶紧去套上自己睡袍。傻强也吓了一跳。我刚才听见楼上有男人哼唧的可骚了，就跟咱在监狱里看小电影里面那些家伙一样，就上来看看。楚阳嘴角猛抽了几下，我尼玛呀，我根本没出声音好吧？柳芳菲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次不用我揭穿你了吧？楼下都听到你骚了。楚阳老脸一红，感觉自己的人设彻底崩了。反正就很奇怪，柳芳菲这丫头身上就好像是有某种特殊能力，让她很容易失控的能力。他眼珠子一瞪，我不是让你保护我老婆吗？傻强挠了挠后脑勺，可你也没说你老婆是谁啊？楚阳生无可恋的指了指楼下。明白了。傻强皱了皱眉，楼下有3个人。楚阳气得直翻白眼，揪着他耳朵喊道，女的。傻强哦了一声，早这么说不行吗？楚阳捂着额头，感觉队伍不好带。当天晚上他就没走。等苏婉宁实在撑不住去卧室睡觉之后，他把胡万金和胡万银叫到屋里，布置了工作。爷，您就放心吧。胡万金拍着胸脯，小场面而已，我们哥俩已经分析差不多了。胡万银拿着一份计划表说道，爷，明天只要苏家和柳家能顺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就可以马上布局。而且这次的资金不需要您操心了，我们被抓之前留了点私房钱，应该够用了。闻听此言，柳芳菲惊得瞪圆了眼睛。你们刚才不是说需要差不多100亿吗？这是你们的私房钱？胡万金笑了笑，二夫人，您不是也知道我们兄弟之前是做什么的吗？哪能都被人抄走啊？这次我们兄弟连佣金和利息都不要。柳芳菲激动得无以复加，却被楚阳拍了下屁股。冷静点，你以为他俩是好心啊？柳芳菲当即有点发懵，不是吗？楚阳眯起眼睛盯着已经开始有些心虚的兄弟二人，你们算盘珠子都崩老子脸上了，不就是想要让我出手把你们的黑钱洗白吗？胡万金尴尬地笑了2声，爷，我们这点小伎俩哪能逃过您的法眼啊？楚阳哼了一声，这次的钱必须是干干净净的，我来想办法，等办好了这些，你们的小金库我帮你们洗白，而且1分钱都不会少。兄弟二人连连作揖。楚阳拍了拍2人的肩膀，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慕容兰裤衩都不剩，让所有跟他暗中勾结的人，不管是内奸还是外奸，全都得光着屁股做人。胡万金笑了，爷，我知道您的脾气，能把我们哥俩叫过来，肯定是那帮家伙把您惹急了。胡万银正色道，爷，您瞧好吧，我们已经计划好，让他们温水煮青蛙，想脱逃的机会都没有。翌日，楚阳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听到敲门声，便过去把门打开。一身浅灰色职业套装的柳芳菲多了几分干练，却嘟着小嘴娇嗔道，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锁门？楚阳嘴角一扯，不是，这还不明显吗？怕晚上有女色狼图谋不轨呗。你跟我媳妇睡得怎么样？她没在分裂人格吧？没有啊，她昨天跟金角、银角谈完了之后，心情好得很。今天战略合作协议肯定要签，而且婉宁还要去谈融资的事情，你不过去看看？柳芳菲眼神中满是希冀。楚阳略微沉吟道，我可以保护她，但不能什么事都替她做。你也是一样，自己多努力。对了，今天多照顾婉宁，别让她受刺激，晚上把她带回来，我得给她瞧瞧病情。等5个人都出去之后，楚阳看了看时间，今天还是很忙的，下午要去救彭野，还得抓紧时间去萧月宁家里提前炼制一些适合内外伤服用的丹药。关键是不知道萧月宁是不是已经回家了。他拿起电话就拨过去，却是关机的状态。搞什么？这都几点了，还没完事儿？不就是个小任务吗？今天就把渊龙鼎拿走。他刚嘟囔了一句，手机屏幕显示了萧战天的来电。小兔崽子，你给我滚过来！萧战天的声音几乎变成一道利剑，差点刺破楚阳的耳膜。咋了？发这么大脾气？萧战天怒声道，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说照顾好宁宁？是啊，他不是好好的吗？楚阳话音未落，萧战天对着电话就是一顿咆哮。楚阳这才听明白，萧月宁带着海特战队2个连前往围堵境外武装分子，却遭到伏击。萧月宁身受重伤，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军医院，看到萧战天在病房门口来回转圈。老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萧战天却一把将他拽到旁边的一个空房间，关上了房门。华家的丫头在里面，估计能顶得住。可现在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闻言，楚阳脑子转得飞快，之前就有人雇佣枪童和狂血要杀宁宁，这次如此大动干戈，跟部队硬刚，
难不成是有人等不及了？萧战天叹息道：“我的副手于广元，这次已经确定会接替我的位置。宁宁是我的孙女，他怕宁宁在军中的威信太高，威胁到他的地位。他早就跟境外势力勾结，还参与了几次恐怖行动。只是我一直找不到证据，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大胆。”不等他说完，楚阳就摆手打断：“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他动了我的女人，这一条就够了。”萧战天愣了一下，本还打算给楚阳来点激励，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上道。好，是个爷们儿，我给你3天的。楚阳再次打断他：“动了我的女人，还想活那么长时间？”萧战天满脸老狐狸奸计得逞的笑容，竖起大拇指：“这才是真男人，如非必要，千万别杀人，其他尺度自己拿捏。”于广元最疼的就是他儿子于飞虎，现在于飞虎就在环球酒店，你先去看看宁宁，然后我就派人送你过去。记住，不管做什么都要站理。说着，他拿出一部手机递给楚阳，这个是军用级别房间听和追踪的，还有一张用爱签到这个名字办的手机卡。楚阳嘿嘿一笑：“还是你想的周到。对了，我今天还要见楚颂，一旦我没控制住，打住！”萧战天摆了摆手：“我建议你先留着他，如果把他杀了，帝都那边肯定要有大动静，而且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杀得了他。据我所知，他身边带了一个大宗师。”此刻给萧月宁稳过了气血，华西月刚一转身，便被突然闯入的楚阳撞了个满怀。你肯定是故意的！华西月气不打一处来，昨天楚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他上下其手。楚阳耸肩笑了笑：“咋样啊？他没事了。”一提到病情，华西月便是表现出专业的状态来。他手臂和腿部被淬了毒的利刃割伤，我已经给他解毒，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我怀疑他中了蛊，但我对这方面……楚阳坐在床边开始切脉，片刻后，他神色变得凝重。萧月宁的确中了蛊，而且是苗疆的噬心蛊，跟噬心蛊相比，那些刀剑上淬的毒就不值一提了。而且下蛊之人的手段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可令他感觉费解的是，那是心蛊最多1个小时之内便会啃噬心脉，可现在似乎都很安静。华西月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口：“我还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事。”楚阳微微蹙眉：“发现什么了？”华西月指了指萧月宁的胸部：“他的胸大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大，这个年龄就算2次发育也不应该这么大。”楚阳这才注意到萧月宁的变化，其实并不算太大。不得不承认，女人在这方面的敏感度要比男人高一些。楚阳开始有些犯难，取出蛊虫对他来说并不难。在监狱的时候，苗疆老怪几乎把家底都给抖落出来了。他对这方面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的用蛊高手，但也算是跻身一流行列了。但蛊虫现在似乎出了问题，他也不敢盲目出手。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卧槽，这狗女人不会全都吃了吧？”华西月听得一脸懵逼：“你说什么？”楚阳也没理会，直接转身就出了病房，给龙渊监狱拨打电话。没时间扯犊子，你把让苗疆老怪接电话。典狱长崔勇嘴角一抽：“好，我马上让人把他从树上放下来。”不多时，苗疆老怪虚弱的声音传来：“爷，您有什么吩咐？”老怪物，女人中了噬心蛊，2个多小时，蛊虫只是附着在心脉周围，没有啃食的迹象，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没敢取蛊虫。苗疆老怪嗨了一声：“那女人有奶了呗，正常取就行。这女人命真大。”楚阳现在他确定萧月宁肯定是把18天用量的丰胸丹药全都吃了，而且她还怀孕了，这才导致早孕有了奶水。老怪物，你马上来一趟东海，这边有个用蛊的高手，我需要你对付一下。啊，还有您对付不了的？苗疆老怪感觉很诧异。楚阳嘴角一抽：“少特个废话，老子要是能找到那家伙，把他皮给扒了。关键是找不着啊。”苗疆老怪苦哈哈的说道：“爷，我的腿被傻强给干废了。”楚阳冷哼道：“你特娘的就是爬，也得给我爬过来。你要是敢半路逃跑，我就去苗疆把你全族都灭了。”不敢，我肯定老老实实，机票都自费。回到病房，楚阳上手就去掀开被子。刚才治疗的时候，华西月已经让护士脱了萧月宁的衣服。华西月一把将楚阳推开：“你干嘛？”楚阳突然产生了一点恶趣味：“你看哈，反正你也是我女朋友，而且你也烦他，不如让我占点便宜，给你出出气，怎么样？狗胆包天的淫贼，看招！”华西月狱长翻飞凝出一道月白色真气，朝楚阳胸口轰然击出。见状，楚阳心中一怔，之前就感觉华西月的武道境界不低，没想到大白天都有宗师初期的境界，这要是到了月圆之夜，恐怕很难降服。楚阳面对华西月这含怒而发、凝聚月华真气的狱长，非但不惊，嘴角反而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那月白色真气带着冰寒刺骨的锐气，直袭他胸口。然而，楚阳只是随意的抬起一只手，五指虚张，掌心处不见任何澎湃的真气外泄，却仿佛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是华西月美眸猛地瞪大，清冷绝艳的俏脸上第一次浮现出难以置信的骇然。你不要命了？武者修炼到精妙之处，的确可以使用吞噬气境的手段，他也可以做到，但仅限于对付那些差距很大的低境界武者。若是吞噬如此强大的真气，轻则五脏俱损，重则爆体而亡。惊骇之下，他想抽身后退，但楚阳的动作比他更快，
如鬼魅般反手一扣，精准地抓住了他纤细的手腕，入手冰凉滑腻，宛若握着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啧，楚阳脸上带着痞笑，灼热的气息几乎喷在华西月因震惊和羞怒而泛红的耳廓上。你这是要谋杀男朋友啊？华西月被他抓住手腕，挣脱不得，又感受到那灼热如烙铁般的气息和轻佻的言语，气得浑身发抖，胸脯剧烈起伏。淫贼，你怎么做到的？快放开我！楚阳抿嘴一笑，残月之辉怎可与烈阳同日而语？他现在自然不会把月华之气对他来说是大补的事情说出来。我不服，刚才给萧月宁解毒，我已经消耗很大，有本事咱们晚上好好来一场。楚阳一脸震惊的表情，我去，小女朋友，你居然主动约，不过没关系，我奉陪哈。说完，他松开几乎要原地爆炸的华西月，转身走到病床边，收敛了脸上的嬉笑，目光沉静下来，开始专注地看向昏迷的萧月宁，手指再次伸向他的衣襟。你不许占便宜！华西月知道自己白天肯定不是楚阳的对手，只能声援一下。楚阳却没有了半点玩世不恭的样子，表情很专注。萧月宁的酥胸半露之时，楚阳在他头顶落下3支银针，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苏婉宁半露的酥胸浮起一片血红色的颜色。楚阳马上在萧月宁心脉落下9支银针，并以真气催动针尾，让真气沿着心脉向外游走。不到3个呼吸，已经看得有些入神的华西月啊了一声。只见萧月宁那一小块血红色的皮肤下面出现很多凸起，似乎有东西在里面蠕动着，看得人全身发麻。楚阳干脆利落地将从里面挑出长度不到3毫米的红色蛊虫，居然有将近50条。清理完创口之后，楚阳甚至想想都觉得后怕。苗疆老怪以前曾经说过，噬心蛊培育非常困难，一般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超过10条蛊虫。下蛊的人这是想要让萧月宁尝尽噬心之苦。华西月看着托盘里仍然在蠕动的蛊虫，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赶紧烧了这些恶心的虫子。楚阳却很宝贝地将这些蛊虫装进一个小瓶子里。这些噬心蛊虫很难培养出来的，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噬心的能力，但还有别的用处，说不定今天就能用得上。他说话的语气中满是玩味。你怎么会对蛊虫这么有研究？华西月言语间满是疑惑。楚阳眯起眼睛笑了笑，想学吗？我教你啊。华西月差点就把想字脱口而出，可又生生咽了回去。旁门左道之术而已。楚阳哦了一声，不学就算了，本姑娘是为了拯救更多天下苍生，勉为其难听你说说这邪术之事。华西月下颚微扬，表情极度傲娇。楚阳哈哈笑了几声，对，我也是为了天下苍生才教你的，不过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吧。华西月警惕地后退了2步，双手下意识交叉在胸前。淫贼，你不要打歪主意。楚阳害了一声，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到底有多污。我是说今天下午让你陪我去救个人，而且不用你出手，只使露个面就行，如何？若是平常，华西月不可能答应，但一想到苗疆那神秘的蛊术，他心里就有种很强烈的学习欲望，一言为定。就在这时，萧月宁突然啊了一声，猛地睁开眼睛，翻身就要下床。楚阳赶紧按住他，你心脉刚刚恢复，不能乱动，放开我。小渊被抓了，我要去救他，你先跟我说说情况，挑重要的说。小渊为了掩护我，被一个全身被黑布裹住，只露出眼睛的男人抓了，那个男人身上有很怪的味道。楚阳点了下头，我帮你找人，你现在马上回忆一下，执行任务期间有没有喝过东西？只喝过小渊给我的瓶装水，有问题吗？没有。楚阳笑着摇了摇头，你睡吧。雨落，萧月宁的昏睡穴被楚阳轻轻压了一下，便闭上了眼睛。你照顾他，其余的事情交给我。说话间，楚阳已经起身走到门口。等等，华西月语气急促，你不是说要我帮忙吗？楚阳没想到这丫头对于蛊术的欲望这么大，呵呵笑了2声。女朋友别这么急，乖乖在这等我。向来优雅的华西月再也忍不住，吼出2个字，滚吧。楚阳找萧战天交代了一番之后就上了车。现在他最拿不准的就是林小渊的失踪，感觉很不合常理，为什么还要抓一个随从秘书？不过事情也不算太糟，有于飞虎这个线头，就不信拽不出后面的人。就这么定了，先把于飞虎这龟儿子给绑了再说。虽然他很少这么简单粗暴，但今天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不做点立竿见影的手段，彭野的事儿就要耽搁了。他掏出装着将近50条噬心蛊虫的瓶子，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就叫害人终害己。环球酒店总统套房内，一张豪华大水床上，于飞虎光着屁股，搂着2个肤白貌美的女人，睡得正香。突然电话响了，妈的，那个王八蛋打扰老子！小王八蛋，你他妈敢骂老子！一听是自己老爸于广元的电话，于飞虎吓得一哆嗦。爸，我没在外面鬼混，一会儿将云带金兰公司的慕容兰跟我谈合作，我真没在外面乱搞。于广元骂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干了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已经传出萧月宁的死讯，萧战天也马上就要去帝都，这个节骨眼儿，你千万别给我闹出幺蛾子，否则这么长时间的谋划就泡汤了。于飞虎也是听得满脸激动，我就说老爸出手，萧月宁那个贱人肯定必死无疑。对了，小渊没事吧？古硕峰说林小渊是个做傀儡的好材料，你就别惦记了。于广元态度冰冷，
于飞虎满脸不甘之色，爸，要是没有他帮忙下蛊，咱们也不能那么顺利啊！而且她可是我女朋友。于广元气的怒吼：狗屁女朋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等我坐稳了青龙战区指挥官的位置，你特么爱找多少女人，老子都懒得管。现在你把裤裆里的东西给我管好了。看着被挂断的电话，于飞虎深深叹了口气。虽然他身边美女如云，可林小渊那股子军人特有的气质，总是让他不能忘怀。他正琢磨着是不是要找古朔风谈谈，江云和慕容兰已经到了。当于飞虎看到慕容兰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魂儿都丢了。慕容兰身着剪裁极简的烟灰色丝绒长裙，身姿娉婷，乌发如缎。她面容温婉如玉，透着久居上位的疏离，眉目流转间却闪烁着让人沉迷的风情。于飞虎他直勾勾盯着慕容兰，方才的不甘被眼前这抹惊心动魄的角色冲得烟消云散。江云赶忙上前：虎哥，昨晚的2个美女可还合心意？于飞虎尴尬地笑了2声：慕容小姐，坐下慢慢聊。云弟，你也坐。江云摆了摆手：不行啊，苏氏集团的苏婉宁打电话约我在下面的餐厅见面，想要跟我合作融资。于飞虎顿时愣了一下，苏氏集团不是慕容小姐的对头吗？江云哈哈笑了几声：没错呀，所以我打算下去耍耍那女人。而且虎哥可能还不知道，苏婉宁的老公楚阳可是得罪了兰兰。于飞虎闻言当即拍案而起：操，老子现在就去军营带人把那不开眼的狗东西抓了。慕容兰掩嘴轻笑道：于少，你也太拿楚阳那狗东西当回事儿了。江云嘴角挂着阴冷的弧度：杀鸡焉用牛刀啊！一会儿他凑近于飞虎耳边：你先跟兰兰聊着，我去搞定苏家的那个女人。老规矩，第一水留给你。于飞虎早就听说过苏婉宁的美貌，当即露出一副激动之色，用力拍了一下江云的肩膀：好兄弟，以后有好事我也忘不了你。慕容兰秀眉微蹙，沉声道：江少，你对楚阳赶尽杀绝，我会感谢你，但苏婉宁只是个女人，不要太过分。江云连连点头：兰兰，我怎么能那般不堪呢？你放心，我不会强迫别人做任何事，而且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慕容兰微笑着颔首：知道你有情有义，所以这赚钱的机会我才没忘了你。环球酒店餐厅包房中，苏婉宁看着江云秘书递来的融资合同，脸上绽放出笑容。她转头看向身旁鼻青脸肿、脑袋还缠着绷带的周子明：谢谢你帮我引荐江少。周子明淡然一笑，摆了摆手：婉宁，咱们不说那么见外的话，你要真想感谢我，今晚在家里给我煮一碗长寿面就好。苏婉宁当即掩嘴啊了一声：对不起，我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说话间，她突然泪如雨下，把周子明都搞懵了。别哭啊，你不用这么愧疚，我只是想吃一碗你煮的面而已。苏婉宁足哭了3分钟才勉强停下。你为了我的事情从国外跑回来，还被打成这样，我对不起你。我今晚一定给你煮面吃，以后只要你想吃我就煮给你。周子明没想到效果如此斐然，忍不住去拉苏婉宁的手。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江云走了进来。苏婉宁赶忙起身相迎：江少，多谢您对苏氏集团的倾力相助。江云微笑着摆了摆手：苏总别这么客气，对我的想法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苏婉宁刚才已经认真看过合同很多次，所有条款都比他预计还要有利，我没有任何意见。江云讪笑着坐在主位：可我家里还有点想法，他们都认为以苏氏集团的体量根本无法与金兰公司对抗，我们投入的资金恐怕得不到保障。苏婉宁赶忙解释：江少放心，我们公司还有。苏总，江云摆了摆手：你现在说的再好听也不过是空口无凭，想让江家所有人都相信，你就追加一个对赌协议。苏婉宁愣了一下：对赌协议？不知江少想要对赌什么？江云笑着抿了一口红酒，淡淡道：你拿到融资款后，如果20天内不能让苏氏集团的股票保持今天的股价，10个亿的融资款我就不要了，但你要拿出苏氏集团30%的股份转给我。如果你能让股价维持现在的状态，我还要加投10个亿，不参与分红，也不收取任何利息。苏婉宁身子僵住了一瞬：江少，以苏氏集团现状，30%的股份至少价值30亿，您是不是有点……江云表情突然冷了下去：哼，要不是看在子明的面子上，你以为我会出来跟你谈？周子明赶忙劝道：婉宁，虽然金兰公司势头很猛，但只要资金到位，凭借苏氏集团在东海的影响力，打个翻身仗也并不难。如果没有充裕的资金，那30%的股份很可能被打压到一文不值。江云嘴角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嘲弄：苏总如此瞻前顾后，我现在对苏总的能力也有些质疑。周子明紧接着说道：婉宁，如果江家放弃跟咱们合作的话，其余那几家肯定也会没信心。这句话让苏婉宁马上下定了决心：好，我同意对赌协议。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签约只进行了不到3分钟便完成。各自收好合约之后，江云讪笑着眯起眼睛：明人不说暗话，我对苏总倾慕已久，有点心愿，不知苏总不能满足？苏婉宁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江少，我是有夫之妇，您说这种话是不是有限？江云指了指签好的合约：如果我的款项在10天之后再转账，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抗得住？别人看我没给钱，
会不会跟你融资？苏婉宁眸光一滞，江少，我是带着诚意来的，而且咱们已经签约，是合作伙伴。江云却好似没听到一样，从兜里掏出一小袋白色粉末，扔在苏婉宁面前。我知道你这种有点身份的女人喜欢装清高，这是一包春药，你自己吃下去就不必觉得害羞了。哦，忘了告诉你，一会儿你得伺候最少2个男人，也包括我。完事儿之后，我马上转账。苏婉宁气得娇躯颤抖。江少，我已经说了，我有老公。江云哈哈笑了几声，老公不就是个劳改犯吗？而且你不是也很讨厌他吗？正好给他戴几顶绿帽子，看看哪一款更合适。苏婉宁身体僵硬，感觉自己已经不能呼吸。片刻后，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厉，表情有些扭曲，仿佛变了个人。你欺人太甚！她大喊一声，抄起餐桌上切烤肉的小刀，对着江云胸口便刺。江云身后的保镖如同猎豹般飞身来到近前，一把掐住苏婉宁的手腕，轻轻一拧，咣当一声，切烤肉的小刀掉在地上。苏婉宁吃痛，整个人蹲在地上，却倔强的一声不吭。吓出一身冷汗的江云气得暴跳如雷，贱人！他抬手一个耳光，啪的一声，苏婉宁脸上瞬间肿起，一头栽倒。同时，他被掐住的手腕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却依旧没吭一声。他越是这样，江云心中越是发狠。他对着保镖咆哮道：“吴浩，你不是号称拆鼓手吗？把他的4肢都给拆脱臼！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我怎么玩他！”吴浩面无表情，一脚踩住苏婉宁的脖子，用手抓住她的胳膊，只是轻轻一转，苏婉宁再也承受不住钻心的剧痛，直接疼晕了过去。江少，等等！一直在旁边没敢说话的周子明终于开口：“你他妈就是兰兰手底下的一条狗，还敢管老子的事儿？”江云恶狠狠地道：“不敢不敢，您做什么我都没意见，我是说您能不能让手下把我打晕，这样以后我也能有个解释。”周子明满脸谄媚道。江云鄙夷地挥了挥手，拆鼓手吴浩一记手刀将周子明劈晕。江云指了指晕过去的苏婉宁，把这女人扛到我的长包房。就在吴浩弯腰去提苏婉宁之时，包房门咣当一声被踹开。楚阳扫视屋内，当即眉头紧锁，抓起旁边餐边柜的茶壶便扔过去。吴浩见状，赶忙提气向后跃起。屋内其余3名保镖马上护在江云身前。楚阳飞身来到苏婉宁近前查看，他缓缓用力，轻柔地将脱臼的关节复位之后，抱着苏婉宁轻轻放在沙发上。江云皱眉问道：“你是什么人？”楚阳尽量压住心里已经升腾而起的杀意，坐下拿起龙虾吃了2口，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我是她老公。一听这话，江云松了口气，表情变得玩味。呵呵，你就是那个劳改犯。楚阳又抿了一口红酒，看来你对我成见很大。他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拿起桌上拿包春药看了看。这是你打算给我老婆用的？江云讪笑着点头。没错，我是好心，怕她伺候男人的时候放不开。既然你来了，不如就由你把这春药给你老婆灌下去，如何？楚阳打开密封袋，用指尖沾了一点，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这春药劲儿太小。说着，他把药倒入醒酒器，又从兜里拿出那个装着蛊虫的小瓶子，往里扒拉了一些蛊虫，晃了晃。江云觉得有点恶心，不过反正也是给苏婉宁喝，他也并不在意。给你老婆喂药吧。楚阳嗤笑道：“我是给你准备的，不过得先醒酒。”江云差点气笑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幽默？3个穿黑西装的保镖笑得前仰后合。这小子是不是脑袋被门挤了？傻逼！站在你面前的是东海4大豪门，江家大少爷，让你老婆伺候我们少爷，你家祖坟都冒青烟。我要是你，现在就跪在地上磕头，兴许还能留个全尸。楚阳依次指向说话的3人：“你脑门被门挤，你要冒青烟，你想要磕头？好，我记住了。卧槽，你特么是不是想现在就死？”3个保镖拉开架势，等待江云的命令。江云冷笑着挥挥手，本想让他多活几天的，算了，把他手脚打断，然后挖个坑埋了。3个保镖嘴角扯出一抹狞笑，可还没等他们出手，楚阳动了，快如鬼魅的身影瞬间欺近。第一个保镖只觉眼前一花，脑袋便被一股巨力狠狠按向厚重的包间门框，哐当一声闷响，门框巨震，保镖翻着白眼，脑袋被门挤了。第2个保镖刚抬起手，楚阳指尖一缕灼热真气掠过他头顶，吃了一股焦糊味弥漫，保镖头顶的头发瞬间化作青烟，他顿时发出惨叫，满地打滚，冒青烟了。第3个保镖腿刚抬起，楚阳的脚已如泰山般压在他肩头，咔嚓，膝盖骨碎裂声清晰可闻，保镖惨嚎着扑通跪倒，额头重砸在地毯上，鲜血直流，完成了磕头的梦想。电光火石间，3个保镖已如烂泥般瘫倒在地。楚阳冰冷的目光锁定了面色煞白的江云，江云却丝毫不惧，哈哈，蹲过大牢的确不一样，有2下子。他转头看向身边的拆骨手吴浩：“我改主意了，你给我把他每一根骨头都拆下来，拆一根骨头，我给你1万块。”吴浩歪嘴扯出一抹龙王现世般的邪笑，眯起眼睛看向楚阳：“你现在价值206万。”楚阳皱了皱眉：“刚才是你拆了我老婆手腕和左胳膊。”吴浩坦然地点了下头：“没错，现在我还要拆了你全身的骨头。”楚阳深深叹了口气：“太残忍了。”吴浩冷笑道：“现在知道怕了。”楚阳双手一摊：“我一想就觉得全身汗毛都要竖起来了。”话音刚落，他嘴角突然泛起一抹狞笑：“
身子瞬间在原地消失。还没等吴昊看清楚，就感觉自己全身好似被打了肌肉硬化剂，竟然无法动弹分毫。你怎么做到的？楚阳根本不解释，转头看向满脸震惊之色的江云。你别害怕。说话间，他拿起那分合约快速翻阅了一遍，算盘打得不错，借钱给苏氏集团，还附加了对赌协议，最终相当于是帮金兰公司以10个亿的价格收购苏氏集团30%股份。江云虽然有些震惊于楚阳武道实力和敏捷的思维，却并不慌乱害怕。哈哈哈，你小看了我这个江家大少爷吧？他讪笑着指了指吴昊和地上的3个保镖。江家的2名宗师供奉很快就到，今天我就让苏家从东海消失，让你这个劳改犯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我给你个跪下向我摇尾乞怜的机会。楚阳却讪笑道，你猜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江云嗤了一声，还用问吗？是苏婉宁告诉你的。楚阳笑着伸出右手，食指晃了晃，是我的小舔狗看不下去你胡作非为，特地打电话告诉我的。江云一脸的懵逼，你还有舔狗？楚阳一本正经地点了下头，当然了。啪啪啪，他冲门口一长两短的节奏连着打了3声响指。旺财，进来吧。话音刚落，就见一道婀娜的身影袅袅婷婷地进了包间。啪啪啪，又是3声响指。旺财，我鞋子脏了。那婀娜的身影马上来到楚阳面前，弯下腰蹲跪在地上，用烟灰色的衣袖在楚阳的运动鞋上来回擦拭。江云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系列动作，感觉自己脑袋快要炸了。这怎么可能？楚阳双手一摊，以你的眼界，当然理解不了，你只配当他的舔狗，而他也只配趴在地上当我的舔狗。你觉得自己凭什么敢觊觎我老婆？江云当场破防，向后倒退几步，变成泄了气的皮球，同时感觉胸口好似被重锤击中，嗓子眼发甜，噗，一口老血喷了出去。楚阳讪笑着坐在沙发上，掏出一支雪茄，一身烟灰色长裙的慕容兰小跑着去拿来打火机，恭恭敬敬的替楚阳点燃。江云难以置信的看着被他奉为女神，却被楚阳如臂指使的慕容兰，眼中满是愤恨。他声嘶力竭的怒吼，楚阳，我要剥了你的皮！他话音刚落，从门口飞入2道黑影，护在江云身前。少爷，您没事吧？2名头发花白而且面容颇有几分相似的男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江云指着楚阳，打断他每一根骨头，我要亲手剥了他的皮。2人看向楚阳，目光中却满是意外。在他们看来，面对强敌的楚阳全身上下居然全是破绽，他们毫不怀疑，只要随意出手便可击杀此子。小辈，让你做个明白鬼！我乃陈坤，那是我胞弟陈鹏，我们就是鲲鹏双生。楚阳掏了掏耳朵，轻轻弹了弹，你们也不问问原因就要杀我？陈坤冷笑了几声，杀你这种货色还需要问原因？陈鹏哈哈大笑道，你让少爷不开心就是死罪。楚阳叹了口气道，好吧，既然你们来了就别走了，一会儿人多了肯定热闹。他搓了搓慕容兰的脑袋，去把那几个小伙伴也都喊过来。看着慕容兰小跑出了房间，陈坤并没有阻拦，而是嗤笑道，你以为叫几个虾兵蟹将过来就能帮你挡灾？楚阳冲陈坤和陈鹏兄弟2人晃了晃手指，你们啊，连虾兵蟹将都算不上。陈坤和陈鹏勃然大怒，强横的宗师前期威压轰然爆发，2人拳掌齐出，罡风撕裂空气，直取楚阳要害。此2人一看便知是常年配合作战的高手。面对2名宗师的强劲攻势，楚阳不慌不忙。以前在龙渊监狱，老头子每天必定给他安排10场不同类型的打斗，他从每天挨揍到适应了各种打斗场景，到最后把龙渊监狱那些外界闻风丧胆的魔头都打得怀疑人生。破解这种双人合击的战术，他手到拈来。只见他嗤笑一声，身形鬼魅般侧移，他身法诡异到让人眼花缭乱，如同被疾风吹动的纸片一般，毫无规律又迅猛无比。不等2人反应过来，他已经切入2人中间。他只见真气凝聚出红芒，闪电般点向陈坤山中穴，扑哧，罡气如琉璃破碎，陈坤闷哼倒飞出去。陈鹏见势不妙，知道自己小看了对方，而且对方明显很擅长破解合击之术，他想要收腿，却已然来不及。楚阳一拳击出，裹挟着万钧之力，砰的一声，硬生生将陈鹏宗师前期的护体罡气击碎，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向后倒飞。不等2人落地，楚阳借势旋身，银针脱手，化作2道寒星，精准刺入2人马血。银针入穴，真气封脉，2人如遭电击，浑身僵直，眼中骇然凝固，与吴昊一般动弹不得。直到2人直挺挺地摔在地上，也不敢相信自己经历了什么。2人自幼便在一起修习武道，在整个大夏武道界也是有1号的。因为配合默契，所以他们的战力完全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纵横多年，即便中后期的宗师也不愿意与他们2人为敌，可今天却被楚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完全不是一合之敌。楚阳负手而立，气定神闲，嘴角挂起一抹嘲弄的弧度，就这也敢称胜？你们的脸皮是真够厚。现在有了阴煞丹，而且还吞了华西月的月华之气，他自己都觉得快要起飞。如果一直这么幸运下去，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然后踏入新境界，就指日可待了。他戏谑的目光落在脸色已然惨白的江云身上，江云下意识向后退了2步，
眼神中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你别嚣张！青龙战区副指挥于广元的儿子于飞虎是我好兄弟，他就在楼上。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也斗不过军队。他话音未落，就见于飞虎带着8名保镖，昂首阔步走进房间。虎哥，快救我！杀了这个家伙，他老婆就是你的了。他边喊边跑过去，还没站稳，就听到楚阳的声音：使劲儿打，这狗娘养的！于飞虎和保镖闻令而动，将满脸懵逼的江云围在中间，就是一顿拳耳踢，直到江云哭喊的声音越来越弱，楚阳这才挥了挥手退下。就在这时，李黑虎带着2个身高体壮的女人走了进来。爷，军方的人来了，我看至少300多人，全副武装，需要我带人跟他们拼一下吗？楚阳讪笑着反问：你想拼一下吗？我怎么都行。李黑虎违心的回了一句。楚阳哈哈笑了几声，跟军方都敢硬拼，我看你是疯了。你把我老婆送去公司，交给柳芳菲，然后按照这个地址把那个地方围起来，别动手，等我去了再说。说话间，他给李黑虎发了地址。你不是说自己个缺官方的身份，所以总是被青龙会在正式场合压一头吗？李黑虎当即从楚阳的话里听出了门道。爷，我的爷，您这是给我安排好事了。楚阳挥了挥手，现在就把我信息上让你准备的东西都运到那个地址，全都布置好。这事儿办完之后，我担保你明天就从流氓变成官差。哦，我今天比较赶时间，你可千万别给我拖后腿。李黑虎差点掉出眼泪。爷，只要有这个身份，我特么能玩死青龙会那帮杂碎。看着苏婉宁被李黑虎的手下背走，楚阳心里彻底没了顾虑。他冲着于飞虎和保镖招了招手，去把醒酒器里的酒给他们1人分1口，你们自己也喝1口。几分钟过去，啪啪啪，一长两短的响指过后，他指了指慕容兰手里的手机。旺财，一会儿录视频的任务交给你了。啪啪啪，2短1长的响指过后，他看向一群目光灼热的老爷们儿们，不许碰旺财，其余的你们随意。说完，他便转身退出房间。见血之后的噬心蛊虫最多只能活6个小时，活体以久泡制，便会成为能够短暂控制人心智的锁魂汤。刚才在于飞虎的总统套房，他就用洋酒泡了一些，给于飞虎、慕容兰还有那几个保镖喝了。而这次泡制噬心蛊虫的酒还是春药为饮，那种效果，即便楚阳想想都觉得心中恶寒。关门的那一刻，他脸上泛起一抹狞笑，冲着屋里那些已经面红耳赤、血脉喷张的家伙高声道：开始自由活动了。厚重的房门关不住激情满满的喘息声和充满力量的碰撞声。楚阳靠在门口墙面上，悠哉地抽着雪茄。又过了几分钟，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消防通道冲进走廊。一名军装笔挺、肩膀2颗金灿灿豆子的中年男人，在士兵的前后簇拥下，来到包房门前。你就是楚阳？你就是于广元？于广元颇为意外地问道：你这小瘪三胆子不小，不但敢绑架我儿子，还敢让他打电话告诉我，现在你居然还等在这里。楚阳却笑着摊了摊手：等的就是你啊。于广元点了点头：好啊，我来了。雨落，他随手一指，那些士兵当即将枪口对准楚阳。现在后悔吗？楚阳浑不在意地笑了笑：你就不怕你儿子出危险？于广元自信地笑了笑：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很多枪指着我儿子，所以你才有恃无恐，但我不相信他们真敢对飞虎开火。楚阳嘴角猛抽了几下，说句实话，你还真猜对了一半，但那些家伙能不能控制住自己，我心里也没数。于广元却笑得更大声：哈哈，我从军30年，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你就不必在我面前危言耸听了。我不相信你和里面的那些人不怕死。说话间，他点燃一支香烟，用力吸了一口。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好处？只要我儿子平平安安，我统统满足你。而且今天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如同野兽般的嘶吼，那声音急促而有力，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咆哮。于广元听出那是自己儿子的声音，你们对他用刑了？楚阳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现在对他而言算不算是用刑。就在这时，走廊后方传来声音，那些士兵如同潮水般向两旁分开。于广元循声看去，眉头不禁地皱起，不过还是迎了上去。萧老，没想到小犬出了点事，还惊动了您。萧战天面无表情地道：孩子出事，当家长的肯定心里不好受。小鱼，你说对不对啊？于广元很清楚，萧战天明知道萧月宁的事情是他搞的鬼，但却没有任何证据，对他毫无办法，所以现在过来就是想看笑话的。反正他马上就是这青龙战区的一把手了，现在也没必要再表现得如以前那般卑微。他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是啊，明明这么年轻就死了，哎，我这个当叔叔的都痛心疾首啊！您老可一定要节哀顺变，争取多活几天，不然没人给您扫墓。萧战天背负双手，嘴角掀起一抹嘲弄的弧度：老头子，我当兵的时候，你特么还不知道在哪刮旋风呢，现在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于广元知道萧战天想把最后一层脸皮也撕破，他干脆也彻底不装了。萧老，明天你就要卸任了，难不成你还想效仿北疆艾家？北疆的艾家掌控玄武战区，现在属于听调不听宣的状态。于广元这番话无疑是要给萧战天扣帽子。萧战天哈哈大笑了几声，道：只要我愿意，别说听调不听宣，即便不听调也不听宣，
谁又能奈我何？于广元眉头一挑，你居然公开说出这种反叛的言论，我一定会如实上报。萧战天斜睨着于广元，眼神满是鄙夷。如实上报？呵呵，我看你还是先解释一下，今日带兵进入市区，究竟是在执行什么任务吧？他的话音刚落，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老于，你怎么能惹萧老生气呢？战区军检部部长秦江度语气震怒。当今大夏战区军检部的权力堪比古时候的监军，虽然级别低于战区半格，但手中的权力却很大。于广元当即冷静了几分，马上苦着脸赔罪：萧老，刚才的确是我的错，因为儿子被恶徒劫持，我心情急躁，言语唐突，请您原谅。话说到这个份上，萧战天也不好抓着堂堂大军区副指挥官带几百人私自离开军营的问题，特别是主管这种事情的军检部一把手也在场，如果再纠缠下去，恐怕要出大问题。秦江度看向于广元：老于，我也是听说飞虎出了事，这才赶过来，现在怎么样了？于广元抬手指向楚阳：就是这个家伙挟持了飞虎。秦江度眯起眼睛打量楚阳，胆子不小啊，知不知道于飞虎是大夏军官？楚阳满脸疑惑低看着秦江度：他是军官，跟我有关系吗？秦江度眉头一挑，似乎没想到楚阳能来这么一句：呵呵，果然无知者无畏，现在你必须上军事法庭了。他朝军检部的人挥挥手：拿下！几名带着袖标的督察营士兵就要上前。楚阳脸上的疑惑更浓了几分：等等，你来之后一句话也没问，直接就要抓我，凭啥？你绑架军人，我下令抓你，有问题吗？楚阳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你要是这里有问题，就赶紧去治吧，别到时候是个晚期。你身上那个眼看到我绑架军人了。秦江度没表现出生气的状态，作为文职出身的军官，他的城府可不是于广元这种莽夫可比。他疑惑侧头问道：老于，什么情况？于广元气愤地指着房门：我儿子就在里面，刚才我还听到声音了，他们应该是对我儿子用了刑，我担心冲进去会让他们狗急跳墙，所以刚才一直都在协商。秦江度又看向楚阳：我给你说话的机会。楚阳竖起大拇指，一本正经地赞了一句：还是你讲理，我今天遇到于飞虎，他非得说要拉着我跟江云还有他们手下那些人做游戏，我说这么大人了，谁还玩游戏啊？结果于飞虎就不乐意了，还打电话给他老子，说我绑架他，我就怕有误会，所以没赶走，就留在这里等着解释。谁知道楚阳突然抬手，差点把于广元眼珠子捅瞎。这家伙上来就说什么条件都满足我，只要我进去跟他儿子做游戏。秦江度听懵了，皱着眉头问道：到底是什么游戏？楚阳双手一摊：我哪知道，反正于飞虎非得拉着我去，他爹就劝我去，这事儿你得问他们啊。于广元气得直翻白眼：你小子这是颠倒黑白。秦江度压了压手：老于啊，你儿子肯定在里面，那还能有错？我刚才都听到声音了。于广元表情笃定。楚阳撇了撇嘴：既然他那么肯定，就直接进去问问呗。于广元一把揪住楚阳的衣领：你说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条枪对着我儿子，才让你如此有恃无恐？楚阳一把推开于广元，揉了揉眉心：里面到底有多少条枪对着他，我是真不知道，但我肯定的是，里面那些人跟我没关系。他看了看手机的时间：要不你们自己开门进去看看吧。说话间，他不动声色地冲萧战天递了个眼色。他没想到又跑来个秦江度，现在眼瞅着锁魂汤的就要失效了。萧战天哼了一声：说来说去，你们什么证据都没有，就随便冤枉好人，要么就进去，要么就赶紧带队离开，人家酒店还要正常营业。于广元紧张地摆了下手：这个楚阳一看就是个亡命徒，如果我儿子出了事，谁能担这个责任？依我看，应该先把楚阳抓了，拷问一下里面的情况。他这辈子就一个儿子，平时都宝贝的不行，现在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风险，他都不愿意承担。眼瞅着时间快要到了，楚阳也不管那么多，一脚将房门踹开。众人的目光看向屋内的那一瞬间，全都打了个寒战。所有能看到屋内的人几乎全都干呕了几下。楚阳早就把脑袋转向一旁，他可不想污了自己的双眼。于广元下巴差点掉在地上，打死他也想不到自己儿子居然有了这种爱好。那些士兵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平时知道这位飞虎少爷玩的花，却没想到口味还这么独特。萧战天拍了拍于广元的肩膀：看来人家说你知道内情，也没冤枉你，果然好多枪对着你儿子。于广元全身发僵，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个时候，屋内的人开始恢复神智，一个接一个的哎呀卧槽的喊声不断。萧战天大手一挥，将这些聚众淫乱之徒拿下。于广元带来的人全都愣了，虽然他们也觉得里面那些人别说是抓起来，就算是直接乱枪打死都不冤枉，可毕竟里面有于广元的儿子。见状，萧战天上位者的威压倾泻而出：老子看看谁敢抗命！随着大宗师的气场全开，那些士兵全都打了个激灵，马上潮水般涌入房内。本来那就是最高指挥官，听命令也是理所当然的。楚阳打了3声响指，负责录视频的慕容蓝晓跑着过来，可就差2、3步距离之时，他也突然清醒过来。喝了锁魂汤的人，虽然心智受到控制，那段记忆比较模糊，但心智特别坚定的人，往往会记起很多细节。慕容满明显属于心智强大的类型，
记起了刚才很多屈辱的回忆，他愤怒地朝楚阳吼道：“楚阳，我要！”不等他喊完，楚阳一步上前，低声道：“你现在说什么还有用吗？”慕容兰被楚阳的速度吓了一跳，不过马上咬牙切齿道：“你就是个无耻的卑鄙小人。”楚阳却不以为然地嗤笑一声，道：“你口口声声说萧月宁是你最好的闺蜜，转过头来就跟差点杀了她的人没来眼去，还好意思说我卑鄙？”慕容兰美眸圆瞪：“你说什么？宁宁，怎么可能？”楚阳把手一摊，手机里的视频拿过来，那些证据可以帮萧月宁。慕容兰向后退了一步，眼神游离，似乎是在权衡。我凭什么相信你？楚阳并没有要抢夺手机的意思，只是盯着慕容兰，想要看她的选择。就在这时，于广元大步来到近前：“慕容小姐，这一切都是楚阳的阴谋诡计，把你的手机给我。”慕容兰的目光在楚阳和于广元二人脸上不断徘徊，似乎想要找出真相。就在他犹豫之时，于广元一把慕容兰的手机抢走，而慕容兰似乎也并没有想要护住手机的意思。咔嚓一声脆响，手机被摔得四分五裂。于广元仍旧不放心，拿过一个士兵的枪，用枪托将手机的所有零件都砸得粉碎。楚阳，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但你如果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的话，就太天真了。他现在也想清楚了，楚阳应该是受了萧战天的指示，但他也想不明白，楚阳为什么要为萧战天卖命。呵呵，那个老东西明天上午就滚蛋了，到时候你就是一条丧家之犬。我有的是手段，让你生不如死。而楚阳却好似没听到这些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慕容兰，眼神中满是失望。看来在你眼里，萧月宁不过是个用来攀附权贵的桥梁而已。现在东海要改朝换代，所以你也该过河拆桥，寻找别的好朋友。说罢，他进了房间，从餐边柜上拿起自己的手机，揣进兜里。楚阳，我……慕容兰想要解释，楚阳却冷冷瞪了他一眼：“闭嘴！你记住了，我说过会让你知道自己的嘴该用在什么地方。”看着楚阳转身要走，慕容兰气得双拳紧握：“楚阳，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跟宁宁的感情不是你一个劳改犯能品头论足的，我会给你准备好铁链，让你乖乖蹲在院子里看门。”这个时候，于广元怒吼一声：“楚阳，你给我站住！”楚阳回头瞥了一眼，语气嘲弄的嗤了一声，道：“有本事你杀了我，你他妈以为老子不敢？”知道这都是楚阳搞的鬼，愤怒的于广元脑子一热，伸手便要去拔出配枪，却被秦江渡岸驻手。今天的事，如果萧战天借题发挥，总军部那边对你的任命很可能会出现变动，你还是赶快想想如何消除影响，跟帝都那边好好解释吧。如果你明天能成功上位，那小子的死活只在你一念之间。还有，昨天那些人必须赶紧送出境，以免被萧战天抓住把柄。我今天心慌的厉害，担心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于广元冷静下来之后，脑门上也渗出一层白毛汗。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鉴于广元并没有把枪拔出来，楚阳心中满是失望。萧战天让他非必要不能杀人，他也清楚萧战天现在肯定是处于权力漩涡的中心，如果不小心打破平衡，后果很难预料，所以他才一直都很克制。但于广元如果真敢朝他开枪，他有10成把握以正当防卫的方式杀了那个混蛋。看来秦岩那个小王八蛋的老子倒是藏得很深。刚下楼，他就迎面遇到带着执法局的人赶到现场的萧志。他本以为萧志会比于广元先到酒店，现在看萧志那一脸难受的表情，当时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楚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楚阳对萧志的为人还是很认可的，于是便关心地问道：“路上遇到事情了？”他话音刚落，就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执法局办事也是你能问的，滚开！说话间，他把萧志一把推开。废物，执法局的脸都让你丢光了。楚阳眉头一皱，刚要说话，便是被萧志拉到一旁。楚先生，您别跟他置气。楚阳看出一些端倪，问道：“大人是你上司？”萧志叹了口气：“他是我们副局长沈涛。”楚阳想起来萧志以前好像就是从副局长的位置被踢下来的，看来这家伙很喜欢踩你啊。萧志苦笑一声：“强盗众人推吗？这都是人家单位的事情。”楚阳也不想多问，拿出一颗黑色丹药递过去：“你没给我打电话送药材，应该是太忙了，我就顺手买完之后帮你练好了。”萧志当时就老脸一红：“楚先生，我不是没时间，我去了药房打听了一下，太贵了，我承受不起。这个丹药您还是留着吧。”他紧接着苦涩一笑：“我现在也算恢复到暗境境界了，只要明天下午局里的武道考核，我能在队长这一组里不被淘汰，沈涛就找不到针对我的理由。”楚阳笑了笑：“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把这个丹药吃了，应该至少能再帮你恢复1到2个小境界。祝你明日旗开得胜。”他把自己放在房间里那部手机里的视频发给萧志后，楚阳便急匆匆地上车。萧志急匆匆地追上来：“楚先生，昨天执法局发收到消息，青龙会那边来了个大宗师境界的总会护法，您之前跟青龙会有过节，我担心。”楚阳笑着做了个 OK 的手势。车子刚启动，楚阳便看到慕容兰正在酒店门口跟沈涛说话。沈涛的表情那叫一个谄媚，估计跟亲妈说话也没这么恭敬。紧接着，于广元也加入了二人的谈话，而且颇有一股指点江山的气势。片刻后，楚阳突然皱了皱眉，
拿起手机给肖智打了电话。老肖，那个视频你还是不要交上去了。他现在有点担心那个视频会让肖智惹祸上身。肖智自然也明白楚阳是为他好。楚先生，您多虑了，执法局不是沈涛一个人的天下，我们局长还是很正直的人，他肯定会挺我的。当初要不是他的话，我可能连这个队长都保不住。楚阳也不好再说什么，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安稳的感觉。路上，楚阳一直催司机加速。解决环球酒店的事情一共用了将近2个小时，接下来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在1个小时内解决林小渊的事情。刚才在锁魂汤的作用下，内心脆弱的于飞虎对于楚阳的问题知无不言。萧月宁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随从林小渊，的确有不可告人的事情。有了萧家的照拂，林小渊母亲和弟弟也算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可优渥的生活模式让这母子2人滋生了很多不良习惯，赌博让他们欠下了巨额债务。早就垂涎林小渊美色的于飞虎仗义出手，几次帮林小渊家理解了燃眉之急。拿人手短，即便林小渊不愿意欠于飞虎太多人情，表示可以用身体来感谢，但于飞虎为了完成老爸交代的任务，始终表现得如同谦君子。而这次给萧月宁钟鼓，就是于家父子策划的终极目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于飞虎昨天还给林小渊母子2人送了很多钱，让他们撒谎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马上就要被人砍断手脚扔进河里喂鱼。于飞虎本来已经打好了算盘，等萧月宁一死，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将没了依靠的林小渊纳为痉挛，只是没想到会被苗疆的古硕峰给搅了局。唉，这傻妞儿，好闺蜜是个见风使舵的货，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还给她来了个背刺，也不知道她知道这些之后会不会像我那傻媳妇一样疯了。部队的司机开车还是很得楚阳心思的，看到楚阳着急，人家根本就不考虑红绿灯的问题，车速也跟上了高速没区别。不到半个小时，楚阳便已经来到市郊，也是于飞虎提供的那些武装人员的藏身地点。黑虎商会旗下8个堂口的精英800多人已经埋伏在周围。李黑虎指着前面的一个早已搬迁剩下10几间空房子的废弃村庄，爷，刚才我用望远镜观察过，估计里面应该有100多号人，武器装备都很牛逼，还有防弹衣，您就让我们带手弩，是不是有点？楚阳斜了他一眼，你质疑我？不敢不敢。李黑虎连连摆手。楚阳笑了笑，一会儿你就知道弩箭的好处了。炸弹都放好了吗？炸弹全都埋在各个路口，可我还是觉得炸弹有点太少，按照您吩咐的量，就算情况好的话，每个地方最多能炸死1、2个人都顶天了。李黑虎刚说完，就被楚阳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哪那么多废话，一会儿看到里面有动静就马上动手，只要今天办漂亮了，明天你们就是有官方认证的民间武道组织。把手雷和扩音喇叭给我。楚阳交代完之后，便朝前面的小村子摸过去。废弃的村子里，一栋2层小洋房内，一身迷彩作战服的林小渊被绳子捆在椅子上，死死盯着对面一个全身被黑袍包裹的只露出眼睛的男人。你要杀便杀，我眨一下眼睛就不是大夏军人，很有气节。不过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对主人做过什么？男人的声音平淡，没有一丝感情色彩。林小渊当即气得怒发冲冠。于飞虎呢？我要杀了那个骗我的王八蛋！骂完这一句，他的眼泪如同决堤的洪流。我对不起小姐，我该死，可我真不知道那瓶水会要了小姐的命。你杀了我，快杀了我，我要下去给小姐赔罪。男人似乎对林小渊的状态很满意。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吧？啪啪啪，男人击掌3次。从门外进来一男一女，正是林小渊的母亲李兰和弟弟林茂。看到亲人，林小渊空洞的眸中再次燃起希冀。妈，小弟，你们没事，太好了。可母子2人脸上只有恐惧，并没有那种见到亲人的喜悦。男人摘掉兜帽和遮面的黑巾，露出一张狰狞可怖的脸。他脸上一大半的皮肤都是烫伤，让人看了就感觉脊背发凉。我叫古硕峰，来自苗疆。现在你还死萧月宁，即便你死了，萧战天也不会放过你母亲和弟弟。此言一出，母子2人当即吓得全身发抖。小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姐，你这是不给妈和我留活路啊！林小渊脑袋嗡的一声，看着母亲和弟弟，感觉是那么的陌生。我的确做错了，也该死，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于飞虎只是说那瓶水会让萧月宁昏迷1天，从而阻止萧月宁当天的行动。如果知道会害死萧月宁和那些那么多战士，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令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扑通扑通，李兰突然给林小渊跪下，还拉着林茂也跪了下去。女儿啊，妈不怕死，但林家总得有个根啊。林茂也是哭得惨兮兮。姐，这位古大人说了，只要你答应做他炼制的毒魁，他就放了我和妈，还能给我们一大笔钱，我就能给妈养老了，还能给咱林家延续香火。林小渊一脸疑惑地看向古硕峰，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古硕峰表情严肃地说道，我正在潜心钻研一种上古流传下来的蛊术，可以将活人炼制全身带有剧毒的傀儡，你的身体条件完美适合。林小渊却嗤笑道，骗子，如果是这样，你何必大费周章？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半点抵抗之力，你直接炼制便是。古硕峰脸上认真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沉声道，不行，必须你本人同意配合，否则毒魁无法炼制成功。他抬手指向母子2人，他们被我下了蛊，
最多只能活3天。他随即来到林小渊面前，把绳子解开，并将一个写了电话的纸片塞进林小渊兜里。我现在就放了你们3个，如果你想通了，想用自己这条背信弃义的贱命换你母亲和弟弟一世荣华富贵，就给我打电话。林小渊表情无措地来到母亲和弟弟面前，他知道自己万死也弥补不了之前犯下的罪过，早已心如死灰。他现在只想死，并不介意做那个赌鬼，但他现在不敢确定古硕峰是否能够实现承诺。妈，小弟，我……不等他说完，李兰和林茂2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便是哭着对他重重磕头。小渊啊，妈妈年纪大了，还一身的病，死不足惜，我只想让你弟弟活下去。姐，我宁愿用我的命换你和妈妈活下去，可是人家不要我这条贱命啊！你就答应古大人吧，等咱妈嫁贺西去，我就自杀去陪你。林小渊捂着胸口，感觉自己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他看向古硕峰，做你的赌鬼会死是吗？古硕峰眉头蹙起，摇头又点头。我会用上古秘法把你体内产生毒阴之气，这个过程极度痛苦，常人难以承受，但并不会死。可我需要赌鬼全部的毒阴之气，所以你最终还是要死。古硕峰依旧没有半点表情，平静的如同在说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林小渊沉默了片刻，最终深吸一口气，微微颔首道：“我同意。”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似乎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他现在只想拥抱母亲和弟弟，一家人享受最后一次团聚。可就在这时，李兰和林茂快步来到古硕峰面前，双膝跪倒：“古大人，我女儿已经同意了，您快给我和儿子解蛊毒吧。古大人，您之前答应的那些钱，应该不会不算数吧？”林小渊生无可恋地向后踉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古硕峰冷冷道：“你们俩真就是摊上一个好女儿。好姐姐，放心吧，钱一分不少，我马上给你们解蛊毒。”李兰和林茂2人不停地磕头谢恩。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一道修长的身影踏入房间。“楚阳，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林小渊一脸错愕之色。“哦，我呀，是来抓这个全身发臭的家伙的。”楚阳抬手指向古硕峰，刚才他凭借鬼魅般的身法和飞针，将外面放哨的人全都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就开始寻找萧月宁口中那个全身黑布只露出眼睛的人。他想要先将这家伙给拿下，否则真乱起来的话，这种高手可是很难抓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从外面一眼就看到古硕峰和林小渊，还听到李兰和林茂在不停地感谢，这才推门而入。李兰和林茂一听来人是想要抓他们的财神爷，当即炸了毛。哪里来的小子，居然敢对古大人不敬！林茂摩拳擦掌，一副想要上去教训楚阳的架势。李兰也跳着脚骂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知不知道古大人随手就能让你吃1斤虫子？赶紧跪下磕头谢罪！”楚阳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这2个人是谁，看向林小渊：“喂，你家小姐让我来救你，你有脸跟我走吗？”林小渊当即哭得泪如雨下，心都要碎了，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古硕峰眉头微微皱起，语气平静道：“他不能跟你走，而且你也走不了。”语落，他从桌面上拿起2支手枪，递给李兰和林茂：“杀了他！”2人从来没拿过枪，更别说杀人，顿时哆嗦了一下。古硕峰却淡淡道：“我给你们家500万。”这句话对于2个赌徒来说，无疑有着天大的诱惑力。他们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楚阳，但手指颤抖着，就是按不下去。楚阳蹙眉道：“你们还没扣动扳机，我就已经杀了你们，所以现在把枪放下。”他现在还搞不清楚这2个傻逼究竟是谁，并不想起杀戮。林小渊焦急地说道：“啊，小弟，不能开枪！”楚阳愣了一下，没想到这2个就是林小渊的赌鬼母亲和弟弟。而就在这个时候，古硕峰却第一次亮起了一抹看好戏的表情。再加500万。话音刚落，李兰和林茂几乎同时扣动手指，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楚阳动了，快到不可思议，瞬间便来到2人中间，双掌击出。李兰和林茂连扳机扣动到射击状态，便分开向2边飞去，重重撞在墙面。楚阳知道林小渊和这2人的关系，所以完全收着力道，顶多是让这2人受点内伤。林小渊惊呼一声，赶忙来到距离最近的母亲身边：“妈，你别吓我呀！”他发现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他看向楚阳：“你杀了我妈？”楚阳一脸无辜地摊了下手：“没有啊。”说话间，他来到李兰身边：“我靠，真死了！”林小渊赶忙来到弟弟面前，却发现同样没了呼吸和心跳。“楚阳，我要杀了你！”他声嘶力竭的喊声尚未落下，突然身子一软，倒在楚阳怀里。楚阳叹了口气：“你还是先睡会儿吧。”点了林小渊的昏睡穴，放倒在地上。楚阳皱眉看向古硕峰：“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蛊了？”古硕峰大方的承认：“没错，我知道你没想杀人，但他们体内的蛊虫很特殊，受到强大的外力震动便会自爆，宿主即刻便会被蛊毒杀死。现在我把你杀了，就可以带着林小渊去炼制毒魁了。”语落，古硕峰的黑袍突然被一股强大的真气鼓动，霎时间，黑色的烟雾从他的黑袍中涌出，屋外的阳光也穿不透那层浓浓的黑雾。经过真气催动，那黑雾瞬间将楚阳笼罩其中。身处黑暗之中，楚阳伸手不见五指。古硕峰冰冷的声音传来：“这是蛊物，不论你是否呼吸，只要沾染，
便会当场全身溃烂而亡。楚阳慌乱的声音从黑雾中传出：“啊，我的脸啊，我的手，我的胳膊，我的屁股。”古硕风叹了口气：“抱歉，我有伤在身，不能跟你硬拼，所以只能让你受点苦。”楚阳慵懒的声音传出来：“我全身都好舒服啊，不过没时间陪你玩了。”古硕风闻言便是一怔：“你没事？”话音未落，眼前的景象便让他瞳孔骤然收缩，狰狞的面孔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只见那原本散发着致命气息的古物，如同被投入熔炉的冰雪，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淡消散。而身处其中的楚阳，非但没有如预想中那般痛苦哀嚎、皮肉溃烂，反而身上隐隐透出灼热的红芒，仿佛一轮微缩的骄阳。那些令常人闻风丧胆的剧毒古物，在触碰到楚阳体表红芒的瞬间，竟发出滋滋的轻响，如同水汽般被蒸发殆尽。舒服，真他娘的舒服！楚阳夸张地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下筋骨，脸上挂着戏谑的笑容。养蛊的，你这毒物就是味儿有点大，下次加点薄荷精油吧。不可能！古硕风失声低吼：“我的蛊物专破护体罡气，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怪物！楚阳嗤笑一声，一步踏出：“跟你比，老子简直圣洁的像朵白莲花。”古硕风感知到楚阳身上那股至刚至阳的气息，这气息正是古树的克星。你是纯阳之体？楚阳嘴角挂起一抹不屑的弧度。纯阳之体？呵呵，在我面前不过是萤火之灰而已。古硕风凝重的面色忽然之间变得轻松了几分，抬手指着林小渊：“我可以用它来威胁你，这一点你承认吗？”楚阳突然觉得这个家伙很有意思。没错，所以呢，你想威胁我？古硕风摇了摇头，他既然已经答应做毒魁，我古硕风就不会伤害他。但我也知道今天肯定带不走他，所以麻烦你照顾他3天。楚阳觉得这个古硕风越来越有点中二的劲儿，不过这句话倒是没说错，而且一旦动起手来，必定惊动很多人，想要毫发无伤的将林小渊带走，也是有难度的。好啊，到时候咱俩算算你差点用事新蛊弄死我女人的事儿。古硕风神色古怪地看着楚阳：“你是说那个女人没死？”他皱眉沉吟片刻，微微点了下头：“你很厉害，她很幸运。”楚阳，古硕风向外指了指：“你应该也是为了抓这些人吧？请随意，他们跟我没关系。”语落，他飞身一跃，转瞬便消失在门口。楚阳则赶紧把林小渊背在身后，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他拿起扩音喇叭，播放录音之后，撒腿就往村子外面跑。所有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马上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录音循环了2次之后，从屋内冲出来很多武装分子，很快就找到了扩音喇叭。一个身材微胖的男人以为是有人在搞恶作剧，直接上去一脚将喇叭踢飞。3根几乎不可见的鱼线挂着3个手雷的拉环。妈的，是哪个王八蛋？不等他喊完，一个高鼻深目的欧罗巴武装分子大声地喊道：“杰特！”轰的一声巨响，埋在地下的手雷炸开无数碎片，将周围7、8个距离近的武装分子崩得全身被血染红。哎呀呀，军方来人了，快跑！一个大胡子用不太流利的大夏语言喊了一句之后，100多人当即按照提前规划好的逃跑路线分散撤离。此时楚阳已经在村外的埋伏圈与李黑虎会合。看到楚阳背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军官，李黑虎就感觉自己这辈子白活了。他就发现这位阎罗爷身边的女人，他们随随便便拉出去一个都可以吊打那些明星和网红。爷，我对您的敬仰犹如你个头啊！没听到手雷都响了，我跟你说啊，一个都别放走。看楚阳似乎是要走，李黑虎心里没了底。不是爷啊，我们干完活了怎么办？楚阳鄙夷地斜了他一眼，慌什么？到时候你就在这等着，自然有军方的人来找你。看着楚阳离去的背影，李黑虎连连啧舌，看看人家抱着漂亮女军官去开房，我还得苦，哈哈，在这打打杀杀，唉，人比人的死啊！司机很懂球，脚下的油门就没抬起过，一路风驰电掣来到医院后院。楚阳看了看时间，下午1点半，距离上次跟刘文贵约好的见面时间还有1个小时。楚阳背着昏迷的林小渊从医院后门专用通道进入已被整层封锁的高干病房区。这一层目前唯一的病人就是萧月宁，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2个女人争执的声音：“你不要脸，居然对我的胸下手！”这是萧月宁带着怒意的质问：“你有病吧？就你那若有若无的胸，我干嘛要下手？”华西月的声音充满了不屑和恼火：“哈，你还敢讽刺我？你说是不是你刚才趁我睡着的时候往我身上泼牛奶了？”萧月宁不依不饶，华西月气得直翻白眼。他刚才确实发现萧月宁胸口湿了一片，上前切脉却没发现怀孕迹象，抽血检查也排除了怀孕和高泌乳素血症的可能，正一头雾水。结果萧月宁醒来就认定是他搞的鬼。哼，被我说中了吧？你一直都是嫉妒我的。萧月宁语气笃定，他平时不屑与人争吵，唯独对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和自己争第一的华西月，总是见面不吵几句就难受。华西月百口莫辩，脸都憋红了。哼，要找责任人是吧？你找楚阳啊？刚才他还看了你没穿衣服的样子，2只手部知道在你胸上摸了多少次。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这话太过火，
脸颊瞬间染上红晕，这大概是他这辈子说过最污的话了。可他却诧异地发现，萧月宁听到这番话之后，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是嘴角不动声色地闪过莫名的弧度。门外的楚阳实在听不下去，砰地推门而入：“喂，你俩有这吵架的力气，出去做套广播体操不好吗？”啊，小渊怎么了？萧月宁一眼就看到楚阳被上的林小渊，心急如焚，立刻就要下床。楚阳赶紧摆手：“大姐，你消停会儿吧，他没事，就是被我点了睡穴。”说着，他把林小渊放到陪护床上，指尖在他胸口右下方轻轻一点。啊呀！楚阳，你这个畜生！林小渊猛地睁开眼，意识还停留在母亲和弟弟死在楚阳面前的悲愤场景，失声尖叫。楚阳早已习惯被女人咒骂，面不改色。萧月宁却瞬间炸了毛，这反应和他当初被楚阳欺负后何其相似。他噌地跳下床，光着脚冲过去，对着楚阳的屁股就是一脚。混蛋，你连小渊都不放过！楚阳捂着屁股，一脸生无可恋。不是，你仗着自己是病号就为所欲为啊？老子，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话音未落，已经完全清醒的林小渊扑通一声从床上滚落在地，跪着用头咚咚撞地，哭成了泪人。这场景把萧月宁吓了一跳。楚阳指了指林小渊，让他慢慢跟你说吧，我跟华西月还有约会，先撤了。他特意在约会二字上加重了语气。萧月宁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最好没欺负小渊。楚阳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愤愤道：我可是正人君子。萧月宁嘴角抽搐，赶紧滚。楚阳边走边摇头叹气，为了你的事忙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一口。看着他走出病房的背影，萧月宁心里莫名涌起一丝愧疚。刚出病房，楚阳就迎面遇上了神采奕奕的萧战天。小杨，萧战天笑容满面，你介绍的那个民间团体很有正义感啊，干得不错。楚阳立刻明白李黑虎那边任务完成了，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听说武装分子穿了防弹衣，他特意让李黑虎的人用手弩配破假箭，加上预先设置的炸弹惊扰和5倍以上的人数伏击，结果自然是碾压对方。您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楚阳提醒道，生怕萧战天变卦。呸，老爷们儿吐口唾沫都是个钉，不用等明天，今天就办。萧战天拍胸脯保证，我这就让人叫李黑虎过来办手续。你这是要去就捧眼。说到最后，他脸上的笑容收敛，露出一丝凝重。楚阳敏锐地察觉到这丝变化有新情况。萧战天拉着楚阳来到一旁，我听说青龙会总会那边派来一个大宗师，现在正跟楚宋在一起，加上楚宋和他带的那个从没露面的大宗师，我现在有些担心你应付不来。楚阳摩挲着下颚，皱了皱眉头。进入宗师巅峰期便是大宗师，宗师境界还可以靠勤学苦修，即便资质稍微差一点，也可以熬时间，加上丹药辅助冲一冲。这就是武道界一些资质尚可的武者到了50-60岁，甚至70-80岁才能踏入宗师境界的原因。因此，评判一个武者真正的潜力，年龄是关键，越年轻达到高境界，天赋越惊人。萧月宁被誉为大夏第一女战神，核心就在于她在23岁便踏入宗师境，可谓前途无量。但大宗师的境界对于任何一个宗师来说都是一道天堑，只有凤毛麟角的武道奇才方可迈出那一步。大宗师将领悟读属于自己的底牌，一种往往能在生死搏杀中瞬间扭转乾坤的绝技。这底牌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轻用，因为一旦动用，往往意味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因此活着的大宗师底牌几乎都是绝密的。对于楚阳来说，一旦遇到2个底牌很强的对手要搏命，他也觉得有些麻烦。全身而退倒是没问题，但他不可能不管彭宇的死活。呵呵，他突然洒然一笑，老头子说过一切随缘，如果老天爷非要我死，怕也没用。下午2点半，楚阳恢复了爱签到的造型，带着华西月来到约定的市郊某处。华西月不知道楚阳究竟要做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带着他，但在路上的时候，楚阳用那些尚未死掉的噬心蛊虫给他做了一次生动的教学。看到那些红色的小虫子居然好似能听懂楚阳的口令，排列出不同的形状，华西月大呼奇迹。随后便是在楚阳的诱骗之下喝了一口锁魂汤。现在的华西月完全听从楚阳的任何指令和安排。早已等候多时的刘文贵看到华家那位向来以冷傲著称的大小姐，此刻正小鸟依人般如胶似漆地贴着楚阳，他心里原本那点对爱签到身份的存疑也全都消失。华家倚仗家传医术，在整个大夏都有着显赫的地位，毕竟在有权有势的家族也得寻医问药。但华家跟爱家这种割据一方的军阀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华家大小姐主动去贴爱家小少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上了楚家准备好的商务车，楚阳看到2个人在第3排座椅，左边那人是青龙会东海分会的韩春雷，右边是一个头发花白、身材干瘦、目光如电、全身气息却完全内敛的男人。楚阳斜睨着刘文贵，嘲讽道：“还有2个保镖盯着我，要不要给我戴个头套？电影里都这么演。”刘文贵赶忙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道：“您给小人100个胆子也不敢啊！”他赶忙冲第3排的2人递了个眼色，这位就是北疆。啪！这是楚阳第3次打刘文贵的耳光，他是觉得越打越顺手。刘文贵当时也懵了。楚阳冷冷道：“你知道我是谁？”一句话把刘文贵点醒。北疆爱家的人出现在东海，
而且外面没有半点消息，摆明了是有所图谋。他吓得一激灵，我该死！一边说，他一边给自己掌嘴。楚阳厌恶地挥了挥手，下次自作聪明，我会让你永远闭上。呜呜！不等他说完，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袭来，娇艳的红唇随后便吻了上去。这一丝香甜，充满无限暧昧的吻，把楚阳搞得焦头烂额，差点崩了人设。他现在非常后悔，刚才给华西月下达的第一个指令就是做个乖巧懂事、善解人意的女友。亲爱的，你别跟这些下人置气。华西月满脸乖巧的表情，让楚阳心里阵些发虚。虽然占了便宜，可如果华西月也属于心智坚定的类型，等锁魂汤失效之后，就会记起很多现在的事情。一想到华西月在满月下的惊人实力，楚阳心里不禁的哆嗦了一下。刘文贵心里我靠了一声，刚才以为小鸟依人的华家大小姐已经够让他大跌眼镜了，现在这毫无顾忌主动献吻的一幕，更是让他爱家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知。小人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东海青龙分会的会长韩春雷。他的语气更加恭敬，爱公子能与您见面是在下的荣幸，如果您在东海需要有人跑腿的话，在下愿效犬马之劳。韩春雷赶忙恭敬抱拳。刘文贵继续介绍，这位是青龙总会的云烈护法。云烈却是神色倨傲，半眯着眸子，微微点了下头。楚阳哼了一声，青龙会一帮乌合之众而已，不过吗？他嘴角噙着一抹坏笑，抬手轻轻捏了捏华西月雪白尖翘的下颚。咱们在东海也需要几条狗带路，你说是不是啊？华西月满眼都是对楚阳无尽的爱意，乖巧地点头，亲爱的，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说心里话，楚阳很享受华家大小姐目前的表现，但他隐隐有种将来可能无法收场的预感。不过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担心也没什么用。此刻云烈已经气得有些收敛不住气息，就算是青龙总会的会长也对他礼让有加，那些豪门望族也都对他奉若上宾。这么多年他还从没被人骂成狗。爱公子，他神色冷厉地盯着楚阳，面子是互相给的，请您慎言。楚阳斜着眼睛盯着云烈，你这是对我龇牙？来啊，我给你机会。云烈被噎得一个字都说不出，刘文贵也没敢去劝。艾千道可是有名的喜怒无常，做事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要怪就怪这个云烈太傲气，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否则人家艾千道为什么不找韩春雷的麻烦？大宗师又如何？在人家军阀眼里根本不够看。就在云烈心里开始犹豫，琢磨着要不要低头认个错之时，楚阳对华西月使了个眼色，宝贝儿，你要不要赏他个耳光？大家都以为艾千道是跟女朋友开玩笑，可华西月柳眉一挑，俏脸瞬间凝出一层寒霜，哪里还有先前那乖巧懂事的样子？他素手一挥，啪！所有人都愣了。只见被甩了一巴掌的大宗师云烈脸色一阵青红皂白，全身的气息都跟着出现无法自控的波动。哎呀，他凶我！上一秒还面色冷厉的华西月一头扑进楚阳怀里，像个受到惊吓的小猫咪。楚阳皱眉瞪了一眼云烈，你他妈想死是吧？滚下去！此言甫出，司机吓得重重一脚踩下刹车。看着云烈那满脸决绝和愤恨的表情，楚阳心中暗笑，这番操作就是要这个效果。只要能先赶走一个大宗师，一会儿就算露馅了，真动起手来，他就不会再有任何顾忌了。就在车内气氛剑拔弩张之时，韩春雷赶紧扯了扯云烈的衣角，示意他千万别意气用事。楚阳斜睨着云烈，怎么想要杀我？来啊，试试吧！刘文贵也赶忙打圆场，艾公子，云护法乃是心高气傲的大宗师，天纵之才，有过人之处，也必然都有些个性。您千万别！啪！楚阳回手就是一耳光，就特么你话多。刘文贵只能捂着脸，委屈地坐下，偷偷拿出手机给楚颂发信息。突然，云烈猛地起身，从楚阳和华西月座椅中间穿过，直接下了车。楚阳嘴角微微一勾，觉得刚才这个计划很完美，这个云烈肯定是不堪受辱，现在就要离开。他得意地拉着华西月嫩白的小手，决定再加一把火。宝贝儿，你看看他像不像一条狗？像个沙皮狗。华西月展颜一笑，乖巧地把脑袋贴在楚阳肩膀。刘文贵见状也只能安抚一句，云护法，要不您就先回去，等晚些时候我去找您。韩春雷也赶忙开口，我现在就安排人来接您。可云烈却突然大手一挥，都别说话。车内众人全都一脸懵逼，尤其是韩春雷都快要吓死了。一旦云烈出手伤了艾千道，他都可能跟着受牵连。艾家的怒火，他可是一星半点都不愿意承受。可下一秒，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就见一脸凝重之色的云烈整理了一下衣服，突然扑通一声，双膝狠狠砸在地面上。车里的人，包括楚阳都懵了，完全没搞懂云烈的骚操作。砰砰砰，3个响头磕在地上之后，云烈的额头还带着几根草叶，满脸都是严肃的表情，朗声道：素闻艾家深明大义，宽厚仁德，今日一见，果然传闻不虚。楚阳满脸懵逼的表情，找不到云烈这番话的依据。你什么意思？云烈昂首道：方才小人轻狂，言语冒犯公子，而公子深明大义，给足了小人面子，不但没让小人自裁，还辛苦夫人出手责罚，如此大恩大德，小人云烈永生难忘。日后但凡公子有所差遣，小人愿为奴为仆，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未落，车内众人皆是目瞪口呆，任谁也想不到，心高气傲的青龙总会护法，居然义正言辞的高调说出这种话。就连刘文贵心中都暗暗啧舌，觉得云烈的确是个当奴才的好苗子。看楚阳仍旧皱着眉头，云烈把心一横，扬起脑袋，汪汪汪！众人心里一阵恶寒。楚阳嘴角猛抽了几下，好好的计划被这没脸没皮的大宗师给耽误了。师居然下贱到这个地步，罢了罢了，滚上来吧。好嘞！云烈绽放出哈士奇的笑容，屁颠屁颠的回到原来的位置。公子，这是小人的电话号码，您随时随地差遣即可。楚阳厌恶的挥了挥手，收着吧。贴心女友华西月赶忙将卡片收下。楚阳突然冒出个想法，也许这没脸没皮的家伙还能派上用场。他拉起华西月的小手，摸索着小拇指上的玉指环，凑到耳边问道：“送给我，行不？”华西月脑袋靠在楚阳肩膀，语气娇柔道：“我是你最贴心的女朋友吗？当然对你的要求无所不允啊。”楚阳不动声色地撸下指环，转头冲云烈勾了勾手指。云烈赶忙身子前倾：“公子，您是不是有什么吩咐？”楚阳神秘兮兮地将指环塞给云烈，在他耳边低声道：“这是我爱家的信物，非到万不得已，不能示人。”云烈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他觉得刚才那一跪值了，要不是看楚阳一副神秘的样子，现在他就想再给楚阳刻一个小人以后为公子之命是从。他激动的小声表着决心。不多时，商务车停在一处独立的宅院内，围墙至少有4米的高度，4个墙角还都有负责瞭望的挡楼。爱公子，这里是我们东海青龙会的一个基地。下车后，韩春雷一边引导路线，一边介绍，语气比之前又谄媚了许多。人家大宗师都跪了，他觉得自己之前还是格局小了，有点没放开。一行人来到一间豪华的会客厅，楚阳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刚拿出一支雪茄，华西月便已经将火机点燃。亲爱的，少抽一点。楚阳也是入戏了，眼睛一瞪，要你管闲事？华西月瞬间变成受惊的鹌鹑，紧张的要命，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对不起，我错了。说完，他赶紧来到楚阳身后，玉手轻轻在他肩上揉捏。在场所有知道华西月身份的人，全都心中感叹自己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你们主子好像很看不起人啊。楚阳声音冷得如同淬了冰。刘文贵赶忙解释：“爱公子息怒，我家主人本来是想要过来的，可是他欲言又止的表现让楚阳很不满意。有屁就放！”刘文贵嗨了一声：“今天楚阳那个小杂种今天又闹幺蛾子了，我家主人让我跟你说声抱歉，他正在帮战区的一位老友解决问题。”听了这番话，楚阳心中微动，难道楚颂跟这次于广元的事情有关？他将手中茶盏咔嚓一声摔了个粉碎。什么朋友面子这么大？爱公子息怒，我也不清楚，但那个楚阳这次可是自己找死，居然惹了青龙军区的2位高官。刘文贵赶忙解释。楚阳心中暗忖，应该是于广元和秦江渡，难道楚家真掺和到青龙军区的内政了？不过现在倒是个好机会，趁这里少了个大宗师，赶紧把彭野救出去。念及于此，他百无聊赖地挥了挥手，没工夫听你们那点破事儿，赶紧把你说的那家伙带上来。刘文贵赶忙起身去安排。楚阳一把将华西月拉到自己腿上坐了下来。华西月一脸娇羞的小女人模样：“你好坏啊，这么多人呢。”楚阳现在严重怀疑华西月其实本身就有2种人格，否则怎么就演得如此逼真？他附在华西月柔软的耳廓，低声说了几句。华西月连连点头，柔弱无骨的玉臂环住楚阳的脖子：“好吗？人家知道了。”楚阳就感觉全身一阵酥麻，而且燥热的血液好像正在朝某个地方集中。看2人腻腻歪歪的样子，旁边几个人都纷纷把脸给别开，以免哪一个动作惹了这位喜怒无常的面具少爷。厚重的木门被推开，2个身高体壮、赤膊上身的男人架着蓬头垢面、奄奄一息的彭野进入会客厅。扑通，彭野被重重扔在地上，面色惨白，气若游丝，全身上下都是血污，已经昏迷。楚阳不禁地攥紧双拳。他年少时，彭野陪伴他的时间不比父母少，为他提供了周到的安全保障。他还记得当初彭也为他受过2次枪伤，差点丧命。他和彭野的感情也早就超越了主仆，在心里一直把彭野当成自己的叔父。如今看到彭野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他感觉心脏如同被一只大手死死捏住。刘文贵笑盈盈躬身道：“爱公子，此人便是那恶贼楚天的亲信。当年他助纣为虐，帮楚天做了很多坏事，如今他能死在您手里，也算他的荣幸。”楚阳压下心中想要杀人的冲动，轻轻拍了拍华西月的小蛮腰：“去看看死了没有。”啪啪啪，一长两短的响指看似随意，却让华西月娇躯一颤，接收到了楚阳提前下达过的核心命令。他轻盈地起身来到彭野面前查看一番：“你们用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来糊弄我男人？”他俏脸凝满寒霜，娇声质问。刘文贵懵了：“华小姐，您的意思是？”华西月表情傲娇地哼了一声：“谁不知道我男人喜欢折磨100天才让仇人断气？”他指了指已经快要断气的彭野，一脸怒气：“就这，我男人还没开始，这家伙就已经死了。”在场几人全都打了个激灵，想想都觉得可怕。啪！楚阳一掌将桌面拍得粉碎：“让楚颂那傻逼出来，给老子个交代！耍老子是吧？”刘文贵吓得身子一软，
扑通跪倒在地。爱公子息怒啊！我家主人一片赤诚，绝无戏弄公子之意。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只要公子能消消气，条件随便开。楚阳低着头沉吟片刻后，看向贴心女友：宝贝儿，这家伙还能不能救活？华西月莞尔一笑：亲爱的，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最多半个月，我就能让他活蹦乱跳，到时候你想怎么折磨都行。楚阳很满意地点了下头，随意的对刘文贵挥挥手：把这家伙给我打包带走。刘文贵当时就愣了，打破脑袋都想不到今天居然出现这种状况，这恐怕怎么不行？楚阳眼珠子一瞪，嘴角扯出一抹狰狞。面对楚阳这种过分的要求，刘文贵心跳如鼓。他很清楚自己就是楚宋的一条狗，就算人家把他打死，主人也不会为他出头。我打个电话问问。楚阳冷哼道：你的意思是老子办事还需要楚宋同意？刘文贵手中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面色惨白如纸。那您就先带走。他现在想得很清楚，不让这位面具少爷带人走，他很可能会死。这位少爷的凶名可不是空穴来风，而如果楚宋怪罪，他顶多吃点皮肉苦。楚阳心里也松了口气，看了一圈之后，目光落在云烈身上，愣着干嘛？抬上车。他一气指使的神情却没有让云烈产生半点不满，反而是心情无比激动。刚才人家可是把艾家的信物都赏了，能够靠上艾家这棵大树，哪怕是做个客卿，都比青龙总会当个徒有虚名的护法强了不知多少倍。人家艾家可是手握枪杆子的土皇帝，他丝毫不敢怠慢，几乎是小跑着来到彭野身边。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震得人耳膜生疼：住手！没有楚先生的命令，谁也别想把人带走。一名年纪40岁左右，方脸面白无须，一字眉的男人阔步而入。楚阳见到来人，眉头不由得微微皱起。从来人故意释放出的气息判断，是个大宗师，结合刚才此人说话的语气，应该就是楚宋带来的高手。只是没想到这人没跟着楚宋，反而是留在这里坐镇。突然蹦出来一条拦路狗，想要和平带走彭野，恐怕是有些麻烦。念及于此，他反倒是冷静下来。刘文贵见到来人，可以说是喜出望外，这可是个甩锅的好机会。艾公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汉山派的掌门陈远山，也是我家主人的挚友。汉山派以外家横练硬功闻名，陈远山也是威名在外的大宗师，也是公认的火爆脾气。虽然同样是大宗师，但陈远山的身份要比云烈的更高一层。此时陈远山负手而立，似乎是等着楚阳主动打招呼，而楚阳的大脑此刻正在飞速旋转，最后得出结论：对付一个掌门，不能用之前对付刘文贵和云烈那种方式，毕竟对方所站的高度很大不同。而且他也不清楚陈远山的出现究竟是不是楚宋的试探。他当即不屑地切了一声：一个狗屁小宗门的掌门而已，居然也敢跟堂堂青龙总会的护法如此无礼。这句话无疑是把刚才陈远山对他说的话巧妙地转嫁到云烈身上。他还用赞许的目光看向云烈，仿佛在说：我可以欺负你，但别人不行。云烈见状便昂首向前迈了一步：陈掌门，这里是我们青龙会的地盘，你莫非是要在这里撒野？此言甫出，韩春雷冒了一脑袋的汗。总会的护法很多，虽然云烈在当中算是佼佼者，但护法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专门做打手的。真要是论在青龙会的级别，云烈比韩春雷还要略微低一些，只不过人家是总会的人，无论到哪里分会都要给面子，奉为上宾。但现在看这架势，云烈是跟陈远山对上了。韩春雷赶忙出来圆场：云护法，楚先生是咱们青龙会的朋友，陈掌门自然不是那个意思。可他的话却丝毫没起到任何作用。陈远山当时就火了，两人在帝都就相识，只不过没有更深层次的交往。以前云烈这家伙可是对他百般讨好，姿态摆得很低。陈远山接受不了云烈这种态度，勃然大怒：云烈，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把刚才的话重新说一遍。云烈心里也是咯噔一声，不过当他看到楚阳依旧是满脸赞许的表情之后，心里当时就有了底气。我云烈一声坦荡，言行合一，为什么要重说？难道你耳朵不好使？此言甫出，刘文贵和韩春雷一脸黑线，楚阳嘴角不动声色地勾起一抹狡黠的弧度。刚才灵光一现，送给云烈那个指环现在是起了作用，只要这两个大宗师内斗，他就有机可乘。可忽然之间，他发现身边的贴心女友表现有些异常，似乎是要叫快过去了。现在楚阳心里有些着急，没想到这锁魂汤对华西月持续的效果居然这么短，必须马上解决眼前的事情，否则一旦华西月完全清醒过来，肯定要穿帮的。可老云啊，同样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总感觉这家伙想要压你一头？难道你真救不如他？云烈赶忙抱拳道：公子有所不知，此人向来狂妄，我有容人之量，以前不愿意跟他计较，没想到他居然蹬鼻子上脸，以为我怕了他。现在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在楚阳面前好好表现一番。楚阳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我们艾家就喜欢结交有血性真性情之人。说完，他单手将彭野提起，夹在腰间：我倒是想看看哪个王八蛋敢拦着我。他说话之时，还不忘对着此刻如同被打了鸡血一样的云烈绽放出友善的笑容。他一手夹着重伤昏迷的彭野，一手紧拉着眼神开始出现挣扎，药效明显在消退的华西月步伐沉稳，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径直朝门口走去。那就看看哪个王八蛋敢拦我掷地有声，带着爱签到招牌式的嚣张跋扈，将压力直接甩给了对峙中的陈远山。站住！陈远山脸色铁青，一声暴喝如同闷雷炸响。原本他就是受到楚宋的嘱托，在这里坐镇。刚才屋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通过旁边屋子里的监控看得清楚。楚宋并没有说过类似情况如何处理，他给楚宋打电话，却始终是关机状态。最终，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彭野留下，等楚宋回了消息再说。毕竟跟楚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起了嫌隙。他从来没想过要动手，本想着以自己的身份加上大宗师的实力，楚阳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之前他也是故意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只有自己拿自己当回事，别人才会高看你一眼。这也是他在帝都混了这么多年所学到的。可现在他是动了真火，把人放下，否则别怪陈某不客气。几乎在陈远山爆发的同一时间，被楚阳言语彻底点燃，急于在爱公子面前表现的云烈也有了动作。他向前一步，厉声道：“陈远山，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爱公子面前放肆？给我滚开！”云烈，你想与汉山派为敌？陈远山惊怒交加，双拳紧握，手臂上青筋球结如龙。云烈冷笑道：“呵呵，以前在帝都给你几分颜色，没想到你还真开染房了。我青龙会也不是好惹的。”楚阳撇了撇嘴，真特么是活久见了，老娘们儿打架也没这么磨叽。一句话让云烈老脸通红。陈远山，我也给你个机会，现在赶紧让开。楚先生那边我去解释。陈远山本就怒火攻心，现在听到以前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他再也忍不了了。撼山拳，他周身大宗师的气息陡然炸开，足以开碑碎石的一拳轰出。云烈没想到陈远山竟然真动了手，心中怒火陡然升腾，大宗师的磅礴气息不再收敛，他双手化爪，迎着刚猛的拳风，没有半点退缩，拳爪瞬间碰撞，轰！一声沉闷到令人心悸的巨响在室内炸开，狂暴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猛地扩散开来，墙壁上的装饰画框噼啪碎裂，距离稍近的桌椅更是被直接掀飞。刘文贵和韩春雷被这股冲击波震得气血翻腾，连连后退，撞在墙壁上才勉强稳住身形。大宗师之间的硬汉，威力恐怖如斯。陈远山身形晃了晃，脚下地面凹陷出一个浅坑，脸色微微涨红。云烈则闷哼一声，被震得倒退数步，手臂微微发麻，显然在纯粹的力量对拼上。他稍逊于专修横练硬功的陈远山，但他眼中凶光更盛，身形一扭卸去力道，毫不停歇地再次扑上，双手幻化出漫天爪影，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狂风暴雨般攻向陈远山。疯狗！云烈的死缠烂打和不顾场合让陈远山火冒三丈，他双拳舞动如类巨鼓，每一次碰撞都发出金铁交鸣般的巨响，气劲四溢，将会客厅破坏的一片狼藉。两大宗师劲气纵横，一时间难分难解。机会！楚阳眼中金光爆射，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宝贝儿，我们走。然而就在这一刻，被楚阳拉着的华西月眼神中的迷茫和顺从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他猛地挣脱楚阳的手，身体因为极致的羞怒而微微颤抖。刚才那些主动依偎、亲吻，甚至坐在他腿上的记忆碎片汹涌回潮，让他白皙的脸颊瞬间长得通红。他体内真气不受控制的疯狂涌动，一双冰冷的凤眸死死锁定了楚阳的脸。楚阳心中叫苦不迭，不是，你听我解释。他话音未落，华西月玉手抬起，指尖萦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就要不顾一切地拍向这个胆敢如此亵渎他的混蛋。我靠！楚阳头皮一炸，暗骂一声，这贴心女友清醒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在电光火石之间，他做出了决断。他身形一转，拿出剩下的一点锁魂汤倒进嘴里，反手环住华西月盈盈一握的小蛮腰，直接吻了上去。华西月神智还不是特别清晰，刚才出手也是下意识的动作，面对近在咫尺突如其来的吻，他一时间芳心乱跳，登时乱了方寸。他凤眸瞪得滚圆，娇躯陡然僵住，一股温热的洪流被送入他口中，那种感觉如同寒冬里的暖阳，将他全身都快要融化掉。吞咽的动作甚至没有经过大脑。唇分，华西月怔怔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男人，即便是隔着面具，他也知道是楚阳。可刚才零散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拼凑起来，他心绪复杂，泪水已经含在眼圈。自从来到东海，让楚阳就一直让他很抓狂。在萧战天家里，楚阳帮他保全了华家的名誉，可那家伙同样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对他上下其手，逼他不得已虚构出爱千道这个虚拟男友。虽然他也知道楚阳当时并非占便宜，但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挽回的。一时间，他羞愤交加。华西月口中的阳字尚未出口，锁魂汤的药力发作，他眸中那股怒不可遏的神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几乎快要拉丝的爱意。楚阳重吐出一口浊气，宝贝儿，快走！华西月乖巧地了一声，跟着楚阳就往外走。青龙会的人见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拦着，目光全都看向韩春雷。韩春雷则是跟刘文贵对视了一眼之后，都默默低下头。现在已经有2个神仙在打架了，要是再跟那位面具少爷发生点不愉快，这烂摊子就彻底没法收拾了。反正彭野已经是个废人，而且还落入了面具少爷这个变态的家伙手里。
二人几乎同时挥了挥手，示意所有人放行。刘文贵还跟了上去，把车安排好，恭恭敬敬地目送楚阳离开。商务车刚进市区，楚阳便换成出租车，直奔军医院。楚阳偷偷看了看空空如也的瓶子，心里有些发虚，赶紧叫停出租车。宝贝儿啊，你先回去吧。华西月表情有些茫然，我不是应该整天都陪着你吗？楚阳挠了挠耳朵，你这好像不是太听话哟。华西月更加迷茫，可是你说过要我形影不离的。楚阳嘴角一抽，现在规矩变了，你赶紧回去，我还有事儿。把华西月连哄带骗赶下车之后，楚阳长长松了口气。到了军医院，楚阳把彭也安排进病房，这里有肖战天的保护，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目前彭也需要静养，楚阳并没有着急让他苏醒，做完相应治疗后，便去了肖月宁的私人病房。他刚一进去，就看到神情颓废的肖月宁蜷缩在床上，眼神涣散。肖战天唉声叹气，应该是劝了很长时间。咋了？因为林小渊的事儿。楚阳直接坐在肖月宁的床上，关心地问了一句。肖月宁一脚蹬在楚阳屁股上，走开，看见你就心烦。宁宁，干嘛对小杨这么没礼貌？人家为了你可是付出了很多。肖战天赶忙替楚阳说话。肖月宁轻哼道，他付出？我难道就没付出？我现在连奶水都有了，还不是这家伙干的好事？楚阳嘴角一抽，想说丰胸丹药的事儿，可一想到女人怀孕之后情绪容易不稳定，也就把话咽了回去。老爷子，于广元那边怎么样？肖战天满脸的愁容顿时散去。小杨，多亏了你把于飞虎收拾了，还从那家伙嘴里问出那些境外武装的藏身地。现在那些家伙当中几个领头的已经招了，只不过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于广元。楚阳靠了一声，那不是白忙活了？肖战天笑着摆手道，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于广元的嫌疑是有的。政治处那边绝对不会同意让身上有一丝疑点的人做战区最高指挥官，所以在没有更合适的人接任之前，我还是要继续留任。楚阳也笑了，这就好。对了，楚家现在跟你唱对台戏了吗？肖战天闻言便是一愣，没有啊，我跟你爷爷几十年的朋友，再说也没什么利益冲突。楚阳还是把楚颂现在有可能正在帮于广元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分析说了一遍。我觉得你也应该提防这个楚颂，他来这里的目的可能不会很单纯。提醒一番之后，楚阳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军医院。现在早孕反应严重的肖月宁就像个火药桶，他避而远之是上策，而且估计华西月现在也恢复正常了，一旦杀过来就更麻烦了，还是赶紧溜。估计华西月想要找他也不容易。至于青龙会那边，他还盼着云烈和陈远山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反正越乱越好。叫了出租车，他打算回家休息一下，这几天实在是没睡一次好觉。大哥，一看你就是个成功人士，刚参加完化妆舞会吧？司机是个话痨，从他上车开始就没话找话。大哥，一看你就是个又成功又有素质的人，不像今天环球酒店里被抓的那几个官二代和富二代，太恶心了，一大群老爷们儿在一块儿乱搞，也不怕的爱字。楚阳顿时来了兴趣，这事儿上新闻了。他临走的时候已经把视频都交给肖智了，估计现在已经能上热搜了。可没想到司机却叹了口气，大哥，你想多了，现在这世道，有钱有权的人为所欲为，出了事儿也能直接按下去。我是从一个在环球酒店工作的哥们儿那听说的。楚阳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以于广元的地位，如果真是跟执法局沟通的话，即便肖智拿出那个视频也会被压下去。司机愤愤不平地嘟囔着，执法局那帮人也就抓小毛贼，绝对不敢惹那些人。不过啊，我听说抓小毛贼，他们今天还翻船了。楚阳越来越觉得这个司机挺有意思。哦，说来听听。嘿嘿，这事儿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估计新闻还没爆出来呢。苏氏集团，您知道吧？楚阳当时就愣了一下，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发生什么事了？嗨，刚才有个人身上捆着炸弹，去苏氏集团把那个美女总裁和一群高管给挟持了。执法局一个队长带着人去处理，结果您猜怎么着？那炸弹客身上的炸弹是假的。执法局那个队长也是够笨的，不但没抓到人，自己还被人家给打了个半死。楚阳当时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拿出电话打给苏婉宁。电话响了很久，却没人接听。他又打给柳芳菲，同样也是没人接听，就连苏天宇的电话也是一样。突然他想起刚才司机说带人去苏氏集团的是一个执法局的队长，你知道那个队长叫什么吗？司机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过当时我就在现场，听到有人喊那个被担架抬出来的人肖队长，真不知道他这队长是用多少钱买的。我看那么多人，就他一个受伤。楚阳瞬间产生了一个阴谋论，自己今天救了很多人，却害了肖智。你知道那个队长被送去哪个医院了吗？知道啊，听说有个执法局的副局长还在医院开临时记者发布会呢。楚阳直接扫码给司机付了500块，最快的速度带我去医院。楚阳刚上楼就看到前面好多媒体人都聚在走廊上，执法局的副局长沈涛正在侃侃而谈。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高声问道，有可靠消息说肖队长曾经在以前的执法局武道考核中作弊，而且这次他还联合苏氏集团对一些公司进行打压，并且盗取商业机密，
所以才导致那个可怜的炸弹客做出极端的事情。沈涛却一脸神秘的表情，苦笑着叹了口气。一切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肖智的调查已经开始，很快就要有结果。我们也绝不会因为他是执法局的人而姑息。苏氏集团的部分高管已经被传唤到执法局接受调查，我们执法局绝对不会允许某些财大气粗的人为所欲为。此言甫出，所有媒体人皆是一片哗然。这番话虽然没明说，但也相当于是佐证了刚才小胖子的提问。所有人几乎同时开始编辑新闻稿，打算抢在第一时间发布出去。小胖子带头叫好：“沈局长，东海有您这样为国为民的好官，是我们普通百姓的福气啊！您就是罪恶的克星。”其余人也都纷纷跟风，真是人不可貌相。那个漂亮女总裁都把别人都逼上绝路了。嗨，前2天咱不是还报道过那个苏氏集团求婚事件吗？那些有钱人不但碗得花，心也都黑了。他能找一个劳改犯当老公，你说他能是什么正经人？抓起来就对了。楚阳眉头微蹙，目光在沈涛和小胖子脸上来回打转，发现这2个人很奇怪。他们刚才的对话结束之后，眼神都在刻意回避对方，单凭这一点就很不正常。就在这时，小胖子不动声色地退出人群，似乎是要功成身退了。楚阳一把揪住小胖子的衣领：“去哪呀？”小胖子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楚阳抬手在小胖子脸上轻轻拍了2下，给别人身上泼完脏水就想跑。小胖子面色惊慌了一下之后，大声疾呼：“大家快看啊！有人对我们这些仗义直言的媒体人打击报复呀！”楚阳被周围的媒体人团团围住，小胖子见状便是有了底气，他肯定是那个肖智和苏氏集团的爪牙。那些媒体人正愁抓不到像样的素材，现在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口诛笔伐。放开他！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恶徒，胆子太大了呀！看来那个肖智和苏氏集团的事儿必定不简单，说不定还是黑恶势力。沈局长，快抓了这个家伙，为民除害！一些人在狂喷，还有一些人把镜头对着楚阳就要拍摄。楚阳随手飞出数支银针，咔咔咔，所有镜头都被银针击穿。哎呀呀，我的设备2万多啊！你赔我们的设备！一时间，走廊里喊叫的声音四起。面对叫嚣的媒体人，楚阳眸子微眯，丹田真气送出2个字：闭嘴。他的声音不大，却震得周围那些人的耳膜生疼，顿时安静下来。你们以为拿这个破机器想拍谁就拍谁？我让你们拍了吗？小胖子高声喊道：“这是我们媒体的自由！”在他的带动下，其余那些媒体人也都纷纷攥紧拳头。可还没等他们喊出声，就听到啪的一声脆响，小胖子的胖脸一下就肿了起来。你的自由不能妨碍我的自由！楚阳冷冷回应，指着病房里面躺着一个因公受伤的执法人员：“你们不想着弘扬正能量，满脑子都是乌七八糟的东西，道听途说，然后就开始满嘴喷粪。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也没人知道那些传言是从何而起。但大家只想要报道一些所有人都喜欢看的新闻，至于事实，没人关心。就算报道不实，也没人会承担责任。而且如果后面有反转的话，还能再赚一波流量。”就在那些媒体人愣神儿的功夫，楚阳盯着小胖子问道：“你是哪个媒体的？”我是哪个媒体？跟你有什么关系？”小胖子做着最后的挣扎，又提高了声音：“沈局长，您不能看着恶徒行凶啊！”沈涛并不认识楚阳，但他记得之前在医院门口见过楚阳跟肖智，好像是很熟。他抬手指向楚阳：“你马上松开那位媒体朋友，我可以考虑只抓你回去关3天。”楚阳嘴角一勾：“嚯！”看到自己的双黄搭档遭罪，你终于憋不住了，你含血喷人！沈涛怒声喝道：“既然你冥顽不灵，那就尝尝执法局审讯室的咖啡吧。”楚阳却不以为然的笑了：“抓我？就因为我说肖智是因公受伤？就因为我说你们毫无证据就诋毁人家企业？”沈涛不屑地冷哼道：“这么多人都知道那些人有问题，你一个跳梁小丑在这里哗众取宠，扰乱公共秩序，难道不该抓？”众人纷纷附和：“这种人就应该抓进去吃牢饭。局长大人，您赶紧下令把他抓了吧。”楚阳突然笑了，用手点了点沈涛和周围那些人：“你们这帮垃圾只会犬吠，人多有用吗？利欲熏心的巫何之众而已。”他不慌不忙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吕氏手，执法局队长肖智今天英勇负伤的事情，你不是说要给申请一个紫金卫士勋章吗？”电话另一边的吕文光整个人都懵了：“楚先生，这件事情我还不是很……”不等他说完，楚阳便继续道：“15分钟内能送到医院吗？”吕文光顿了顿，最终吐出一个字：“好。”楚阳把电话揣进兜里，扫视众人：“都听见了？你们这帮嘤嘤狂吠的家伙是想说吕文光的眼睛瞎了？”刚才还在肆意嘲讽与谩骂的众人一下便安静下来，就连沈涛都愣住。不过他仔细想了一下，楚阳那番话并不可信，这件事目前根本就没有向外正式通报，市首即便知道，也都是那些被散播出去的传闻，根本不可能给肖智申请什么勋章。你这小丑倒是会妖言惑众，你这种人也配跟市首大人通话？一句话点醒周围那些人。哼，市首大人怎么可能给肖智那种人申请勋章？那家伙刚才就是自导自演，想把咱们当傻子糊弄，可不是吗？紫金勋章可是咱们东海的最高荣誉，能给一个插标卖首之徒？沈局长，我看这家伙
就是萧志和苏氏集团派来闹事的，赶紧把他给抓了。沈涛嘴角勾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大手一挥，拿下。眨眼之间，想要上前抓楚阳的6个人，全都被楚阳的非针刺中麻穴动弹不得。沈涛没想到楚阳身手这么好，今天身边一共就这6个人，而且他到现在也没看出楚阳的武道境界，他心里不禁的有些发虚。小胖子很会察言观色，马上梗着脖子喊道：“局长大人，这小子不是说是守大人15分钟就到吗？咱们就等着看，如果到了时间是守大人还没来，这小子就是妖言惑众。”周围人一听这话，全都跟着点头。没错，这小子死鸭子嘴硬，咱们就等几分钟，然后抓他个心服口服。对，今天咱们都能做第一手报道了，一定要把这种人曝光。时间1分1秒的过去，沈涛也没闲着，用手机调动执法局的特战小组来到医院，就等着一会儿将楚阳抓了。只要到了执法局，他有100种方法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跪地求饶。时间到了，有人大声喊道。沈涛嘴角挂出一抹嘲讽的弧度，对着特战小组随意挥了挥手：“把他给我抓了，遇到反抗就地格杀。”武装到牙齿的特战小组一拥而上，周围的人纷纷叫好，等着看恶徒俯首。小胖子知道楚阳算是完了，他扬眉吐气的冲楚阳挑了挑眉毛，压低声音道：“狗杂碎，老子就是执法局的托儿，你能奈我何？进了执法局，老子玩死你！”就在这时，楼梯方向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市首吕文光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几乎是小跑着过来。我的天，真是吕市首！我觉得是吕市首听说这里有人造谣，也是过来抓这小子的。没错，你们看吕市首这么着急，肯定是恨透了这个造谣的家伙。就在众人低声议论之时，沈涛已经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市首大人，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吕文光擦了擦额头的汗，皱眉道：“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兴师动众，想干什么呀？”他的目光移向楚阳，马上挂出笑脸，想要打招呼，可楚阳却转过身去，根本不搭理他。楚阳就是单纯不愿意跟吕文光这种人说话。今天要不是因为萧志的事情，他也不会打电话。吕文光面色顿时变得尴尬。沈涛抬手指向楚阳：“就是这个家伙刚才造谣，说您要给那个萧志发紫金卫士勋章，我正准备让人把他给抓回去，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抓人？凭什么？”吕文光脸上写满了不悦。沈涛懵了：“您不是来抓这个散播您谣言的人？”吕文光狠狠瞪了一眼沈涛，给一个为了保障东海经济繁荣，奋不顾身与歹徒搏斗而受伤的英雄颁发勋章，为什么就是谣言？难道英雄流了血还要流泪吗？这番话掷地有声，而且信息量巨大，把在场众人全都给干懵了。英雄自然是说萧志，保障东海经济繁荣，那就是指苏氏集团是为东海经济发展做贡献的企业。沈涛愣了一下，赶忙补充：“您可能还不清楚，那个炸弹客已经承认他犯罪的事实，同时也揭发了萧志和苏氏集团联合盗取商业情报的事实。吕文光来的路上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件事情和一些传闻，能做市首的人，脑子分析这些自然比普通人要强100倍。萧志的为人，吕文光很清楚，萧志是如何从副局长的位置下去的，吕文光心里也大致有谱，只不过碍于很多原因，他不便直接插手。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沈涛，质问道：“你是说一个背着假炸弹到别人公司里进行恐吓，有打伤执法卫士的人随口说了几句之后，你这位执法局的副局长就拿出来当证据说？”沈涛没想到吕文光的言辞竟然如此犀利，整个人僵在原地。就在这时，一段手机录音被放得很大声：“狗杂碎，老子就是执法局的托儿，你能奈我何？进了执法局，老子玩死你！”音频刚刚播放完毕，众人的目光全部看向小胖子，吕文光却有些不解。这是楚阳把手机锁屏的同时，嘴角扬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将惊慌失措的小胖子提起之后，往地上重重一摔，扑通一声，走廊的地面都跟着晃动。小胖子龇牙咧嘴的在地上蠕动着。楚阳指着他说道：“这家伙刚才以媒体人自居，跟这位沈局长有来有回的一问一答，把苏氏集团说成逼得别人家破人亡的无良企业，把萧志说成徇私舞弊、勾结无良企业的帮凶。”吕文光的脑子很聪明，当即明白了这件事情里面全部的弯弯绕。不过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不希望执法局太丢脸，那样只会让官府的公信力越来越差。来人啊，把这个家伙先抓起来，一会儿我找执法局的郑局长当面问个清楚。说完，他瞪了一眼沈涛，然后看向诸多媒体：“各位，萧队长一直是我们执法部门的中流砥柱，作为媒体，你们要理性报道，传递正能量，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成为流量的奴隶。我这次就是代表官府来看望萧队长的，而且萧队长的紫金卫士勋章也已经申报成功。我吕文光在此立下誓言，绝对不让那些流血的英雄再流泪。从今天开始，我会组建一个媒体监管部门，望诸位好自为之。”在场所有媒体的人全都惊得一头雾水，谁也没想到刚才那个男人居然一语成谶，真把市首给请来，而且是首要给刚才还被大家口诛笔伐的萧志发荣誉勋章。他们更是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件居然要引起东海传媒界的一次大地震。现在他们必须赶紧联系公司，马上把之前发出去那些关于萧志的不良言论全部撤回，
就连苏氏集团的负面新闻也要赶紧删除，否则一旦追究起来，他们就会是这波地震的首批炮灰。此时，吕文光和楚阳已经进入病房。吕文光刚要说话，楚阳便摆了摆手：“你给我看着门。”吕文光病床上的肖志眼睛都哭肿了，不知道沈涛是不是故意把病房门留了个缝隙，外面的声音他全都能听得见。当时他只觉得自己还不如当时直接死了算了，就不用在这里听外面那帮人犬吠。后来听到楚阳的声音，他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楚先生，谢谢你，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老爷们儿说这个恶不恶心？躺平吧。肖志的，这楚阳嘴角一抽，想什么呢？老子是有漂亮媳妇的人，让你躺平是要给你治病。一番检查过后，楚阳眉头紧锁。肖志的外伤并不严重，气息萎靡，全身经脉滞涩，看着好像受了很重内伤的原因是中蛊了。让楚阳感到费解的是，肖志这次中的蛊不但对身体无害，反而是一种对元气有滋补作用的蛊虫。只不过这种蛊虫人体内释放所有增益元气的成分之后，必须被排出体外，否则会造成气血淤积。楚阳将肖志扶着坐起身子，右手在他后背稍稍用力推了一掌。肖志哇的一声吐出一口深红色的血液，舒服多了。刚才我就感觉自己快要被憋死了。一旁的吕文光都看傻了，没见过一掌把别人打吐血，还把病治好的。就在这时，楚阳发现那些被吐出来的血液中，蛊虫正在快速蠕动，似乎是要寻找队列。这就跟他之前给华西月表演的蛊虫列队是一个道理，用真气控制蛊虫。不过这种提前下达命令，等蛊虫被驱逐出体外再进行编队的本事，他自认做不到。目前他知道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只有苗疆老怪，但那家伙还没到东海。我的天！肖志和负责看门的吕文光几乎异口同声，看楚阳的眼神也充满了敬畏。眼见着那些虫子排出2个字：楚阳。楚阳随手拍出一道劲气，将蛊虫震碎。他知道之前判断有误，下蛊之人并非提前给蛊虫下达指令，而是就潜伏在这附近100米之内。这个距离操控蛊虫难度比提前下达指令还要大。今天因为事情太多，他忽略了身后的眼睛，自己这个爱签到的身份恐怕已经被那个家伙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知道他身份的这个家伙必须死。老吕，以前的事儿不算，今天的事我记住了。楚阳淡淡说了一句。其实他也知道要让吕文光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这里，还要申请勋章，的确有些难为人。吕文光苦笑着摆了摆手，这点小事跟我之前屡次冒犯您相比不值一提。刚才我已经给执法局的局长郑阔发了信息，让他抓紧时间把苏氏集团的人都放了。楚阳微微露出笑容，现在不光是苏婉宁和柳芳菲，就连金角和银角还有傻强都没了消息。如果吕文光能处理的话，他也乐得清闲。不过这也有个前提，他的人没被欺负。老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刚才全身就好像被灌了铅，现在好了，感觉又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好像要突破了。肖志难言兴奋地说道。楚阳笑着拍了拍肖志的肩膀，一会儿把我给你的丹药吃了。一想到那些药材昂贵的价格，肖志就感觉有些受之有愧。就在这个时候，病房门被推开，一名圆脸看着很富态的中年男人一脸愧疚地进了门。老肖啊，我来晚了呀。说话间，他眼泪已经含在眼圈，快步来到床边，拉住肖志的手。对不住，实在对不住，你也知道我这几天身体不好，事情都交给沈涛，没想到他竟然……哎！就在这时，沈涛灰溜溜地跟了进来。老肖，要是刚才说话开罪了你，我给你道歉。说话间，他规规矩矩的90度鞠躬。肖志没搭理沈涛，感激地看着郑阔局长，这事儿跟您没关系，而且我现在伤势已经好多了，明天就可以上班。哦，明天就能上班？郑阔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便是转身看向吕文光，是首大人，刚才我太心急，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你应该先顾着咱们的英雄。吕文光神色严肃，没有半点调侃的样子。苏氏集团的人都放了吗？此言甫出，郑阔脸上满是怒气，狠狠跺了下脚，转头瞪了一眼沈涛，听见了吗？是首大人说了让你放人。沈涛闻言便是扑通一声跪倒，是首大人，现在已经立案了，人家那边又提供了不少证据，我们恐怕很难做，不如您直接以市政厅的名义下一道文书，我们放人也有个说法。吕文光当时就脸色铁青，如果他下了这道文书，事情传出去，他的形象就毁了，这就相当于是利用公权阻止执法局进行调查。郑阔气得全身肥肉乱颤，现在我命令你放人。局长，我真做不到啊。沈涛就是一副苦瓜脸，好像死了娘一样。楚阳却觉得这事儿似乎越来越有意思了，连吕文光的面子都不给，还整了这么一出。不过以前听肖志说过，这个郑局长好像对他还挺不错，上次要不是郑阔，他可能连这个队长都保不住。吕文光现在感觉自己的脸都丢光了，但他是真不好随便以市政厅的名义干涉执法局调查。算了，楚阳笑着摆了摆手，只要执法局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给某些人当打手，我坚决同意把事情调查清楚。沈涛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楚阳，我们执法局办事向来是为了公益。楚阳笑了笑，那样最好，不知道你要调查多久？
吕文光也赶忙出声：“苏总和柳总都是企业的当家人，你们耽误人家时间长了，损失由执法局负责，别跟东海市政厅要钱。”沈涛赶忙换了一副嘴脸，低眉顺眼地道：“大人放心，我们明天便会有结果。”他话音刚落，肖志便下了床。我要求跟着一起进行审讯。郑阔抢着过去扶住肖志：“老肖啊，身子还得好好养养，一旦有了病根，以后可就麻烦了。”不等肖志回答，沈涛哼了一声道：“肖志，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好了？”“没错，刚才楚先生给我治疗过，我的身体情况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参加审讯。不过既然你已经好了，明天的考核想必也能参加吧？”沈涛言语中满是讥讽与挑衅。楚阳就觉得这事儿不简单，对方好像是挖了坑，等着肖志去跳一样。肖志无所谓地道：“有何不可？”郑阔一脸心急的表情，赶紧拉了拉肖志：“今年的规矩改了，除了我这个局长之外，其余人都要参加考核，最后3名是要被淘汰的。要我说啊，你还是再考虑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可以名正言顺帮你避过考核。”肖志并没有太多顾虑，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我可以的。”他话音刚落，沈涛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生死状递过去：“签了吧。”肖志并没有想太多，考核之前的生死状是每个人都要签的，但这么多年了，别说考核擂台上打死人，就是打成重伤的情况都没有。一般来说，骨折就已经算是重伤了。他想也不想，直接签字画押。楚阳以第三视角看了全程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肖志要跟着执法局的人离开之时，楚阳将他拉到一旁：“我给你的视频呢？”肖志笑道：“放心吧，我没给沈涛，直接交给我们局长了。”楚阳皱了皱眉，问道：“然后没过多长时间，你就听说苏氏集团出事了，马上就主动请缨？”肖志连连点头：“跟你说的差不多，是我们局长告诉我的。一会儿我去催他把那个视频赶紧公布出去。”楚阳却摇了摇头：“算了，这事儿我还有别的打算，你不要去催这件事。”肖志有些疑惑：“你是怕我们局长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楚阳犹豫着笑了笑：“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问了，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论出现任何问题，记得随时跟我联系。”现在他几乎可以确定郑阔那个看着人畜无害的家伙满肚子坏水，但他现在还不想直接跟肖志说这些，毕竟他能感觉到肖志对郑阔一直怀着感恩的心，还是等有了实质性证据再说。执法局的人和肖志刚一离开，吕文光便带着一脸的愧疚来到楚阳身边：“楚先生，我惭愧。”楚阳淡淡道：“拉倒吧，保全你是守大人的面子最重要，我会盯着这件事，绝对不会让您夫人家遭受不白之冤。”吕文光信誓旦旦道。就在这时，楚阳看到窗外有一只通体赤红色的飞虫，顿时眉头一挑，这是苗疆的寻踪蛊。楚阳见过苗疆老怪蛊弄过2次。楚阳右手挥出一道真气，将窗户打开，那寻踪蛊马上飞进屋内，落在楚阳肩头，头顶2条触须指向西北方。楚阳作势跃起，却被吕文光一把拉住：“等等！”楚阳皱着眉头看向吕文光：“干啥？跟我要工资啊？”“不是。”吕文光连连摆手：“我想跟您说，爱签到这个身份，我一定不会向外透露半个字。您与华小姐还有肖战神之间的事，我也从来都没往深层次去想过。”其实自从肖战天的寿宴结束之后，他就已经发现楚阳绝对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今天他能扔下一群市政厅的大员，15分钟赶到这里，已经表明了他想全力跟楚阳交好的决心。楚阳却嘴角一抽：“不是，你这么说，我很难相信你啊。”吕文光正色道：“我可以对天。”“拉倒吧，发誓有用的话，就没那么多背信弃义的人了。”楚阳不屑地撇了撇嘴：“说吧，你到底还有啥事儿？”堂堂东海市首，老脸憋得通红，终于把心一横：“家里有贵客要到访，可思思说了，您要是不去，他不但不见客，还要离家出走。”楚阳有些不解地问道：“什么人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吕文光苦着脸说道：“省守顾远桥和公子顾晨，思思小的时候就跟顾晨定了亲，原本2人感情不错，顾晨也经常过来看思思，哪知道这次思思特别反感，就说不见。他尽量将事情说得简单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吕思思已经在家高调宣布坚决退婚。”楚阳耸了耸肩：“我可不愿意管这些破事儿，你给人家定的亲，你自己解决啊。”看楚阳要走，吕文光急了：“省守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外面炒作的沸沸扬扬的钻石湾填海项目，他是专程过来跟我商量的。”楚阳略微沉吟，便是明白了吕文光的意思。这个项目有多大？见楚阳似乎很有兴趣，吕文光算是松了口气。预计总投资在300亿左右，国家投资80个亿，占股30%。这个项目只要我和省守2个人就可以拍板。如果苏氏集团拿到项目，跟金兰公司的对抗就多了筹码。楚阳嘴角一扯：“老吕啊，老吕，你是真狡猾呀！这个项目我要了，但国家的投资款必须先进场，而且明天一大早，官方就要跟苏氏集团接洽，并且高调宣传。至于条件，你可以提。”虽然接触的时间很短，但楚阳每次都能给吕文光意想不到的震撼。其实吕文光这次也是在赌，他把心一横：“好，我就明说了，我要你帮我治好思思的病，还要你帮我劝他明天不要拒绝顾家的正式提亲。”楚阳闻言就皱了皱眉，在他看来，这2件事情很矛盾。想要彻底治好吕思思的病，
就必须阴阳调和，可吕思思还没满20岁呢。如果吕思思成为他的女人，他更不可能劝自己的女人答应别的男人提亲。而且他能看出来，吕思思是个很有想法的女生，就算他劝也不一定有用。我的确有办法根治思思的顽疾，但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只能保证思思这一辈子不受顽疾的困扰，是否要根治，还要看日后的情况发展。另外，她是个有主见的女生，我不想去干涉她的想法，这就是我现在能承诺的。楚阳的话虽然没有一样达到吕文光的要求，但却让吕文光感觉很靠谱。如果楚阳拍着胸脯跟他保证，他反倒是会心里没底。好，一言为定，我现在就回去准备，明天一大早就正式约谈苏氏集团，也会将消息同步官宣。吕文光的果断让楚阳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一些。好，明天我一定准时到位。离开医院，他朝寻踪谷指引的方向快速奔去。突然，他肩膀上的寻踪谷宛如流星般飞向前方一棵大树。他停下脚步，对着大树方向喊了一声：“老谷啊，出来吧！”话音刚落，树上一道黑影飘然落下，正是谷硕峰。你到底怎么知道我就是爱签到的？说话间，楚阳不动声色地缓缓朝谷硕峰移动，双手已经灌入目前状态下可以调动的全部真气，只要距离7步之内，他有把握一招必杀。谷硕峰将兜帽和 J 面的黑金摘掉，冲楚阳压了压手，一本正经地说道：“别想杀我。”楚阳停住脚步：“你自己也说了，现在有伤在身，现在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谷硕峰眉头紧锁，似乎是在思考如何解释。“你自己露馅的。”楚阳一脸疑惑：“我一直表现得很到位啊。”谷硕峰解释道：“金龙会的人说是楚阳解了萧月宁的噬心蛊，而且说楚阳在酒店让很多人都听他的摆布。我知道那一定是噬心蛊泡制的锁魂汤。”楚阳依旧不明白：“是啊，都是楚阳干的，可跟爱签到有什么关系？”谷硕峰一直没有表情的脸上突然闪过一抹得意之色：“我在爱签到身上嗅到了是心蛊的味道。”楚阳：“不是，你们苗疆的人都这么另类吗？可你为什么给萧志用了大补的蛊虫，还要把我引来这里？”谷硕峰侧过身去，负手而立，一副高人模样。是青龙会派炸弹客去苏氏集团，他们想一箭双雕，让炸弹客引起舆论狂潮，把苏氏集团的声誉搞垮，影响股价。楚阳眯着眼睛想了想：“你说一箭双雕，另外的目的就是要弄死萧志？”谷硕峰点了下头：“没错，但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只派了一个暗境中期的武者杀萧志？”他不清楚，但楚阳却门儿清。萧志此前的武道境界跌落至明境巅峰，所以青龙会觉得派一个暗境中期的武者肯定是够用，但青龙会不知道他已经帮萧志恢复到暗境境界，萧志只是受了些伤，还抓住了那个暗境中期的炸弹客。现在看来，执法局正阔的确不是好东西，而且跟青龙会的韩春雷穿一条裤子。不过楚阳心里又多了一些疑惑：“你为啥告诉我这些，还要帮萧志？咱俩不应该是仇敌的关系吗？”谷硕峰似乎没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时间陷入了沉思。“我想让你别管林小渊的事情。”楚阳啊的一声：“大哥，你要用活人练毒魁，还让我别管？”谷硕峰面色突变，这句话似乎触碰了他心底某个禁区。“我要用毒魁救人，等我救了人之后，你可以杀了我，但你如果现在插手林小渊的事，就算我有伤在身，也会跟你拼个同归于尽。”楚阳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谷硕峰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而且脑子好像是一根筋。“你今天帮了萧志，而且之前的是心蛊没伤到我女人，还帮我搞到锁魂汤，咱们之前算一笔勾销。林小渊的事情也不必你死我活，如果他是自愿的，我绝对不阻拦，你可以随意带走，如何？”谷硕峰阴沉片刻后，嘴角扬起一抹嘲弄的弧度：“你都可以用锁魂汤，难道就不怕我用更高明的手段让林小渊跟我走？”楚阳却不以为然地摊了摊手：“无所谓啊，除非你能高明到连苗疆老怪都看不出来，否则你想救谁我便杀谁。”谷硕峰眉头一紧，神色变得古怪：“你认识我？我是说，你认识痴明？他不是应该在监狱吗？”他目光游移，最终点了下头：“好，我答应你不会用蛊术干扰林小渊的心智，你也要信守承诺。”楚阳微微颔首道：“没问题，不过你得告诉我，楚宋是不是联合青龙会跟军方的人勾结？”谷硕峰斩钉截铁地道：“他们这帮人的关系很乱，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有个漂亮女人跟这次萧志的事情有关，我知道她在哪。”1个小时后，楚阳来到君临天下别墅区，他躲在大树上观察一栋别墅内的动静。这栋别墅比他的尊皇世家规模小了一半，即便如此，也比萧月宁的别墅要大一些。别墅周围好多安保，守卫森严。这狗女人居然跟我住这么近，请了这么多保镖，是亏心事做多了呀。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萧志的电话。如果执法局那边一切顺利，他现在就不去找慕容兰的麻烦，毕竟这狗女人还顶着虎妞儿萧月宁的闺蜜头衔。老萧，那边情况怎么样？情况有点乱，那个眼双黄的小胖子一个人把责任都揽了，炸弹客畏罪自杀了。现在有20-30人报案，说苏氏集团曾经以暴力手段夺走他们的商业机密。如果这些人继续闹下去，可能对苏氏集团的股价造成影响。局长找我商量，让苏氏集团推个人出来认罪，到时候疏通一下，最多判1-2年，
还可以缓刑，根本不用进监狱。楚阳沉吟片刻后便笑了出来，没干过的事儿为什么要认？外面的事情我来搞定。挂断电话后，楚阳找准安保换岗的时机，溜进院中，纵身一跃便来到3楼的观景露台，轻轻一推，玻璃门并没有锁。他悄无声息地来到3楼客厅。房子大了就是麻烦，找个人都费劲。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来到走廊，听到一个房间里传来轻柔的音乐。楚阳小心翼翼地将门推开一条缝隙，一股混合着玫瑰精油与暖湿水汽的馥郁香气扑面而来，瞬间钻入他的鼻腔。宽大的按摩浴缸被丰盈细腻的奶白色泡沫完全覆盖，慕容兰如瀑般的乌黑长发被随意挽起，她的脸颊泛着红晕，美眸紧闭，红唇微张，吐气如兰，秀眉微微蹙起。啧，舒服吗？楚阳戏谑的声线让慕容兰啊的一声，身子向下滑动，脑袋没入水中，狠狠呛了一口。搭在浴缸边缘的那条白皙的玉腿发出咔嚓一声，显然是脱臼了。楚阳赶紧一把薅住慕容兰的头发，从水里提起，因为用力过猛，慕容兰半个身子都离开了水面，让楚阳身子僵了一瞬。咳，慕容兰闭着眼睛，咳嗽得很厉害。楚阳只觉得被白花花的一片晃得眼睛有些发晕。慕容兰停止咳嗽之后，便是感觉到脱臼的关节传来一股难以忍受的疼痛感，几乎要将他吞噬。哎呀，我的腿断了！楚阳，你这个畜生，放开我！楚阳哦了一声，把手松开，扑通！慕容兰再次落入水中，双臂胡乱挣扎，眼瞅着就要抓向楚阳的皮带扣。楚阳赶忙向后退了一步，心有余悸地吐槽道：“干啥呀？这要是真被你抓到，老子还要不要魂了？幸亏没被抓到要害，否则堂堂龙渊阎罗爷，监狱里那些人怎么看他？那些把他奉若神明的粉丝怎么看他？以后在这个圈子怎么混？救我！”楚阳见慕容兰呛水挣扎，赶忙将她抱起，来到床边，直接撒手。慕容兰柔软的娇躯撞在床上，痛苦的啊了一声：“你这个！”不等他骂完，楚阳双手攥住他已经脱臼的小腿，轻轻一推，脱臼的关节被复位，发出咔的一声。慕容兰她娇躯紧绷，不停的颤抖，足3秒钟之后才瘫软在床上，雪白的胸口剧烈起伏，全身没有了一丝力气。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却看到楚阳正坐在床边，一脸严肃的表情。混蛋！她怒骂一声，赶忙拉过毯子：“我一定要杀了你！”楚阳却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我是来跟你谈心的。”谈你个头啊！有你这么谈的？慕容兰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楚阳摊了摊手，推心置腹，坦诚相见才是谈话的基础嘛。要不是身上连个内衣都没穿，慕容兰此刻就想跳起来咬死这个混蛋。光让我坦诚相见，你呢？为什么穿那么多？被这么一说，楚阳微微蹙眉想了想，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脱光了。说着，他便作势要解皮带。住手！你别脱！你快说，到底要干嘛？楚阳鄙夷地切了一声：“你这女人不但心黑善变，还满嘴跑火车，善于装傻充愣。你别脱，不是我让他们那么做的。”楚阳眯着眼睛，扯了扯嘴角：“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哟，淫贼，看招！”随着一声娇喝，楚阳背后已感到一股凌厉刺骨的寒意。一个面容冷峻、眼神锐利如鹰的年轻女子，手中一道匹炼般的剑光，带着洞穿一切的凌厉，直刺向他的后心。剑势飘渺灵动，诡计难测，剑尖微微颤动间，笼罩他背心数处要害。寻常高手面对这蓄势偷袭一剑，恐怕连反应都来不及，便会饮恨当场。然而他偷袭的对象是楚阳。千钧一发之际，楚阳没有回头，仅仅是上半身以一个违反人体力学的微小角度向侧面一滑，同时脚下步伐如鬼魅般错开半尺。吃了！锋锐的剑锋几乎是贴着楚阳腋下的衣衫掠过，却连他一根汗毛都未伤到。那精妙绝伦，足以让同辈武者引以为傲的一剑，就这样被他以毫厘之差，近乎血一般地轻松躲过。年轻女保镖赶忙收招后退，恐对方借机突袭。楚阳却纹丝未动，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看向偷袭失败的年轻女保镖：“云功剑法有点意思。”楚阳挑了挑眉，语气轻松的仿佛在点评街头表演，可惜火候不够，杀气也差了点。偷袭吗？讲究个心狠手辣，出其不意。你这件花架子太多。他眼神中带着一丝对后辈功夫不到家的揶揄。那年轻女保镖一击落空，俏脸瞬间被冰霜所覆盖。淫贼，休要逞口舌之力，今日你逃不掉。语落，他周身强悍的真气爆发，手中长剑附上一层淡蓝色光芒，玉腕一抖，剑鸣之音清脆悦耳。慕容兰裹紧毯子，俏脸写满讥诮。楚阳，方丹乃是我从云宫请来的高手，年轻一辈，从无对手。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我可以让他不杀你。楚阳却一脸轻松之态，瞥了一眼女人左手的剑鞘，嘴角挂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就他还高手，信不信我打得他宝剑归鞘，连拔都拔不出来？慕容兰却轻蔑的冷笑，他可是托了不少关系才从云宫请来了这么合心意的高手当贴身保镖。好啊，你要是能打得他拔不出剑，我现在就打电话让那些去执法局告状的人都撤了。楚阳撇了撇嘴，你说的都是屁话，我把他打趴下，你还敢不听话？方丹眼神一厉，剑势再起，直刺楚阳胸口。
楚阳屈指一弹，叮一声脆响，长剑竟倒射而回，锵啷一声，精准入鞘。方丹大惊，手腕险些被强大的力道震得脱臼，他银牙紧咬，奋力拔剑。楚阳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他面前，屈指一弹，啪！方丹白皙的皓腕顿时红肿，长剑拔出3寸，便再次归鞘。第2次、第3次，楚阳或拂袖，或点指，或用气劲牵引，每一次都后发先至，精准地将长剑击打回鞘。方丹的手腕被震得又肿又麻，却始终无法将剑拔出剑鞘。第9次，方丹眼中已现绝望，咬牙嘶吼着再次握向剑柄。楚阳身影一闪，手指在他腕上轻轻一拂，方丹只觉手臂酸软无力，踉跄后退，脸色惨白如纸。此刻他羞愤难当，无法接受自己居然连拔剑都做不到的事实。突然，他取出一个手腕粗细的圆筒，对准楚阳下3路。那一瞬，楚阳眉头紧锁，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下流，往他命根子上面瞄。那圆筒一看便知是暗器，而且从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孔可以判断是极细的飞针。他可以轻松避开飞针，但此刻在他身后的慕容兰肯定被打成筛子，到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跟那萧月宁解释。念及于此，他双掌凝出强劲的真气，在对方按下机关的那一刻，轰然推出一股狂暴的气浪。方丹娇躯向后倒飞，重重撞在墙上，那圆筒也滚落一旁。他嘴角溢出鲜血，目光满是愤恨。今日之耻，云宫定然10倍奉还。楚阳出手如电，啪啪2个清脆的耳光落下，丝毫没有怜香惜玉。方丹惨白的俏脸肉眼可见的肿起。你居然敢打我！楚阳冷哼道：云宫很牛逼吗？我数3声，你不滚，我杀你！在整个大夏，云宫也属于一流势力，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追捧的。方丹没想到对方连云宫都不放在眼里。你别得意，我知道你是谁，也清楚你的底细。我师姐就在东海，我云宫素来有仇必报，你马上就要后悔刚才所做的一切。雨落，他拼尽全身的力气，纵身从窗户跃出，消失不见。楚阳不以为然地切了一声，转身看向慕容兰，知道自己的嘴现在要做什么吗？慕容兰打了个机灵，赶忙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他现在真有些害怕楚阳会逼他做那种事。等他打完电话，楚阳大大咧咧地倚着床头半躺，斜眼看着他，要竞争，你可以耍手段，但不要没底线。今天我是给萧月宁面子，但下一次我保证让你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一向冰雪聪明的慕容兰顿时从这番话里捕捉到关键信息。你为什么在意宁宁？楚阳心中暗道，这女人难对付，这种时候还能做到如此冷静分析事态。我之前跟她有婚约，仅此而已。话音刚落，萧志的电话打来，执法局里那些跑去告状的人全都承认诬告，现在萧志就可以放人。楚阳要离开之时，慕容兰突然在床上站了起来。等等！楚阳皱眉看去，舍不得我走。慕容兰冷峻的俏脸闪过一抹不屑之色。你这种卑贱的人，我见过很多，心里极度扭曲且自卑，明明可以有机会强上，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想引起我的注意，让我认为你与众不同。为什么不大大方方承认你觊觎我的美貌，想占有我的身体，而且已经暗恋我很久了，说不定还曾经对着我的照片做过那种事？楚阳眉头高高皱起，不是，你从哪来的自信？慕容兰嗤笑道，刚才我没穿衣服的时候，你有反应了。楚阳感觉很无语，不过仔细一想，也难怪，这女人还是个雏儿，就算再聪明，对于男人的心思也只能靠猜。那就跟你刚才在浴缸里的时候，因为热水让大腿感受到的暖流的刺激，突然就很像自我安慰，是一个道理。但那仅仅是生理反应而已，我都没笑话你，你反倒是拿来说我。慕容兰满是自信的俏脸顿时被绯红淹没，他死也没想到刚才在水下的动作居然被发现了，而且那家伙居然之前还只字不提。你是不是故意不说，就等着最后来羞辱我？楚阳突然萌生恶趣味，嘴角一勾道，等你给我当狗的时候，我要让你在我面前表演一下，如何啊？慕容兰却冷声回应，我原谅你的无知，但我可以告诉你，苏氏集团的股价已经连续下跌超过20%，资金链马上就会断裂，他们仰仗的2个大项目现在也要看我的脸色。保守估计最多半个月，就算神仙来了也回天乏术，你就准备做丧家犬吧，到那个时候我要你每天都在我面前表演，现在你可以滚了。楚阳却嘿嘿一笑，我喜欢看到你的自信，更期待1个月后你被自信伤得体无完肤的那一天，以后我就叫你小白。慕容兰秀眉微蹙，俏脸疑惑，你脑子现在就坏掉了？这有什么关联？楚阳一步踏上窗台，回头扯出一抹玩味的弧度，白虎，简称小白。白白，你去死！慕容兰羞愤交加的喊声震得楚阳耳膜发痒，他顺路直接回到自己家，刚一进门就发现有人在里面。谁？话音刚落，就见从1楼客厅旁边的卫生间里跑出来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保洁服的男人，手里拿着马桶刷和洁厕灵。爷，您回来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马桶都刷了3遍，您检查一下。李黑虎满脸谄媚的样子跟当初在龙渊监狱一模一样。楚阳嘴角抽了抽，不是，你还真特么是干1刑爱1刑啊？军方给你的委任到了吗？李黑虎激动得身子颤抖，是萧老亲自给我颁发的委任，现在我的8个堂口，呸呸呸，
我的8个安保公司已经变成边防协查队了，现在满编是500人，我打算裁员，把那些武道资质太差的淘汰一批。楚阳却摇了摇头，裁员是对的，但不应该是按照武道资质作为准绳。这次你立功不假，但还不足以给你这样的身份。只不过萧老现在处境困难，需要一股军方以外的力量，但这股力量一定跟军人一样令行禁止，甚至在服从方面比军人更高出一筹。特别是那些不服管而且品行差的人，赶紧都遣散，否则你今天多高兴，明天死的就有多惨。楚阳的态度很严肃，让李黑虎不禁地哆嗦了一下。他平时也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否则也不会创下这份家业，但今天的确是有些忘乎所以了。爷，您说的对。他一边说，一边把保洁的衣服脱下扔在沙发上，拿起自己招牌式的白色西装和礼帽穿戴整齐，商会大佬的形象呼之欲出。我现在就去安排整编，绝对不给您丢人。与此同时，尊皇室家门外，一身藏青色职业装的苏婉宁正带着一脸的无奈看向柳芳菲。从执法局出来之后，柳芳菲心里其实很纠结，她感觉自己心里藏的事情太多，负罪感太强，自己有些吃不消。最终她把车开到楚阳家门前，把事情跟自己的好闺蜜说清楚。第一，在环球酒店出手相救苏婉宁的人是楚阳，让李黑虎送苏婉宁的也是楚阳。其次，执法局之所以这么快就放人，一定是楚阳在暗中操作。此外，他把楚阳拥有尊皇世家的事情也告诉苏婉宁。当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之后，他觉得自己轻松了很多，至少没那么多负罪感了。现在的苏婉宁停留在强势又自我的人格当中，对于好闺蜜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菲菲，你不要说了，我明白你的苦心，想要撮合我跟楚阳，但我跟他不在同一个层面。也许我另外一个卑微又软弱的我可能会接纳他，但那也是出于怜悯。不过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个我会被我杀死。柳芳菲现在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伤心。婉宁，他为你做了这么多，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感激他？苏婉宁觉美的俏脸微微扬起自信的弧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救我的人其实是李黑虎，上次也是他放过天宇，可我还误以为是陈东明的功劳，以后我不会犯这种错误了。至于咱们今天能从执法局安然无恙的出来，不用想也知道是李黑虎的手笔，他跟那些缠我身子的臭男人一样。不过我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这辈子我苏婉宁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不会依靠任何男人。柳芳菲急得直跺脚，她都想把李黑虎在楚阳面前卑微的样子说出来，可苏婉宁也得信才行啊。好吧，我不跟你说那些了。他抬手指了指面前那奢华的大门，楚阳坐拥价值超过20个亿的房产，你觉得他会没有能力的普通人？苏婉宁看着面前的大门，突然嗤笑一声。菲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今天我也陪你闹够了，咱们回去吧。柳芳菲看到屋内亮着灯，知道楚阳一定在家。婉宁，我要证明你的观点太自我了。说完，他抬手便要去按下门铃，可大门突然被打开，一个肤色黝黑跟白西装形成鲜明对比的男人目瞪口呆地出现在二人面前，正是李黑虎。苏婉宁神色一滞，不过倒是没有太过吃惊，毕竟李黑虎能够做雍尊皇世家，并不是特别离谱的事情。李会长你好。李黑虎看了看面前这两个楚阳的女人，心里顿时乱成一团。啊，呵呵，不是，你好。看到李黑虎居然有些语无伦次的样子，苏婉宁顿时坚定了自己的猜测，只是没想到李黑虎还这么腼腆。李会长，多谢您几次仗义相救，苏氏集团愿意跟您成为朋友，若是有我能帮您做的事情，还请您千万不要客气。李黑虎咕噜咽了下口水，心中叫苦不迭，我能把你伺候满意了就行，还敢让你做啥？呵呵，不能够客气。那个我先走了呀。苏婉宁见人家不给说话的机会，但还是抢着把心里的话说出口，免得以后误会。李会长，我刚结婚，改天和老公在家里设宴，您一定要赏脸。他想用含蓄的方式告诉李黑虎不要有歪心思，可李黑虎却会错了意。那魏爷结婚，自己可是还没随礼啊。对，苏总刚刚结婚啊，您方便给一张银行卡吗？闻听此言，苏婉宁觉得李黑虎这人跟传闻一样很现实，知道他的想法之后就主动索取钱财。不过这样简单一些的确更好。他拿出一张银行卡直接递过去，不好意思，我没有提前做准备，这张卡里不到2000万，密码。不等他说完，李黑虎便已经将卡接过去，摆了摆手，我不需要密码。他在苏婉宁疑惑的目光中熟练的操作手机，不到半分钟，他将卡递回去，我还有点事儿，就先不跟您聊了。说完这句，他急3火4地上了车。与此同时，苏婉宁的手机接到银行的到账提醒。啊，这，他难以置信的看着到账的2个亿，整个人差点没晕过去。菲菲，这家伙不死心啊。柳芳菲凑过来看了一眼，马上就明白李黑虎是冲着人家楚阳。哎呀，我都说了，他是楚阳的小弟，你给人家提结婚的事情，人家当然要随礼了。此时，苏婉宁强势的人格有些松动，甚至开始怀疑柳芳菲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精神有些恍惚。菲菲，难道？不等他说完，就听到门内传来声音，这套保洁服一股马桶味儿啊！
楚阳拿着那套不知道跟多少马桶亲密接触过的保洁服，想要扔给李黑虎，却发现苏婉宁和柳芳菲站在门口。你们咋来了？他一边说，一边将那脏了吧唧的衣服扔在地上。柳芳菲指了指楚阳，婉宁，这次你该相信了吧？楚阳缓过神来，笑了笑，老婆，其实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只是你不相信而已。别愣着了，到家了就快进来吧。苏婉宁脸上的表情，却任谁看了都很难读懂，好像是左边在跟右边较劲。楚阳心中暗道，不好，下一个触发的是啥人格啊？下一秒，苏婉宁刚才那种睥睨天下的神情消失不见，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满是愧疚，泪水潸然落下。楚阳，他轻唤了一声，便扑进楚阳怀中，泣不成声。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可你为什么要出来做保洁啊？我不是给过你一张卡吗？一脸懵逼的楚阳突然眼前一亮，歪打正着，这是要圆满合体的节奏啊！怪不得有人说努力很重要，但机遇更重要。老婆，其实楚阳，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撒那么多谎，都是为了让我能够高看你一眼，但你其实不必那样的。我想好了，既然已经是夫妻，而且爷爷很想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要好好生活。今晚你就跟我回家吧。苏婉宁的语气轻柔，还带着几分小女人的娇羞，让楚阳突然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在大腿上掐了一下。不是做梦，你是说咱俩今晚就可以圆房？苏婉宁俏脸满是红晕，贝齿轻轻咬着下唇，深吸一口气，似乎是下定了决心，将自己的限量版包包打开，露出一个粉色的小包装。我中午早上路过药房的时候买的，可我听说男人不喜欢带这种东西，你别让我现在就怀孕好不好？还有，我听说第一次很疼，你能不能？他说着说着就没了声音，脑袋几乎垂到胸口。楚阳攥紧拳头，噎了一声，走，上楼啊！不要，这是人家李会长的房子，我们还是回家再说吧。苏婉宁胆怯地看着门内，一个劲儿地摇头。楚阳也没纠结地点的问题，在哪里还不都是一样？柳芳飞秀眉紧蹙，嘟着小嘴，恨恨地瞪了一眼楚阳。上车之前，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凑到楚阳身旁，低声问道：“你不是说跟你爱会损阳寿吗？为什么婉宁就可以？”楚阳心情很好，便也不隐瞒：“我老婆体质特殊啊，所以她没问题的。”柳芳菲心里突然生出浓浓的挫败感，哼，你肯定是骗人的，我就不信隔着安全措施，你还能伤得到我？楚阳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的极阳之气在释放的时候，别说是一层套套，就算隔着几层皮大衣也没用。把楚阳和苏婉宁送到苏家，柳芳菲并没有留下，借口要赶紧回去帮家里整理公司的事情，便离开了。楚阳和苏婉宁牵着手，刚一进客厅，就看到苏康正满面春风的跟一个气质不凡的年轻人聊天，在年轻人身边有个面容憔悴的男人站在那里，看起来似乎很难受的样子。楚阳当即认出那人便是东海4大家族江家的少爷江云，估计那家伙的屁股最近都不敢坐着了。婉宁，你可算是回来了，快看看谁来了。苏康笑着冲苏婉宁招手。苏婉宁愣了一下，马上俏脸泛出一抹喜色。兵哥，你不是一直在帝都那边打理生意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年轻人笑着起身迎了过去。婉宁，我听说你结婚了，当然要回来看看你。说话间，他微笑着张开双臂，就要来个拥抱。楚阳向前一步，将苏婉宁挡在身后。你好，我是楚阳，婉宁的老公。年轻人面色略显尴尬，笑着点了下头。你好，我叫谢斌。他礼貌且绅士的伸出右手跟楚阳握了握。苏婉宁赶忙介绍，老公，这是东海4大家族之首，谢家的大公子，跟我是中学同学，比我大1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很照顾我的。谢斌笑容满面地点着头，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聚少离多，没想到你这颗东海的明珠已经名花有主了。落座之后，苏康面色不悦地看向楚阳，你不是在外面有地方住吗？不等楚阳开口，苏婉宁美眸中泪光闪烁。爸，你快别说了，楚阳他都已经给别人家里当保洁云了，我不想让他那么辛苦，以后他就住家里。此言甫出，在场几人面色一僵。保洁，妈的，搞了半天你就是个臭保洁。江云第一个受不了，指着楚阳鼻子就开骂。苏康面色尴尬，也不知道说什么。虽然苏家大不如前，但也是名门望族，女婿居然是个保洁。谢斌却瞪了一眼江云，江云，注意自己的身份，我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如果没有保洁，我们的生活起居难道都要自己打理？江云似乎对谢斌有些忌惮，笑着点头，对，斌哥说的有道理。楚阳却意味深长地挑了挑眉毛，干嘛站着？坐呀！说话间，他抬手压住江云的肩膀，江云只觉得一股不可抗的巨力将他压在沙发上，柔软的沙发贴合屁股的那一刻，他嗷的一声惨叫，哎呀，疼死我了！你！谢斌却赶忙冲他摇了摇头，示意忍耐。今天江云多有得罪，我已经教训过他了，那个附带的对赌协议可以不作数，10个亿的融资款，他答应不收取任何利息和分红。婉宁，你觉得还满意吗？今天发生的事情让苏家的股价再次下跌，现在苏婉宁对短期拉回股价并没有太多信心。谢斌的建议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满意，谢谢斌哥，也谢谢江少。楚阳却觉得这个及时雨来得有点太凑巧，
就在这个时候，1楼客卧的方向，周子明吃力地往客厅转着轮椅。楚阳顿时皱了皱眉，发现周子明屁股下面似乎垫了好几层马桶套。他这才想起来，当时在环球酒店的时候，这家伙晕在房间里了。一想到这个绿茶很可能被一群老爷们儿蹉跎过，他就没忍住笑出声来。苏康见状用力一拍茶几：“楚阳，你还有脸笑？”楚阳愣了一下：“我为啥不能笑啊？”苏康气得身子发颤，怒声道：“当时你就在环球酒店，可你撇下婉宁自己跑了，就你这种胆小怕事的人，根本不配做苏家的女婿。”楚阳满脸疑惑地看向苏康：“要是我没出手救人的话，是谁救了婉宁？”“哼，公司的人谁不知道，是黑虎商会的李会长救了婉宁，子明也可以作证。你当时跑得比谁都快。”楚阳环视一圈，就连苏婉宁脸上都有些失望之色。他看向苏康：“那你们从执法局出来的事情，难道还能指望你？”苏康狠狠瞪了一眼，郑局长亲口说是谢少在暗中运作，人家是苏家的大恩人。谢斌赶忙摆了摆手：“叔叔，您过奖了，我这也是举手之劳而已。”楚阳盯着脸不红心不跳的谢斌，无奈叹了口气，也不想去解释什么，毕竟人至贱则无敌嘛。关键是就这个局，谁都不相信他，就算他说破天，也没个毛线用。不过好在他也不在乎这些，毕竟今天还有开心的事。苏婉宁好不容易想通了，别管是哪个人格，反正这漂亮媳妇是自愿跟他合体的。上次结出阴煞丹，这次如果跟媳妇没羞没臊的快乐9次之后，应该就可以结出玄阴丹了。想到自己的实力又可以恢复一些，他心里就很激动。不过现在这家里人太多，不如出去开个房，搞个浪漫的拆封仪式。老婆，咱们出去2人世界吧。说话间，他挑了挑眉毛，就差把圆房2个字写在脸上。苏婉宁俏脸一红，当即明白楚阳的心思，她咬着红唇，犹豫着闷了一声：“爸，你陪大家聊吧，我们今晚不回来了。”楚阳心中窃喜，这个人格的老婆太可爱了，如果能一直保持就更好了。苏康当即压了压手：“今天谢少过来是要跟咱家谈合作的，婉宁还不能走。”楚阳当即抢着说道：“现在都已经是晚上了，有工作，明天单位谈吧。”主要是他很清楚，苏婉宁现在的人格并不适合谈生意。等明天，就算苏婉宁那个强势的人格不回归，有金角和银角在场，谁也别想在生意上面耍诈。谢斌却笑了笑：“真是不巧，我明天上午可能就要回帝都了。如果婉宁今晚没时间，这合作恐怕就很难促成了。”苏婉宁犹豫着看向楚阳，眼中满是愧疚：“老公，让我跟斌哥谈谈吧。”楚阳能看出谢斌是个非常阴毒的人，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现在没办法阻止，只能见招拆招。行，你们谈，我玩游戏。谈合作事项的时候，楚阳就坐在旁边，手机保持跟金角的通话状态。苏婉宁现在明显没有商业女王的气场，总是被对方带节奏。见状，周子明参与到商谈之中，他逻辑清晰，语言组织更是滴水不漏，就连楚阳都听得不住点头。自从周子明加入谈判，谢斌的眉头就一直紧锁，几次想要打断周子明，扰乱他的思维，结果却让自己乱了方寸。周康听得赞不绝口，看周子明的眼神之中满是欣赏。最终谢斌笑了：“子明，几年没见面而已，没想到你蜕变得如此优秀，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谢氏集团？”苏康一个劲儿冲周子明暗送秋波，害怕这个人才被挖墙脚。周子明淡然一笑，用手撩了一下刘海：“斌哥，实话跟您说吧，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就从来没出现过第2个女人，即便她结婚了，我也要守护在她身边，尽我所能给她最大的呵护。”楚阳嘴角一抽，他看到自己媳妇居然满脸感动的表情，他右手不自觉地伸向烟灰缸，想敲一下周子明那张欠揍的帅脸。“你要干什么？”苏康怒声呵斥：“人家子明说跟婉宁关系好，感情深，那都是事实，你要是有本事，来，你来说几句。”江云哈哈笑了起来：“叔叔，您别开玩笑了，让他说扫地的心得，还是刷马桶的理论。”江少、周子明一脸正色，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对社会服务的方向也不同。我觉得谢少说的很对，只要能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哪怕再少也是有价值的。他又看向楚阳：“杨哥，你别自卑，我以后会叫你一些你这个层次能够理解的简单商业常识。”楚阳翻了个白眼，把头别到一旁，生怕自己一生气直接把轮椅上这家伙的翔都打出来。其实按照他的想法，直接让金角和银角撸起袖子，简单粗暴一些，也不用跟谁合作。可他看到苏婉宁似乎特别想要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也就由着媳妇去天马行空，他在一旁给保驾护航就好。虽然金角和银角给他的反馈是双方讨论出的结果的确能达到双赢，但他还是觉得对方不可能这么好心。这时谢斌却笑着看向楚阳：“妹夫，听说你之前跟金兰公司的慕容总打赌，1个月之内把金兰公司赶出东海，我佩服你的豪气。”楚阳歪着脑袋嗤了一声：“其实你在狗眼看人低那群人里还算是有礼貌的，你后面肯定憋着屁，赶紧放出来，否则我现在带媳妇走了。”谢斌嘴角一抽，在上层人圈子里混久了，说话都是这个节奏。呵呵，妹夫果然快人快语。刚才我们说，如果明天不传出苏家与谢将2家的合作利好消息，会跌至少7个点。既然你也懂商业，不如说说你的想法。楚阳眉头微微蹙起，
对面这家伙摆明是想狠狠踩他一脚，同时体现出谢家、江家的合作对于苏家的重要性。看楚阳不说话，江云一脸嘲讽地道：“臭保洁，哑巴了！今天要不是兵哥，老子一定弄死你！”他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闷响，江云胸口被烟灰缸击中，来不及喊疼，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向后直挺挺倒下。这还是楚阳没动用真气，烟灰缸就直接嵌入江云胸腔。一切发生太快，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楚阳已经纵身一跃，落在江云身边，对着他还在吐血的嘴一脚踩下去。咳！江云牙齿不知掉了多少颗，全都混杂着鲜血吞了下去。你说你有多贱？酒店的事儿还没跟你算呢，你他妈的又来惹老子！楚阳边说边从江云身上摸出手机，塞进他手里。不是喜欢电话摇人吗？现在就打！江云除了槽牙，剩下的几乎都掉光了，嘴也都肿了，呜噜呜噜，似乎想要说什么。谢斌却并没有特别惊讶，刚才是他给江云使眼色，就是想要试楚阳。现在一看，楚阳的确是个有勇无谋、做事不计后果的莽夫。妹夫，你有点冲动了，你想帮他出头？楚阳侧过头，眼神锐利如刀。谢斌笑了笑，小伤而已，没什么值得出头的，而且是他自己口无遮拦，怨不得别人。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如何？楚阳扯了扯嘴角，就讨厌你们这样文绉绉、满肚子坏心眼子的人，不就是想跟我打个赌吗？我来说，如何？谢斌明显愣了一下，感觉楚阳好像没那么无脑。哦，说来听听。楚阳呵呵笑了两声，道：明天苏氏集团的股价收盘涨幅低于5个点，算我输，这条命赔给你都行。苏康闻言暗骂楚阳是个傻逼。现在苏氏集团被金兰公司搞得股价连连下滑，加上今天的事情，明日不跌停，那都是烧了高香。谢斌心中自嘲了一句，刚才差点被唬住了，这傻逼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二货。他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妹夫，你现在只要承认刚才是胡言乱语，并且给江云道歉，刚才那些妄语我就不计较了。这时江云已经适应了掉牙漏风的现状，含糊不清地喊道：傻逼，你以为股市是你家开的？刚才你自己说了要赔命，现在兵哥给你机会，跪下磕头，让我打掉你满口牙。苏婉宁也是吓得不轻，赶忙上前拉着楚阳，老公，这种话不能乱说的，你快给兵哥道歉。苏康却感觉机会来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楚阳，你就跟他们赌，否则我苏家就没你这种窝囊的女婿。楚阳嘴角一抽，看向老丈人，你是真想让我早点死啊？苏康翻了个白眼，你要是不赌也行，我苏家没这种言而无信的女婿。楚阳，谢斌担心楚阳反悔，赶忙开口，苏叔叔说的有道理，我也相信妹夫不是个孬种。他看向楚阳，这样吧，如果明天不对外公布3家合作的消息，苏氏集团的股价上浮5个点以上，我个人拿出5个亿给你。楚阳皱着眉头看向江云，你不加点？江云指着楚阳，我跟兵哥一样，也出5个亿，到时候你的半条命就是我的。在各怀心思的几人积极响应之下，楚阳一边安抚急得掉眼泪的苏婉宁，一边跟谢斌和江云签了一份生死协议。在大夏，这种赌约只要经过公证，就算出了人命，官府也不会过问。有备而来的谢斌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不到3分钟，东海公证处的人便带着齐全的文书赶到。苏康却有些犹豫了，他的确看不上楚阳，但只想把楚阳赶出苏家。如果真出了人命，老爷子那边也不好交代。谢少，咱们都是熟人，我那女婿的确不成器，但也罪不至死，到时候打断他手脚，赶出东海就算了，千万别出人命啊。谢斌顿时一脸为难的表情，叔叔，这事儿已经闹这么大了，而且江云刚才还吃了亏，恐怕很难善了。但您放心，我争取劝劝江云，给楚阳留一口气。哦，你放心，等明天过后，咱们的合作还是会正常进行的。听到这些，苏康也不好再说什么。不到10分钟，公证的流程结束，江云来到楚阳面前，张开看不见牙齿的嘴，笑得很狂放。你这傻逼，明天等着我一刀把你的肉给割下来喂狗。谢斌则是一脸惋惜地摇了摇头，妹夫，明天我准备好5个亿，希望你能赢。所有人都离开之后，苏康气皱着眉头来到楚阳面前，你自己写个离婚协议，明天离婚之后赶紧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楚阳嘴角勾了勾，我跑啥？明天他们别跑就行。苏康气得直翻白眼。楚阳赶紧拉着苏婉宁离开苏家。出了刚才的事情，楚阳有些担心苏婉宁的强势人格回归，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情况还不错。媳妇，咱俩开个房，我好好给你看看现在的情况。苏婉宁乖巧地点头，那样子不亚于贴心女友华西月。二人来到5星级的丹顿大酒店，登记取了房卡后，苏婉宁娇羞地垂着头，老公，他不知道我买套的事情，你要是看见他，千万别说。楚阳当时就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反应过来，媳妇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格。你这么害怕他？苏婉宁突然打了个激灵，他说过，如果我敢跟你那个的话，他就一辈子都不放我出来了。楚阳嘴角一抽，他真这么狠？苏婉宁用力点头，他今天差点用刀子捅了江云，所以才被打晕。楚阳回想了一下在柳芳菲家里看到的强势苏婉宁，那种舍我其谁的眼神，无不透着刚毅。现在这个小女人一样的苏婉
宁斗，不过另一个人格也并不奇怪。楚阳赶忙捋了捋思路，初次跟媳妇圆房，他能得到玄阴之体的原因，但想要结出玄阴丹，就必须满足9次交合，而且每次都不能含糊，一个流程都不能少，所以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尤其苏婉宁没有修武，体质方面自然比萧月宁差很多，每天一次都不一定能抗得住，说不定要间隔好几天。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被另外一个强势的苏婉宁发现，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老婆，你说他怎么样才会同意咱俩？不是，我是说咱仨在一起。楚阳说完就觉得有点别扭。我觉得应该让他认可你。先不说那么多了，咱们赶紧去房间吧。看苏婉宁这么着急，楚阳挠了挠耳朵，你是不是怕明天我被人打死，所以今天才着急让我圆梦？苏婉宁耸了耸香肩，你都知道了，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我现在也担心他提前代替我呢，到时候你就没机会了。楚阳突然觉得跟自己老婆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深入交流，就好像做贼似的。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先把原因拿到再说。他隐约记得老头子曾经说过，神魂受创之后，人体潜意识会对神魂进行保护，这也就是2个甚至更多的人格出现的原因。这些人格当中，强者必定会压制弱者，成为领袖，制定规则，但强者也要受到整个机制的限制，就是保护神魂，避免再次受伤。因此那些人格切换都是有迹可循的，虽然不一定100%准确，但最起码也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只要能掌握规律，楚阳觉得自己就能做到随时帮苏婉宁切换人格。等一切稳定下来之后，他就可以帮苏婉宁的神魂彻底修复。那半株还魂草很珍贵，只能等到最关键的时候再用了。客房内，苏婉宁拿起红酒，自己一连喝了3杯。楚阳感觉有点受挫，不是，我长得也不难看吧？你还至于先给自己灌醉？苏婉宁觉美的俏脸已经泛起朵朵红晕，眸光闪烁，满是迷离之色。那微醺的醉意恰到好处地融化了最后一丝矜持，也放大了心底那份孤注一掷的勇气。我怕一会儿太疼了。他声音里带着一丝娇憨的颤抖，眼神却勇敢地迎上楚阳。楚阳被这娇怯又大胆的姿态撩拨得火热，他低笑着，伸手拂开他颊边一缕微乱的发丝，指尖划过滚烫细腻的肌肤，引起美人一阵细微的轻颤。别怕，我保证让你忘了疼。他的唇试探性地落在苏婉宁光洁的额角，像羽毛拂过。苏婉宁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不安地扇动，那温热的触感缓缓下移，亲吻过他紧闭的眼睑，小巧的鼻尖，最终带着不容抗拒的诱惑，附上了他因紧张而微微抿起的红唇。楚阳的手臂环住他不盈一握的腰肢，将他更紧地拥入怀中。苏婉宁生涩地回应着，唇齿交缠间，他发出小猫似的嘤咛，身体在他的怀抱里软成了一滩春水。楚阳的手指找到裙装侧面的拉链，缓缓向下拉开。苏婉宁猛地缩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随即又被楚阳更深地吻堵了回去。拉链滑落的声音在安静的总统套房内显得格外清晰，衣料随之松散，滑下圆润的香肩，露出大片雪白细腻的肌肤和精致的锁骨。苏婉宁的身体绷紧又放松，仰着头，无意识地迎合着令人眩晕的悸动。老公，我想。他无意识的呢喃，声音娇媚的能滴出水来。楚阳炙热的大手也开始肆意游走，感受着柔弱无骨的触感，顺着山峦一路前行。砰！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炸开，套房坚固的房门如同被工程锤正面击中，瞬间爆裂开来，将满室的旖旎春色撕得粉碎。楚阳的反应快如鬼魅，在门裂开的瞬间，他一个旋身便将衣衫不整、惊魂未定的苏婉宁严严实实地护在身后。谁他妈坏老子好事？他憋闷地冲门口吼了一句。一个身材纤瘦的女子，身穿一袭古装长裙，持剑立于玄关阴影下。看到古装长裙，楚阳心头一紧，该不是我那个贴心女友找上门了吧？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呀！他心虚地咽了咽口水。你敢不敢往前走2步？只见阴影下的女子冷哼一声，迈步来到客厅。昏暗的氛围灯光映在女子清冷的脸上，让她周身透着一股冷厉之色。从她身后上来一名年轻一些的女子，正是方丹。师姐，就是她如我云宫。被方丹称为师姐的女子凤眸微眯，打量着楚阳。我乃云宫巡查使栾凤，你这宵小之徒竟敢辱我云宫，今日你必死！楚阳这才松了口气，刚才险些被自己吓死。要真是贴心女友上门，他还真觉得棘手。哦，你是云宫的，还是个巡查使？栾凤俏脸写满讥诮，长剑背于身后，傲气凌人的扬起尖翘的下颚，不屑回答。方丹大声呵斥：狂徒，现在给我跪下！楚阳感觉很无语，面前这2个骄傲的小母鸡似乎觉得云宫是那种世人应该仰望的超然存在，岂不知那云宫剑法都是他给改良过的。你问问风十娘那个老妖婆子敢不敢受我一跪？闻听此言，栾凤手中长剑嗡鸣，一道寒芒直指楚阳胸口。狂徒，你竟敢直呼公主名讳，还口吐狂言！今日即便是你跪下，也休想活命！就在这时，10几名身穿黑西装的酒店安保闻讯而至，带队的是一名精气神十足、体格健硕的中年男人。他来到双方中间，看向栾凤和方丹2人。我是酒店经理董周，你们居然敢来这里骚扰酒店客人，还不束手就擒！已经整理好衣服的苏婉宁高声喊道：董经理，他们刚才还威胁要杀了我老公。
董周恭敬地欠了欠身，很抱歉影响了您的住宿体验，我现在马上会处理好。现在就把他们抓了，送去执法局。苏婉宁语气傲娇，俨然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楚阳被自己媳妇这仗势欺人的表现逗笑了，竖起大拇指，赞了一声。好，其实苏婉宁现在属于气急败坏的状态，刚才两人缠绵的感觉，是他这辈子都不曾体会过的愉悦和舒适。那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多层面是心灵的抚慰。只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和楚阳的特殊体质本就是互相吸引，眼看着就能体会到传说中的御仙状态，结果被两个女人给搅和了。方丹瞪了一眼苏婉宁，贱婢，一看你就是不知廉耻、人尽可夫的荡妇，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冰冷的目光看向董周，小手从怀中掏出一块翡翠令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董周顿时身子一颤，惊得目瞪口呆。您是云宫的人？哼，你这家伙还算有点见识。方丹神色倨傲，声线冷厉，这位就是云宫巡查使栾凤大人。董周闻言顿时僵了一瞬，马上躬身一礼，见过云宫巡查使大人。栾凤冷冷瞥了一眼董周，带你手下的阿猫阿狗退到旁边，最后负责洗的就行。董周擦了擦汗，不敢再多说一句。云宫素来行事霸道，据说公主封十娘绝代风华，几十年来没人知道她的年龄。凭借不老的容颜，她成为武道界的传说，各门各派想要巴结云宫的人趋之若鹜。此刻苏婉宁疑惑地看着董周，董经理，你这是？董周当即变了脸，你们有眼无珠，居然得罪了云宫，我们酒店不欢迎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酒店的客人。苏婉宁气得酥胸起伏，你那几个保安也很有眼力劲儿，马上知道应该抱谁的大腿。我看这女的像昨天晚上150的那个，旁边也想巴结云宫的保安，直接掏出200块苏婉宁面前一扔，喂，过来给老子来个大活，剩下的当小费了。苏婉宁这辈子也没遭到如此羞辱，气得娇躯不住颤抖，俏脸已经煞白。楚阳则是袖手旁观，一方面他怕自己出手太重，把媳妇吓得切换人格。刚才在苏家，他打掉江云满口牙的时候，就发现苏婉宁表情有些不对。另一方面，他想看看云宫的这2个女人会不会出言制止保安的行为，这会影响他处理这2个女人的决定。毕竟之前也不算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那个方丹太小心眼而已。此时栾凤只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仿佛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眼神之中甚至还流露出些许赞赏之意。方丹更是快意的嗤笑出声，150，我看他怕是连50都不值，也就配在街角巷尾做那最下等的勾当。楚阳眸中寒芒四射，在他心里已经对屋里这些人有了安排。他转头看向自己媳妇，乖，去里面房间打开音乐，闭上眼睛休息一下。苏婉宁是知道楚阳很能打，但他从董周变脸的态度也能分析出这个云宫应该很不好惹。可是我担心你。楚阳露出自信的笑容，放心吧。苏婉宁也知道自己留下来只会拖累楚阳，干脆听话的朝里面的卧室走去。刚才扔出200块钱的保安见状，便是一个箭步冲上去，云宫大人让你走了吗？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苏婉宁之时，一道虚影在他面前一闪而至，啪！随着清脆的耳光声，那保安整个人横着飞出去，他的右脸因为骨骼塌陷已经严重变形，在空中狂喷几口鲜血便坠地，死活不知。董周见状心中一怔，他手下这几个保安也都是精挑细选的明镜武者，没想到在对面那个年轻人面前居然明镜武者就跟纸糊的一样。可整个东海他也没听说有这么一号人物。不过他倒是不慌，丹顿酒店的后台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惹得起的，大胆狂徒居然敢在丹顿酒店撒野，你也不打听打听，这酒店的幕后老板乃是守大人公子的产业，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楚阳面露诧异的表情，你说这里是吕耀祖的产业？董周阴恻恻的笑了2声，呵呵，怕了，现在就给我跪下，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楚阳呵了一声道，真，我打了，现在在我还没把你们几个打成死狗之前，你最好赶紧打电话摇人。董周知道自己这2下子上去肯定白给，转身对栾凤便是深深一躬到地，大人，我马上就打电话，不过现在还需要您出手镇压此寮，丹顿酒店必有重谢。栾凤语气轻蔑道，不过是顺手解决土鸡瓦狗之辈，就当是我卖给吕公子一个人情了。语落，他手中长剑震颤出凤鸣之音，在场之人无不将他惊为天人。他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此剑名落凤，乃是玄铁百炼而成，曾引38位成名武道高手之血，能死在落凤剑下，方丹怒不可遏。可一想起今日被楚阳打得连剑都拔不出，他也不敢贸然出手。栾凤不屑地哼了一声，他知道今日必死，所以才如此口无遮拦。董周脸上也露出阴毒的快意，卿大人诛杀此寮。栾凤冷哼一声道，等我杀了此人，那还有几分姿色的贱婢就由你们处置。几个保安当时就激动得面红耳赤，脑子里全都是马上要跟那位绝世大美女水乳交融的画面。多谢大人成全。同样神色激动的董周说话都带着颤音。楚阳不耐烦的抬手指向栾凤，到底来不来？哼，找死！栾凤话音未落，双腿猛蹬地面，纵身高高跃起，
他这一剑仿佛力劈华山的刚猛，又如同3九寒冬的冰冷般森然迅疾，正是云宫剑法中极为霸道的一式凤力9天。凌厉的剑气撕裂空气，剑身淡蓝，光芒大盛，将整个客厅映照的一片肃杀。面对这声势骇人的一剑，楚阳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身体以极其微小的角度侧开，那足以洞穿钢板的一剑便贴着他胸前衣衫显之，又险地掠过。就在剑尖擦过他胸前衣襟的刹那，楚阳动了，没有磅礴的真气，他看似随意地屈起了右手食指，叮一声清脆到不可思议的金铁交鸣声响彻整个套房。楚阳弹出的食指精准无比地敲在寒光四射的剑脊之上，栾凤脸上的冷傲与杀意瞬间凝固碎裂，一股难以想象的力道沿着冰冷的剑身狂涌而来，那是一种对剑势、对剑理、对剑法本身的绝对洞察和精准破坏。让他灵魂震颤的是，楚阳弹指的位置恰好是他这一招凤力9天在力量转换时最核心也是最脆弱的节点啊！栾凤握剑的右臂巨震，虎口瞬间崩裂，鲜血淋漓，落凤剑脱手而飞，他整个人倒飞出去，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墙壁上，嘴角溢出一缕刺目的鲜红。刚才还嚣张叫嚣的董周和保安们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眼珠子瞪得几乎要掉出来。在他们眼中，高高在上的云宫巡查使大人竟然被人用一根手指头弹飞了。方丹更是惊骇欲绝，俏脸惨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眼前这一幕彻底粉碎了他的认知和骄傲。楚阳看着一脸惊骇的栾凤，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带着浓浓嘲讽的弧度，我说过让你落在此处，现在你信了吗？栾凤体内气血翻腾，内府震荡，挣扎着起身。此刻他眼中透着一股跟之前方丹败北之后同样的神色，极度的不甘。你居然偷学了云宫剑法！直到现在他依旧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话音未落，他猛地将不知何时握在手中的圆筒对准楚阳，去死吧！楚阳心中暗骂，这两个女人不但气量小，而且心思歹毒。咔嚓一声，圆筒的机关被按下，楚阳认出里面那些是破甲针，有极强的穿透力，寻常宗师的罡气很难防御周全。就在这一刻，苏婉宁突然冲出来，老公小心！她的出现让楚阳眉头一紧。与此同时，方丹柳眉倒竖，纵身跃起，剑臂找死，电光火石之间，两道致命的威胁同时袭来，破甲飞针撕裂空气，笼罩楚阳周身大穴，而方丹那饱含怨毒与杀意的长剑更是直取苏婉宁心口。如此局面，即便是一名大宗师也很难兼顾。栾凤脸上扬起一抹快意的弧度，杀了那个贱婢。楚阳眼中寒芒爆射，面对足以洞穿宗师护体罡气的破甲针雨，他竟不闪不避，右手汇聚7成真气，猛地向前一推，呼！一股肉眼可见的凝练气劲如怒涛般汹涌而出，那密密麻麻激射而至的破甲飞针在空中调转方向，发出更尖锐的厉效，朝着栾凤爆射而去。栾凤惊得汗毛竖起，想要躲已经来不及，而楚阳并没有停下，身影如电，刹那间便追上纵身悬在空中的方丹。他右拳猛击方丹足心，咔嚓的骨裂声让人听着一阵头皮发麻，一股强横的力道从足底贯穿方丹的身体，直达手腕。距离苏婉宁仅寸许的长剑当啷一声坠地，方丹体内的劲力全部溃散，娇躯轰然砸向地面。楚阳这才松了口气，刚才的情况太危急，即便是他应对起来也是非常惊险。他冷冷吐出一句小赌鸡肠，心思歹毒，死不足惜。可下一秒，他吓得汗毛倒竖，不是媳妇，你。此时他的好媳妇已经因为惊吓过度切换了强势的人格。这一刻，苏婉宁俏脸凝霜，柳眉倒竖，捡起长剑对准趴在地上的方丹便刺。贱人！噗！那柄吹毛利刃的长剑刺穿方丹右臂，方丹痛苦哀嚎，声音尖锐的让人耳膜难受。哎呀呀！我要杀了你这个婊子贱货！他想起身，却发现自己竟然提不起一丝力气。我这是怎么了？他满脸慌乱的表情，侧头看向董周等人。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去杀了那个贱人！董周和那些保安一个个吓得僵在原地，根本没人理会方丹。开什么玩笑？那人几乎是眨眼间就灭了2个云宫的人，上去帮忙，嫌自己命长了吗？楚阳现在算是相信这个强势的媳妇差点用刀捅了江云的事情肯定假不了。他一个箭步上前，将苏婉宁手中染了血的长剑夺下。媳妇，你没事吧？别叫那么亲热，我跟你很熟吗？楚阳嘴角一抽，心中暗忖道：好不容易把情绪培养到位了，结果这是吹哨换人了呀。他心有不甘的挠了挠耳朵，看你说的，咱俩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苏婉宁傲娇的扬起下颚，狠狠瞪了一眼楚阳，你跟他偷偷摸摸的那些事儿也不害臊，你要是再敢碰他，我就他一把将长剑抢回去，我就杀了他。楚阳嘴角猛抽了几下，好，我不碰他还不行吗？可咱俩毕竟是夫妻啊。苏婉宁哼了一声，想做我老公就别整天打打杀杀，像个泼皮混混一样。你也来公司帮忙啊？看人家子明，再看看你，你能不能给我长长脸啊？楚阳现在算是明白自己媳妇这2个人格的关系了。现在这个媳妇是把所有愧疚的情绪都给了刚才想要圆房的媳妇。如果这个猜测没问题的话，只要遇到极度愧疚的事情，
这个强势媳妇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放另外那个柔柔弱弱、黛玉一样多愁善感的媳妇出来。如果遇到危险，这个强势的媳妇就会挺身而出，保护多愁善感的媳妇。楚阳现在就觉得脑子好乱。其实这两个人格对于媳妇来说缺一不可。楚阳一拍脑门儿，就感觉做个老公真的好难。就在这个时候，从门口走来一名体型修长、西装笔挺的男人，正是吕耀祖。在他身后跟着一名身穿灰袍、目光如炬的老者。当吕耀祖看清楚阳之时，眉头不由得紧皱。楚阳，刚才在这里闹事的人是你？楚阳蹙着眉头，上下打量了一下吕耀祖。你要是瞎了，就把眼珠子挖出来吧。吕耀祖气得翻了个白眼。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就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他看向董周，到底怎么回事？吕总，这个家伙在酒店闹事，打伤了咱们的人，还把云宫的人给打了。吕耀祖当即心头一惊，云宫的人在这里受伤，如果一旦追究，他也要受牵连。虽然不至于怕了云宫，但跟那些武道界的势力最好还是不交恶。他赶忙冲那几个保安招了招手，别愣着，赶紧把人送医院去。那些保安一听这话，当时就乐得合不拢嘴。他们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只不过没人敢动而已。就在那些保安争着抢着上前去抬人之时，楚阳抬手便飞出银针，保安当即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动。楚阳指了指那几个人，媳妇，刚才他们骂你了。苏婉宁美眸微眯，显然是有这段记忆的。他顺手拿起旁边的亚克力椅子，对着一个保安的脑袋就砸。那名灰袍老者见状，眉头一挑，双肩一晃，做事想要去阻拦。可就在他双脚未曾离地之时，一张人畜无害的脸出现在他面前。老梆子，消停点！老者心中一怔，没想到楚阳的身法竟然如此之快。此时苏婉宁已经开启了狂暴模式，仿佛要将刚才受的委屈全都发泄出去。老者眉头紧锁，看向楚阳，这位小友，你方才在酒店闹事，还打伤人，吕总到现在都没有追究，可你也不能变本加厉。楚阳懒得解释，嗤笑一声道，老子就是闹事，而且老子的女人想欺负谁就欺负谁，你有意见？老者先是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哈哈大笑了几声。老夫江鹤乃是省执法局特聘的首席武道教官，想必你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老夫的传闻。他脸上扬起一抹自信且高傲的弧度，神色倨傲。楚阳笑了笑，你要是不想跟他们一样，最好马上闭嘴，否则明天你只能饮恨退休了。闻听此言，江鹤脸上泛起怒意。吕耀祖赶忙开口，江老息怒，这人说话就是这样，不懂长幼尊卑，让我来处理吧。江鹤一甩袍袖，哼了一声，便别过脸去。吕耀祖看了看苏婉宁，似乎是打累了，坐在打人用的椅子上喘着粗气。那边的保安全都头破血流，哭喊声如丧考妣。吕耀祖无奈叹了口气，楚阳，人你也打了，这事儿我也不追究，里子面子你都占了，可以收手了吧。董周刚才被苏婉宁打得最狠，本还指望吕耀祖给他出头，现在却难以置信地听到自己老板居然妥协到如此地步。他现在心中悔恨万分，要是知道楚阳在自己老板心里的地位比云宫巡查使都高，他刚才怎么可能反水？就在大家以为楚阳要借坡下驴之时，楚阳却讪笑着摇了摇头，不够，远远不够。吕耀祖眉头拧成了麻花，脸色已经有些难看。难道你要杀了这些人不成？楚阳淡淡道，你的手下不但骂了我媳妇，还想着一些龌龊的事。不过既然我媳妇已经打了他们，就算了。他抬手指了指方丹和栾凤，这两个家伙不但想要促成那些龌龊事，还想杀了我和我媳妇，所以我已经帮他俩安排好了去处。吕耀祖顿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门口进来一个皮肤黝黑、白西装、白礼帽的男人。哟，这不是吕行长吗？李黑虎讪笑着来到近前，但并没有主动跟楚阳打招呼。吕耀祖显然吃了一惊，李会长，你来这里所谓何事？李黑虎露出满口森白的牙齿，哈哈笑了几声，我听说这里有好礼相送，就过来看看。楚阳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在地上趴着已经被封了周身大学的栾凤和方丹。李黑虎瞅了一眼那两个漂亮的女人，心里乐开了花，就是这两个女人。他朝手下招了招手，把他们带走。吕耀祖心里很清楚，云宫的人被李黑虎带走，肯定没什么好下场。李会长，他们都是云宫的人，你就不怕遭到报复吗？李黑虎心里咯噔一声，不过脸上却丝毫没有表露出来。他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没事而人一样的楚阳，马上心里有了底。呵呵，云宫又如何？老子商会公关部缺人手，给工资的那种。吕耀祖现在心里有火，却没地方发。形势所迫，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李黑虎的人将栾凤和方丹带走。等等，苏婉宁踩着高跟鞋小跑着追到走廊里。李会长，您的礼金太多，我要退给您。李黑虎心里急得要命，上次就要把钱给楚阳，可楚阳的银行卡有资金规矩，只能作罢。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把钱给了，可不能就这么被退回来。其实那2个亿，对，那2个亿本就不是我的钱。苏婉宁闻言便是秀眉紧蹙，不是你的？对，那是一位大人让我给您的，所以您最好是留着，否则我可能要有麻烦。苏婉宁听得一头雾水，那位大人叫什么名字？我能跟他见个面吗？李黑虎淡然一笑，我不敢提及那位大人的名讳，不过我可以跟您交个底，
那位大人对您盛意全全，最近的那些事都是他让我做的，您就别推辞了。苏婉宁心头一紧，本以为跟李黑虎说清楚就可以了，可没想到居然还有个可以让李黑虎都如此忌惮的大人物惦记上他了。苏氏集团目前的处境，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那种大人物，那可真就是雪上加霜了。与此同时，套房内的吕耀祖稳住心神，深深叹了口气，今天的事儿就这么算了，你走吧。楚阳却嗤笑一声，指了指董周，我劝你好好拷问这家伙一顿，然后想想如何安抚我这颗受伤的心灵。吕耀祖能做到分行的行长，脑袋自然也不是白给的。好，如果真是我的人得罪了你，明天我会当面跟你道歉。现在这里一地鸡毛，楚阳完全没了留下来的兴致。最主要的是媳妇切换模式了，他刚要离开，江鹤却忽然想起什么来，你就是楚阳？楚阳翻了个白眼，咋地？你想约架？江鹤却冷笑了几声，呵呵，明天要参加执法局擂台考核的肖志是你朋友？楚阳眉头紧皱，目光如电，死死盯着江鹤。吕耀祖哎了一声，楚阳，江老是这次东海执法局擂台考核的首席评审，刚才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帮肖志顺利度过这次的考核。江鹤此时挺直了脊背，不拿正眼看楚阳。吕耀祖冲楚阳一个劲儿使眼色，江老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你赶紧认个错，刚才的事情就过去了。楚阳却笑了，肖志参加擂台考核凭的是自己的本事，我为什么要跟这老梆子认错？吕耀祖气得翻了个白眼，干脆把头别到一旁，不管了。江鹤闻言便是冷笑了几声，呵呵，小子你很狂啊，我就这样。楚阳摊了摊手，不服就打一架。江鹤不屑地哼了一声，道：你这种无名小辈也配跟老夫过招？他看向吕耀祖，吕公子，看来人家是不你的领情，既然他不在乎那个肖志的前程，老夫就公事公办了。楚阳指着江鹤，明天我也会去执法局的擂台，你最好是公事公办。江鹤冷哼回应，老夫做事还不需要别人来教。吕耀祖愁眉苦脸地劝道，楚阳，你不领情也就算了，现在还顶撞江老，听我一句劝，赶紧跟江老道歉。楚阳不想再废话，直接离开套房。看到楚阳居然真就这么走了，江鹤也气得胡子都跟着颤抖。江老您别生气，那家伙就是个滚刀肉，脾气臭得很。吕耀祖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江鹤气急反笑，好啊，真是后生可畏，他想要公事公办，老夫就成全他。与此同时，楚阳已经下楼了，却没找到自己媳妇。喂，老婆，你在哪呢？跟你说了，别叫那么亲，你把好好的跟谢家合作的机会搞砸了。我现在要回家跟子明研究一下如何应对。还有啊，你跟人家那个赌约，实在不行就跑路吧，我再给你准备一些钱，看看能不能安排你出国。苏婉宁语气很无奈，楚阳却笑了，你这是关心我？你想多了，现在公司已经很难了，我不希望再多出一条苏家赘婿的负面新闻而已。苏婉宁的语气冷了几分，但她一想起刚才的事情，便带着几分疑惑问道，你跟李黑虎很熟？是啊，他以前跟我在一个监狱。楚阳据实回答。苏婉宁当即哼了一声，都不是什么好人。对了，你知不知道他背后有个大人物？他好像很害怕那位大人。楚阳愣了一下，要说李黑虎这辈子最怕的人也就是他了。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苏婉宁当即气得翻了个白眼，楚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信口开河？他要是怕你，能让你去他家当保洁？楚阳憋闷的要命，自己啥时候就成了保洁？不是，你别看不起我呀，有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本来琢磨着今天晚上跟你说呢。苏婉宁不屑地嗤了一声，你中彩票了？哎呀，不是，你知道钻石湾填海的项目吗？当然知道，这是东海近10年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你问这个干嘛？楚阳清了清嗓子，明天一大早，吕文光会代表市政厅跟你进行关于这个项目的初次对接。哎，我为了这个事儿可是操碎了心。闻听此言，苏婉宁沉默了片刻。楚阳，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你之前跟斌哥口无遮拦，我都懒得评价，可你就算说话不过脑子，也别把我当傻子好吧？东海4大家族就已经放出消息，这个项目只能是他们4家联手接下，官府那边怎么可能把这么大的工程项目交给我们？楚阳郁闷地拍了一下自己嘴，早知道这样就不跟这个媳妇说了。好好好，你不信我也没办法，但明天如果这事儿成真了，你就把他放出来，行不？呵呵，说来说去，你心里就只是惦记那点事儿，我不会让他再见你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看到电话被挂断，楚阳心里却并没有过于失望，他现在初步摸清了自己媳妇这2个性格的交替规律。呵呵，只要明天他发现错怪我了，肯定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到时候另外那个百依百顺的俏媳妇一定会出来。皓月当空，他偷偷溜进萧月宁的别墅，把目前需要用的丹药都给炼制好，却感觉自己的状态很不对劲。这渊龙鼎的确是炼丹圣品，炼制出的丹药全都堪称极品，只是他没料到这渊龙鼎乃是至阳的宝物，使用之时便会产生极阳之气。整个炼丹过程之中，他不知不觉吸收了太多极阳之气，加上昨天苏婉宁的玄阴之体已经把他体内的极阳之气撩得躁动不安，现在他只觉得体内那股邪火无处宣泄，即便体内有一小颗阴煞丹，也是杯水车薪。这破鼎也没个使用说明，上次用的时候也没这么严重啊，早知道这样，我宁愿用电饭锅炼丹。
他不敢耽搁，赶紧去了萧月宁的卧室，冲进浴室，把自己脱了个精光，打开花洒的冷水，他盘膝坐在地上，开始运功调息。以前要是这种情况，他运功调息就能暂时压制，但这一次似乎特别严重。浴室内水汽蒸腾如沸，冷水浇在皮肤上，瞬间化作滚烫的白雾，非但无法平息那股焚身的邪火，反而如同火上浇油，霸道极阳之气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与丹田内那颗小小的阴煞丹激烈冲突，每一次碰撞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该死！楚阳牙关紧咬，额角青筋暴起，试图强行收束心神。然而脑海中绮丽的幻象愈发清晰诱人，苏婉宁娇羞的容颜，慕容兰玉中的惊鸿一瞥，妩媚多情的柳芳菲，甚至萧月宁傲娇的身影，无数旖旎画面交织翻滚，疯狂地冲击着他摇摇欲坠的意志。他猛地睁开眼，双眸已布满骇人的血丝，如同燃烧的炭火，皮肤下仿佛有岩浆流淌，每一次心跳都带来爆炸般的胀痛。老头子说的极阳爆发，好像就是这个前奏。他的意识渐渐融入醇香美酒，佳人相伴，芙蓉帐暖，春宵无尽的幻境之中，神色变得愈发迷离。银月如盘，不遗余力地试图驱散笼罩大地的黑暗。月华之下，一道清冷的身影飘落院内。一袭月白长裙的华西月看了看面前的君临天下36号别墅，拿起手机拨打了标注暴力女的电话。你家是36号别墅，没错吧？现在将开门密码发给我。电话另一边传来萧月宁冰冷的声音。你之前跟楚阳有约定，渊龙鼎要借给他使用的，现在反悔，就不怕他找你算账？一听到楚阳这个名字，华西月便有些压不住心头的怒火。现在那个混蛋躲着不肯见我，连我的手机号都拉黑了，我就是要让他来找我。你该不会是想吃回头草了吧？这么护着他？电话另一端的萧月宁梗着脖子喊道：胡说八道！那破鼎和那破男人，你喜欢就都拿走好了，我才懒得管。密码现在就发给你，破鼎就在厨房，你自己去拿吧。混蛋，居然把渊龙鼎这么随意扔在厨房里！华西月弯腰抱起依旧散发着阵阵温热之气的渊龙鼎，当即感觉一阵意乱情迷，脑海中竟然闪现出让他脸红心跳的画面。怎么回事？难道那家伙用渊龙鼎炼那些媚药了？混蛋，他就是个大色狼！华西月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怎么就会着了楚阳那个混蛋的道？初吻？那是初吻啊，就这么给了楚阳，这跟随便给了街上的黄毛有什么区别？他赶忙凝聚月华之气，将那股浮躁压了下去。哼，旁门左道终究还是上不得台面。就在他抱着渊龙鼎想要离开之时，却突然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非常紊乱的气息。这股气息让他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难道还有人？本着好奇不会害死猫的心态，他随着那股幽绵的气息一路来到2楼卧室门前。他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警惕地扫视屋内，断定这就是萧月宁的卧室。紧接着，他便听到浴室传来水声，可里面并没有开灯。这粗心的女人跟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一个样子。他先入为主地认为一定是萧月宁出门的时候忘记关水。与此同时，楚阳胸前的玉佩进入了强力震动模式，但他的意识已经融入幻境之中，对此一无所知。浴室门被猛地拉开，伸手不见五指的氤氲雾气朝华西月扑面而去，有一股强大到让他无从抗拒的引力化作无形的手，将他拉进浴室。四周的雾气仿佛变成虚无的混沌世界，让他失去了空间感。混沌的雾气中有一个盘坐的轮廓，若隐若现出淡淡金光，散发出的炽热气息如实质般缠绕上他冰冷的月阴之体。他体内清冷的月华之气竟不受控制的沸腾，他脚下一软，惊呼未及出口，娇躯已不受控的向前跌去，温热的带着惊人热度的躯体近在咫尺。慌乱中，他的手本能地按向那坚实的胸膛，试图稳住身形。掌心传来的滚烫触感瞬间击穿了他所有的清冷与理智。那雄浑如太阳般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水汽钻入鼻息，让他脑中嗡鸣一片，心房摇摇欲坠，仿佛被骄阳炙烤过的灼热地砖上飘落月白色长裙。忽然之间，华西月迷离的双眸焕发出皓月般的光芒，一股那磅礴的极阳之力霸道地闯入他的经脉，瞬间驱散了月华的孤寒，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战栗的充实与滚烫。他体内的月华之气在极阳的淬炼下愈发精纯凝练，而楚阳狂暴的极阳真元则被至阴月华温柔的包裹疏导抚平。雾气氤氲，月光仿佛穿透了屋顶，无声洒落。至阳至阴遵循着天地之理，完成了最原始也最有效的调和。浴室里只剩下紊乱的喘息与体内能量奔流不息，渐渐归于和谐的低鸣。楚阳紧锁的眉头缓缓舒展，皮肤上骇人的赤红悄然褪去，而华西月迷离的美眸中冰霜融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又沉醉的复杂光晕。二人几乎同时瘫软在地，暂时失去意识。东方泛起鱼肚白，楚阳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浴室的天花板。呼，他重重吐出一口浊气，我这是还没死。他抬起双手，左手掐右手，疼，果然没死。他兴奋地坐起身子，脸上尽是激动之色。老头子说话也不一定准，我这不就是从极阳幻境里逃出来了，而且毫发无损，根本就没有爆体而亡，而且现在就好像满血复活了一样，精力十足。兴奋之余，他仔细回味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些疑惑。
为啥那春梦里的女人长得跟华西月那么像呢？而且也太真实了呀！难道说化解激昂爆发的方法，其实只要想象跟一个9阴体的女人交合就行？他一拍大腿，感觉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可他得意的笑容却在下一秒僵在脸上。他看到一个清冷绝艳的古典美女，安安静静躺在他身旁，而不远处地面上那凌乱的长裙和肚兜，似乎在无声诉说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靠，不是幻境，不是，好端端的，你来凑什么热闹？这肯定不怪我啊！他慌乱的起身穿好衣服之后，便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要不要把他？不行不行，新仇旧恨，这丫头醒了还不直接把我给吃了？打定主意，他小心翼翼地将华西月抱到床上，盖好被子。这时，华西月的睫毛轻轻颤动了几下，美眸缓缓张开，眼神却十分涣散，似乎是认出面前之人。楚阳吓得打了个激灵，赶紧拿出银针刺入昏睡穴。呼，好险！他快步返回浴室，将华西月那些散落在地上已经被水浸湿的内衣、外衣都拾起来，小跑着去了洗衣房。忙活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将洗干净又被烘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衣服抱回卧室。昨晚的事儿真不怨我，我给你穿衣服就当是补偿了哈。你要是同意，就别说话。好吧，你已经同意了。他小心翼翼地将衣服一件一件给华西月穿戴整齐之后，吐槽了一句：古装的衣服可真麻烦。不过他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满意的，最起码现在看起来跟平时华西月自己穿的差不多。当他看到地上的渊龙鼎之时，当即明白了华西月来这里的目的。嗨，闹了半天，这是因为你不收赌约，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这可就更怪不得我了呀。临走之前，他再三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决定把渊龙鼎留下，让华西月带走，免得以后再被这破鼎坑了。几分钟后，楚阳回到自己家，刚一进客厅，他就看到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李黑虎。起来！楚阳没好气地喊了一嗓子，把李黑虎吓得从沙发上蹦起来。爷，您回来了，你这是给我刷了一晚上的马桶？不是，我昨天给您卧室布置好以后，坐沙发上等您回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楚阳一脸疑惑地盯着李黑虎，给我布置卧室？李黑虎一脸严肃地道，您放心，大夫人和二夫人绝对不会知道。楚阳更懵了，你能不能说人话？李黑虎一脸谄媚地笑得很猥琐。爷，您跟我来。李黑虎带着楚阳乘坐电梯来到3楼的一间足有上100平方的房间。自从搬来这里，楚阳还从来都没进过这个房间，入眼的一切让他惊得合不拢嘴。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这里就是个成人乐园，各式各样的情趣器械、道具和摆设，楚阳就算看小电影也没见过这么全面。你小子这是搞了个炮房啊！楚阳话音刚落，从旁边走来2名身穿低胸女仆装的美女，那颜值和身材绝对拿得出手。奴婢给爷请安。2位美女异口同声，深深鞠躬。楚阳嘴角一抽，小黑子，你他妈想要干啥？老子可是正人君子。说这话的时候，他脸部红心不跳。李黑虎搓着手，笑得很谄媚。爷，您误会了，我知道这些庸脂俗粉，您肯定看不上，他们就是给您娱乐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您的主菜在前面呢。说着，他便向前一步，做了个请的动作。楚阳清了清嗓子，先说好啊，我只不过是有点好奇而已，根本没有别的想法。说话间，李黑虎已经来到一块从棚顶吹落的红色布幔旁边。爷，您上眼。他用力一扯，那布幔飘然落下。楚阳眼睛当时就直了。布幔后面是2根从天花板垂下的绳索，2条绳索分别吊着一个被红色绳结捆绑的非常有艺术感的女人，雪白的肌肤被红色的绳子勒得恰到好处，任何男人看了都不免心绪难平。当看清2个女人之时，楚阳刚才还有点痒痒的心情瞬间被狂风吹散。这2个女人正是昨晚被李黑虎带走的栾凤和方丹。楚阳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李黑虎，谁让你把他俩弄我家的？李黑虎看楚阳这次好像不是装清高的样子，吓得赶忙解释，您昨天也没说怎么处理他俩呀？我看他们虽然比不上几位夫人，但也算姿色出众，就给您送来了呀。楚阳这才想起来，昨天因为苏婉宁突然切换模式，他也没顾得上跟李黑虎交代。这时栾凤杏眼圆睁，眸中的怒意似乎要实质化，方丹更是不停挣扎，想要挣脱束缚，却只是徒劳。楚阳上前将2人嘴里塞的橡胶口塞摘下，想听听这2人要说什么。你这畜生，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方丹歇斯底里的咆哮出声，栾凤则是咬牙切齿，恶狠狠地威胁道，云公绝对不会放过你，到时候我要将你剥皮抽筋，挫骨扬灰。2人周身大穴已经被楚阳封住，武功尽废，别说现在被捆着，就算松绑，他们自己也解不开。现在已经被如此羞辱的吊起来，他们知道自己的下场可能会沦为男人的玩物，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将最恶毒的语言送给楚阳。楚阳满脸震惊之色，嚯，吊了一晚上还能喊出这么大声，牛啊！2女又是一顿恶毒的咆哮之后，便是用光了刚才怒气上涌所激发出来的全部力气。楚阳嘴角微扬，邪魅一笑，我打算放了你俩。方丹啊了一声，你没骗我们。栾凤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但还是忍不住傲娇的说道，你如果说到做到，我就饶了你。楚阳拍了拍胸脯，老爷们儿吐口唾沫都是个钉子，这样吧，
你们一人给1万块钱就能赎身，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栾凤和方丹根本没过脑子，齐齐点头，没问题，让我打个电话，再多的钱都能给你。栾凤迫不及待地抢着开口。楚阳挥了挥手，把他俩放下来。2名女仆动作娴熟地将云宫2位受尽折磨的美女放到地上。楚阳，你让他们把我松开，否则我云宫定然。啪！一个清脆的耳光落在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栾凤脸上。我是给你脸了吧？再乱吠，我就让人把你们这样扔大街上。栾凤吓得一哆嗦，赶忙低下头，心中却在暗暗发狠。只要能离开这里，他就汇集和云宫的力量，将楚阳碎尸万段。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方丹终于破防，哭着求饶：“我知道错了，是我小赌鸡肠，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楚阳呵呵笑了2声：“你不是知道错了，是知道怕了而已。”他抿着嘴角，双手抱在胸前，戏谑道：“你们不是说我媳妇只能在街头巷尾做那种最下贱的事情吗？还说最多一次50，呵呵，我昨晚也给你们定价了，一次5块，你们在小黑子的会所里赚够1万块就可以回去了。”闻听此言，师姐妹2人当即吓得娇躯瘫软，一向傲气的栾凤更是吓得大脑一片空白，连一个字都说不出。一次5块，就算一天做30次才150块，1万块，他们简直不敢想象自己会被那些恶心的男人蹂躏成什么样子。方丹往前蠕动着来到楚阳脚边，梨花带雨地扬起好看的小脸蛋。大人，我愿意给您当奴婢赎罪，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以前看过那些小电影的，我可以伺候您。这里的东西，你随便对我怎么用都行。楚阳嗤了一声，少特么跟老子面前装乖巧。他看向2个满脸错愕之色的女仆，愣着干嘛？把这2个人弄走。看着2个如丧考妣的美女被拖出房间，李黑虎挠了挠耳朵，我的爷啊，太浪费了吧！我让人检查过，这俩还都是雏儿呢。楚阳嘿嘿一笑，我是替风十娘那个老妖婆子教训一下这2个人而已，他们身上的经脉只有我才能解开，现在就是2个废人，你好好吓唬他们一下，什么时候他们真变听话了，你再告诉我，到时候我还有用。李黑虎这才明白过来，我就说嘛，爷您不是那种人，您放心吧，我保证把他们调教好，到时候给您舔脚趾都心甘情愿那种。李黑虎的话音刚落，门外飘来一阵香风，柳芳菲穿着性感的黑色紧身包臀裙，迈着一双让人挪不开眼睛的黑色大长腿，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二夫人早啊！李黑虎一脸乖巧的表情，看到凶名在外的李黑虎对自己如此谄媚，柳芳菲心里别提多舒坦了。楚阳却翻了个白眼，别总乱叫。柳芳菲连连点头，就是嘛，把那个2给去了。李黑虎、楚阳，柳芳菲掩嘴轻笑道：“开玩笑了，亲爱的，你大老婆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觉得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哟，说不定要出轨了呢。”楚阳愣了一下，婉宁要出轨？为啥呀？柳芳菲嗯了一声，市政厅钻石湾填海项目的人现在已经派人去你老婆公司了。楚阳有点不明白，我知道这事儿啊，是我昨天办的，可这跟出轨有什么关系？柳芳菲挽住楚阳的胳膊，嘟着小嘴道：“他说这个项目是李黑虎背后的那位大人给他搞到的，而这次事关苏氏集团的生死，他打算找那位大人谈谈，如果人家就是缠他身子。”柳芳菲没有继续说下去，楚阳目瞪口呆地等了好一会儿。不是，你倒是说完啊！柳芳菲耸了耸香肩，他也没说完啊。不过作为成年人，后面的事情应该不用猜吧？楚阳回想了一下，昨天晚上强势苏婉宁回归之后，的确提起李黑虎身后有位大人物。小黑子，这谣言是你散布的吧？李黑虎吓得一缩脖子，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我说的大人就是您呀。楚阳眨了眨眼睛，也就是说，我可能要把自己给绿了。柳芳菲和李黑虎都没敢往下接话，楚阳却摩挲着下巴，突然瞪大眼睛，也不是不行啊，正好可以试试我这个强势的媳妇。小黑子，如果我老婆找你约那位大人，你就答应下来。李黑虎连连点头，心里却不由得感慨，还是人家会玩啊，跟自己媳妇都能玩这么花。柳芳菲柔软的娇躯在楚阳身上蹭了蹭，金角昨天把他手里的一个海外空壳公司注册到东海了，法人是个太空人，以后你就是幕后大老板，选址和招聘的事情都不用你操心，我会帮你都搞定。楚阳微微颔首道，这个公司应该是资金输出的主力，这2个家伙是想要走外资的渠道，规避一些麻烦。金融方面的操作你可以多倚仗他们，但还要自己多学习，争取把这2个家伙的本事都榨干。柳芳菲兴奋地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说话间，他踮起脚尖，在楚阳脸颊吻了一下。李黑虎识趣的从外面关上房门，柳芳菲媚眼如丝地望着楚阳，把楚阳看得有些心里发毛。你又想干啥？柳芳菲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写着黑金刚的小包装，在楚阳面前晃了晃。我问过药房了，这是市面上最后的了，明天我大姨妈就走了，实在不行你就一次多用几个。楚阳嘴角一抽，你可别闹了，这是2回事儿。再说一次带那么多，哪还有啥感觉？柳芳菲当即变脸，你就直说吧，根本就是嫌弃我，我这辈子都比不上你的好老婆。楚阳，不是，你哭的时候能挤出点眼泪吗？柳芳菲目光落在前方的圆形水床上，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弧度。亲爱的，咱们就像上次在我家那样啊。楚阳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可身体却很诚实的向水床方向移动。足足半个小时过去，两人这才出了门。柳芳菲上了车，就开始忙着给自己补口红。亲爱的，我一会儿要去找你大老婆。你去哪呀？我送你。我去执法局，然后去吕文光家，跟你不顺路，你把我放在出租车乘降点就行。到了山下的出租车乘降点，柳芳菲拉着楚阳的胳膊撒娇：好哥哥，我爸想见你。楚阳嘴角抽了抽，不太好吧？柳芳菲扑哧笑出声来：怕什么吗？我爸可跟你那位老丈人不一样，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烦人的亲戚。说好了呀，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不能推脱。楚阳哦了一声，今天抽空给你爸选个见面礼，你真好，爱死你了。柳芳菲抱着楚阳又亲了一口。楚阳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就跟柳芳菲好上了，就感觉很奇妙，好像稀里糊涂，又好像水到渠成。反正柳芳菲身上肯定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下车前，楚阳提醒柳芳菲，今天一定让金角和银角把苏氏集团的股价能拉多高就拉多高。楚阳第一次到东海执法局训练场，已经搭起一座3米高的擂台，旁边彩旗飘飘。看到楚阳，萧志激动地迎了上去：楚先生，您怎么来了？楚阳使用旺气术仔细端详萧志，丹药对你的帮助不小，已经到了暗境巅峰了。萧志惭愧地苦笑一声：要不是您的话，我这辈子都吃不起这么贵的丹药。我这辈子得罪不少人，但也算很幸运，结交到了您和郑局长。楚阳微微蹙了蹙眉头，问道：郑阔对你真的很好？是的。萧志用力点了下头，其实作为队长，最起码应该具备暗境的实力，但您也知道，之前我都已经跌落到明境境界了，要不是郑局长，我最好的结局就是当个基层执法员。楚阳笑了笑，拿出一颗晶莹剔透、好似琉璃一般的丹药递过去。萧志当时就惊得瞪大双眼，啊了一声：这是真元丹。楚阳微微颔首道：说对了一半，这是一颗极品真元丹。之前的丹药是修复你受伤的经脉，这颗丹药可以助你重新突破至化境，而且不像普通真元丹那样有副作用。萧志感动的全身都在颤抖。正所谓穷文富武，修炼武道是非常耗费财力的。不说这种极品真元丹，就算是普通的真元丹，拍卖会上的价格也已经被炒到了1000万的级别，而且还是有价无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名门望族培养武者并不难，只要肯砸钱，就算资质一般也可以迅速成长。只不过那种靠丹药提升境界的武者实力很虚浮，可以说是同境界里的垃圾，但人家又不是专业打手，要的其实就是个牌面而已。就在萧志感动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的时候，一男一女有说有笑的从楼梯上往下走。楚阳一眼就认出胖乎乎的郑阔，而郑阔身边那个身穿职业装、面色潮红的女人，不知为什么表情僵了一瞬。这女人看年纪差不多30出头，颜值和身材都超过85分，妥妥的美女。楚阳一眼便看出这两人气血翻腾，显然是刚进行完一场酣畅淋漓的办公室激情戏。看来郑阔这死胖子玩的还挺花。楚阳琢磨着一会儿，就把这个小八卦消息分享给萧志。可下一秒，楚阳就傻了眼。那女人笑靥如花的如同燕子一般轻快的下台阶，来到萧志面前，挽住他的胳膊：老公，今天下午你可一定要加油啊。萧志笑着点头，而后便是跟郑阔打招呼：局长，楚先生来了。郑阔笑容满面的来到楚阳面前，伸出双手：欢迎欢迎啊。楚阳却没有伸手的意思，开什么玩笑，那双胖手明显没来得及洗，中指上面还有粘了吧唧的液体，往好了说那是口水，往不好了说就不敢想了。呵呵，我最近得了手气，怕传染给你，就不握手了。要不是冲着萧志，楚阳都懒得撒谎。萧志马上开始介绍：丽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楚先生。楚先生，这是我妻子狐狸。楚阳自然也没跟狐狸握手，只是淡淡点了下头。郑阔从手里的档案袋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萧志：老萧啊，这个文件你签了吧。狐狸上前直接翻到最后一页：老公，我都看过了。他边说边贴心地递过来一支签字笔。萧志想也不想，直接就要签字。楚阳却伸手将文件拿过去看了看，顿时眉头紧皱：抚恤金和意外保险赔付确认函。萧志也愣了一下，郑阔笑的脸上的肥肉都跟着颤动：老萧啊，人家丽丽都跟你结婚半年了，到现在你抚恤金受益人还是你前妻，你让人家丽丽怎么想？还有这次擂台局里为考核给大家买的意外保险，虽然是走个形式，不会出危险，但这是你做人加老公的态度啊。萧志顿时红着脸点头：对，上次我遇袭的时候差点没命，如果当时就那么走了，丽丽才刚跟我结婚，就无依无靠，还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他转头看向狐狸：老婆，对不起，是我之前疏忽了。狐狸突然落下几滴委屈的泪水，却一个劲儿的摇头：老公，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要。楚阳嘴角抽了抽，突然想起刚才郑阔说萧志和狐狸是半年前结婚的，那应该就是萧志被人下蛊的时间节点。老萧，你们还挺恩爱的，一定是谈了很长时间恋爱吧？楚阳试探着问道。萧志笑了笑：其实感情深浅跟时间无关，我跟丽丽是闪婚，可结婚没几天我就遇袭了，是丽丽没日没夜的照顾我，陪我度过最艰难的那一段日子。楚阳苦笑着点头，将文件递过去，
看着肖志签字的时候，总觉得肖志的个子似乎矮了很多。老肖，擂台没问题吧？肖志信心满满的笑道：“您放心，暗境的组别当中，我万无一失。”楚阳也认同这句话，毕竟肖志以前是化境高手，而且不是嗑药的境界。现在他在暗境巅峰的境界，应该是同境无敌的。就在楚阳打算离开之时，却隐隐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大宗师特有的恐怖气息。他回身看去，只见走廊尽头站着一名灰袍老者，正怒目而视。楚阳扯了扯嘴角：“老梆子，你瞅啥？”郑阔赶忙收拾好已经签完的文件，便是迎了上去。江老，您来这么早？江鹤的胡子已经撅起来，没搭理郑阔，用手指着楚阳：“小子，你若是有种，今日考核结束，老夫陪你过招。”楚阳眯着眼睛，笑得很玩味：“你不配！”这时，从后面跟上来的沈涛怒声道：“阿胆，居然敢对江老不敬！”看到沈涛，楚阳眉头微微皱起，目光审视地看向郑阔。这家伙昨天跟那个戴眼镜的小胖子唱双簧，你们执法局就算不把他抓起来，也应该隔离审查啊！郑阔讪笑道：“楚先生，这可是老肖提出不予追究的。”肖志赶忙解释：“我跟沈涛的确有些不愉快，但我能遇到丽丽，也是他引荐的。”所以楚阳摆了摆手：“我知道了，下午考核的时候，我一定到场。”说完，他便要离开，却被一道闪电般瞬移至他面前的灰色身影拦住。“小子，你究竟敢不敢迎战？”楚阳都无语了。武道界的规矩，后辈可以向前辈发起挑战，像江鹤这种老家伙跟一个年轻人发出挑战，传出去都丢人。不过楚阳从江鹤的眼神中看到了浓浓的杀意，心中不禁的暗忖：按理说昨天那点事儿，不至于让这老家伙这么大杀气啊，难道还有别的事儿？沈涛这时也跟着叫嚣，不敢应战就跪下来给江老磕头赔罪。楚阳向来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不知道对方究竟为什么会不顾名声也要挑战的原因，他才不会随随便便出手。此外，打个老头有什么意思？捞不到什么好处不说，还容易被楚家的人给盯上。他不以为然的嗤了一声：“有本事你们现在就对我出手，否则就别犬吠。”沈涛被噎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出手？开什么玩笑？那家伙出手太狠了。江鹤自然也不会主动出手，只能对着楚阳的背影喊道：“楚阳，你就是个缩头乌龟，今天就等着看考核的好戏吧。”离开执法局，楚阳心里又多了很多事儿。肖志老婆不但是出轨郑阔，而且还是沈涛介绍的。更让他感觉细思极恐的是，肖志的闪婚似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还有那个跟打了鸡血一样，非要跟他决斗的老梆子。看来今天下午的擂台肯定会很精彩。他叫了出租车，很快便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吕文光家。门房的人早就接到通知，对楚阳奉若上宾。穿过院子，楚阳还没到正厅，就被满脸焦急的吕文光拦住。“楚先生，你先跟我去后宅，好好劝劝思思。客人都来了，他却说什么也不出来，就等你呢。”“填海项目现在已经敲定了。”楚阳盯着吕文光的表情。吕文光重叹了口气：“我昨天半夜把相关市政大员都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晚上的会，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市政厅的专项组已经在跟苏氏集团谈具体事宜了。”楚阳知道吕文光在这件事情上没必要说谎，说谎也遮不住。“行吧，那咱们就按照约定来。”吕文光让下人赶紧带楚阳去后宅，他急匆匆地回正厅陪客。楚阳站在吕思思房门前，还没等敲门，门就已经被打开。吕思思如同小鸟一般，直接扑进楚阳怀里：“杨哥哥，我想你。”楚阳没想到这小丫头还是这么热情。“你又感觉到我来了？”“吕思思用力点头。“其实不光是你，别的男人靠近我也能感觉到，只不过你很特别，只要你靠近我就觉得特别舒服。”楚阳伸出食指轻轻敲了敲吕思思的小脑袋：“干嘛不出去见你未婚夫，还闹这么大动静，把你爹和你哥都快逼疯了。”吕思思却扑哧笑出声来：“杨哥哥，你那么聪明，为什么不认真想想？”楚阳当时便愣了一下，仔细回味吕思思的话，他突然瞪大眼睛，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吕思思：“你也知道填海项目的事？”吕思思把楚阳抱得更紧：“你真厉害。”楚阳苦笑着轻轻把变身树袋熊的吕思思推开：“不是，你爸和你哥知道你这么顽皮不？”吕思思爽朗地笑着摇头：“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故意跟他们闹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下血本去求你。我还说现在只要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楚阳嘴角猛地抽了抽：“我没记错的话，你爸说你这丫头从来不撒谎的呀？”吕思思缩了下脖子，俏皮地吐了吐小香舌：“我平时真不撒谎的，所以偶尔撒谎才能把所有人骗得团团转。”楚阳现在他算明白了，吕思思这丫头并没有那么呆萌，不过这也很符合常理，毕竟人家是官宦千金，从小耳濡目染的那些就不是普通人家孩子能比的。我还得谢谢你呢，改天请你吃饭啊。楚阳客气了一句，吕思思却兴奋地攥紧小拳头抵在下颚，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问道：“哪天？”楚阳挠了挠耳朵：“你先去见客人吧，等我忙完这一阵就给你打电话。”吕思思直勾勾地盯着楚阳的眼睛：“我感觉你在骗我呢。”楚阳有种感觉，吕思思仿佛能够不着痕迹地侵入他的心灵，这种感觉让楚阳细思极恐。如果真是这样，面前这个小丫头未免有些太可怕了。
难道这就是枯婴之体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他面色凝重的做着头脑风暴之时，吕思思仿佛再次察觉了他心里的变化，笑容可掬的做了个 OK 的手势。好啦，刚才逗你呢，你什么时候方便了再请我吃大餐啊？不过我现在有点害怕，我还那么小，都不到20岁呢。那个顾远桥就要逼我跟他儿子顾晨圆房。说话间，他单薄的身子颤抖了几下。楚阳当时就皱起眉头，你说啥？顾家父子登门是为了让你圆房？吕思思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委屈，泪水在打转。我爸这个世手，如果想继续做下去，就必须同意。求你陪我过去，哪怕你不敢管，只要你能坐在我身边，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楚阳盯着一脸真诚与无辜表情的吕思思，明明感觉这丫头说话有点水分，但还是点头答应下来。会客厅，省手顾远桥明显心情很好，正激动的高谈阔论。文光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们东海居然有这种人才，连魏老都对这个人赞不绝口啊。吕文光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听您刚才说这个人也就20多岁，真能像魏老说的那么优秀？顾远桥哈哈大笑了几声。文光，你难道还不相信魏老的眼光？吕文光连连点头。魏老德高望重，不论政界还是军界都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哪敢质疑啊，只不过就是好奇，能不能透露一下那个年轻才俊的名字？顾远桥一脸神秘的表情，淡淡摇头。魏老可是叮嘱过我，此事乃机密，除了我和魏老之外，现在还没别人知道。我此行表面上是为了填海项目，实则是为了找他呀。如果不是咱们私交这么好，我可不会把这事儿告诉你。吕文光哦了一声，深以为然地点头。就在这时，吕思思和楚阳肩并肩进了门。顾伯伯好，顾晨哥哥好。吕思思乖巧地打着招呼。一直觉得很无聊，眼皮都已经开始打架的顾晨突然瞪大了眼睛，赶忙起身迎了过去。思思，总算看到你了。说话间，他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精致的蓝色盒子，这是我在省城拍卖会上特地为你拍下来的，我觉得这很配你的气质。说话间，顾晨将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条几乎可以令所有女人为之尖叫的钻石项链。可吕思思的脸上并没有泛起任何波澜，只是淡淡地道：我还小，这种奢华的东西有点不适合我，谢谢顾晨哥哥的好意了。雨若他看也不看满脸尴尬的顾晨，直接去牵起楚阳的手。杨哥哥，你陪我过来坐。见状，顾远桥当即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文光啊，这位小兄弟是……不等他问完，顾晨便是对着吕文光拱手道：韦叔叔，思思乃是我未婚妻。他抬手指向楚阳，这人公然在我面前与思思拉拉扯扯，我想与他决斗。顾晨的语气霸道之极，显然是骄纵惯了，受不得一丝委屈。吕文光赶忙起身去拉着顾晨的手：小陈啊，你先听我说。这位顾晨却轻蔑的摆手打断道：对叔叔，今日不管他是何人，不管他有何背景，我顾晨都以武者的身份挑战他，除非他肯跪下祈求我的原谅。顾晨，你不要胡闹！顾远桥急忙出言喝止。虽然顾远桥心里对楚阳刚才跟吕思思牵手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也看到是人家吕思思主动的。再说这里是吕文光的家，顾晨这么做，明摆着是一点都没把吕文光这个主人放在眼中。顾晨闻言便是收敛了几分，对着吕文光微微欠身：吕叔叔，刚才我有些梦忘了。吕文光笑着摆了摆手：年轻人应该有点脾气。其实这位先生是我为思思请的私人医生，方才肯定是有些误会。顾晨原本还以为楚阳是哪个名门望族的公子，没想到就是个大夫。他突然气势飙升，周身鼓荡起武者的气息。今天你捡了条命，现在滚吧！吕思思故意凑到楚阳耳边说道：好哥哥，那家伙很专横霸道的，他一直说自己很厉害呢，你别惹他了，还是快走吧，大不了我今天就答应他。楚阳嘴角一抽，直接翻了个白眼。他不相信吕思思这么没城府，激将法用得如此拙劣。换句话说，吕思思现在就是跟他打明牌了，就差把你到底管不管我吧这句话说出来。楚阳心中苦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被别人当枪使，而且还没有拒绝的理由。他看向一脸焦急之色的吕文光：老吕，我该办的事儿已经办完了，在你家我给你面子，不跟那些犬吠之徒计较，但从思思的病情来看，他并不适合行男女之事，言尽于此，告辞。他思来想去，吕文光也算是帮了大忙，所以今天还是要给人家留点面子的。关于吕思思的事情，他并没说谎。如果吕思思跟普通人交合的话，那男人不出1个月就会阳气枯竭而亡。楚阳相信有他这句话，吕文光肯定不至于逼吕思思。至于顾晨，只是犬吠几句而已，他还没那么小赌鸡肠，但他相信这种纨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等那家伙再找上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惯着了。就在这时，会客厅外面一道银铃般的声音传来：顾伯伯，您来了也不提前跟兰兰说一声啊，还得人家连点准备都没有。慕容兰刚一进门就跟楚阳差点撞个满怀。你来这里干嘛？慕容兰一想起自己被楚阳看了个精光，就恨不得活活将这家伙给咬死。楚阳撇了撇嘴：小白，搞清楚自己的位置，我还等着你继续给我表演呢。慕容兰俏脸愠怒，但还是压下了咬死楚阳的冲动，恨恨地说道：我会让你知道，冒犯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楚阳双手一摊：你
他刚说了一个字，就被突然出现的一只小手揪住衣领。你就知道耍嘴皮子欺负人，给我过来！